苍玄域南荒，大夏皇朝镇北王府。大将军，不好了，出大事了！昨夜世子在教坊司夜遇使女，结果因为体力不支猝死了过去，如今几位御医正在抢救呢。什么？这个混账逆子，去把本将军的虎鞭取来！今天本将军非要抽死这个龟儿子不可！一间古色古香的房间中，一位面色惨白如纸，尽显纵欲过度之态的青年正躺在床上。此刻3、4个年迈的御医正围在床边，神色焦急，他们正在为青年把脉扎针。就在这时，青年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眼神中满是迷茫。太好了，世子醒了！几位御医见状，顿时如释重负，激动的声音都微微颤抖起来。楚风看着眼前陌生的一切，不禁喃喃自语：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里？刹那间，一段庞大的记忆如潮水般猛地灌入脑海中，直接让楚风懵逼了半晌过后，楚风才逐渐缓过神来，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我竟然也加入了穿越大军的行列。他明明前一刻还在看着麻豆电影准备来一发呢，结果眨眼间就穿越到了这个以武道为尊的玄幻世界。而他这具身体的原主和他同名同姓，其爷爷乃是大夏皇朝第一异姓王镇北王，他父亲更是大夏最为年轻的武道宗师，曾一人屠灭入侵大夏的10万蛮族大军，被奉为大夏战神，威震大夏。但这身体原主人却并未继承其爷爷和父亲的优秀血脉和修行天赋，不仅拥有着最垃圾的废品灵根，毫无武道资质，而且还终日寻花问柳，勾栏听曲，被称之为大夏第一废柴纨绔。就在昨夜，这家伙甚至荒唐的夜遇使女，结果活活的把自己玩死了。MMP， 夜遇使女真会玩。楚风不由得腹诽道，毕竟他前世还是个厨呢，只能偶尔看看国产大片，用用五姑娘。突然楚风想到了什么，心中连忙叫道：童子爹在吗？赶紧出来！怎么没动静？童子爷，你快出来啊！狗日的童子，你丫的死哪去了？经过楚风内心一阵咆哮，依旧没有任何回应。别叫了！突然一道声音在楚风脑海中响起：系统！楚风神色一喜，但随之那道声音再次响起：塔爷，我可不是什么狗屁系统。楚风一愣，道：你不是系统，那你是？塔爷乃混沌阴阳塔器灵。混沌阴阳塔器灵。楚风神色一怔，而后他意识突然发现，在其脑海中悬浮着一座9层小塔。看着这座小塔，楚风惊讶道：这不是我之前在古玩街花10块钱买的那座小塔吗？没想到他竟然也跟着穿越过来了。随即楚风连忙问道：你有什么用啊？能让我变强吗？可以，只要你能找到拥有特殊体质的女子，和其一起修炼，塔爷便能让你变强。而楚风听到这话一愣，一起修炼变强？你确定是正经修炼吗？你猜？塔爷嘿嘿一笑，这塔貌似不太正经啊。正当楚风还想进一步询问清楚时，突然哐当一声巨响，房间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一股凌厉的气势扑面而来。一位身着黑色甲胄，身材魁梧壮硕，眼神如鹰隼般凌厉的中年男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他手中紧紧握着一根粗壮的鞭子，鞭子上血迹斑斑，在昏暗的房间里散发着一股肃杀之气。此人正是楚风的老爹，大夏战神楚龙象。大将军，您来得正好，世子已经醒了。几位御医见楚龙象进来，连忙上前汇报情况。该死的龟儿子，丢进老子的脸了，今天老子非得抽死你这孽子不可。楚龙象怒气冲冲地瞪着床上的楚风，手中的鞭子一甩，啪的一声便要抽过去。我靠！楚风见状吓得浑身一哆嗦，心脏都差点跳出嗓子眼。这老爹下手可真狠啊，自己刚穿越过来，难道就要被这顿鞭子给抽回现实世界去？关键时刻，一道劲气疾射而来，将那鞭子给打飞了。而后一道急切而威严的怒吼声骤然响起：楚龙象，你个混蛋，翅膀硬了是吧？竟敢打我宝贝孙子！只见一位身着白色大褂，满头白发却依旧精神矍铄的老者，迈着龙行虎步，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他一进门便对着楚龙象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那气势犹如狂风暴雨，让人难以招架。而身为堂堂大夏战神，平日里让敌国闻风丧胆的楚龙象，在面对这位老者的训斥时，却只能像个犯错的孩子一般，尴尬地低下头，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只因眼前这位老者正是他的父亲，楚风的爷爷镇北王楚天狂。看到爷爷出现，楚风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在原主的记忆中，这位爷爷对他这个唯一的宝贝孙子，那可是宠溺到了极点。也正因如此，才把原主惯成了如今这般模样。小风，你感觉怎么样？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楚天狂几步跨到床前，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着楚风，眼中满是关切之色。
感受着楚天狂那浓浓的关切之情，前世作为孤儿的楚风心中顿时充满了暖意。他开口道：“爷爷，我没事，让你担心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楚天狂激动地点了点头，说道：“宝贝孙子，你放心，待会爷爷就让人给你拿些大补的灵药来，给你好好补补。到时候你别说夜狱10女，就算是夜狱20个、30个，也绝对没问题。”可嗨！听到此话，楚风尴尬地咳嗽了几声，暗道这老爷子也太彪悍了吧。一旁的楚龙象听到此话，也是满脸黑线，不由得说道：“父亲，你再这么惯着这混账，指不定他还要干出什么荒唐事呢。不就是睡几个女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楚天狂不以为然道：“我就芬儿这么一个宝贝孙子，我还指望着芬儿给我们镇北王府开枝散叶呢。不过芬儿，你一直这么玩的确也不好，不如爷爷给你找个媳妇吧。”找媳妇？楚风神色一怔，他这刚穿越而来就有媳妇了。一旁的楚龙象却冷哼道：“就他这风流纨绔的名声，哪家姑娘愿意嫁给他？我楚天狂的孙子，谁说没人嫁？”楚天狂瞪了一眼楚龙象，而后说道：“听说姬家那位小姐倾国倾城，号称大夏第一美人，就她吧？”唰！楚龙象脸色一变，惊愕道：“姬家丫头，父亲，你没搞错吧？那姬家丫头可是大夏皇朝最为妖孽的天之娇女，拥有着极品灵根，18岁便已踏入金丹境，未来成就不可限量。他会看上这龟儿子，而且姬家也绝对不可能同意这门婚事的。在这个世界，想要修行就要有灵根，而灵根分为下品、中品、上品以及极品，当然还有楚风这种完全无法修行的废品灵根。而武道境界分为炼气境、先天境、化海境、子府境、金丹境、元婴境、超凡境、宗师境、天象境、涅槃境。18岁能踏入金丹境，还拥有着极品灵根。莫说大夏皇朝，纵然是在整个南荒，都属于是真正的天才。但楚天狂却不以为然地哼道：“哼，能嫁给凤儿，是那丫头和姬家的荣幸。你发出消息，就说明日我镇北王府会亲自去姬家提亲。姬家要是敢拒绝，那就没有必要存在了。”看着老爷子这个架势，楚龙象也只能点了点头。他可不敢忤逆老爷子，不然对方肯定把他吊起来打。而楚风则是暗暗嘀咕着：大夏第一美人。根据原主的记忆，这位姬家大小姐从小便展现出妖孽的武道天赋，更是有着倾国倾城之色，被奉为大夏第一美人，受到无数王公贵族、世家宗门年轻一辈的追捧。之前原主就惦记着想要一亲芳泽，可惜那姬家实力虽不如镇北王府，但也是大夏10大世家之一，声名显赫，因此一直都没有机会。没想到如今竟然便宜他了。很快，镇北王府要去姬家提亲的消息迅速传遍大夏皇朝，顿时整个大夏都为之震动，各方一片哗然。大夏第一废柴纨绔竟然要迎娶大夏天赋最强的天之娇女，这简直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啊！而在姬家之中，一道冷漠的声音骤然响起：一个废物纨绔也配做我的夫婿？大夏皇城姬家一处湖心亭中，一位白衣如仙、身材完美的女子站在那，有着一张美得惊心动魄的面孔。她不仅是容颜上倾城倾国，纵然是气质上也是超尘脱俗，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自惭形秽的感觉。不过其眉宇间萦绕着冰冷之色，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一双黑白分明的秋水美眸投射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让人感觉坐在她的身边就像是如坠冰窟。此女便是姬家大小姐，大夏皇朝第一美人姬如雪。而在得知镇北王府明日要来提亲的消息后，姬如雪满脸不屑道：一个无法修行的废物纨绔也想做我丈夫？对她而言，莫说一个皇朝的废物纨绔，纵然是南荒亦或者这苍玄域最为顶尖的天之骄子，在她眼中也和蝼蚁没有区别。因为她乃是转世重修者，其前世是执掌昆仑界的无上女帝，尊号瑶池女帝，挥手便能镇压诸天。就算是那些圣人大帝都入不了她的眼，更别说这区区一个下界废物了。如今她唯一想做的便是尽快恢复前世修为，杀回昆仑界，将那个贱人挫骨扬灰。此刻姬如雪眼中闪烁着刻骨铭心的杀意，喃喃自语：瑶姬，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的。大夏皇城深处的皇宫之中，一位面色不怒自威、身着五爪龙袍的中年男人端坐在龙椅之上，周身萦绕着黄道气韵，尽显帝王之威。他便是大夏之皇夏九天。此刻，一位面无白须、身形佝偻的老太监正站在这汇报着镇北王府发生的事。说完，他抬头看了一眼夏九天，道：陛下，那姬家大小姐身怀极品灵根，未来潜力无穷，若是嫁入镇北王府，只怕镇北王府这几年已经越发不把朕放在眼里了，若再让他们和姬家联姻，那以后这大夏皇朝直接改姓为楚得了。夏九天一脸愤怒地怒吼道：他虽为大夏之皇，
但如今整个大夏只知镇北王以及大夏战神，他这个皇帝丝毫没有威严，这让夏九天早就恨不得将镇北王府除之而后快了。陛下，不如让属下率领隐卫去杀了那个纨绔，以此绝了镇北王府的血脉。蓦然，一道浑身笼罩在黑衣之下的身影出现在这，对着夏九天下跪道：“那个废物纨绔的确该死，但不能由你们出手。镇北王和楚龙相可不是吃素的。”夏九天眼中泛着一抹疯狂的嗜血之色，残忍一笑道：“镇北王，你不是最在乎你这个宝贝孙子吗？那朕便让你们镇北王府彻底绝种。”翌日，大夏都城街道上，4头浑身赤红色的烈马正奋力拉着一辆金色车辇，风驰电掣般行驶，引得路人纷纷侧目，眼中满是惊讶与震撼。那不是五阶妖兽赤烈马吗？人群中有人忍不住发出惊叹：“天啊，谁家这么大的排场，竟然用5阶妖兽拉车？”另一个声音随之响起，话语里满是难以置信。要知道，妖兽依照实力分为1到10阶，与武道前10大境界一一对应，而5阶妖兽的实力等同于金丹境强者。在大夏皇朝，金丹境强者那可都是称霸一方的人物。如今竟有人驱使4位金丹境级别的妖兽来拉车，这等派头实在是令人啧舌。此刻，车辇中，楚风姿态慵懒地倚靠着，神色间透着几分漫不经心。在他身旁坐着一位身着白色长袍的中年男子，男子的长发用一根白色发带整齐束起，整个人散发着儒雅气质，活脱脱一副书生模样。他一手捧着一本古朴经书，目光专注地阅读着，另一手则稳稳端着一杯茶水，时不时轻抿一口，动作优雅，尽显闲适。这人则是楚风的二叔楚长生。楚风爷爷共有7个儿子，但只有楚风父亲育有诞下一子。至于这6位叔叔，在原主的记忆中，除去二叔整天待在王府读书之外，其余几个叔叔常年神龙见首不见尾，压根看不到人影。今日本来是楚龙相带着楚风前去姬家提亲的，但其觉得丢不起这个脸，便让二叔跟着楚风前往姬家提亲了。不知道那姬如雪会不会拥有特殊体质？楚风嘟囔道。经过昨夜和纳塔爷的一番交流，楚风已经清楚了这混沌阴阳塔的妙用。简单来说，就是楚风需要和拥有特殊体质或者强大气运的女子一起修炼，然后他便可以激活混沌阴阳塔来改变自身体质和天赋。只不过这特殊体质或者气运之女并不常见，一时想要找到可不容易。如今楚风也只能期望那位大夏第一美人符合混沌阴阳塔的要求，不然他还得继续当废柴。楚风，你个废物，给本公子滚出来！突然车子停了下来，而后外面传来一道怒斥声。啊！楚风眉头一皱，掀开车帘望去，只见在车辇前站着一群人，为首的乃是一位穿着华丽、神情桀骜的青年。此刻这青年指着楚风叫嚣道：“楚风，你一个废物纨绔，竟然还妄想娶如雪，你觉得你配吗？”楚风看着这人，瞬间有关对方的记忆便涌现而出。此人乃是大夏皇朝10大世家之一的白家大少白君，是姬如雪的头号追求者。大胆，竟敢辱骂世子！这时坐在车辇外驾车的一位大块头男人瞳孔一沉，煞气四射地喝道：“他则是楚风的贴身侍卫金刚。”哼，楚风，你个废物，有本事出来和本少单挑，躲在后面算什么男人？白君继续叫嚣道。当即金刚便要出手，结果楚风从车辇中走了出来，看着白君：“你要和我单挑？没错，只要你输了就不准迎娶如雪。”白君对着楚风喝道：“我为何要跟你单挑？”楚风撇了撇嘴，而白君讥讽道：“怎么，不敢吗？没想到堂堂镇北王府世子，竟然是个孬种，连接受我挑战的勇气都没有，真是丢尽了镇北王府的脸。”此刻现场路人看着楚风都是指指点点，白君见状嘴角露出一抹冷笑。他之所以当众挑战楚风，便是以此来阻止对方迎娶姬如雪。若楚风一旦答应，他有十足的自信将其击败，毕竟他拥有着中品灵根，而且已经踏入先天境，而对方乃是废品灵根，连炼气境都不曾踏入，如何是其对手？而若是这家伙不敢答应，那镇北王府的脸也算是丢尽了。楚风看着对方这副嚣张的架势，暗骂道：“该死的混蛋，等小爷能修炼了，非得揍死你不可。”就在这时，那车辇中传来一道淡漠的声音：“当街辱骂我镇北王府世子，白家是当我镇北王府没人了吗？”金刚，杀了！刹那间，那金刚便急射而出，瞬间来到白君面前，硕大的拳头砸了出去。砰！白君都还未反应过来，其脑袋便如西瓜开瓢一般，瞬间爆开。这一刻，现场一片寂静，就连楚风都暗暗啧舌，回头看了一眼坐在车辇中依旧品茶阅书的二叔，心中震撼不已。他没想到自己这个整天只知道读书如书生一般的二叔，
竟然这么狠！凤儿，记住你的身份，你乃我镇北王府的世子，谁敢挑衅你，直接让金刚杀了便是。楚长生抿了一口茶，淡淡的说道：“明白了，二叔。”楚风点了点头，暗道有背景就是爽啊。随后，金刚驾驶着车辇继续朝着姬家而去。而此刻，那些路人以及白家侍卫看着被爆头的白军，一个个全都傻眼了。很快，楚风他们便来到了姬家所在，但此刻姬家却是大门紧闭，一个人也看不到。二叔，这姬家看来不太欢迎我们啊。楚风不由得说道。楚长生并未说话，而是扫了一眼金刚，后者当即来到姬家大门前，一拳轰了出去。轰！瞬间，姬家那青铜打造的大门轰然破碎，化作一片碎屑。姬家之中，此刻姬家一众高层全都汇聚于此。那姬家家主姬天明则看着坐在太师椅上的一位老者，担忧道：“父亲，我们就这么关着门不去迎接镇北王府的人，会不会不太好？万一镇北王大怒？”哼！那坐在太师椅上的姬家老爷子姬昌冷哼一声：“哼，镇北王又如何？这里乃是天子脚下，镇北王府再嚣张又能如何？难道还能把我姬家灭了不成？”姬昌不屑道：“如雪身怀极品灵根，乃是我姬家未来问鼎巅峰的希望，绝不能让他糟践在那个废柴纨绔的手中。”轰！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出一道惊天巨响，将大厅中的姬家众人给惊了一跳。他们纷纷起身，朝着外面望去，一个个脸色大变。只见姬家那青铜大门已经化作一堆碎屑了，尘土飞扬。这一刻，在场的姬家高层和姬天明全都傻眼了，而姬昌面色一沉，猛地一拍椅子护手，身上散发着一股恐怖的威势，大怒道：“混账！”这时，楚风和楚长生两人走了进来，金刚跟随在身后。此刻，姬家子弟听到动静纷纷出来了，而他们看着眼前这一幕，全都呆滞住了。他们没想到，这镇北王府的人竟如此嚣张，破门而入，这完全是在蔑视整个姬家啊！姬老爷子，你老可还好？楚长生面带微笑，满脸儒雅地看着姬昌吐道：“你们镇北王府这是什么意思？破门而入，把我姬家当成什么地方了？”姬昌神色冰冷，一脸威严地怒斥道：“姬老爷子何必这么生气呢？今年我镇北王府前来，乃是为了提亲的。”楚长生淡淡地说道：“哼，想让我家如雪嫁给这个废柴纨绔，休想！”姬昌扫了一眼楚风，轻蔑道：“就凭他一个无法修行的废柴，整日流连勾栏，纵情声色的纨绔，有何资格做我姬家女婿？你们镇北王府不嫌丢人，我姬家还嫌丢人呢。这门婚事乃是我家老爷子定下的，我家老爷子说了，姬家要么答应这门婚事，要么姬家灭门。”楚长生直接说道。唰！此话一出，在场姬家之人脸色都是一变，面露惊骇之色。虽然他们知道镇北王为人强势霸道，却没想到这般狠辣，竟为了一门婚事要灭姬家满门。那姬昌的脸色更是难看至极，他指着楚长生怒斥道：“你们镇北王府太狂妄了！这里乃是天子脚下，我姬家更是大夏世家之一，你们镇北王府岂敢这般放肆？那又如何？今日纵然我侄儿想要娶那大夏公主，坐在金銮殿上的那位也得乖乖把他女儿嫁到我镇北王府。”楚长生不以为然道：“你这般大逆不道的话，直接让姬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了。”其他姬家之人纷纷暗道：“这镇北王府也太嚣张了吧，连这种话都敢说。”就连楚风都对其二叔竖起了大拇指，暗道：“真是666啊！”随即，楚长生继续说道：“姬老爷子想好了吗？这姬家是想办喜事还是办丧事，全在你一念之间。”刷刷刷，一时间，在场姬家众人全都脸色连连变化，一个个的心都悬了起来。现场一下子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之中。而姬昌咬着牙，冷冷地喝道：“你镇北王府虽强，若要灭我姬家，只怕也要付出代价。”轰！瞬间，姬昌身上爆发出一股元婴境强者的威压。“怎么？你想动手？”楚长生淡淡的扫了一眼姬昌，后者突然如遭重击，一口鲜血喷出，连连后退。“父亲！”姬天明连忙扶住了其父亲，而后者一脸骇然地盯着楚长生。“我靠，二叔这么屌吗？一个眼神便能让人吐血。”楚风也是狠狠一惊，随即他心中问道：“塔爷，能看得出我二叔啥修为吗？”“看不出，你父亲和你爷爷还有你这二叔的天机都被隐藏了。”塔爷回答道，同时暗暗嘀咕着，这一家子究竟都是哪冒出来的妖孽？而楚风听到塔爷的话，大为震惊：“姬老爷子还要动手吗？”这时楚长生继续吐道：“够了！”蓦然，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只见那姬如雪一袭白衣仙裙，神色清冷，气质出尘地走了出来。“大小姐！”在场的姬家众人纷纷叫道。
我靠，天仙啊！而楚风看着眼前这位如仙般的女子，双眼瞬间就亮了。此女简直比前世电视上的天仙姐姐还要美，不，简直是碾压完胜，怪不得被称之为大夏第一美人。你小子命真好，这么快就遇到了一位气运之女。陡然，那塔爷的声音回荡在楚风脑海中。气运之女。楚风神色一凛，看着姬如雪，心中问道：塔爷，你是说这女人是气运之女？没错，她身怀仙灵根，而且还是一位女帝转世，身负大气运。塔爷介绍道。什么？仙灵根？女帝转世？楚风连连震惊道。他眼中闪烁着异色，看着姬如雪，这女人竟然是一位女帝转世，这是楚风万万没想到的。塔爷，仙灵根是什么品阶？随即楚风问道。这个世界的灵根最高不是极品灵根吗？至于仙灵根，他从未听过。极品灵根之上还有天品、王品、皇品、圣品以及地品5个级别，再往上才是那仙灵根。凡是拥有仙灵根的都拥有着成仙之姿，只不过这丫头的仙灵根还未觉醒，因此如今表现出来的只是极品灵根。随着塔爷一番介绍，楚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拥有着成仙之姿，这女人未免太妖孽了吧。小子，只要你将这女人给拿下了，激活混沌阴阳塔，你将会比她还牛逼。塔爷诱惑道。顿时楚风眼中泛着炙热的光芒，盯着姬如雪，而姬如雪看着楚风那炙热的目光，黛眉一蹙，眼中闪烁着愠怒之色。若是前世有人敢这么看他，早就化作齑粉了。随后他目光扫向楚长生，冷漠道：今日就算你镇北王府将我姬家灭了，我也绝对不会嫁给这个废物纨绔的，他没资格做我丈夫。听着姬如雪这充满鄙夷和嘲讽的话，楚风顿时面露不悦，暗道这女人也太不给他面子了吧。女帝转世了不起啊，她也是穿越者呢，还自带金手指，谁比谁差。当即他便对着姬如雪吐道：姬大小姐，有没有资格做你丈夫，不是你说了算的，我要定了。而他这话让姬如雪神色一冷，看着他，强扭的瓜不甜，甜不甜尝了才知道。楚风撇了撇嘴，看着齐二叔，二叔，我能不能今天就把这女人带回王府？此刻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让这女帝知道她的厉害了。可以。楚长生点了点头。你们敢？姬如雪面色一冷，一身气息猛地爆发出来，结果那楚长生一挥手，一道白光直接打入其体内，瞬间姬如雪一身修为全都被封印住了，其脸色一变。好了，这丫头的修为已经被我封印了，凤儿，你把她带回去吧。听着楚长生的话，楚风神色一喜，直接来到姬如雪面前，一只手在其白皙的脸蛋上滑动着。真嫩啊！混蛋！姬如雪怒视着楚风，想要出手，却发现一丝力量都使不出来。来，媳妇回家了。楚风发出一阵桀桀的笑声，而后他一把扛起这位女帝，便要回王府。姬家众人看着楚风这般行径，一个个愤怒不已，却是敢怒不敢言。那姬昌更是目眦欲裂，气得一口鲜血吐了出来。住手！陡然，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从姬家之外传来。只见一位老妪威严十足地走了进来，在其身后跟着2位年轻男子。他先是扫了一眼姬如雪，而后看着楚风冷喝道：将他放下。你谁啊？楚风看着对方哼道：吾乃太玄宗9长老，今日乃是奉我太玄宗宗主之令前来，我太玄宗主已经打算将姬家小姐收为关门弟子。这位老妪直接说道。太玄宗。听到这3个字，那姬昌眼中露出一抹喜色，道：如雪有救了。太玄宗乃是大夏境内的顶级宗门，传承1000年，底蕴绝非一个王府能相提并论的。小子，还不赶紧把姬师妹放下来，就凭你一个废品灵根的纨绔，也敢觊觎姬师妹，简直不自量力。这时那老妪身后2名男子中的一位跳了出来，指着楚风呵斥道，而其看着姬如雪的眼中泛着炙热的光芒。我扛我媳妇，关你屁事！楚风对道。你找死！顿时这男子神色一冷，而他爆发出子府境7重的修为，朝着楚风冲了过来。但这时一道健硕的身躯突然挡在其面前，宛如一座山岳。这人正是金刚。他大手一挥，粗壮的五指瞬间张开，一把就掐住了这男子，将其提了起来。敢动世子，你找死！放开我徒儿！那位老妪看着自己弟子有危险，神色一沉，对着金刚喝道。咔嚓！金刚五指一捏，当场就扭断了这男子的脖子，将其扔在那老妪面前。这一刻，那老妪和其身边另外一位弟子直接就傻眼了，就连姬家的人都是一惊。你该死！看着爱徒惨死，那老妪宛如一头暴怒的母老虎，双眸赤红地盯着金刚。他大手一挥，一股磅礴的灵力爆发出来，
便朝着金刚轰去。轰！这位太玄宗九长老直接爆发出一股无上威压，超凡境，竟然是超凡境强者。这时姬昌震惊到，超凡境那可是超然的存在，整个大夏之中拥有超凡境武者的势力屈指可数。而姬昌修行半辈子，最大的愿望便是踏入超凡境。没想到这太玄宗不过一位长老便这般恐怖，果然不愧是大夏顶级宗门。这下镇北王府算完了。姬昌一脸阴冷的哼道，但下一秒姬昌便完全傻眼住了。砰！伴随着一道闷雷声响起，那原本还在幸灾乐祸的姬昌直接傻眼了。只见那金刚依旧站在原地，反而是那位出手的太玄宗九长老如断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噗嗤！他身子砸在地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面露痛苦之色。这一幕直接让姬昌以及在场其他姬家之人全都傻眼了，就连那楚风都是咽了咽口水，暗道：我靠，金刚什么时候也这么屌了？虽然金刚乃是自己的贴身侍卫，但之前原主一直就将其当做个普通侍卫，压根没有多在意，却没想到这么一个普通侍卫竟然能将一位宗门长老给秒杀。塔爷，我这贴身侍卫的实力看得出吗？楚风心中问道。宗师境。塔爷回答道。操！顿时楚风忍不住吐了一句国粹，他身边一个贴身侍卫竟然都是武道宗师，这怎么可能？要知道武道宗师那在大夏皇朝乃是足以开宗立派的存在，纵然是姬家这样的豪门贵族，面对宗师都得视为座上宾，毕恭毕敬的。而且他还是天生神力者，未来潜力无穷。塔爷继续说道。MMP， 感情这一大家子就我一个废柴啊！顿时楚风嘴角一阵抽搐。师尊。这时那跟随九长老而来的另外一位年轻男子终于回过神来，连忙搀扶着那老妪站了起来。可嗨嗨！此刻这老妪一阵咳嗽着，面色难以置信地盯着金刚。你究竟是谁？我，大夏镇北王府世子的贴身侍卫。金刚冷漠道。侍卫？怎么可能？一个侍卫怎么会这么强？这不可能！那老妪顿时面色扭曲地叫道，显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乃堂堂太玄宗九长老，超凡境2重的强者，竟然被一个王府侍卫给秒杀了，这让其如何能接受？而那姬昌同样倒吸一口凉气，面露凝重之色。虽然知道镇北王府很强，但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了镇北王府的可怕。一个侍卫竟然拥有着超凡境实力，这镇北王府隐藏得太深了吧？不是我强，是你太弱了。金刚摇了摇头，一本正经地说道。噗嗤！这话当场气的这位九长老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身子踉跄着，面色煞白。这时楚长生开口了，回去告诉你们宗主，季如雪如今已是我镇北王府的人了，再有下次，我镇北军30万铁骑便踏平了你们太玄宗。楚长生这番话说得很平淡，但听在众人耳中却是内心一悸，好似喉咙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掐住了，难以喘气。尤其是那位九长老更有一种亡魂直冒，浑身发颤的感觉。他扫了一眼楚长生，心中的直觉告诉他，此人比那侍卫还要恐怖。随即他深吸了一口气，带着其死去的那位弟子尸体，满脸屈辱地离开了。这一刻，姬家之人全都是一副傻眼的表情，现场陷入了诡异的寂静。紧接着楚长生打了一个响指，很快便有10几人抬着一个个大箱子走进了姬家。姬家众人都面露不解，很快这些箱子被一一打开，而里面的东西直接让姬昌以及姬家众人全都傻眼了。只见这些箱子中堆满了各种珍贵稀有的修行资源。天啊，那不是6品破阴丹吗？据说1颗便能让金丹境直接突破元阴境，那是1000年血莲子，能增加100年修为，还有7阶紫金兽的妖丹，那是天品功法。此时姬家众人看着这些珍贵稀有的修行资源，全都震惊不已，一个个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就连那些姬家高层都看得两眼发直，连连咽口水。姬家虽贵为大夏世家，但其积累的底蕴和眼前这些资源相比，却也相差甚远。这便是我镇北王府给姬家的聘礼，至于姬姑娘，以后便是我镇北王府的人了。楚长生看着姬家众人吐道，而后看着楚风，芬儿，我们走吧。而随着楚长生等人离开，姬天明直接拿出了聘礼中的那颗破阴丹，激动道，竟然真的是破阴丹，有了此丹我便能突破到元阴境了。而后他目光扫向了姬昌，父亲，似乎如雪嫁入镇北王府也不是一件坏事。是啊，有了镇北王府这座靠山，我们姬家只怕足以位列大夏世家之首了。其他姬家高层看着那些诱人的修行资源，纷纷赞同道。显然在这堆丰厚的修行资源面前，再无一人反对这门婚事了。至于姬昌，面色阴沉如墨，沉声道，镇北王府现在虽强，
但他越强便越危险。姬天明不解地看着其父亲。父亲，这是为何？姬昌冷哼道：你觉得皇宫中的那位会允许镇北王府这般强大吗？更何况那位也绝对不会允许镇北王府再多一位像如雪这般的天骄。镇北王府的末日只怕就要来了。刷刷刷，此话一出，姬天明等人全都脸色一变，沉默了。大夏都城庆王府，一位中年男人正坐在这喝着茶，而其面前一位黑衣人正在讲述着今日姬家发生的一切。镇北王府竟然隐藏得这么深，看来是早已有反叛之心了。中年男人冷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帮他们一把，让人去把今天那楚二爷说的话宣传宣传，同时安排人明日朝会上搞出点动静来。镇北王府存在了这么多年，是时候灭亡了。那中年男人说着，眼中闪烁着阴翳的寒芒。镇北王府，当楚风直接扛着姬如雪回来，直接让王府的人都是一惊。这时楚龙相走了出来，看着楚风肩上的姬如雪，眉头一皱，看着楚风厉喝道：臭小子，你这是干什么？父亲，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和我媳妇去洞房了。楚风留下一句话，便扛着姬如雪飞快地朝房间冲去。混账！楚龙相听到此话，面色一沉，便要追上去，结果楚天狂突然出现，挡在他面前冷道：你要干嘛？父亲，这小子太混账了，都还没成婚呢，竟然便要！不等他说完，楚天狂便哼道：那有啥，反正都是我楚家媳妇了，先洞房有啥问题？老头子，我还等着早点抱层孙子呢，你要是打搅了他们，看我不抽死你！可是楚龙相还想说啥，楚天狂直接瞪了他一眼。可是什么可是？你忘了当初我连儿媳妇都没看到，你就给我抱回来一个孙子的事了，还好意思说分儿？此话一出，楚龙相的气势顿时就萎了，无话可说了。这时楚长生走了过来，开口道：父亲，大哥。当即楚龙相连忙转移话题道：二弟，今日去姬家提亲还顺利吗？楚长生直接将姬家发生的事简单的说了一下。哼，这个狗屁太玄宗还敢抢我孙媳妇，真是活腻歪了。真当老头子我多年没杀人就提不动刀了是吧？楚天狂面色一冷，眼中露出一抹摄人的杀意。而楚长生吐道：父亲，太玄宗不足为虑，不过皇宫中的那位只怕无妨，那家伙要是不听话，那这皇帝宝座就换个听话的坐。楚天狂不以为然道。与此同时，房间中楚风一把就将姬如雪扔在了床上，而姬如雪满脸愤怒地盯着他：混蛋，你要敢对本，我做什么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聘礼都给了，你现在已经是我妻子了，我想对你干啥都是天经地义。楚风撇了撇嘴，哼唧道：你！姬如雪怒不可遏地盯着楚风，神色冰冷地喝道：你若敢动我，待我修为恢复，我一定会杀了你，是吗？楚风玩味一笑道：我等着。滋了，随即他一把就将姬如雪的衣服给撕开了，那诱人的春色呈现在其眼前。而塔爷直接就自觉地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他可不想看这家伙表演活春宫。此刻楚风见到这诱人的一幕，顿时就无法淡定了。这可是比天仙姐姐还要漂亮的存在，哪个男人能忍得住？结媳妇，为夫来了。楚风露出了一个大灰狼的笑容，直接扑了上去，便要狠狠地征服这位转世女帝。混！姬如雪刚要大骂，结果其樱桃小嘴就被楚风给堵住了。而从未和任何男人亲密接触过的姬如雪，此刻直接呆滞住了，甚至忘记反抗了。至于楚风，虽然前世还是个小处男，但身为国产和日系电影资深影迷的他，再加上原主之前夜遇使女的彪悍经历，让他对于接下来的流程可谓是熟记于心。很快，随着姬如雪一道痛苦的呻吟声响起，一场穿越者和众生者之间的战斗正式拉开了帷幕。此刻房间中，随着楚风和姬如雪结合在一起，两者体内产生一股混沌阴阳之气，互相交融，在两人体内流转着。10分钟后，随着楚风一声低吼，狂风暴雨骤然停歇。此刻楚风体内的混沌阴阳塔开始绽放着光芒，好似被激活了一般。小子，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塔爷的声音突然响起，楚风连忙就从姬如雪身上离开，穿好衣服来到了另外一间房间中。混蛋，本帝一定会杀了你的。姬如雪无力地躺在床上，咬着牙吐道。而另外一间房间内，楚风盘坐于此，此时其体内一滴金色神血和一滴黑色魔血从混沌阴阳塔中漂浮而出，随后融入到其全身骨骼、五脏六腑以及血肉经脉之中。当即楚风便感受其身子好似要被撑爆一般，那剧烈的痛苦感差点让其昏厥了过去，但他却是咬着牙坚持着，但这痛苦
实在是太难以承受了。饶是楚风两世为人，都有点扛不住了。就在他快坚持不住时，那混沌阴阳塔中再次漂浮出一团混沌之气。这团混沌之气宛如一道残茧，笼罩着楚风的身躯，让其原本的痛苦表情恢复正常。不知道过了多久，轰隆隆，突然大夏皇朝的上空传出阵阵大道轰鸣声，紧接着紫气东来，龙飞凤舞，仙鹤呈祥，金莲开花，各种天地异象浮现而出。这一刻，大夏皇朝中无数人全都将目光投向了虚空，面露震惊之色。这好恐怖的天地异象，莫非我大夏诞生无上妖孽了？这时大夏之中无数强者震惊道。而在皇宫内，夏九天看着虚空中的天地异象，其神色一凛，厉喝道：来人！当即一位黑衣人浮现而出，跪在夏九天面前。陛下，立刻去查清楚究竟是谁引起了这天地异象。夏九天冷漠道。与此同时，这天地异象的出现更是引起了整个南荒的震动，无数古老的宗门、大教、隐士古族皆被惊动，而后派出人前往大夏皇朝寻找引起天地异象的妖孽之人。而大夏皇朝诞生如此恐怖的天地异象，更是让其周围的几大皇朝之主产生了一丝危机。当即南荒之中各大皇朝之主直接展开了秘密商讨。而在镇北王府中，楚天狂、楚龙象、楚长生三人皆是齐刷刷地看向了楚风所在的房间。这家伙，楚龙象神色微变，喃喃自语：这么多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玉清，我们的儿子果然不是废物，你等着，我很快便会来找你。此刻楚龙象一向冷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柔情，眼中充斥着浓浓的思念之情。而在房间中，伴随着一道轰鸣声响起，一股恐怖至极的神魔之威从楚风身上弥漫开来，直接让周遭空间扭曲破碎，化作虚无。但这股神魔之威并未扩散出去。唰！蓦然，楚风双眸睁开，一双瞳孔，一只泛着金色，一只泛着黑色，神魔之影倒映在其中，让人不敢直视。恭喜你，觉醒了混沌神魔体。这混沌神魔体乃是这诸天位面中顶级体质，纵然是荒古圣体、苍天霸体这样的体质都比不上。这时塔爷的声音响起：这妖牛逼吗？楚风喃喃自语。此刻的他只感觉自己整个身体好似脱胎换骨一般，仿佛全身每一个细胞都蕴含着骇人的力量，足以摧毁一切。最为关键的是，如今的他能清晰地感受到空气中蕴含的天地灵气，而之前因为拥有着废品灵根，楚风根本无法感应到天地灵气，因此才无法踏入武道。我终于可以吸收天地灵气修炼了。当即楚风激动道：没出息的家伙，如今你拥有着混沌神魔体，压根不需要修炼，都可以时刻吸收天地灵气来提升修为。当然，你提升实力最快的方法还是找到特殊体质的女子，以此获得混沌阴阳塔中的其他奖励。塔爷回答道：还有什么奖励？顿时楚风好奇道。这混沌神魔体的出现让楚风十分好奇，混沌阴阳塔中究竟还有什么奖励。等你找到了特殊体质的女子，自然就知道了。塔爷卖着关子，看来还得继续去寻找其他拥有特殊体质的女子才行。楚风喃喃自语。随后楚风回到了之前的房间，打算看看这位女帝如何了，毕竟对方也算是他媳妇了，还是得关心关心。但他刚踏入房间，一股极致的杀意便瞬间笼罩着他。去死吧！随即一道冰冷的喝声炸响，只见姬如雪眨眼间出现在他面前，一掌便朝其轰杀而来。我靠，谋杀亲夫啊！楚风当即叫道。随即他想都没想，便一拳轰了出去，和姬如雪的手掌轰在一起。砰！伴随着一道沉闷声响起，姬如雪的身子直接被击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床上，气血上冲，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此时他不可思议地盯着楚风：你不是无法修炼吗？就在一个时辰前，姬如雪意外地发现自己修为恢复了，随后便想着要杀了楚风这个玷污他的人。结果让其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被这个废物纨绔一掌给打伤了。这怎么可能？而楚风娇哼一声：谁说我无法修炼的？那只是本世子懒得修炼而已。随即他大步来到床前，看着姬如雪：你这女人，我们才刚动完房，你就要谋杀亲夫，太狠了吧？你还不够资格做我的丈夫。姬如雪冷冷地瞪着楚风，那眼神若是能杀人，只怕楚风已经被千刀万剐了。看来你这女人还是欠调教啊。楚风撇了撇嘴，直接就要再次提枪上马，毕竟刚才的战斗还让其意犹未尽。你……姬如雪脸色一变，眼中露出一丝慌张，刚要开口，结果便被楚风再次堵住了嘴唇，最终只能化作一声声痛苦的呻吟声。接下来一场新的大战再次打响，
而楚风凭借着混沌神魔体的强悍，直接对姬如雪展开了一场长达3个时辰的蹂躏。太玄宗内，随着那位九长老返回宗门，将姬家发生的事添油加醋的叙说了一番后，当即惹得太玄宗高层一片震怒。区区一个镇北王府，竟敢这般不把我太玄宗放在眼里，绝对不能轻饶了他们。一位太玄宗长老愤怒道，当即其他长老纷纷附和道，而那位九长老则是一副可怜委屈的模样，看向了坐在首位的太玄宗宗主。宗主，你一定要为我和我那可怜的弟子做主啊！此刻太玄宗宗主神色阴沉道，我太玄宗传承1000年，纵然大夏皇室都不敢这般蔑视我太玄宗，一个大夏异姓王竟敢杀我太玄宗子弟，伤我太玄宗长老，当我太玄宗无人了吗？吴长老，你亲自去一趟镇北王府，让镇北王给本宗主一个交代。是，宗主。那武长老当即点了点头。大夏边境一处军营之中，一位身穿染血铠甲、一身杀气的青年走了进来。他刚褪下铠甲坐了下来，一男子便快步走来，对其行礼道：三殿下，刚刚得到都城方面传来的消息，镇北王府向姬家提亲了，并且那镇北世子直接将姬姑娘带回了王府。轰！瞬间，青年面色一沉，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杀伐之气。他猛地一掌将面前的桌子拍得4分5裂，起身怒斥道：那个废物纨绔，竟敢染指本殿下看上的女人，他是在找死！立刻调集3000龙香郡，随本殿下回京。南荒某座宫殿之中，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18岁的金丹境还是极品灵根，这样资质的天才岂能浪费在一个废物身上？你亲自去一趟大夏，将其带回来，如有阻拦，杀无赦！转眼间，夜幕降临，镇北王府书房中，楚天狂正在提笔写着字，而后他看向了一旁的楚龙象：番儿还没结束吗？楚龙象摇了摇头：哈，不愧是我楚天狂的孙子，果然勇猛，有老夫当年风范。楚天狂大笑道：可嗨嗨！听到此话，楚龙象尴尬地咳嗽了几声，随即他吐道：父亲，那这小子婚事，长生说3日后是个黄道吉日，就定在3日后吧。楚天狂直接说道：那我现在就通知老三他们几个，也不知道他们赶不赶得回来。楚龙象说道：放心，夫儿成婚乃是我楚家最重要的事，那几个家伙要敢不出现，看我不抽死他们。楚天狂哼唧道。与此同时，楚风所在的房间中，经过长达3个时辰的蹂躏，姬如雪满头汗水地躺在床上，全身软绵无力，甚至连手指头都抬不起来了。纵然其如今修为恢复了，但却依旧有一种扛不住的感觉。反观楚风却丝毫不见疲惫，这让姬如雪不禁暗道：这家伙的身体究竟是什么做的？咋样，还要杀我吗？楚风看着姬如雪玩味一笑，后者神色一冷，狠狠地瞪着他：哟，看来夫人还不服气啊，那不如继续。听到楚风还要来，姬如雪内心一颤，连忙说道：别了，我不行了，再让这家伙这么搞下去，只怕他身体就要彻底废了。那你叫声夫君来听听。楚风调笑着。姬如雪听到这话，顿时便要发怒，但想到刚才的经历，她硬生生地将怒火憋了下去，冷道：换一个。不行，我就喜欢听这个，你要不愿意，那我们就继续。楚风玩味一笑，说着他便要提枪上马，而姬如雪见状，咬了咬牙，最终发出一道细若蚊蝇的声音：夫君。声音太小了，没听见。楚风撇了撇嘴，当即姬如雪一双眼神恨不得将这家伙千刀万剐，但最终其还是深呼一口气，咬牙切齿地叫道：夫君，这下可以了吧？你不要再得寸进尺了。而楚风看着这位之前还瞧不起自己的女帝，如今竟叫着自己老公，心中瞬间有一种征服感。哈哈，今天就不折腾你了，好好休息吧。楚风一脸舒爽地穿好衣服离开了房间。随着楚风离开，姬如雪不禁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其眼中恨意交加，吐道：该死的混蛋，你给本帝等着！身为前世执掌昆仑界，被无数人敬仰的无上女帝，如今却被一个下界的纨绔这般蹂躏，这让姬如雪恨不得将楚风这混蛋碎尸万段。啊！我竟然突破了！随之，姬如雪好似发现了什么，神色一变。如今的她竟然不知不觉突破到了元婴境，而且还直接达到了元婴境5重，这怎么回事？姬如雪黛眉紧皱，她之前才金丹境3重，距离元婴境还远着，结果如今竟然直接突破到元婴境5重了，这实力提升的也太快了吧？难道是因为……突然，姬如雪想到了一种可能，当即其脸色连连变化，而楚风并不知道姬如雪的变化。他离开房间后，便打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突然，一道大嗓门传来：世子！他猛地回头，便看到一个满身肥肉的大胖子朝他冲了过来。
我靠，哪来的肥猪？楚风当即叫道，一脚便踹了出去，直接将这200多斤的家伙踹飞出去，重重的砸在地上，直接传出一道巨响，那地面都被砸出一个深坑出来。随后那大胖子从坑中探出个头，看着楚风委屈巴巴道，世子，才1天不见，你就不认识人家了吗？而楚风盯着对方那张如菊花般的肥脸，思忖了几秒，道，你是王胖子。在楚风的记忆中，这王胖子乃是大夏皇城一家酒楼的少东家，因为楚风经常在他家酒楼喝酒，加上2人兴趣相投，因此成了楚风最忠实的狗腿子。以前2个人每天就是吃喝玩乐，纵情声色，可谓是一对真正的好基友。可嗨，不对，是好朋友。不好意思啊，刚才天太黑了，没认出来你。楚风讪讪一笑，没关系。王胖子利索地爬了出来，一副没事人的模样。而楚风不禁吐道，这一身肥肉这么结实吗？这时王胖子看着楚风，世子，听说你把那大夏第一美人给抢回家了。什么叫抢？那是娶回来，懂吗？楚风拍了拍王胖子的脑袋，后者连连点头，竖起大拇指，还是世子你牛逼。那姬如雪可是个大王公贵族的公子少爷，都惦记的美人啊，没想到被世子你给拿下了，这下那些家伙要气得吐血了。没办法，谁叫本世子人格魅力这么大呢？楚风装逼道。轰！苍穹之上突然一道闪电一闪而逝，吓了楚风一跳，暗道，老天爷，我就是小小的吹了个逼，没必要这么狠吧。那世子，你这有了大夏第一美人，以后还去教坊司吗？听说教坊司又来了一个大美人，还是完璧之身呢，今晚必要拍卖其初夜呢。王胖子看着楚风嘟囔道，有这事？楚风眼前一亮，随即一脸正义凛然道，虽然我现在有了媳妇，但身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3好青年，我还是有义务去拯救一下这些沦落红尘的可怜姑娘。走，王胖子，随本世子去拯救那可怜的美姑娘。教坊司，此乃大夏都城夜晚下最为热闹的地方，也是所有王公贵族、世家豪门的子弟纵情犬马、勾栏听曲的好地方。而今夜教坊司中更为热闹，无数公子少爷们齐聚于此，一边喝着酒，一边痛心疾首地骂着镇北世子把他们心中的女神给抢了。这时一位风韵犹存的老鸨走了出来，站在教坊司中心的舞台上，看着在场的众人娇媚一笑，诸位公子少爷们，不用伤心难过，虽然大夏第一美人名花有主了，但我教坊司今夜出场的这位美人，保证让大家立马不再伤心。随即他双手拍了拍，顿时天空中一阵花瓣飘零而下，四周响起一阵乐曲声。紧接着一位身穿青色纱裙、身材曼妙、皮肤白皙的女子拉着一根彩带从天而降，缓缓地落在了舞台上。此女有着一张绝美的面孔，漆黑清澈的大眼睛，柔软饱满的红唇，娇俏玲珑的小摇鼻生在绝色娇叶上，活脱脱一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好漂亮的美人啊！刚才还在痛骂着楚风的那些公子少爷们，瞬间全都盯着这位清群美人，发出惊叹的声音。不少人甚至直接流下口水，一副猪哥模样。这时那老鸨面带笑容道，诸位，此女名叫青鸟，乃是我特意物色而来的，其姿色绝对不逊于那位大夏第一美人，而且还是完璧之身。今夜谁出价高，谁便能获得青鸟姑娘的初夜，这么好的机会，大家可千万别错过。随着老鸨此话一出，当即便有公子叫道，我出价1000下品灵石，我出价1500下品灵石。一时间现场各大公子少爷们接二连三的叫价道，10000下品灵石。此话一出，瞬间让现场安静了下来。众人目光一扫，只见一位穿着贵气的青年坐在那，一脸高高在上的姿态，那不是魏国公的宝贝孙子魏少吗？出手真是阔绰啊！教坊司内的人不禁感叹道。而现场那些公子少爷看着这位魏少出价，全都默契地放弃了叫价。在大夏，国公可是仅次于大夏皇帝和王爷的存在，更何况魏国公还是当朝首辅，权势滔天，有这样的身份背景，谁敢去和这位魏少抢东西？此刻这魏少看着那台上的青鸟，眼中闪烁着邪光，玩味一笑，小美人，今晚你是本少的了。正当他开始幻想着如何蹂躏这位美人之时，突然一道声音传来，这姑娘本世子要了，这姑娘本世子要了。此话一出，众人皆是齐刷刷的回头望去，只见楚风一副纨绔模样走了进来，在其身边跟着王胖子。这家伙不是白天刚抢了姬大小姐入府吗？竟然晚上又跑来教坊司，还真是死性不改啊！唉，可怜那大夏第一美人竟然要嫁给这种人，想想就痛心疾首啊！现场的公子少爷们看着楚风，都是一副羡慕嫉妒恨的表情。而那魏国公之孙魏谦看着楚风，神色一冷，楚风，你都已经有了姬大小姐，如今还要跟本少抢女人吗？什么叫做抢女人？本世子这是在拯救祖国未来的花朵。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龌龊？楚风一脸鄙视道。你！顿时魏谦面色阴沉地盯着楚风，冷哼道：楚风，本少不和你废话，想要跟本少抢女人，那就拿出足够的实力来。我出价10万下品灵石。楚风眼都不眨一下的直接说道。嘶嘶嘶！顿时教坊司内众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10万下品灵石，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就算是一位炼气境武者突破到化海境，只怕都用不了这么多灵石。而如今这家伙竟然用10万下品灵石买一个勾栏女子的初夜，不愧是大夏第一纨绔，果然毫无人性。你……那魏谦直接就被楚风这10万下品灵石给对的不知道如何回答了。他虽是国公府少爷，但身上也拿不出这么多下品灵石。怎么，没钱叫价了？穷逼一个，滚一边去！楚风撇了撇嘴冷道。混蛋！面对着楚风这波赤裸裸的嘲讽，魏谦瞬间就怒了，猛地一拳朝其砸去。而他一身修为则是达到了先天境7重。世子，小心！王胖子脸色一变，大叫道。楚风则是淡定的一巴掌呼了出去。啪！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彻教坊司。只见那魏谦当场就被楚风一巴掌给扇飞出去，砸翻了好几张桌子，落在地上吐着血，其中还夹杂着几颗牙齿。这一幕让教坊司内的人全都傻眼了。我靠，世子你这么猛了吗？王胖子看着楚风尖叫道。淡定，瞎叫啥？楚风没好气地瞪了王胖子一眼。这时那国公府的护卫连忙跑到魏谦面前，将其搀扶了起来。而魏谦捂着脸，神色狰狞地盯着楚风。混蛋，今天本少非废了你不可！你们都愣着干嘛？给我上啊！他对着身边那群护卫叫道。当即这群护卫便朝着楚风冲了出去。楚风则双手环抱，一脸淡定的模样。砰砰砰！关键时刻，金刚那健硕魁梧的身躯冲了出来，一拳扫了出去，便将国公府的这群护卫全都轰飞出去，一个个七零八落的砸在地上吐着血。魏谦脸色一变，看着金刚。你杀！金刚一步踏出，便要对魏谦出手。结果这时一位中年男人如鬼魅一般挡在魏谦面前，看着金刚冷道：够了！而他乃是魏国公派来暗中保护魏谦的护卫。不过金刚却并未在意对方呵斥，大手依旧抓了出去。那男人神色一冷，猛地一掌轰向金刚。咔嚓！下一秒他的手掌被金刚大手捏得粉碎，其脸上露出一抹痛苦之色。紧接着其脑袋就被金刚直接捏碎了。咕噜！魏谦看着其爷爷派给自己的暗卫被杀，不由得咽了咽口水，额头冒着冷汗。随即他看向金刚，看着对方那双冰冷无情的瞳孔，不禁双腿一软，直接瘫软在了地上，甚至裤裆都冒出一股骚气。这就吓尿了，真垃圾！楚风见状摇了摇头，对着金刚吐道：金刚，退下吧。而金刚直接退到了一边。这时那老鸨开口道：还有人要叫价吗？顿时现场一片安静。既然无人叫价，那青鸟姑娘今晚的初夜便是我们镇北世子的了，请镇北世子缴纳10万下品灵石，随我们青鸟姑娘回房间吧。那老鸨直接说道。胖子，付钱。楚风对着王胖子说了一句，便急匆匆地朝着台上的青鸟而去。果然世子还是那个世子。王胖子不禁嘟囔道：世子，请随奴家来。这时那青鸟面带微笑地牵着楚风的手上楼了，而现场的公子少爷们都是一脸羡慕嫉妒的表情。混蛋，我一定要杀了你！此刻魏谦面色狰狞，盯着楚风，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而在教坊司的楼上房间中，青鸟将楚风推到了床上，跨坐在其身上，面带娇羞道：世子，接下来就让奴家好好服侍你吧。随即他拿出一根丝带蒙在了楚风脸上，一双纤纤玉指在其身上滑动着。楚风则躺在床上，满脸享受的表情。紧接着青鸟那张原本娇羞的脸庞逐渐冷了下来。咻！他突然从小内内中掏出一柄利刃，直接朝着楚风胸口刺了下去。这一刀快很准，没有丝毫犹豫。吭！瞬间那利刃便刺在了楚风身上，结果却传出一声金铁交击的声音。他手中的利刃竟然完全刺不穿楚风的胸口，其胸口就像是一块铁似的，坚不可摧。唰！瞬间青鸟瞳孔一缩，脸上露出震惊之色。而楚风拿掉眼睛上的丝带，面带微笑地看着青鸟。姑娘这么快就忍不住了吗？当即青鸟神色一变，手中的利刃闪电般的朝其喉咙抹去。砰！楚风却是闪电般抓住对方的利刃，当场捏碎，另外一只手猛地掐住对方喉咙，一个转身便将其压在了床上。你早就知道我要杀你！青鸟面色冷漠地看着楚风，一个金丹境武者跑来教坊司拍卖自己初夜，你觉得我会相信吗？楚风轻轻一笑，在见到对方第一眼的时候，
楚风便知道这女人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金丹境。当时楚风便猜到其目的不简单。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要叫价？青鸟不解道：因为姑娘长得好看啊。楚风邪魅一笑，而他之所以叫价，乃是因为塔爷告诉他，这女人体内蕴含着一丝神兽青鸾的血脉，青鸾乃是传说中凤凰一族的分支，甚至有机会进化成凤凰血脉，因此这女人也属于特殊体质的存在。若是将其拿下，对于楚风的实力提升同样有帮助。楚风看着青鸟，我很好奇，是谁派你来杀我的？而且你怎么知道我一定就会拍下你呢？世子乃是大夏第一纨绔，好色成性，又怎么会舍得放过任何一个美人呢？青鸟冷道。顿时楚风尴尬地咳嗽了几声，而后看着对方，那是谁派你来的？黄泉阁杀人从不问雇主身份。此话一出，楚风一愣，黄泉阁，这是什么玩意？金刚！突然楚风叫道，砰！当即金刚便冲了进来，看着楚风，世子怎么了？你知道黄泉阁吗？楚风问道。而金刚神色一凝，其目光猛地扫向青鸟，你是黄泉阁的杀手？这黄泉阁难不成是杀手组织？楚风好奇道。金刚回答道，是的，世子，黄泉阁乃是南荒之中一个顶级的杀手组织。妈的，我这刚穿越来，竟然就有杀手组织要杀我，这么倒霉吗？楚风暗暗嘀咕着，随即他看着青鸟，你这么好看，当杀手太可惜了，不如跟着我吧，肯定比你当杀手有前途。不可能，凡是黄泉阁杀手，若是背叛黄泉阁，只有死路一条。青鸟冷冷地说道。放心，有我在，没人杀得了你。楚风自信道。而青鸟冷道，没用的，我们都服有黄泉阁的特制毒药，每隔一段时间若是不服解药，便会毒发身亡。这么狠？楚风目光闪烁着，心中则问道，塔爷有办法解这个毒吗？很简单，你把他给睡了，毒自然就解了。塔爷直接说道。我靠，这么简单？当即楚风腹诽道，而后其看着青鸟，放心，我能解你的毒，现在先跟我回王府吧。楚风直接松开了青鸟，而对方眸光闪烁着看着他，你真的能解我的毒？当然，楚风自信道。随后青鸟便跟着楚风走了出去。咦，王胖子那家伙呢？楚风走了下来，发现没看到王胖子。这时一男子快步走来，拿出一张纸条给了楚风，而楚风看着那纸条上的内容，瞬间面色一冷，眼中闪烁着森冷的杀意。大夏都城中心区域有一古老的八角楼，上面挂着一块牌匾，写着烟雨楼3个大字。这里乃是大夏最为繁华的地方，在烟雨楼中，你可以购买各种修行资源、情报，甚至是奴隶、美人等等。同时这里也会定期举行各种拍卖会。总之只要你有钱，便能在这里买到一切。而且烟雨楼自成一界，完全不受大夏皇朝的管控，可以说是背景通天。啊啊！此刻在这烟雨楼的一间房间内，一阵阵凄厉的哀嚎声回荡在其中。而在那房间内，王胖子被吊在这里，在其面前站着一群凶神恶煞的打手，正一人一拳砸在王胖子身上。此时王胖子被打得面目全非，原本就肥大的身躯，此时仿佛又胖了几十斤。在那擂台前方坐着2人，其中一人便是那魏国公之孙魏谦，另外一人也是一个青年，身着黑衣，一脸阴邪的模样。魏少，你觉得那个废物纨绔会为了这个胖子来吗？黑衣青年撇了撇嘴，哼，他要是不来，今天我就把这胖子全身的肉一块一块切下来，然后送到镇北王府去。魏谦神色阴沉的哼道，随即他盯着那台上的王胖子狠辣的叫道，给我用点力，狠狠的打。顿时王胖子凄厉的声音再次高了数十个分贝。砰！没过多久，突然那房间的大门轰然粉碎，楚风一脸冷漠的走了进来，在其身后跟着青鸟和金刚。唰！魏谦看着楚风，神色一冷，没想到你这个废物还真的来了。王胖子怎么样，还有气吗？楚风看着鲜血淋漓的王胖子，面色一沉。这时王胖子用尽力气抬头看向了楚风，疼得咧嘴道，嘿嘿，世子，胖子我肉厚，暂时还死不了。好。楚风眼神一冷道，你没死，那他们就该死了。你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大夏第一纨绔，倒是挺有胆子的，不过今夜你既然入了我烟雨楼，那就别想走出去了。此刻那黑衣青年看着楚风玩味一笑，徐少，只要你帮我除掉这个混蛋，你提的那些条件我都可以答应。魏谦看着楚风出现，眼中恨意交加，当即对着身旁的黑衣青年说道，好。黑衣青年点了点头，对着那群打手说道，谁杀了那小子，谁就能得到1万下品灵石。刷刷刷，
此话一出，那群打手一个个神情无比激动。10000下品灵石，这对于他们而言可是一笔不菲的财富啊！刹那间，这群打手便好似一群凶猛的恶狼，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朝着楚风冲去，那眼神恨不得将其撕碎。而他们一个个实力最低都达到了化海境，其中还有不少紫府境的存在，甚至其中还有3位金丹境的高手。金刚神色一冷，便要出手，但却被楚风拦住了。这群家伙就交给我吧，不露几招，他们还真当我是废物呢。楚风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砰！随即楚风一步踏出，一拳直接轰了出去，当场便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位紫府境3重的家伙脑袋给轰碎了。噗嗤，猩红的鲜血混合着脑浆迸溅而出，溅了楚风一身。而这也是他第一次杀人。感受着那滚烫的鲜血，楚风并未有任何害怕，反而有一种兴奋的感觉。唰！他双眸瞬间露出嗜血的寒芒，混沌神魔体的力量激发出来，整个人好似一尊神魔降临，直接就冲了出去，大杀四方。砰砰砰！接下来一声声爆头的声音响起，一道道鲜血迸溅开来。这群由烟雨楼培训出来的打手，如今在楚风面前宛如一群待宰的羔羊，一一惨死。此刻那金刚、王胖子以及魏谦和那位黑衣青年都傻眼住了。魏少，你不是说他是个无法修炼的废物吗？那黑衣青年神色难看道。他的确是废品灵根啊，怎么会这样？魏谦看着楚风大杀四方的模样，也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内心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你去将他拿下。而黑衣青年突然对着身后叫道，在其身后一道身影如猎豹一般朝着楚风急射而去。轰！此人直接爆发出金丹境7重的修为，瞬间这人便冲到楚风面前，一拳携带着澎湃的灵力轰杀而出。结果他的拳头还未落在楚风身上，后者的大手便如鬼魅一般穿透了其胸口。噗嗤！楚风一把将其心脏给挖了出来，当着对方的面捏爆了。这位金丹境7重的武者眼中露出惊恐的目光看着楚风，一句话没说便倒在了地上。此刻那魏谦和黑衣青年彻底傻眼了，楚风则面色冰冷地朝着这两人走了过去。随着楚风一步一步走来，这两人心脏狂跳，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后背冷汗直流。镇北世子到访我烟雨楼，还真是让我烟雨楼蓬荜生辉啊。蓦然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只见一位黑袍男人出现在这斗兽场，身后跟着一群人。父亲！黑衣青年看着那黑袍男人连忙叫道，而其内心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楚风扫了对方一眼，冷道，你是谁？在下大夏烟雨楼负责人徐天。黑袍男人吐道，他是你儿子？楚风指了指那个黑衣青年吐道，是的，那是犬子徐海，若是有所冒犯世子，还请见谅。徐天不卑不亢地说道。很好。楚风点了点头，而徐天则不明白其什么意思，但下一秒楚风所说的话却让其面色一变。今夜这烟雨楼便在大夏除名吧。楚风杀意凛然地喝道。唰！徐天面色一沉，神色阴翳地盯着楚风，世子只怕是在开玩笑吧。啪！陡然楚风右手闪电般挥出，瞬间便掐住了那徐天的喉咙，完全不给其任何反抗的机会。你觉得本世子在跟你开玩笑？楚风掐着徐天的脖子，将其提了起来，眼神冷漠道。而此时徐天面露窒息的表情，他想要挣扎，却发现其一身超凡境的力量竟然完全调动不出来。随即其内心大骇，对着楚风嘶吼道，镇北世子，你可知我烟雨楼的背景？杀了我，莫说是你背后的镇北王府，就算是这大夏皇朝都承担不起。咔嚓！下一秒一道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咔嚓！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这位大夏烟雨楼负责人直接被楚风当场捏碎了喉咙，双眸暴瞪，死不瞑目。砰！楚风随手一挥，徐天的尸体就被随意的丢弃在地上。这一刻，在场的烟雨楼之人全都傻眼了。父亲！那位黑衣青年看着其父亲惨死，一脸悲痛的叫道，而后他睚眦欲裂的盯着楚风。你！砰！不等他说完，楚风便一拳轰碎了其脑袋。唰！这时楚风冰冷无情的眸子扫向了魏谦，后者面色一片惨白，身躯都在颤抖着。你想怎么死？楚风看着魏谦冷道，你不能杀我，我爷爷乃是当朝魏国公。魏谦瞳孔一缩，对着楚风大叫道，魏国公算个球。楚风一巴掌呼了出去，当场将这家伙扇翻在地，连连吐血。随即他提着对方身子扔到了王胖子脚下，说道，胖子，这家伙害得你这么惨，他的命就由你来取吧。世子，这……王胖子看着魏谦，其眼中充满了犹豫之色。毕竟他只是一个富家公子，让他杀一位堂堂国公之孙，
这简直不可想象。怎么不敢？楚风看着王胖子冷道，作为一个男人，若是连杀自己仇人的血性和胆量都没有，那也不配当他兄弟。王胖子，你要敢杀本公子，我爷爷一定会让你全家生不如死的。这时魏谦对着王胖子大吼道，杀！而他的话直接让王胖子一脚踹在了其身上，骂骂咧咧的叫道，妈的，都这个时候了还敢威胁我，真当胖爷是怂蛋是吧？狗日的，今日胖爷非得揍死你不可。当即王胖子不顾身上的疼痛，对着魏谦便是一顿疯狂暴揍，拳拳暴击，招招致命。不到1分钟的时间，魏谦就被王胖子给活活打死了。爽！旋即王胖子一脸兴奋道，而后看向了楚风，世子，胖子我没给你丢人吧？干得不错。楚风拍了拍王胖子的肩膀，欣赏道。但紧接着王胖子眉头一皱，不过世子，这家伙乃是魏国公府唯一的独苗，如今他死了，只怕那魏国公……放心，有我在。楚风淡定道，其目光扫向了金刚。金刚，给我将这狗屁的烟雨楼砸了，然后将这徐天和他儿子还有这家伙的尸体全都吊在烟雨楼大门口。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人我楚风杀的，想报仇，镇北王府随时欢迎。是，世子。金刚点了点头。我靠，世子你真霸气，要是胖爷我也有世子这样牛逼就好了。王胖子满脸崇拜道。而楚风看着王胖子，心中询问着塔爷有没有办法帮其变强。这王胖子虽然不是废品灵根，但也是最低级的一品灵根，同样毫无修行天赋。这家伙你无需为他考虑，日后他的成就会超乎你想象的。塔爷开口道。啊！听到塔爷的话，楚风心中一惊，看着王胖子，心中暗道，这胖子难不成还是什么隐藏的天赋者吗？不过塔爷没有多说，楚风虽然疑惑也没有多问，而是拍了拍王胖子的肩膀，放心，你以后也会一样牛逼的。随即楚风带着青鸟和王胖子便直接离开了，而金刚则是将整个烟雨楼都给砸了，随后将徐天三人的尸体挂在了烟雨楼的大门口，一旁还写着几个大字，镇北王府世子楚封杀之很快，烟雨楼所发生的事便迅速传遍大夏都城。一时间，大夏都城中的各大世家豪门、王公贵族全都傻眼了。镇北王府世子不仅砸了烟雨楼，还杀了烟雨楼负责人和魏国公之孙。当众人得知这个消息，全都是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他们无法相信这个纨绔竟会干出如此疯狂的事，尤其是那烟雨楼。或许一般人不知道这烟雨楼有什么背景，但作为大夏皇朝的这些顶级大佬，自然清楚这烟雨楼的可怕。若非有着通天背景，烟雨楼又怎么可能在大夏都城中完全不受大夏的管辖？而如今楚风不仅砸了烟雨楼，还公然杀害烟雨楼负责人，这无疑是在打其背后之人的脸啊！再加上一个当朝国公，这一刻众人都不禁看起了戏，想看看这次镇北王府如何收场。大夏皇宫之中，你说的可是真的？当那大夏皇帝夏九天听到侍卫传来的鬼事消息，其神色一凛，猛地叫道：启禀陛下，千真万确。那侍卫跪在地上，恭敬地说道：哈哈，这个废物纨绔倒是自寻死路，帮了朕一个大忙。夏九天猛地大笑起来，其双眸一凛，冷道：这下谁都救不了镇北王府。而在镇北王府中，楚风带着青鸟和金刚回来了。这时楚龙相来到其面前，看着他：你杀了烟雨楼的人和魏谦，他们该死。楚风没有任何解释，而是吐出4个字。对此楚龙相并未有任何波动，道：既然杀了，那就杀了吧。而楚风对于其父亲这个态度倒是一愣：父亲，你不怪我，以前他要是干了什么错事，可免不了他这父亲一顿鞭策。没想到这次他闹出这么大的乱子，其父亲竟然没有丝毫生气。他们要杀你，自然该死。接下来的事你就不用管了，准备3天后你和姬家丫头的大婚就行。楚龙相一脸平静地说着，陡然其神色一冷，看着青鸟：你就是黄泉阁派来的杀手？杀！当即青鸟神色一变，不知为何，面对着眼前这位大夏战神，其内心有一种莫名的心悸。父亲，我留着还有用。楚风说道。行吧。楚龙相点了点头，随后楚风便带着青鸟离开了。而后楚龙相身上一股实质化的肃杀之气弥漫而出。这黄泉阁敢动我儿子，胆子倒不小。你亲自去一趟，将黄泉阁在大夏的分部全灭了，记住，一个不留。随着此话一出，空气中传来一道冷声：是，主人。那烟雨楼大哥打算如何处理啊？这时楚长生走了过来：那小子惹的祸就让他自己解决吧，这点事都处理不好，如何配当我楚家子嗣？楚龙相冷哼道：
随即他目光遥望星空，神色肃穆道：“那一天就快要来了，我们也护不了他太久了，和你睡就能解毒。”此时在那房间中，青鸟听到楚风所说的解毒之法后，轻轻一笑：“世子不愧是风流成性啊，为了睡我，竟然想出这么一个蹩脚的理由。可嗨嗨！”楚风尴尬地咳嗽了几声，一本正经道：“你不要多想，我说的千真万确。而且我若是真的想睡你，还需要找理由吗？”而青鸟听到楚风的话，沉吟了片刻，道：“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但我也不可能答应。你若不答应，那便只有死路一条。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楚风说完便走了出去，只剩下青鸟在那沉思着。而楚风离开之后，直接来到了姬如雪的房间。唰！此时姬如雪盘坐在床上修炼着，看着楚风进来，蓦然睁开双眸，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姬如雪冷冷地喝道。“看来你还是很不服啊。”楚风玩味一笑，便要朝着对方走去。砰！当即姬如雪爆发出金丹境修为，一掌朝着楚风轰去。唰！楚风神色一凛，道：“竟然突破到元婴境了。”但他丝毫不慌，右手一抓，瞬间扣住了对方的手掌，而后直接将其按在了床上。而无论姬如雪如何催动灵力，都无法挣脱掉楚风的束缚，这让其内心十分震惊。如今他已经是元婴5重的修为了，竟然还是被这家伙瞬间制服了。难道对方已经突破到超凡境了？你这女人看来还是欠调教，就让为夫再来好好调教调教你吧。楚风玩味一笑，当即便对这位女帝展开了新一轮的征伐。这一夜，两人注定无眠。大夏皇朝某座幽森的山谷之中，一位浑身笼罩在黑衣之下的身影突兀出现在这里。当即一道道散发着凌厉杀意的身影出现在这，全都闪烁着森冷的寒芒，盯着眼前黑衣之人。“你是何人？竟敢擅闯我黄泉阁！”噗噗噗！黑衣之人没有任何废话，手中一道寒芒闪过，其面前的这些黄泉阁杀手喉咙处便喷溅出一道道鲜血，直接就全都倒在了地上。随后他便朝着那山谷内冲去。接下来这座山谷内传来一阵阵惨叫声。10分钟后，整座山谷都充斥着浓郁的血腥味，无一活口。同一时间，黄泉阁在大夏皇朝的各处分布据点全都遭到了血洗。而在南荒，有着一座古色古香的楼阁，在这楼阁内的一间房间中，一位年轻女子正在喝着茶，一位老者站在其面前，正在汇报着大夏鬼市之主被杀一事。一个纨绔世子而已，无需在意，此事交给其他人去处理就行。现在最重要的是那处遗迹，一定要趁着消息泄露之前将其打开。这女子冷冷地吐道：“是，小姐。”老者恭敬地点了点头。翌日一大早，大夏皇朝的大街小巷中便都在议论着昨日镇北世子强闯姬家，带走姬家大小姐，欲要逼迫其成婚的事，甚至还有消息称那大夏白家的少爷不过是说了镇北世子几句，就被镇北王府的人当街斩杀。而镇北王更是放话，若姬家不同意此事，便要灭其满门。很快镇北王纵容其孙当街杀人，强娶民女，甚至一言不合便要灭人满门的一系列行为，直接引起了无数民众的不满和抗议。在经过有心人的煽风点火下，镇北王在大夏的名声更是急剧下滑。与此同时，在那皇宫金銮殿上，此刻文武百官齐聚一堂，夏九天端坐在龙椅之上，聆听着百官的汇报。这时那魏国公突然跪在地上，一脸痛苦地诉说道：“陛下，请为老臣做主啊！”而夏九天虽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面露疑惑道：“魏国公，你老这是怎么了？”“陛下，就在昨夜，那镇北王之孙楚风公然斩杀老臣唯一的孙儿，还将其悬尸示众。老臣儿子儿媳早亡，就这么一根独苗，如今却被那镇北王之孙斩杀，这便是断了我魏国公府的根啊！还请陛下为老臣做主啊！”魏国公泣不成声地说道：“陛下，那个镇北王之孙楚风纨绔成性，先是强娶姬家大小姐，而后又杀魏国公之孙，甚至就连那鬼市之主都公然杀害了。这桩桩罪行罄竹难书，若不严惩，我大夏国威何在？”当即一位大臣站出来愤愤不平地说道。很快又有一位大臣站了出来说道：“启禀陛下，如今镇北王之孙的种种恶行已经引起了民众的不满，现在大量民众和白家为首的各大世家都在联名抗议，若此事不处理妥当，只怕会激起民愤。”夏九天眸子闪烁着道：“那诸位爱卿觉得要如何处理？”顿时那位大臣直接跪地道：“臣恳请陛下将楚风处死，以儆效尤。”接下来在场一半以上的大臣全都跪地恳求道：“恳请陛下将楚风处死，以儆效尤。恳请陛下将楚风处死，以儆效尤。”这夏九天看着眼前的情形，其脸色微变，一下子陷入了两难情形。
让他当众处死楚风，这不是让其公然和镇北王为敌吗？但若是不这么做，只怕这群大臣不会善罢甘休。陛下，若今日你若不给老臣做主，老臣便一头撞死在这金銮殿上。那魏国公满脸坚决地说道。想撞死在殿前是吧？那本王成全你。陡然，一道冰冷的声音从殿外传来，紧接着楚天狂穿着一身大褂便走了进来。而随着镇北王出现，殿中的气氛顿时一变，在场各大官员神色变化着。镇北王，你……魏国公看着楚天狂出现，眼中充斥着浓浓的愤怒，当即便要指责一番，结果他话还未说完，只见那楚天狂龙一步跨出，来到了魏国公面前，大手一挥，直接抓着其脑袋，便朝着一旁的大殿柱子狠狠撞去，刷刷刷。这一幕让那夏九天和文武百官全都面色一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楚天狂便抓着魏国公的脑袋狠狠地撞在了那大殿的柱子上。砰！随着一道闷响，魏国公的脑袋瞬间开瓢，鲜血四溅。大夏皇宫金銮殿，伴随着砰的一声，魏国公脑袋瞬间开瓢，鲜血四溅。而后楚天狂一松手，魏国公的身子便滑倒在地，死不瞑目。这一刻，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是瞪大眼睛，呼吸都好似停滞了。就连那坐在龙椅上的夏九天都是狠狠一震，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咕噜咕噜咕噜，短暂的寂静过后，大殿之中文武百官皆是咽着口水，后背都冒着冷汗。他们完全没想到这镇北王竟会当朝斩杀魏国公，这未免也太嚣张太放肆了吧。此番行径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楚天狂拍了拍手，看着众人说道，大家刚才都看到了，是魏国公说要一头撞死在这金銮殿上的，身为一朝国公，而且还是在陛下面前说出的话便要兑现，不然便是欺君罔上。本王这是在帮魏国公，以免他落得一个欺君罔上的罪名。大家应该不会觉得是本王杀了魏国公吧？刷刷刷！面对着镇北王这波堪比指鹿为马的操作，现场百官脸色连连变化，却没有一个人敢反驳一句。陛下觉得呢？随即楚天狂目光扫向了那夏九天，此时夏九天脸色十分难看，内心怒火燃烧着。数秒后，他深呼一口气，保持镇定道：镇北王说的有道理，今日乃是魏国公自己要寻死，和王爷没关系。对了，刚才本王还听到有人说要处死本王孙儿，不知道是哪几位大臣想要本王孙儿死啊？紧接着楚天狂目光又扫向了刚才那些跪在地上恳请处死楚风的官员，顿时这些官员一个个身躯一颤，面色煞白，额头冷汗直流。镇北王可能是听错了，我们是说要嘉奖镇北世子。一位官员声音颤抖地说道。没错，我们是想让陛下嘉奖镇北世子。其他官员纷纷说道。嘉奖就不必了，还有2天本王孙儿就要成婚了，大家可以来喝杯喜酒。不过若是让本王再听到一些不好的话，那就不要怪本王了。楚天狂淡淡地说着，而后他扫了一眼夏九天，陛下，本王还得忙孙儿婚事，就先告辞了。随即楚天狂便潇洒离去，只留下一群汗流浃背的文武百官。咔嚓！此刻夏九天双拳捏得嘎吱作响，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镇北王府，楚风缓缓醒来，而他一睁眼便看到姬如雪如小猫一般趴在一旁熟睡着，那白皙精致的脸上透着一抹初为人妻的红晕，不愧是绝世美人，睡着了都这么好看。楚风不禁感慨道，随即他便起床离开了。再这么看下去，他怕自己又要忍不住了。而当楚风离开，姬如雪睫毛轻颤，双眸缓缓睁开，他起身坐了起来，顿时感觉下面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其黛眉一蹙，暗道：这个该死的混蛋啊！紧接着姬如雪察觉到了什么，神色一凝，竟然又突破了。很快姬如雪震惊道，此时她的修为已经从元婴境5重踏入了超凡境1重。这看着自己再次突破了一个大境界，姬如雪彻底愣住了。要知道，就算是她上一世从金丹境踏入超凡境，也花费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而如今她只花了不到1天的时间便连破2大境界，这种突破速度简直骇人听闻。一时间姬如雪神色连连变化，暗道：难道真的是因为和那家伙？作为前世执掌一界的瑶池女帝，她自然知道有一些修行者通过阴阳双修来提升修为，但她并未见过，却没想到这一世竟然碰到了，而且她还亲身体验了。以这种突破速度，那岂不是……突然姬如雪心中产生了某个想法，随即便疯狂摇头，将这个想法给掐灭了。她乃堂堂瑶池女帝，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而楚风自然不知道这位女帝心中的想法，他刚走了出来，便看到王胖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世子，咋？天塌了！
楚风撇了撇嘴：“世子，你还不知道今日朝堂之上发生的事吗？”王胖子喘着气说道：“朝堂上发生啥事了？”楚风不禁好奇道。随即王胖子便将今日朝堂上发生的事一一说了出来。顿时楚风忍不住爆出国粹：“操，我家老爷子这么屌的吗？当着天子和文武百官的面，直接杀了一位当朝国公，而皇帝老儿和文武百官还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这简直爽文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啊！”此刻楚风不禁感叹，他这是穿越到了一个什么家庭来了？太屌炸天了吧！是啊，此事一传开，便轰动了整个大夏，现在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此事呢。王胖子说道：“哈哈，有这么屌的爷爷，那本世子还怕个鸡毛？”顿时楚风哈哈大笑着，他直接说道：“走，去喝几杯，正好我家酒楼新到了几种美酒，世子可以去尝尝。有好酒不早说。”走。当即两人便前往了王胖子家开的酒楼。与此同时，在那大夏皇宫御书房中，一声声咆哮声传出：“该死的老匹夫，朕北王，朕一定要杀了你！”此刻夏九天将御书房给砸得满地狼藉，满脸愤怒之色。今日楚天狂在朝堂之上的行为，已经是彻底不把他这个大夏皇帝放在眼里了，这让其心中的愤怒再也压抑不住了。区区一个镇北王，何须陛下这般动怒？这时一位中年男人走了进来，淡淡的说道：“二弟。”夏九天看着此人，当即叫道：“那中年男人正是夏九天的二弟庆王夏九庆。二弟，那个镇北王老匹夫简直欺人太甚，他真以为这大夏是他楚家的天下了？逼急了，大不了震慑下这个脸，去黄祖山请诸位族老出手，灭了这老东西。”夏九天神色阴沉的喝道：“陛下，对付镇北王还用不着惊动诸位族老。”夏九庆开口道。当即夏九天看着夏九庆：“二弟莫非有什么良策？这镇北王之所以这般嚣张，不过是仗着那30万镇北军，若是没了这30万镇北军，镇北王便是没了牙的老虎，任凭陛下拿捏。”夏九庆淡淡的说道：“这个朕自然知道，但镇北王乃是整个镇北军的信仰，他们只听镇北王和楚龙相的命令，就算朕也调动不了。”夏九天阴冷道，而夏九庆吐道：“既然这镇北军不为陛下所用，那便无需留了。”刷！当即夏九天神色一惊，看着夏九庆：“二弟，你的意思是？”随即夏九庆在夏九天耳边轻语了几声。刷！很快夏九天双眸一凝，叫道：“二弟这个计策好，此事就交给二弟去办，还有2日便是那老匹夫孙子的大婚之日，正好送给他们一份大礼。”是，陛下。夏九庆恭敬地点了点头。大夏皇城中心区域有着一座建造的金碧辉煌的酒楼，名为王氏酒楼，这里便是王胖子家的酒楼。只是当楚风跟着王胖子来到酒楼前时，两人脸色却是一变。此时这王氏酒楼一片狼藉，显然被人给砸了，地上更是躺着一位浑身染血的男人，其满脸富态正是王胖子的父亲王大龙。父亲！王胖子看着父亲受伤，连忙冲了过去，而楚风目光直接放在了那坐在酒楼中的一位青年身上。这青年一副桀骜不驯、纨绔公子的做派，他看着楚风玩味一笑：“哟，这不是我们的镇北世子吗？这酒楼是你砸的？”楚风看着对方冷道：“没错，这家酒楼既然敢卖给本少假酒，自然得砸了。”那青年一脸冷傲的哼道：“你胡说，我家怎么可能卖假酒？”王胖子当即不忿道：“刷！”青年神色一冷道：“那你是觉得我堂堂苏家二少爷在说假话吗？”啪！蓦然，楚风一巴掌扇了出去，直接将这青年给扇飞了出去，砸在外面的街道上，惹得外面群众都是一惊。那不是苏家二少苏阳吗？他怎么被打了？苏家可是大夏第一世家，什么人敢打他？这时那围观的群众都议论纷纷。随即楚风走了出来，众人瞬间恍然大悟了：“楚风，你这个废物，竟敢打我！”此刻那苏阳回过神来，从地上爬了起来，一脸狰狞地对着楚风吼道：“啪！”瞬间楚风又一巴掌抽了出去，再次将苏阳抽翻在地，同时一脚踩在其脑袋上，冷道：“本世子就打你了，怎么不服？混蛋！楚风，老子要杀了你！”苏阳不断地吼道，他想要挣扎起来，却被楚风踩得动弹不得。二少爷！这时那些苏家护卫冲了过来，看着眼前情形，震撼连连，都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给本少爷废了这混蛋！苏阳怒吼道。那群苏家护卫当即就要冲向楚风，结果金刚的身影突兀出现，一拳轰了出去。砰！那冲在最前面的苏家护卫当场被爆头。这一幕吓住了其他的苏家护卫，他们看着金刚皆是面露畏惧。都给我上啊，上啊！苏阳不断吼道。随即
这群护卫咬着牙朝着金刚冲去，一个个将灵力催动到极致。砰砰砰！接下来，金刚一拳一个，将这群苏家护卫给全都爆头了。血腥的场面让围观的不少人都呕吐了起来。苏阳更是傻眼了：“你的人也不行啊！”楚风淡淡的说道，同时42码的大脚在苏阳脸上不断蹂躏着。啊啊！苏阳发出阵阵痛苦的叫声，他对着楚风尖锐的叫道：“楚风，你他妈的有本事就杀了我！哦，你想死啊？那本柿子就成全你。”楚风那面带微笑的脸上露出一抹杀意，便要真的杀了苏阳。而苏阳感受到楚风的那抹杀意，其内心一惊，他没想到这家伙真的敢杀自己。当即苏阳吓得脸色惨白，连连说道：“柿子，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吧。”“你不是知道错了，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楚风冷道，他一脚直接就朝着苏阳的脑袋狠狠踩去。咻！陡然，一道凌厉的灵力朝着楚风急射而去。砰！金刚猛地挡在楚风面前，一拳便将这道灵力给轰灭了。随后，只见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出现在这里，在其身边还跟着一位女子。“大哥！”苏阳看着那男子，连忙叫道：“楚风，立刻放开我二弟！”那男子对着楚风直接命令道，而其身上散发着金丹境的气息。那位是苏家大少苏田，听说这苏大少5年前便通过了稷下学宫的考核，成为了学宫弟子，没想到才5年的时间，竟然就踏入了金丹境。这时，众人看着那男子议论纷纷，楚风则是扫了苏田一眼，不屑道：“你让我放我就放，你算老几？你！”顿时，苏天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冷芒。而他身边的那位女子看着楚风吐道：“师兄，他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废品灵根的废物纨绔吗？”“苏天点了点头。当即那女子轻蔑道：“一个无法修行的废物，竟然也敢这般嚣张，真是可笑。”他一步踏出，看着楚风，一脸冷傲的命令道：“你立刻放了我师兄的弟弟，然后给师兄跪下道歉。”啊！随着这女子的话一出，在场众人都是一惊，暗道此女什么身份，竟然敢让镇北王府的世子下跪道歉。而楚风瞥了对方一眼，看着对方那副颐指气使的架势，撇了撇嘴：“还真是到哪都有小仙女的存在啊！”“你说什么？”那女子看着楚风，黛眉一皱，冷道：“还不赶紧给师兄跪下道歉？跪你麻痹！”楚风一步踏出，来到这女子面前，一巴掌就呼了出去，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啪声响起，这位小仙女直接被扇飞了出去，砸在地上吐着血，半边脸都被打烂了。这一刻，现场一片寂静，那苏天更是愣神了几秒，而后他反应过来，连忙冲到那女子身边，搀扶着对方关心道：“若曦，你怎么样？师兄给我杀了他，杀了他！”此时，这女子捂着被打的脸，神色狰狞地盯着楚风，歇斯底里地吼道：“好！”苏天点了点头，盯着楚风，瞬间便冲了出去。而他一出手，便将金丹境的力量全都爆发了出来，恐怖的灵力朝着楚风狠狠轰去。这时，金刚欲要出手，结果楚风吐道：“金刚，退下！”金刚看了一眼楚风，随之退到了一边。这时，那苏天已经冲到了楚风面前，神色阴冷道：“废物，去死吧！”此刻，现场众人纷纷暗道：这镇北世子只怕要完了。那还躺在地上的苏阳当即极其兴奋，期待着楚风被其大哥秒杀的场景。但下一秒，楚风不屑的声音便响起了：“就凭你也想杀我？”啪！楚风右手如闪电般探出，瞬间便扣住了苏天的喉咙，而后高高提起，再往地上狠狠砸去。砰！伴随着一道巨响，苏天的身子便狠狠地砸在地上，强大的冲击力将地面都给砸得粉碎。噗嗤！苏天则是一口鲜血喷出，面露痛苦之色。这一刻，苏阳以及在场其他人的表情全都凝固住了，现场鸦雀无声。就这点实力，也想杀我？楚风将苏天砸在地上后，不屑道。而此时，苏天瞪大眼睛看着楚风，内心难以接受这一切。他乃稷下学宫的弟子，金丹境9重的实力，怎么可能败给一个无法修行的废物？这绝对是假的！苏天当即便要挣扎着出手，结果楚风一脚踹了出去，将其当作皮球一般踢了出去。噗嗤！只见苏天被踹飞出10几米远，砸在地上，再次吐着血。嘶嘶嘶！此刻，现场众人在经过短暂的愣神后，全都被惊得倒吸一口凉气。他们全都是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这镇北世子不是传言乃是无法修行的废物吗？怎么会这么强？那苏天可是金丹境武者，竟然被楚风如此轻松的就给蹂躏了，简直让人无法置信。大哥！那苏阳更是不由得失声叫道：“聒噪！”楚风冷哼一声，一脚猛地踩在苏阳脑袋上，
当场将其踩爆了。二弟苏天看着自己亲弟弟惨死在面前，直接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苏师兄，那位女子回过神来，连忙跑到苏天面前，搀扶着其身子，而现场再一次陷入了寂静之中。楚风则朝着苏天闲庭信步般走了过去。你……苏天看着楚风走来，目眦欲裂地盯着他，双眸赤红，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看来你很舍不得你弟弟啊，既然如此，那我就当个好人吧，送你去陪你弟弟，省得你弟弟一个人孤单。楚风淡淡的说道。他这话让现场其他人嘴角一阵抽搐，脑门上忍不住冒出一个问号。好人是这么当的吗？你敢？苏师兄乃是我稷下学宫的弟子，你若敢杀他，我稷下学宫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那女子对着楚风怒斥道。稷下学宫关我屁事。楚风冷哼一声，便要杀了苏天。但这时一道呼喊声传来，世子且慢。当即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远处而来，只见一支身穿金色战甲手持武器的军队快步而来，将现场给直接围住了。禁卫军。楚风看着这支金甲军队，眉头一挑，这正是守卫大夏皇室的禁卫军。而在这禁卫军后面，一位穿着华丽的青年走了过来，此人乃是大夏皇朝六皇子夏元。拜见六皇子。这时在场众人看着六皇子出现，纷纷下跪参拜道。楚风倒是并未下跪，而是说道，六皇子要救他，不知世子可否给本殿下一个面子，饶了我表哥一命。夏元直接说道，他的母妃乃是苏天的姑姑，因此两人也算是表亲关系，六皇子的面子本世子自然是要给的。楚风笑眯眯地吐道。而夏元听到此话，脸上露出了一抹傲然之色，暗道，哼，就算你是镇北世子又如何，在本殿下面前不还得乖乖听话。但下一秒他脸色便是一沉，只见楚风突然一脚踹在了苏天丹田之处，砰！当即苏天的丹田便被毁掉了，其体内刚刚凝结而成的金丹也直接碎了，瞬间从一位金丹进天才变成了一个废人部。而苏天看着自己丹田被毁，满脸悲愤的吼道，眼中充斥着浓浓的不甘。噗！急火攻心之下，苏天再次一口鲜血喷出，直接昏死了过去。苏师兄。那女子看着苏天昏迷，连忙叫道。夏元见状，脸色一下子十分难看到极致，当即他面色阴沉如墨地盯着楚风。你……不等他开口，楚风便一本正经道，六皇子只是让我饶他一命，并没有说不可以废他修为。咔嚓！楚风这话气得夏元拳头捏得嘎吱作响，他差点便忍不住要让禁卫军对楚风出手，但最终还是忍住了。随即他直接叫道，来人，立刻将人送回苏家去。慢着！楚风再次叫道。而夏元神色一冷，看着楚风，世子都已经废了我表哥修为，还不肯善罢甘休吗？这家伙的弟弟砸了我兄弟家的酒楼，不得赔偿吗？楚风撇了撇嘴。夏元看着那表弟苏阳的尸体，忍不住说道，可是我那表弟不都已经被你杀了吗？人是死了，但这债可没有消掉，还是得赔。当即夏元阴沉着脸问道，既然如此，那这个赔偿就由本殿下出吧。六皇子真是好人，说吧，要多少？夏元已经没耐心和这家伙纠缠下去了，不然他真会忍不住动手的。100万下品灵石。多少？100万下品灵石。夏元刚想让手下拿出几千块灵石当做赔偿，结果听到楚风说的数字，直接傻眼了。100万下品灵石，这家伙是疯了吗？这100万下品灵石，只怕能把整个大夏的酒楼都给买了吧。当即夏元看着楚风阴沉着脸，世子是在开玩笑吗？六皇子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楚风微笑地看着夏元，你要灵石要疯了是吧？区区一个酒楼也想要100万下品灵石？那女子忍不住叫道，我们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楚风冷哼一声，又是一巴掌呼在这女人脸上，将其另外一边脸也给打烂了。而夏元阴沉着脸吐道，世子，本殿下手中只有5万下品灵石，不如……不行，100万下品灵石一个子都不能少，若是世子没有，那就让苏家拿100万下品灵石来赎人吧。楚风异常坚决地说道。这时夏元终于忍不住了，一脸阴冷地盯着楚风，厉喝道，那若是本殿下今日非要把人带走呢？楚风，你敢拦本殿下？楚风，你敢拦本殿下？夏元看着楚风冷哼道，一副威胁的架势。世子，算了，酒楼的赔偿我们不要了。这时王胖子跑了出来，对着楚风说道，那怎么能行？砸了东西自然就得赔偿，这是天经地义之事。楚风撇了撇嘴，而后看向夏元，若是六皇子执意要把人带走，那不好意思了，我只能连你一起杀了。轰！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众人皆是不可思议地盯着楚风。此子要杀大夏皇子，他是疯了吗？就连夏元都是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楚风，仿佛不敢相信这是楚风说的话。当即，楚风朝着夏元一步踏出，保护殿下。随着楚风身子一动，那群禁卫军猛地挡在夏元面前，手中的武器全都对准了楚风。金刚！楚风嘴唇轻启，砰砰砰，瞬间金刚冲了出去，而后一阵轰鸣声响起，那群禁卫军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金刚给全都轰飞了出去。随即，楚风又是一步踏出，站在了夏元面前，一股冰冷的杀意笼罩着他。扑通！在楚风这股杀意的镇压下，夏元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楚风面前。楚风玩味一笑：“哟，六皇子，你怎么给我跪下了？这大礼我可受不起啊！”顿时夏元脸色难看至极，眼中充满了屈辱。他堂堂大夏六皇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废物纨绔下跪了，这简直是耻辱！哒哒哒，陡然又是一阵密集的脚步声传来，只见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一群人快步冲来。那中年男人正是苏家家主苏正海。天儿！苏正海看着昏迷过去的苏天，一脸急切地冲了过来，随即其发现自己大儿子一身修为被废，顿时脸色难看至极。家主，那二少他。这时那苏家之人注意到苏阳的尸体，脸色一变，而苏正海目光一扫，看着惨死的二儿子，顿时身上爆发出滔天杀意。唰！他目光猛地盯着楚风。楚风，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就是苏家之主是吧？来得正好，你二儿子砸了我兄弟酒楼，我把他给杀了，不过这酒楼的损失你们还是得赔，也不多，就100万下品灵石。楚风淡淡的说道。而那群苏家之人听到楚风的话，一个个都气得不行，这家伙杀了他们二少爷，竟然还要100万下品灵石作为赔偿，简直是欺人太甚！混账，去死吧！苏正海怒火冲天，双眸赤红地盯着楚风，他直接一掌朝着楚风轰去。超凡境！作为大夏世家之首的苏家之主，苏正海一身修为已经迈入了超凡境。世子，小心！王胖子大叫道。而夏元神色阴冷地盯着楚风，等着看其被暴杀的画面。但想法很美好，现实却很骨感。那苏正海的手掌还未落在楚风身上，就被一旁的金刚一拳给砸飞了出去。噗嗤！苏正海身子砸在地上，当场吐血。这时楚风慢悠悠地走了过去，一脚踩在了苏正海的脸上。想给你儿子报仇，你还不够资格。本来我只要100万下品灵石作为赔偿的，现在涨价了200万下品灵石。给，你和你那个大儿子可活，不给你们死！楚风冷漠道。此刻苏正海怒不可遏地盯着楚风，他想要挣扎，但被楚风一脚踩的却动弹不得。给你3秒钟考虑，要灵石还是要命？1、2。正当楚风要吐出3时，那苏正海终于冷静下来，叫道：200万灵石，我苏家赔了。虽然他不愿意屈服于这个杀害自己儿子的混蛋，但形势逼人，如今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最终苏家东拼西凑，交给了楚风200万下品灵石，而这也几乎耗光了苏家作为大夏第一世家的全部底蕴。对此楚风并不在意，苏家这纯粹是自作自受。王氏酒楼中，楚风将那200万灵石全给了王胖子。世子，这么多灵石我不能要。王胖子看着那储物袋中堆积如山的灵石，连忙说道。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灵石，这是给你们家的赔偿，你就收着吧。唉，可惜了，本来还想品尝一番美酒的。楚风摇头叹息道：世子今日帮我们这么大的忙，怎么能让你白来一趟？这时王胖子的父亲王大龙拿出了一壶酒，给楚风倒了一杯，说道：此乃我从醉仙楼花重金购买来的美酒，还请世子品尝。醉仙楼？楚风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瞬间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好酒！他不禁赞叹道：这醉仙楼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没听说过？醉仙楼乃是南荒第一大酒楼，那里售卖的每一壶酒都足以引得无数人争抢，乃是整个南荒之地爱酒之人最喜欢去的地方。据说醉仙楼最为顶级的美酒名为醉仙酿，纵然是神仙喝了也得醉，只是此酒价值连城，绝非一般人能喝到的。王大龙介绍道：南荒还有这么一个地方，有时间得去看看。楚风撇了撇嘴，对于男人而言，美酒和美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今楚风有了姬如雪这位大夏第一美人，自然得去尝尝这顶级美酒了。而此刻苏家之中阴云密布，一间房间内，苏天躺在床上，经过一番医治，缓缓地醒来了。天儿！苏正海看着苏天醒来叫道。那位跟随苏天的女子也是连忙叫道：苏师兄，你醒了。父亲，我的修为没了。此时苏天满脸绝望道：
苏师兄，你不要担心，我即刻带你回学宫，以学宫的资源，一定可以让你重塑丹田，恢复修为的。那女子连忙说道。没错，天儿，稷下学宫一定可以帮你恢复丹田的，你要振作起来。苏正海安慰道。楚风，待我恢复修为，我一定要杀了你。当即苏天怒吼道。那个混蛋，不仅废了师兄修为，还毁我容颜，带回到学宫，我便让我父亲派人来将这家伙碎尸万段。此刻那女子也是神色狰狞道。随后他们两人便赶往了稷下学宫。这时苏家管家来到苏正海面前。家主，如今我们苏家付完那200万灵石之后，所有修行资源都已经没了，接下来放心，那小子从我这拿走多少灵石，我会让他镇北王府100倍偿还的。苏正海眼中闪烁着阴冷的寒芒，随即他对着那管家吩咐了几句，后者点了点，快步离去了。另外一边，六皇子寝宫中，夏元面色阴沉，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楚风，本殿下一定要杀了他。殿下，那小子身边的那个叫金刚的护卫实力不一般啊，连苏正海这位超凡境都不是其对手，想要杀他只怕不容易。夏元心腹担忧道，派人去联系九华宗宗主，将此事告诉他，让其不惜一切代价要诛杀掉此子。今日之耻，本殿下必须要讨回来，不然我日后还拿什么竞争皇位？夏元面色铁青，杀机四射地喝道。而在皇宫内，另外一座布满芳香的宫殿之中，一位穿着薄纱长裙、妖媚性感的女子侧卧在软榻上，给人一种风情万种的感觉。她一双丹凤眸泛着光芒，鲜红的嘴唇轻启道：“这小家伙有点意思。”镇北王府，楚风喝完了酒便回来了。不过他刚踏入王府，一道厉喝声便骤然响起：“镇北王，滚出来！镇北王，滚出来！”随着这道雷霆之音传遍王府，瞬间惊动了整个王府。而楚风当即便走了出去，他倒要看看是哪个混蛋敢这般嚣张地跑镇北王府来撒野。此时镇北王府外，一位穿着长袍、神色冷冽的中年男人站在这，身上散发着一股无形的威压，而他正是太玄宗吴长老。你谁啊？跑我镇北王府来叫嚣？楚风走了出来，看着对方冷哼道：“我乃太玄宗吴长老。”那吴长老冷喝一声，看着楚风：“你应该就是那个镇北世子吧？一个废品灵根的废物，竟敢抢我太玄宗宗主看上的弟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今日本长老便让你看清自己，跪下！”轰！当即这位吴长老身上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压，宗师之威。身为太玄宗吴长老，他一身比之那9长老要强，已经踏入了武道宗师的层次。而随着这股宗师之威席卷而来，楚风倒是十分淡定。虽然他如今境界才刚到元婴境9重，但身负混沌神魔体的他，区区宗师威压对其根本毫无影响。就在这时，一道暴躁声突兀从那吴长老身后传来：“马拉个巴子，一个小小的宗师也敢动我楚八荒的侄儿，谁给你的勇气？”那吴长老听到那怒骂声，猛地转身，结果一记大耳光直接抽了过来，啪！这一巴掌无比响亮，当场将这位武道宗师给抽翻在地，半边牙齿全都被抽飞了。只见一位身材壮硕、高达2米、满脸络腮胡子、神情粗狂的男人出现在这。四叔！楚风看着这人，当即叫道：“此人正是他四叔楚八荒。”你！这时那武长老怒视着楚八荒，他当即一掌轰了出去，一身宗师境的灵力爆发到极致。而楚八荒见状，大手一挥，一把扣住对方手掌，便是一扯，滋了！伴随着一道撕裂声响起，这位太玄宗吴长老的右手直接被楚八荒给撕了下来。啊！武长老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他神情狰狞地盯着楚八荒，眼中充满了恨意。而楚八荒没有废话，一步踏出，如蒲扇般大的双手直接扣住了其双肩，双爪发力，猛地一撕，噗嗤！当即这位宗师境的太玄宗吴长老就被楚八荒给撕成2半，直接分尸了。咕噜！楚风看着这一幕，不禁咽了咽口水，他暗暗腹诽道：这四叔太残暴血腥了吧？和四叔一比，他之前的操作简直就是大善人啊！这时楚龙象走了出来，看着这一幕，神色一凝，而后看向了楚八荒：老四，你这一回来就搞得这么血腥干嘛？大哥，不是我想血腥，是这家伙竟然敢对小风出手，那我还能惯着他吗？楚八荒哼道：他是谁？楚龙象看向了那被分尸的武长老，楚风说道：他乃是太玄宗吴长老。太玄宗？那不是大夏的一个宗门吗？小风，你和他们结仇了？楚八荒问道。随即楚风将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靠，这太玄宗竟然敢抢我侄媳妇，活腻歪了是吧？我这就去把他们给灭了。楚八荒当即怒气冲冲的叫道：行了，都这么长时间了，还这么暴躁，马上就是
我镇北王府大喜之日了，别搞出啥事来。让人把尸体送回太玄宗，告诉他们，再有下次，30万镇北军便会亲临太玄宗。楚龙相冷漠道。随之，他看着楚风，老爷子想见见你那媳妇，你去把她带来吧。而后楚风来到了房间中，姬如雪看着他，神色变化着，却并没有和之前一样要动手。我爷爷要见你，楚风直接说道。走吧。而姬如雪直接起身朝着外面走去。啊！楚风见状却有些诧异，什么时候这女人这么乖顺了？王府大堂中，楚天狂坐在首位，楚龙相、楚长生、楚八荒全都站在这。楚风和姬如雪走了进来。如雪拜见镇北王。姬如雪看着楚天狂，不卑不亢地说道：哈哈，叫啥镇北王，太生分了。还有2天，你就要正式嫁入我镇北王府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孙媳妇，以后你有任何需要尽管说。楚天狂笑着说道。我……姬如雪刚张嘴，一旁的楚八荒便掏出了一个戒指，交给了他侄媳妇。我乃是小峰的四叔，这个戒指里面的都是我之前得到的一些资源，就当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了。空间戒指。而姬如雪看着这枚戒指，内心却是一惊。空间戒指乃是比储物袋更高级别的储物之器，不过空间戒指炼制并不容易，纵然是在上界都不是寻常人能获得的。如今对方出手便是一枚空间戒指，让姬如雪大感意外，她当即催动灵石进入这戒指中，随即姬如雪的表情便凝固住了。只见这储物戒指中竟然有着一座座堆积成小山的灵石，而且还全都是上品灵石，甚至还有不少极品灵石。除此之外，各种几千年的灵药入目皆是，其中还有大量的妖丹，而这些妖丹的品阶最低都是封王境之上的。封王境乃是比涅槃境要高数个的境界，这个级别的强者，整个南荒只怕都找不出几位。结果这个级别的妖丹在这戒指中却有一堆，还有不少比封王境还要强的妖丹。这一幕让姬如雪内心大为震惊。唰，他收回灵石，看着楚八荒，眼神闪烁着。这一刻，楚风这位四叔在其心中瞬间变得不简单了。二哥，我这都给了礼物，你不该表示表示啊。这时楚八荒看向了一旁的楚长生，我身上没什么好东西，这本书乃是我珍藏的一本典籍，就送给你吧。楚长生掏出一本泛黄的典籍，交给了姬如雪。而姬如雪接过这本典籍，上面写着长生经3个字。长生经。姬如雪看着这3个字，直接将其翻开了。她看着上面的文字，不由自主的便陷了进去。渐渐的，姬如雪好似陷入了某种感悟之中。二叔，他这是咋了？楚风见状，好奇道。没想到这么快便能进入顿悟状态，这丫头天赋的确强啊，不愧是。楚长生看着姬如雪微微一笑，而其最后一句话戛然而止。轰！很快，姬如雪身躯一震，瞳孔一睁，震惊道：大道真谛，大道真谛。此时姬如雪看着手中的这本长生经，震惊万分。他刚才竟从这本典籍中感悟到了一丝大道真谛，而纵然是他前世的时候想要感悟一丝大道真谛都难如登天，如今竟在这下界的一本典籍中感悟到了，这自然让姬如雪难以置信。一时间，这本看似普通的典籍在姬如雪的眼中完全超越了前世见到的各种顶级秘籍。唰，姬如雪目光扫向了楚长生，其神色连连变化。刚才楚风的四叔已经让其感觉到震惊了，没想到这位二叔再一次带给了他如此大的震撼。此刻姬如雪突然发现，这镇北王府从上到下好像没一个简单的，每一个人都让他这位转世女帝看不透。就在他震惊之时，那楚八荒看向了楚龙相大哥，我们都给这只媳妇礼物了，你这个当公公的准备啥给儿媳妇了？唰，楚龙相直接扔给了姬如雪一块令牌，说道：此乃龙相令，今日便送给你了，希望你以后替我好好管教这臭小子。龙相令。姬如雪看着手中这块黑色令牌，一面雕刻着一条真龙，一面雕刻着一尊巨像，散发着几分古韵。大哥，你对你这儿媳妇还真是看重啊，这龙相令说给就给了。而楚八荒看着那枚令牌，当即惊讶道：这龙相令是啥？有啥用？楚风好奇道。而姬如雪也是看向了楚龙相，其直觉告诉他，这枚令牌绝不简单，甚至要比楚风二叔和四叔给的礼物还要贵重。不过楚龙相并未解释此令来头，而是说道：以后你们自然就知道了。小风，别问，以后你就知道这龙相令的牛逼之处了。楚八荒拍了拍楚风肩膀：好了，都中午了，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吧。这时楚天狂开口道：三哥和五弟、六弟还有七弟，他们4个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我们一家人都好久没聚在一起了。对了，还有大嫂。楚八荒说着，
而其最后一句话刚说出来，便好似意识到了不对，现场气氛也发生着微妙变化。母亲，楚风神色微变，他自穿越而来，便没有见过他这一世的母亲，而在原主记忆中也完全没有关于其母亲的任何消息，仿佛对方完全不存在一样。这时，楚龙象眸光闪烁着，淡淡的说道：“会有这么一天的。”楚长生转移话题道：“好了，吃饭吧。”而在饭桌上，楚天狂看着楚风说道：“那个黄泉阁的杀手，你打算怎么处置？如今黄泉阁在大夏的分部都已经没了，你打算将他放在身边吗？”黄泉阁在大夏的分部没了，楚风一惊，随即吐道：“那有查出来是谁找他们杀我的吗？”“没有，不过无所谓，我镇北王府不缺仇人。”楚天狂冷冷的吐道。而楚风吃完饭便来到了青鸟房间，将黄泉阁大夏分部被灭的事告诉了他。“怎么可能？”青鸟听到这个消息，当即震惊道：“他身为黄泉阁的成员，十分清楚黄泉阁的恐怖，怎么会一夕之间就被灭了？谁干的？难道是你们镇北王府所为？”青鸟不由得看向了楚风。“应该是吧。”楚风撇了撇嘴，虽然其父亲没有明说，但一猜便能猜到，不愧是大夏第一王府，竟然能一夜之间将黄泉阁从大夏抹除。但你们这么做，必然会惹怒黄泉阁总部。黄泉阁作为南荒顶级杀手组织，底蕴之强，足以颠覆一方皇朝。这下你们镇北王府怕是要有大麻烦了。”青鸟沉声说道。楚风不以为然道：“无所谓，他们要是还敢来找麻烦，那我便去将这黄泉阁连根拔起，让这南荒再无黄泉阁这三个字。”听到楚风这番霸气而强势的话，青鸟内心不由得一惊。如今黄泉阁没了，你的毒除了我之外也没人可以解了，是生是死，你最好想清楚。楚风说完便直接离开了。他直接找了一间房间，然后心念一动，混沌阴阳塔悬浮在了其面前。唰！随即混沌阴阳塔绽放着一道光芒，笼罩着楚风，其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而楚风只感觉眼前光芒一闪，等到其再次看去，便发现自己身处于一片虚无的空间之中。这就是混沌阴阳塔内部空间吗？楚风喃喃自语。自从激活了混沌阴阳塔，他便可以踏入其中了。混沌阴阳塔分为9层，此乃第1层空间。这时塔爷的声音再次响起：“这9层空间有什么区别吗？”楚风不禁好奇道。混沌阴阳塔每一层的时间流速都不一样。塔爷回答道：“时间流速？啥意思？”楚风不解道。而塔爷哼道：“真笨，这都不明白。简而言之，就是你在这第1层空间内待100天，外界也才过去1天；而在第2层待1000天，外面依旧只过去1天。而其他层的时间流速更恐怖。”听着塔爷的话，楚风大为震惊道：“卧槽，这混沌阴阳塔这么强吗？这简直就是开挂神器啊！”此刻楚风无比兴奋道，当即他便盘坐在地，运转起混沌神魔诀，开始修炼了起来。而混沌神魔诀乃是其觉醒混沌神魔体时自动出现在其脑海中的功法。与此同时，这第1层空间内，金、木、水、火、土5行之力开始浮现，朝着楚风体内疯狂涌去。太玄宗大殿中，岂有此理！这镇北王府简直欺人太甚！一众长老看着那5长老的尸体，皆是怒不可遏道。那坐在首位的太玄宗主玄海更是面色铁青，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怒气。宗主，这镇北王府简直是没有把我们太玄宗放在眼里，不仅杀了5长老，还敢这般威胁我们。我提议即刻调集宗门弟子去灭了镇北王府。那2长老直接说道，而其他长老纷纷赞同道。这时太玄宗大长老说道：“那镇北王一身修为据说已然达到了天象之境，就连那楚龙象都号称大夏第1宗师，他们麾下还有30万号称虎狼之师的镇北军，想要灭了镇北王府，只怕并不容易。区区一个王府而已，胆敢挑衅我太玄宗，便留不得。”蓦然一道冷声从大殿外传了进来，只见一位头发灰白的老者走了进来，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架势。父亲！玄海看着此人连忙起身，而其他太玄宗长老纷纷低头叫道：“参见老宗主！”此人正是上一任太玄宗宗主玄铁山。父亲，你不是回主宗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这时玄海看着其父亲疑惑道，而他口中的主宗乃是太玄宗的上属宗门。太玄宗并非一个独立的宗门，而是太上道宗的分支。至于太上道宗，乃是苍玄玉隐士宗门之一，底蕴之深不可想象。当然，关于太玄宗和太上道宗之间的关系，外界并不清楚，毕竟太上道宗对于如今的大夏皇朝而言乃是十分遥远的存在。主宗察觉到南荒有一处遗迹存在，特意派我回来查探，而且主宗的人也马上就要到南荒了。玄铁山回答道：“主宗也要来人？”
当即玄海神色一惊，而那玄铁山冷道：“没错，因此这镇北王府必须要解决掉，不然若让主宗的人知道我们连一个小小的王府都对付不了，那会如何看我们？那父亲打算怎么做？调集所有太玄宗弟子，直接灭了镇北王府。”随着玄铁山此话一出，那大长老不禁说道：“老宗主，我们就这么灭了镇北王府，大夏皇室那边？哼，大夏皇室又如何？待到主宗的人降临，莫说区区一个大夏皇室，纵然是这南荒各大势力，又有谁敢说个不字？”玄铁山不屑道：“据说还有2日便是镇北王府世子的大喜之日，不如就选在那天动手。”这时那位九长老开口道：“大喜之日，那就让其变成镇北王府的大丧之日吧。”玄铁山面色冷漠道。转眼间夜幕降临，世子。这时楚风所在的房间外传来金刚的声音，而正在混沌阴阳塔中修炼的楚风察觉到外界动静，他直接离开了混沌阴阳塔。随即楚风上前开门，看着金刚：“金刚，怎么了？”“世子，那个黄泉阁杀手的毒发作了。”金刚说道。“杀！”楚风神色一变，连忙来到了青鸟房间中。此时青鸟面色惨白地躺在床上，嘴唇已经发紫，其体内黄泉阁种下的毒已经发作了。这么快就发作了？楚风眉头一皱，他对着金刚说道：“你出去守着，别让任何人进来。”金刚点了点头，离开了房间。而楚风看着青鸟：“抱歉了，我这可是为了救你。”楚风直接褪下了青鸟的衣服，顿时一具完美的胴体呈现在其面前。刹那间，楚风便感觉体内燃烧着烈火，无比燥热。他直接就脱掉了自己的衣服，提枪上马。很快一场大战便再次打响了。而随着两者结合，两人体内产生了一股混沌阴阳之气，在两人身躯中流转着。随着这混沌阴阳之气流转，楚风的修为开始提升着，而青鸟体内的毒性更是瞬间就被这混沌阴阳之气给净化了。紧接着青鸟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着。不知过了多久，一道如凤凰啼鸣声响起，一道青光瞬间冲破房间，直冲云霄，在那黑夜之中形成一尊展翅高飞的神鸟。这一刻，大夏之中诸多强者纷纷看向虚空，露出震惊之色，甚至这异象还引起了南荒之中诸多强者的察觉。同一时间，某座恢宏的宫殿之中，一道身影突然睁开双眸，震惊道：“我青鸾一族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血脉遗落在外，难道是……”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神色一变。而在镇北王府中，正在修行的姬如雪察觉到外面动静，走出房间，看着虚空，当即神色一变。神鸟青鸾，这里怎么会出现神鸟青鸾？青鸾乃是神鸟，属于传说中的凤凰神兽的血脉分支，虽不如凤凰，但也是圣兽级别的存在，怎么会出现在这？这时他目光扫向了青鸟的房间，直接走了过去。守在门外的金刚看着姬如雪走来，连忙上前叫道：“姬小姐。”姬如雪看着那房间，冷道：“你家世子在那房间？”“是的。”金刚点了点头。“还有谁在？”姬如雪问道。而金刚则有些迟疑，不知该怎么回答。而他直接就越过了金刚，朝着那房间走去。“姬小姐，且慢！”金刚刚要阻止，结果姬如雪便已经推门进去了。此时当姬如雪走进房间，其瞳孔瞬间一凝，身子停滞住了。而房间内正在激战的楚风也是傻眼了，他看着姬如雪突然出现，直接愣神了3秒。至于那青鸟，此刻已经清醒了过来，而他看着姬如雪出现也是愣住了。那个数秒后，楚风率先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而他话还未说完，姬如雪便冷冷地瞪着他，怒斥道：“混蛋！”随即他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去了。楚风见状，一副莫名其妙的模样，这女人生什么气？你还不去轰轰吗？这时青鸟看着楚风吐道：“这女人又不喜欢我，哄她干嘛？”楚风撇了撇嘴，看着青鸟：“那个，我是看你中毒了才。”“我知道。”青鸟不等楚风说完，便说道：“我体内的毒已经解了，谢谢你。”“解了那就好，那我们继续。”楚风眸光闪烁着，而青鸟俏脸通红的点了点头。当即楚风一挥手，那房门直接关上了，同时其声音传到外面的金刚耳中：“再让别人进来，你就完了。”“是。”金刚连忙说道。而另外一边，姬如雪回到房间，不断骂道：“该死的混蛋，果然好色成性，一无是处。”此时的姬如雪一副抓到出轨丈夫十分愤怒的模样，但随即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暗道：“我怎么这么生气？他找其他女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就连姬如雪自己都不知道她刚才为何会那么生气。难道她爱上了那家伙？不可能，我绝对不会爱上他的。当即姬如雪便否定了：“
虽然楚风并不是无法修行的废物，但和他之间依旧有着天差地别的鸿沟。他未来乃是要重返昆仑界的，而楚风只怕这辈子都只能待在这南荒之地，两人绝无任何可能。而且前世那么多拥有无上体质的天之骄子都入不了他的眼，如今一个只知道玩女人的纨绔，又怎么可能被他喜欢？随即姬如雪便清空大脑，开始专心修炼着。南荒黄泉阁总部，2日后，镇北王府一个不留，一则冰冷的命令传遍整个黄泉阁高层。一时间，黄泉阁在南荒的一众精英杀手全都朝着大夏皇朝而去，而他们这么做，自然是要为了大夏分部被屠灭而复仇。虽然他们并未查到是谁灭了大夏分部，但根据推测，这凶手极大可能便是镇北王府，因此他们必须要还以颜色，不然黄泉阁如何继续在南荒立足？翌日一大早，镇北王府竟然就达到了宗师境一重。此时楚风醒来，查看着其身体，面露震惊之色。昨日他在混沌阴阳塔中修炼了1个月，也不过从元阴境达到超凡境7重，而如今和青鸟修炼了1晚上，便直接踏入了宗师境。这般提升实力的速度，果然比正常修炼的速度要恐怖得很。而且他和青鸟修炼完，脑海中还多出了一门功法焚诀，此功法可吞噬天地间一切异火，化为己用。我靠，这不是前世网络小说中消火火的功法吗？楚风看着这焚诀惊讶道。与焚诀配套的还有一门武技，名为怒火焚莲。这拿下特殊体质的女人，好处还真是不少啊。楚风不禁感叹道。随即他扫了一眼青鸟，对方一身修为从之前的金丹境2重也已经达到了金丹境9重，同样提升巨大。最重要的是，这青鸟体内的青鸾血脉已经觉醒，如今就算是元阴境的武者，只怕也不是其对手。世子。这时青鸟睁开眼，看着楚风，露出一抹羞涩。以后你就是我的贴身侍女了。楚风淡淡的说道。是，世子。青鸟点了点头。随即敲门声响起，楚风走了出去，看着金刚。怎么了？王公子派人来邀请世子前去游湖。金刚看着楚风说道。王胖子叫我去游湖，他人呢？楚风诧异道。金刚回答道。对方说王公子已经在玄武湖等着了，而且还说让世子一个人去，说有惊喜。这胖子搞啥呢？楚风嘟囔着，而金刚吐道。世子，这玄武湖乃是在皇城之外，而且还只让世子一人前去，只怕有诈。无妨。楚风不以为然，以他如今的修为，外加混沌神魔体，整个大夏只怕都没几个人是其对手。随即楚风便独自一人前往了玄武湖。玄武湖此乃大夏皇朝中最大的一处湖泊，距离大夏都城有着10几里远，乃是一处游玩的好地方。在那湖中心有着一座亭子，里面坐着一位中年男人，正喝着茶。楚风来到这，并未发现王胖子。镇北世子，恭候多时了。那亭子中的男人看着楚风，淡淡的说道。唰！楚风目光一凝，直接踏入了亭中，看着对方。是你把我骗来的？王胖子呢？你把他怎么了？世子倒是挺关心那小胖子的，怪不得为了他不惜得罪苏家以及6皇子。这男人放下茶杯，淡淡的说道。你是苏家派来的，还是6皇子？楚风冷道。此人不需要知道的太多。男人吐道。而他话音刚落，2道身影便突兀出现，手持利剑对准着楚风。他们一身修为都达到了超凡境5重，2位超凡境，1位宗师境，还真是大手笔啊。楚风轻轻一笑。唰！那中年男人看到楚风竟然一眼看穿了他们的境界，心中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猛地叫道。动手！这2位超凡境武者当即挥剑朝楚风杀去。滋啦滋啦，2道凌厉的剑气撕裂空间，直奔楚风要害而去。滚！楚风压根看都没看这2人，抬手便是一拳砸了出去。轰隆！他这一拳轰出，虚空传出刺耳的轰鸣声。那2位超凡境武者甚至都还未反应过来，身躯便轰然炸开，化作2团血雾。唰！这一幕让那位中年男人瞳孔一缩。他虽然知道楚风并不是如传说中那般的废物，但却完全没想到其实力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一拳秒杀2位超凡境武者。这怎么可能？你……他看着楚风瞪大着眼睛，而后者露出一抹微笑看着他。看着楚风那道笑容，中年男人不知为何心中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危险气息。他来不及多想，直接爆发出滔天灵力朝着楚风砸去。而他一身修为已经踏入了宗师境，乃是宗师境3重的强者。唰！楚风右手猛地挥出，当场将对方爆发出的灵力全都撕碎了，而后五指一张，直接扣住其喉咙，猛地朝亭子中的石桌砸了下去。砰的一声巨响，
这石桌轰然粉碎，碎石四溅，而那中年男人发出一道痛苦的惨叫声，躺在地上。楚风一脚踩在其身上，冷道：“你想怎么死？”可嗨！这男人一阵咳嗽着，瞪大眼睛看着楚风：“你也是宗师境？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是武道宗师？”此时他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满脸的不可置信。一个拥有废品灵根的纨绔废物，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位武道宗师，这简直让人无法置信。废话真多！楚风一脚便要朝着其脑袋踩去，而对方猛地叫道：“你不能杀我！我乃是九华宗副宗主！”砰！他话音刚落，其脑袋就被楚风一脚踩爆了九华宗。什么玩意？楚风撇了撇嘴，没想到被世人称之为大夏第一的废物纨绔，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蓦然，一道娇媚的声音传入楚风耳中：“唰！”楚风目光一扫，便看到在那湖边出现了一辆马车，而刚才那声音便是从那车中传来的。他直接走了过去，当即那马车旁一女子吐道：“世子，请。”随后楚风便走了进去。他一进入车中，一股如兰四射的迷迭芳香便扑鼻而来。咕噜！紧接着楚风咽了咽口水，只见在这车辇中，一位穿着薄纱长裙的女人侧躺在那，浑身散发着成熟的韵味，犹如一颗熟透的水蜜桃。尤其是那傲人圣女峰中间的那条深渊，让人忍不住想要埋入其中。她身上的这件轻如薄衣的纱裙，更是将其发育到极致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欲火澎湃。而对于楚风这个年纪的男人而言，这种女人比姬如雪那种绝世高冷的美人还具有吸引力。毕竟老话说得好，年少不知少妇好。哥，世子这是怎么了？害羞了吗？这时那女人发出如银铃般的娇笑声，极其勾人魂魄。你是？楚风保持镇定道：“自我介绍一下，本宫乃大夏长公主夏幽若。”女人淡淡的说道。而楚风神色一变，惊讶的看着对方：“你是大夏长公主？”对于这位大夏长公主，楚风还是若有耳闻的，实在是对方的名声太响亮了。传言这位长公主喜好男色，在皇宫内养着一大堆男宠，每天都会让不同的男宠侍寝，可谓是荒淫至极，堪称女版的镇北世子。怎么，很惊讶吗？夏幽若坐了起来，顿时那深渊更加诱人。不知长公主今日怎么突然来这了？楚风开口问道。本宫若是不来，又怎么能看到镇北世子这大展神威的一面呢？夏幽若微微一笑道：“镇北世子还真是把所有人都给骗了，恐怕任谁都不会想到，堂堂的大夏第一纨绔会是一位武道宗师。”而楚风淡淡的说道：“长公主今日前来，只怕不只是和我说这些的吧？果然是聪明人，本宫喜欢。”夏幽若端起旁边的一杯酒递给楚风：“不过世子别那么急嘛，先坐下来陪本宫喝一杯，慢慢聊。”楚风眼中露出一抹迟疑，而夏幽若说道：“怎么？世子怕本宫在酒里下毒？长公主怎么会害我呢？”楚风接过酒杯一口饮尽，如今他身具混沌神魔体，可谓是百毒不侵。随即他看着夏幽若：“现在长公主可以说出你的目的了吧？”夏幽若端起一杯酒抿了一口，说道：“本宫想要世子助我登上大夏皇位。”唰！楚风脸色一变，一脸惊愕地看着夏幽若：“长公主要造反？本宫也是大夏皇室血脉，怎么能叫造反呢？”夏幽若吐道：“当年本宫无论是武道天赋还是治国才能，都远胜我那位如今坐在金銮上的皇兄。可就因为本宫是女儿身，我那父皇便将皇位传给了他。而我那皇兄即位之后，更是对本宫处处提防，几次三番想要将本宫铲除掉。为了活下去，本宫只能日日沉迷于男色，变成一个荒淫之极的长公主，让本宫那位皇兄放下对本宫的提防。”而楚风听着长公主的话，十分惊讶，他倒是没想到这位长公主的荒淫之举竟然也是装出来的。可本宫不甘心，凭什么这皇位只能男人做？凭什么本宫做不得？本宫偏要让世人知道，这皇帝女人一样当得，而且还会比本宫那位皇兄当得更好。夏幽若越说越激动，眼中闪烁着浓浓的不甘，手中的酒杯更是猛地捏碎了。楚风见状，心中感叹道：“没想到这玄幻世界竟然也有人想当武则天。”随即他看着夏幽若问道：“长公主为何觉得我能助你登上皇位？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哥哥，夏幽若轻轻一笑：“世子恐怕还不知道，那请黄泉阁出手杀你的幕后主使是谁吧？”“难道是？”楚风神色一变，而对方直接说道：“没错，就是本宫那位皇兄。他因为不想让你们镇北王府多一位天之娇女，所以才让黄泉阁对你出手的。而且据本宫所知，我那位皇兄以及我二哥庆王正在密谋一件大事，此事乃是针对镇北王府的。”世子听完这些，难道还无动于衷吗？
此时楚风眼中闪烁着冷芒，他倒是没想到指使黄泉阁对其出手的会是那位大夏皇帝。随后楚风看着夏幽若，长公主这是早就盯上我了吗？自然不是，本宫之前是想着让我那位皇兄和镇北王府相斗，然后坐收渔翁之利，但这2天世子的表现吸引了本宫的注意，尤其是今日世子所展现出的实力，让本宫觉得和世子合作或许能让本宫更快地坐上金銮殿的那个位置。夏幽若淡淡地说道。可我若是助长公主登上皇位有什么好处？楚风看向了夏幽若，后者突然起身来到其身边，猛地坐在她腿上，直接搂住其脖子，吐气如兰道：本宫的身子算是好处吗？唰！当即楚风神色微变，吐道：长公主莫要开玩笑了。他连忙就要推开对方，但却发现其浑身莫名的燥热起来，体内好似有着一团烈火在焚烧着。顿时楚风内心一惊，暗道：怎么回事？你中春药了？塔爷的声音适时响起。唰！楚风脸色一变，想起了刚才喝的那杯酒，他没想到这女人竟然给他下药了。塔爷，你怎么没提醒我？春药而已，又不是毒药，提醒你干嘛？塔爷冷哼道。而这时夏幽若娇媚的声音传入楚风耳中：本宫从不开玩笑。他那烈焰红唇直接堵住了楚风的嘴，整个人如一条柔软无骨的美女蛇缠绕住了楚风。轰！夏幽若这番操作直接让本就烈火焚身的楚风瞬间失去了理智，他一把就抱着对方，将其压在了身下，开始了征伐攻略。一时间那马车开始了剧烈的晃动，一场玄幻版的车震就此爆发。你竟然还是处子之身！马车中楚风看着夏幽若身下那朵鲜艳的梅花，一脸惊讶道：怎么看着本宫还是完璧之身很惊讶吗？夏幽若面带桃花的看着楚风，经过楚风的一番耕耘，此刻的夏幽若显得更加娇艳多姿，让人无法自拔。的确，楚风点了点头。虽然之前夏幽若说其营造出的坏名声都是为了骗其皇兄的，但楚风却没想到这女人竟然会是第一次。突然夏幽若一个翻身便将楚风压在了身下，一副女皇的姿态娇哼道：这次换本宫在上面。接下来的1个多时辰，楚风切切实实地感受了一把被蹂躏的滋味，直到夏幽若彻底累得不行了，才结束了这场大战。你还真是够猛的，不愧是本宫看上的男人。夏幽若躺在楚风怀中，媚眼如丝地看着他。那当然。楚风撇了撇嘴，随之问道：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昨日本宫的人发现我那6侄儿派人去联系了九华宗，便猜到他要借助九华宗对付你。听着夏幽若的话，楚风眉头一皱，这九华宗什么来头？和6皇子什么关系？九华宗乃是大夏数1数2的大宗门，虽然不如太玄宗，但也有着1000年历史。而我那个6侄儿早已和九华宗合作，只要九华宗助其登顶皇位，以后九华宗便是大夏第1宗门。夏幽若回答道：这6皇子动作倒是够快的。楚风撇了撇嘴，而夏幽若看着他：你打算怎么做？等我完婚了，直接把他和你那位皇兄全都宰了，然后你便是大夏新任女皇了。楚风直截了当地说道。他可懒得去弄什么宫斗，玄幻世界一切都是实力说话，既然那皇帝和皇子都要杀他，那便全都宰了。不愧是镇北王的孙子，倒是和镇北王一般霸气，不过想杀本宫那位皇兄可没这么容易，他背后还有着黄祖山的那几位老家伙撑腰呢。夏幽若淡淡的说道。黄祖山？楚风一愣，而夏幽若解释道：黄祖山便是皇宫身后的那座山，据说那座山下蕴含着大夏龙脉，我那位父皇以及大夏皇室的几位族老都隐居在黄祖山中。根据本宫这些年的调查，那黄祖山中还存活着一位大夏皇室的老祖，这位老祖的实力最少是天象境巅峰，甚至有可能达到了涅槃境。涅槃境？楚风神色一变。涅槃境纵然是在南荒之地都属于是一流强者，而在各大皇朝中更是属于超然的存在，难以见到。没想到这大夏皇室中隐藏着这么多高手。楚风嘟囔了一句，随之说道：不过无所谓，我打不过，不还有我老子和我爷爷吗？虽然明面上镇北王和你父亲的实力只有宗师境，但本宫觉得他们实力绝非这般简单。你能告诉本宫他们究竟有多强吗？不知道。楚风摇了摇头，他的确不知道其爷爷和父亲究竟有多强。随即他道：不过你放心吧，等我完婚了，保证你能成为大夏女皇。你这个小家伙，刚把人家睡了，就要和别的女人成婚了。夏幽若一脸幽怨道：怎么，吃醋了？那不如我把你一起娶了。听着楚风的话，夏幽若摇了摇头：本宫只想成为君临天下的女皇，可不想当金丝雀。要不要本宫送你回去？不用了，你先回去吧。楚风摇了摇头，他穿好衣服便走出了马车。
夏幽若眸光闪烁着，希望你不会让本宫失望。啊！随后夏幽若好似发现了什么，惊讶道：“本宫竟然突破了！之前他的修为才金丹进6重，而如今竟然直接踏入了金丹进9重，这个变化让其万万没想到。怎么会突然突破？”夏幽若暗暗思忖着，突然他想到了什么，嘴角泛起一抹弧度，没想到还有这种好处。咯。下一秒，夏幽若露出了一抹邪性的笑容，好似那采阴补阳的邪修。而此刻，楚风不知为何突然有一种后背直冒凉气的感觉。随后他来到了玄武湖边，心中问道：“塔爷，你刚才说这玄武湖里面有惊喜，究竟是什么？你下去看看就知道了。”当即楚风便跳入了湖中，朝着下面前去。很快他便潜到了湖底，而后便发现这湖底竟然有着一处洞穴。楚风直接踏入了这洞穴之中。咦，这里竟然没水！当他踏入这洞穴内，惊奇地发现这湖水并未流入到这洞穴中。紧接着楚风便朝着那洞穴里面一路走去。不过他越往里面走，越发有一种心悸的感觉，仿佛那前面有着十分可怕的东西存在。塔爷，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我怎么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楚风不禁问道。你小子好歹也是混沌神魔体的主人，怂个屁！塔爷恨铁不成钢的哼道。放心，有塔爷在，你死不了。很快在走了几十米后，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出现在眼前，而在这个溶洞中趴着一个高达数十米、长达几十米的巨型乌龟，而且这乌龟粗壮的四肢还被4根锁链给牢牢束缚着。楚风看着眼前这一幕，神色一怔，脱口出道：“我靠，这里怎么有个大乌龟？小子，你眼瞎吗？什么狗屁乌龟？本座乃是至高无上的神兽玄武！”蓦然，一道洪亮如钟声的声音传入楚风耳中，带着浓浓的怒气。啊！玄武！楚风诧异道。这时，那只大乌龟的脑袋突然伸了出来，一双硕大如灯笼般的眸子盯着楚风，发出浑厚低沉的声音：“哪来的毛头小子，连神兽玄武都不认识？你是传说中4大神兽之一的玄武神兽？”此刻，楚风回过神来，震惊道：“他前世身为华夏人，自然听闻过很多有关于4大神兽的神话故事，却没想到今天在这见到了。当然了。”那玄武冷傲道。而楚风也是万万没想到，这玄武湖底下还真的有一只玄武存在。随即他扫视了一眼对方，看着其4肢都被粗壮的锁链束缚着，顿时猜测这只玄武应该是被什么人关押在这里了。只是什么人能将堂堂的神兽关押在此？难道是大夏皇朝的人？正当楚风胡思乱想时，塔爷的声音响起：“别想那些了，干正事要紧。”正事？啥？楚风不解道。而塔爷吐道：“让这老乌龟给你一滴他的精血，有了这玄武精血，能让你的实力更进一步。日后若是能再集齐其他3大神兽的精血，便可修炼4象术了。”4象术？这是什么？楚风好奇道。你现在不用知道这些，先凑齐4大神兽精血再说。而楚风却犯难道：“这精血哪是说给就给的？真笨！”当即塔爷骂道，而后又嘀咕了一番。随后楚风看向了那玄武，一脸微笑道：“那个玄武前辈，看样子你应该是被人困在这里了吧？”那玄武瞥了楚风一眼，冷道：“是又如何？当年若非那家伙联合其他人以多欺少，本座才不会败给他，最终被困在此处100万年。我靠，100万年！不愧是乌龟啊，果然长寿。”楚风暗暗惊叹道。随即他看着对方：“玄武前辈，那个晚辈想和你做个交易，不知道行不行？”交易？就凭你一个毛头小子，能和本座做什么交易？只要前辈愿意献出一滴你的精血，晚辈保证，日后等晚辈修为大成，必然将你救出去。”楚风直接说道。呵呵。而玄武听到楚风这话，却是轻蔑一笑，看着楚风：“小子，你口气不小啊，就凭你还妄图将本座救出去？纵然是这下界的最强者，也不可能助本座脱困。你凭什么？”看着玄武那浓浓的嘲讽和不屑的神情，楚风神色一凝，一步踏出土道：“就凭我拥有混沌神魔体，够吗？”轰！此话一出，楚风直接运转混沌神魔诀，其混沌神魔体的力量全都爆发了出来。轰隆隆！刹那间，楚风身上爆发出无尽的神光和魔气，其背后隐隐浮现出万千神魔之象，好似要踏破诸天者。那玄武见状，瞳孔一缩，不可思议道：“混沌神魔体，这不是古老纪元中才存在的无上体质吗？你怎么会？”一时间，这尊神兽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而楚风将混沌神魔体的力量收敛起来，看着对方：“玄武前辈，现在你还觉得我有朝一日不能将你救出来吗？”此时
玄武的瞳孔不断闪烁着，暗暗嘀咕着：古老纪元中的无上体质竟然出现了，莫非传说中的大征之势要降临了？前辈，前辈！这时楚风看着对方没说话，连连叫道：刷！蓦然，玄武瞳孔一凝，盯着楚风：本座的精血可以给你，但你必须要发誓，100年之内将本座救出去。100年？楚风神色一变，而玄武冷道：没错，本座寿元将至，100年内若再无法离开这该死的鬼地方，便将彻底陨落。好，我楚风发誓。当即楚风便发誓了。100年时间，若是在混沌阴阳塔第1层中，便相当于10000年。他就不信10000年时间他还没本事救出这玄武，那他这也太丢穿越者大军的脸了。随着楚风发完誓，玄武周身萦绕着灰黑色的光芒，一股古老的气息弥漫而出。下一秒，那玄武体内便有着一滴精血漂浮而出，朝着楚风冲去。轰！这滴玄武精血直接打入了楚风体内，其整个身子都是一震，当即楚风便有一种全身要被撑爆的感觉。就在这时，那混沌阴阳塔式放出一道力量，直接将那玄武精血给压制住了。我帮你将这玄武精血暂时封印在你体内了，你接下来需要慢慢将其全都炼化掉。塔爷说道。多谢塔爷。楚风不禁松了一口气，若没塔爷相助，只怕这一滴精血便足以让其生不如死了。随后他看着玄武抱拳道：多谢前辈，既然你要助本座脱困，那本座便再赐你一道机缘吧。这时玄武眉心处一道光芒急射而出，直接打入了楚风眉心之中，而楚风只感觉大脑之中冒出一股庞大的信息，他双眸紧闭，默默消化着。数分钟后，楚风睁开眼，再次感谢道：多谢前辈相赠传承。刚才玄武直接将其一身绝学传承全都传给了楚风，而堂堂神兽玄武的传承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无上的机缘。小子，记住你的承诺，本座在这等着你。玄武说完，其脑袋便又缩了回去，开始沉睡着。请前辈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楚风鞠完一躬，便转身离去了。同一时间，镇北王府中，楚天狂正在和楚长生下着棋，后者突然说道：那老龟倒是挺识趣的，哈哈，在混沌神魔体面前，他敢不识趣吗？对此，楚天狂大笑着，只是小风的混沌神魔体究竟从何而来？我们之前明明检查过他并无任何体质，而且我竟然推演不出小风的因果了，莫非小风背后有某位大能帮其掩盖了因果？楚长生一双深邃的眸子泛着丝丝疑惑。管他呢，只要芬儿还是我楚家子孙就行。如今芬儿身具混沌神魔体，楚家倒是后继有人了，我们也该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了。楚天狂淡淡的说着，眼中闪过一抹金芒。大夏皇城王氏酒楼，楚风从玄武湖离开，便直接来到了这里。当他看到王胖子没事后，暗暗松了一口气，他生怕那六皇子和九华宗对其做了什么。世子，你怎么来了？王胖子问道。没什么，来看看你。楚风撇了撇嘴，而王胖子突然说道：世子，你来的正好，你知道吗？那烟雨楼又回来了。烟雨楼回来了。楚风一怔，王胖子点了点头。就在1个时辰前，烟雨楼宣布重新开业了，而且烟雨楼新的负责人还放出话，说若是镇北王不给他们一个交代的话，他们便让大夏再无镇北王府。哟，这个烟雨楼这么狂吗？楚风冷哼道：世子，我从我父亲那打听了一下，这个烟雨楼势力遍布整个南荒，背景很强大，就算大夏皇室都不敢招惹。王胖子小声说道：是吗？本世子倒要看看这烟雨楼究竟有多牛逼。走。楚风当即便再次前往了烟雨楼。大夏皇城烟雨楼，此时最顶层的房间内，一位青年正左拥右抱着，潇洒至极。这时一位身穿黑色劲装的男人站在这，对着青年吐道：少爷，话已经放出去了，但镇北王府那边并无任何动静。哼，真是给脸不要脸。既然如此，你通知其他人，今晚便去把那镇北王府给灭了。敢和我烟雨楼为敌，简直是不知死活。青年冷哼一声，随即他想到了什么，吐道：对了，听说那位大夏第一美人如今就在镇北王府，到时候给本少把她带回来，这样的美人可不能糟践了。是，少爷。那黑衣男人点了点头。突然敲门声响起，进来。青年叫道。当即一男子走了进来，对着青年吐道：少爷，那个镇北世子来了。什么？他还敢来？青年神色一冷，猛地站了起来，眼中闪烁着寒芒。这个废物真当我烟雨楼没人了吗？此刻烟雨楼1楼大厅中，楚风坐在那翘着2郎腿，王胖子则拿着一把扇子给其扇着风，而在他脚下，
还躺着一群烟雨楼之人，全都断气了。哒哒哒，很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只见那青年的身影出现在这。而当其看着楚风那副嚣张至极的模样时，面色一冷。你就是那镇北世子？他盯着楚风冷冷地喝道。你就是如今烟雨楼的负责人？楚风扫了对方一眼，后者冷道。没错，既然你是烟雨楼负责人，那就可以去死了。陡然，楚风猛地起身，直接朝着对方冲去。少爷，小心！那位黑衣男人猛地挡在其面前，一拳朝着楚风砸去。轰！他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宗师境，这一拳轰出，势大力沉。而楚风也是毫不避让，同样一拳轰出。咔嚓，两人的拳头轰击在一起，传出一道清脆的骨头碎裂声。那黑衣男人的整条手臂都被楚风一拳给轰碎了。噗嗤，他这一拳势如破竹地落在对方胸口，直接将其胸口给击穿了，鲜血迸溅而出。这一幕让那青年瞳孔一凝，眼中露出惊异之色。随即楚风收拳，而黑衣男人双眸瞪得滚圆，倒在了地上。你不是废品灵根的废物吗？什么时候拥有此等修为了？那青年看着楚风，眉头紧皱。死人不需要知道太多。楚风淡淡的说道。呵呵。那青年却是不屑一笑。纵然你拥有着宗师境的修为，但在本少面前什么都不是。本少想让你死，你就得死，是吗？楚风不以为然道。当即青年打了一个响指，一位老者如鬼魅一般出现在这，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杀了他！青年命令道。轰！这老者身上的肃杀之气瞬间爆发，让人肝胆俱裂。他右手一挥，一只布满老茧的大手五指弯曲，朝着楚风喉咙闪电般抓去。滋啦！随着一道空气撕裂声响起，这只大手瞬间出现在楚风咽喉前，下一秒便要捏碎其喉咙。但他速度快，楚风的速度却更快。不等这老者的大手落在楚风喉咙上，其右手便已经扣住了他喉咙。咔嚓！刹那间，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这位老者双眸暴瞪，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盯着楚风。砰！楚风一挥手，对方的尸体便砸在了那青年的脚下。这一刻，那青年彻底无法淡定了，他满脸的不可置信。要知道，这位老者可是其父亲派来暗中保护他的，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天象境，怎么会就这么被人给秒杀了？你……他抬头看着楚风，只是其刚要开口，楚风便已来到其面前，掐住了其喉咙。你不能杀我，我乃是……青年瞳孔一缩，连忙便要自曝身份，结果楚风压根不给他这个机会。咔嚓！楚风右手一用力，这家伙的喉咙同样被捏碎了，死不瞑目。胖子！楚风叫道。世子有啥吩咐？王胖子连忙上前问道。将这烟雨楼一把火给烧了，不过烧之前先把这里的宝贝全都拿走了，不能浪费了。楚风直接说道。世子，我们这么干，可就彻底得罪了烟雨楼。当即王胖子担心道。而楚风撇了撇嘴，难道现在就不算得罪吗？随后楚风和王胖子两人将烟雨楼内的所有宝贝洗劫一空，而后一把火就将这烟雨楼给烧了。而这刚刚重新开张的烟雨楼又被镇北世子一把火给烧了的消息迅速便传开了，一时间众人皆是议论纷纷。大夏皇宫内，这个纨绔还真是够疯的，这夏镇北王那老东西就算再厉害也保不住他这一家人的命了。夏九天冷笑着。陛下，之前你让属下调查的异象来源已经查清楚了，那晚的异象乃是来自于镇北王府。这时一位浑身笼罩在黑衣之下的身影跪地说道。来自镇北王府。夏九天面色一变，难道镇北王府又诞生了一尊妖孽？哼，不过诞生再多的妖孽，镇北王府也没几天可活了。对了，蛮族那边情况如何了？随即夏九天问道。启禀陛下，蛮族已经开始行动了。黑衣人回答道。好，朕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镇北王，等你没了那30万镇北军，看你这个老匹夫还如何嚣张。夏九天一脸阴森的哼道。而此刻在那六皇子夏元的寝宫中，当他得知楚风完好无损的回来之后，脸色极其难看。九华宗怎么办事的？连一个废物纨绔都杀不死。夏元面色阴沉的喝道。马上给我联系九华宗宗主。镇北王府。楚风刚回府便遇见出门的姬如雪，他正要打个招呼，结果对方一脸冰冷的转身便回了房间。楚风嘴角一抽，暗暗嘀咕着，这女人搞什么？而他也懒得去猜这女人的心思，直接回到房间，便进入了混沌阴阳塔中，开始炼化着那玄武精血。南荒烟雨楼，什么？卓儿被杀了？此刻一位国字脸的男人陡然喝道，身上散发着浓浓的杀意。是的，大总管，那个镇北世子不仅杀了少爷，
还将大夏烟雨楼洗劫一空，最后一把火给烧了。这时，一道身影躬身汇报着：“混账！”瞬间，这男人暴怒道：“大总管，此事要不要告知大小姐？”那人询问道：“不用了，大小姐如今此次前来，乃是为了遗迹的事，这点小事就不要打搅她了，不然只会让大小姐觉得我们无能。”男人眼中闪烁着冷芒，而那人问道：“那大总管打算如何处理？这个镇北世子不仅杀了我儿，还公然焚灭烟雨楼，乃是在严重挑衅我烟雨楼的权威，必须严惩。通知4大护法，让他们亲自率人前去，凡是镇北王府之人，一个不留，杀无赦，然后悬尸示众。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挑衅烟雨楼的下场。”这男人面露杀机的喝道：“是。”那人点了点头。混沌阴阳塔中，不知道过了多久，楚风体内传出一道轰鸣声，他身上气息轰然暴涨刷，他双眸蓦然睁开，眼中闪烁着摄人的精芒。而此时的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古老而厚重的气息，竟然才炼化了1%。不过楚风看着体内才被炼化了1%的玄武精血，眉头紧皱：“你小子就知足吧，这一滴玄武精血所蕴含的能量，就算是圣人想要炼化都得几百年，你仅仅3个多月便炼化掉1%，已经够牛逼了。”当即塔爷的声音响起：“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楚风诧异道：“那外面岂不是已经过去了1天多？”当即楚风便离开了混沌阴阳塔。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楚风连忙上前开门了：“世子，你总算开门了，你这待在房间都1天1夜没有出来了，你再不开门，我都以为你出啥事了。”金刚看着楚风一脸着急道：“我能出啥事？”楚风撇了撇嘴，金刚则说道：“对了，世子，几个时辰前长公主派人来说要见世子，让世子进宫一趟。”长公主找我？楚风目光闪烁着，直接前往了皇宫。很快他便来到了皇宫外，当其亮明来意后，很快之前跟随在夏幽若身边的一位侍女便来到宫门口，准备带着楚风入宫。但这时一道呵斥声突兀响起：“站住！站住！”皇宫入口处，楚风刚要进去，结果一道娇斥声传来，他目光一扫，便看到一位身穿华丽服饰、一脸高傲姿态的少女，在一群侍女太监的簇拥下出现在这，而其一双杏眼看着楚风满是厌恶。“刁蛮公主！”楚风看着对方脱口而出。眼前这少女名叫夏青青，乃是大夏皇帝最小的女儿，也是最为受宠的一个公主，因此从小养成了刁蛮骄纵的性格，被人称之为刁蛮公主。之前在一次宴会上，楚风曾调戏过这丫头，结果被对方暴揍了一顿，两人也因此结仇了。“你说谁刁蛮公主呢？”夏青青听到楚风的称呼，顿时眉头一挑，双手叉腰，呵斥道：“你这个废物纨绔，大晚上跑皇宫来干什么？是不是又想做坏事？关你屁事！”楚风压根懒得搭理这丫头，转身便要踏入皇宫，结果那夏青青面色一冷，猛地抽出一根鞭子，直接就朝着楚风抽了过去。滋啦！这鞭子携带着夏青青先天境的灵力，宛如一道极光，瞬间便要落在楚风后背，一旦被抽中，必将皮开肉绽。而楚风身子一滞，右手一挥，当即抓住了这鞭子的另一头，猛地一拉，那夏青青便不受控制的朝着楚风飞了过去。楚风一把掐住了对方脖子，将其提了起来。顿时夏青青俏脸一白，一副要窒息的模样。“放开公主！”那群侍女太监面色一变，纷纷对着楚风叫道。而皇宫入口的守卫也是脸色一变，纷纷拔剑对着楚风砰。楚风一挥手，夏青青的身子便砸在了地上，发出一道痛吟声。“混蛋，你竟敢！”夏青青满脸愤怒地盯着楚风，而后者夺过对方那根鞭子，冷道：“你喜欢抽人是吧？”啪！瞬间，楚风便挥着鞭子抽在夏青青的身上，将其衣服都给打破了，一条深深的血痕浮现而出。啊！夏青青顿时惨叫道：“啪！啪！啪！”楚风又是一连数鞭抽在夏青青身上，抽得其惨叫连连。这一幕让现场的侍女、太监以及那些护卫全都傻眼了，以至于都没有任何行动。随后，楚风便扔掉了鞭子，冷道：“以后记住，别招惹我。”他说完便跟着那位长公主侍女入宫了。公主！这时那群侍女连忙上前将夏青青给搀扶了起来，后者面色狰狞地叫道：“该死的楚风，你给本公主等着，本公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真爽！此刻那踏入皇宫中的楚风不禁一笑，之前原主被这丫头暴揍一顿，他这也算是报仇了。若非时机不对，他都想用另外一种方式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刁蛮公主了。什么方式？各位读者大大应该懂得。很快楚风便在那侍女带领下来到了长公主的寝宫，而他一踏入寝宫，便有一股淡淡的芳香扑鼻而来，让人心潮澎湃。在其面前有着一扇屏风，
穿过屏风，楚风便看到了一幅令人喷血的画面。只见那夏幽若半侧卧在床上，身上仅仅穿着一件紫色肚兜，而后便什么都没有了。那白皙如玉的肌肤完美的展现在楚风面前，配合那紫色肚兜，更是让人热血沸腾。紫色果然很有韵味，许宗成不欺我啊！楚风不禁感叹道：“世子，人家今晚好看吗？”夏幽若起身来到了楚风面前，媚眼如丝的看着他，那一颦一笑都让人怦然心动。如今的夏幽若在被楚风开发之后，身上那股成熟韵味简直让人难以自控。你是在勾引我吗？楚风嘴角上扬，微微一笑。你说呢？夏幽若双手直接勾住了楚风的脖子，吐气如兰道：“这可是在皇宫里啊，长公主不怕被人发现吗？”楚风话音刚落，夏幽若便贴身吐道：“这不是更刺激吗？莫非世子不敢？我有什么不敢的？”当即楚风一把抱住了夏幽若，直接就将其扔在了床上，而后便开始进入了正题。十几分钟后，夏幽若的寝宫外，一位穿着华服散发着高贵气势的青年出现在了这里。参见大皇子。守在寝宫外的侍女连忙上前叫道：“长公主在里面吗？”这青年开口道，而他正是大夏皇朝的大皇子夏浩。长公主说了，今晚不见人，大皇子若是有事，可以改日再来。那侍女直接说道：“啊！”夏浩眉头一皱，他刚要说话，那寝宫内便传来一阵阵激情四射的声音刷。当即夏浩面色一变，他猛地对着那侍女叫道：“长公主的寝宫内还有谁在？”“对不起，大皇子，这个奴婢无法回答。”那侍女低头说道。此时那寝宫内霏霏之音还在不断响起，咔嚓，顿时夏浩双手一捏，嘎吱作响，脸色无比阴沉。他转身便离开了。随后大皇子寝宫中，夏浩回到了这里，那手下连忙汇报道：“启禀殿下，今晚那镇北世子来找长公主了。”楚风，这个该死的纨绔竟然！当即夏浩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而他之所以这般愤怒，一切都源自其心中对于夏幽若这位他应该称呼为姑姑的变态感情。他从小母妃便不在了，乃是夏幽若将其带大的。正因如此，其心中便对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甚至将其视为禁鸾。之前那些被夏幽若召进宫的男宠，全都被他给暗中宰了。而如今，当他得知一个废物纨绔竟然也染指了其心中的禁鸾，这让夏浩的怒火直接就爆发了出来。该死的废物，本殿下一定要杀了他！夏浩神色狰狞地吼道：“殿下，这楚风的背后乃是整个镇北王府，不可妄动。”那手下连忙提醒道：“刷！”夏浩那眼中泛着嗜血的寒芒，看着那手下，对方吓得连忙跪地低头：“你立刻去联系东瀛皇朝的人，就说本殿下答应他们之前提的要求，只要他们助本殿下登基为帝，灭了镇北王府，本殿下可以割让幽州13城。”夏浩冷冷地喝道：“这……”那手下神色一变，刚要开口，顿时夏浩那双嗜血的眸子便扫来了，吓得其身子一颤，连忙点头说道：“是，殿下。”随即他便连忙起身离开了。此时夏浩眼中弥漫着浓浓的杀意，喃喃自语：“你是我的，谁都抢不走。”很快3个时辰便过去了。而在那长公主寝宫中，夏幽若一脸疲倦地躺在楚风怀中，此时的她甚至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这家伙还真是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啊！”夏幽若看着楚风幽怨道：“这可是你自己勾引我的，怎么能怪我呢？”楚风玩味一笑：“哼，你这家伙，本宫找你来是想告诉你有关镇北军的大事，你却这么欺负人家。”夏幽若娇嗔道：“有关镇北军的大事，什么事？”楚风眉头一皱，问道：“本宫那位皇兄通过庆王暗中联系了蛮族，将镇北军在北凉的军力布防图给了对方，打算在明日你大婚之时对镇北军发动袭击。届时大夏方面会暗中配合，助蛮族一举歼灭北凉的30万镇北军。”夏幽若一一说道。刷！顿时楚风面色一变，眼中闪烁着森冷的寒芒，他一脸愤怒地喝道：“皇帝那家伙是疯了吗？竟然联合外敌对付自家军队！对于本宫那位皇兄而言，镇北军只听从镇北王府的号令，压根就不属于大夏皇朝的军队，因此他巴不得将其除之而后快。若是没了镇北军，他便可彻底灭了镇北王府。”夏幽若回答道：“这老东西够狠的。”楚风冷哼一声，随即看着夏幽若：“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如今距离明日蛮族发动袭击只剩下不到半天的时间，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我这就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父亲和爷爷。”当即楚风便起身穿好衣服，朝着寝宫外走去。刷刷刷！不过他刚走出寝宫，一群皇宫禁军便冲了过来，将这寝宫给围住了。楚风神色一凝，
而此时夏青青神色阴翳的走了出来，冷冷的盯着他：“你这个该死的混蛋，给本公主将他拿下！”瞬间，那群禁军便拔剑冲向了楚风。但这时，楚风身后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在本宫寝宫外抓人，你们好大的胆子！”只见夏幽若穿戴整齐的走了出来，身上散发着一股无形的威严。参见长公主。那群禁军连忙低头叫道。而夏青青看着夏幽若娇哼一声：“姑姑，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家伙之前在宫外打了本公主，本公主自然要将其拿下。姑姑莫非是要护着他？镇北世子乃是本宫请来的，你动他便是打本宫的脸。”夏幽若冷道。这时夏青青在两人的身上扫视着，随即一脸讥讽的冷笑着：“我就说这家伙大晚上跑皇宫来干嘛？原来这家伙也成了姑姑的男宠啊！姑姑，你这还真是一点都不挑食啊！这种垃圾货色也要，也不怕丢了大夏皇室的脸？”唰！听着夏青青这充满嘲讽的话，夏幽若身子一闪，瞬间出现在对方面前，一巴掌便甩了出去。啪！当即夏青青就被扇飞了出去，重重的砸在地上，嘴角都溢出了鲜血。那群禁军见状，脸色一变，但他们看着面前的夏幽若，却不敢出手。毕竟这可是当朝长公主，可不是他们能随意动的。可嗨嗨！夏青青一阵咳嗽着，而她半边脸都肿了起来，其满脸愤怒地盯着夏幽若：“你竟然打我！本宫乃是你长辈，打不得吗？皇兄没有管教好你，养得你这般恃宠而骄，让你连对长辈的敬意都没有。今日本宫便替皇兄好好管教你。”夏幽若一脸冰冷地呵斥道：“你！”当即夏青青怒气冲冲地盯着夏幽若，而后者扫了他一眼：“看来你还没有长教训啊！”当即夏幽若便要再次出手，吓得那夏青青连忙低头说道：“姑姑，对不起，刚才是青青冲动了，顶撞了姑姑，还请姑姑恕罪。”“滚！”夏幽若毫不客气地冷道。随即那夏青青便爬了起来，无比狼狈地逃走了。而他走之前还深深地扫了一眼楚风和夏幽若，紧接着那群禁军也是纷纷告辞了。哈哈，不愧是长公主，果然霸气，倒是有几分女皇风范。楚风对着夏幽若鼓掌道：“这小丫头乃是我那皇兄最疼爱的女儿，如今本宫为了你可是得罪了她，你要怎么补偿人家啊？”夏幽若一脸娇弱的吐道：“放心，待我大婚之后，这座皇宫便将由你做主。”楚风直接说道。自从得知那大夏皇帝勾结外敌谋害镇北军后，楚风便彻底打定主意要让这个狗皇帝死了。待他大婚之后，便是这大夏改朝换代之时。随即楚风便直接离开了皇宫，一路赶回了镇北王府。而他一回到镇北王府，便找到其父亲，将蛮族之事告诉了对方。不过楚荣相在听完楚风说的话，却是十分淡定。“父亲，你好像对此一点都不惊讶啊？”楚风看着其父亲说道：“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楚荣相开口道：“你早就知道了？”楚风惊讶道：“若是连这点能力都没有，那又怎会有这镇北王府？你就安心准备着明日的大婚吧。至于镇北军那边，你无需担心。”听着父亲的话，楚风目光闪烁着，随之吐道：“父亲，之前指使黄泉楼刺杀我的幕后之人，便是皇宫中的那位。如今对方又勾结外敌，我打算……”不等他说完，楚荣相便看着他说道：“你想做什么，尽管去做。记住，你姓楚，你背后有整个楚家为你撑腰，就算你把这天捅破了也无妨。”“是，父亲。”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离开了。随后楚荣相便来到了楚天狂的房间中，将刚才楚风的话告诉了对方。“哈，不愧是我楚天狂的孙子，果然够狂。既然如此，那就让他放手去干吧，这就当作是他的第一个考验了。”楚天狂哈哈大笑着。很快这一夜便过去了。翌日，这一天整个大夏皇朝的焦点都聚集在了镇北王府。今日便是镇北王府世子的大婚之日，整个镇北王府都已经是一片红海，喜庆洋洋，一众大夏权贵纷纷前来道喜。此时在那姬如雪的房间中，楚风来到了这里，他看着已经穿好婚服的姬如雪，眼神微微恍惚。穿着婚服的姬如雪仿佛更加美艳动人。“婚服都穿好了，你似乎已经愿意嫁给我了。”楚风看着对方说道：“终有一日，我一定会杀了你的。”姬如雪冷冷地看着楚风，而楚风玩味一笑，看着对方：“我等着。”啪！随即他便猛地在姬如雪娇嫩的嘴唇上吻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刹那间，姬如雪俏脸羞红，气得贝齿紧咬，心中默默发誓一定要尽快恢复前世修为，然后将这个登徒浪子碎尸万段。同一时刻，在大夏皇城的街道上，一支全副武装、黑甲缠身、手持龙纹长枪、杀气腾腾的军队出现在这里，正快步朝着镇北王府而去。而暗处，
更是有着一道道黑影朝着镇北王府而去。皇城之外更是大批武者急速而来。此刻坐镇金銮殿中的夏九天听着影卫头领的汇报，其嘴角露出一抹冷笑。镇北王，看来今天想给你送大礼的人不少啊。既然如此，那朕便再给你添点彩。他直接对着那影卫头领吩咐道。随即其目光一凝，杀伐凌厉道：今日过后，大夏再无镇北王府。镇北王府此刻装扮的喜庆洋洋，热闹非凡，现场汇聚着上百位来自大夏的权贵人士。这时姬家众人也出现在了这里，为首的正是姬昌和姬天明。今日姬天明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如今他一身修为靠着镇北王府聘礼中的那颗破阴丹已经踏入了元阴境，自然是状态不一样了。恭喜姬家主啊，如今姬家和镇北王府联姻，日后必将成为大夏第一世家。这时不少权贵纷纷来到姬天明面前祝贺道：哈哈，多谢。面对着这群人的谄媚，姬天明更是满面春风，得意至极。不过他注意到一旁的姬昌却是面色深沉，一脸严肃的表情，不禁上前吐道：父亲，你这是怎么了？别高兴得太早，我有预感今天这场婚礼只怕不会太平。姬昌眉头紧皱道：父亲是说有人会来捣乱？这怎么可能？那镇北王可是连魏国公都说杀就杀得狠人，甚至连陛下都不敢对其有任何惩处，如今大夏还有谁不知死活的来捣乱？姬天明不解道：你看着吧，暴风雨要来了。姬昌眸光不断闪烁着。这时一道宣喝声响起，镇北王到。下一秒，楚天狂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在其身后跟着楚龙象。参见镇北王，参见大将军。当即在场的一众宾客纷纷对着两人恭敬地参拜着。拜见王爷。那姬天明连忙叫道：姬家主，无需这么客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楚天狂笑着说道，其目光扫向了姬昌。姬老头，看你的样子好像不太高兴啊。哼！姬昌冷冷地哼道。姬天明讪讪一笑，连忙说道：王爷莫怪，我父亲是因为如雪要出嫁了，所以心情有些不太好。哈哈，放心吧，如雪嫁到我镇北王府，绝对不会亏待她的。楚天狂哈哈一笑，而后他便来到了婚礼台上，看着现场宾客说道：感谢诸位今日前来吴孙的婚礼，今日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好了，废话不多说，有请我们今日的主角。随着一阵仙乐声响起，漫天花瓣飘零而下，楚风和姬如雪两人身穿婚服缓缓走了出来。如今的楚风因为觉醒了混沌神魔体的缘故，散发着一股非凡的气势，给人一种睥睨众生的感觉，完全不像是一位废柴纨绔。而他身边的姬如雪一身大红婚服，一头秀发垂落而下，一张精致无瑕的脸上画着淡淡的妆容，让人怦然心动。尤其是配上她那高冷的神情，好似一位仙子下凡，美得窒息。此时现场众多公子少爷都是一脸痴迷地看着姬如雪，恨不得直接冲上去取代了楚风。随着两人缓缓走来，那台上的楚天狂满脸笑容，一旁的楚龙象脸上露出一抹欣慰之色，随即喃喃自语：玉清，今日我们儿子大婚，要是你在就好了。很快楚风和姬如雪便来到了台上。爷爷，父亲。楚风开口叫道：小风，今日过后你便是真正的大人了，早点和如雪生几个娃娃，给我们楚家开枝散叶。楚天狂笑着说道：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楚风玩味一笑，而后瞥了一眼姬如雪，后者面色微红。好了，开始拜堂吧。楚长生站在一旁主持着今日的婚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很快楚风和姬如雪两人便要完成最后一个仪式，但正当两人准备对拜之时，突然王府之外传来一道充满杀伐之气的厉喝声。慢着！咚咚咚，顿时一阵沉重而密集的脚步声从王府外传来。只见大批身穿黑甲、手持长枪的士兵冲了进来，将现场给围住了。他们一个个面色冷酷，身上散发着浓郁的肃杀之气，宛如一群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刽子手。这一幕直接让现场宾客都是一惊，他们纷纷暗道：这是谁如此大的胆子，竟敢在镇北王之孙大婚之日带兵闯入镇北王府？这简直是在挑衅整个镇北王府啊！随即那群士兵从中间分开了一条路，一位身穿黑色战甲、面色冷酷、神情刚毅的青年提着一把染血的剑走了进来，其眉宇间充斥着浓郁的煞气。这青年一出现，便让人有一种亡魂直冒的感觉，其身上的煞气之重让人胆寒。那不是三皇子夏宿吗？他不是在镇守边境吗？怎么会出现在这？在场众人看着这位黑甲青年议论纷纷。台上的楚风看着那青年，其眸光闪烁着。在他的记忆中，这位三皇子乃是大夏众皇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位，拥有着7品灵根，从小天资过人。而他18岁便请愿前往了边境，
参加了上百场大战，乃是真正从死人堆里历练出来的。后来他更是率领着龙香郡一举击溃了大英皇朝的侵略，一战成名，被人称之为少年战神。他麾下的龙香郡更是成为了大夏仅次于镇北军的超级军团。三皇子，你今日率军闯入我镇北王府，所为何意？这时楚龙相面色冷漠地看着夏素质问道。本殿下今日前来，乃是为了挑战镇北世子的。夏素一双眸子闪烁着浓浓的杀意，死死地盯着楚风。而他的话一出，在场众人都是一惊。你要挑战我？楚风看着对方诧异道。没错，今日你我一战，你要是输了，便立刻解除你和如雪之间的婚约，不得再对他有任何想法。夏素冷冷地喝道。原来是冲着你来的啊！楚风一脸玩味地看着姬如雪，而后者黛眉微蹙，扫了一眼夏素，冷道：我不认识他。这时夏素看着姬如雪，眼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芒。如雪，虽然我们只见过一面，但本殿下却对你一见钟情。我曾发过誓，此生非你不娶。本来我打算等边境安稳下来后，便回京向父皇请旨给我们赐婚的，没想到竟让这个废物纨绔抢先了。你别怕，今天有本殿下在，我绝对不会让你嫁给这个废物的。楚风听着对方这番深情至极的话，冷笑道：我媳妇都不认识你，你还舔着脸来抢婚，真是舔狗一枚啊！说完，他还一把搂住了姬如雪的小蛮腰，一副挑衅的姿态。而姬如雪对此神色微变，却并未拒绝。唰！夏素看着楚风搂着自己心中的女神，其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赤红的杀意。他对着楚风怒吼道：放开如雪！我媳妇，我干嘛要放开？楚风玩味一笑，当即夏素喘着粗气，死死地盯着楚风。楚风，你要是个男人，便接受本殿下的挑战。挑战我？你不配。楚风则撇了撇嘴，冷道：你是怕了？哼，堂堂镇北世子，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如此无能的怂包，你真是给镇北王府丢脸。就你这样的废物，压根不配做如雪的丈夫。夏素面露不屑，一脸讥讽地呵斥道：妈拉个巴子的！这时一旁的楚八荒一脸暴怒地看着夏素，当即便要出手。不过他还未出手，楚风便一步踏出，看着夏素冷喝道：我说了，挑战我，你还不配！狂妄！面对着楚风这般嚣张的姿态，夏素面色一沉，他挥舞着手中的血剑，便朝着楚风狠狠地斩去。轰！他一剑斩出，一身元婴境三重的修为直接爆发了出来。元婴境，三皇子竟然踏入了元婴境！天啊，这三皇子太强了吧！此时现场的宾客见状，全都震撼连连。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三皇子一身修为已经踏入了元婴境。要知道，整个大夏之中，30岁之前能踏入元婴境的屈指可数，更别说这三皇子如今不过才25、6，便能达到元婴境3重，简直是妖孽！这三皇子这么强。此时，那刚刚踏入元婴境的姬天明顿时有一种被深深打击到的感觉。姬昌则露出一抹欣赏的眼神，吐道：这三皇子倒是一个不错的天骄，年纪轻轻便有此等修为，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就在众人震惊之时，那夏素手中的剑已经出现在楚风面前，他神色狰狞道：去死吧！滋啦！这一剑携带着凌厉的杀意，直取楚风要害。显然夏素并未打算让其活着。这时众人都是一惊，按道这三皇子也太大胆了吧，竟然要在镇北王府斩杀镇北世子。要是今日镇北世子死在这，那事情可就大发了。但下一秒他们便傻眼了，只见楚风面对着三皇子这一剑，神色不屑地吐出一个字：滚！他催动了一丝混沌神魔体的威势，朝着夏素强势镇压而去。轰！虽然只是一丝混沌神魔体的威势，但依旧引得虚空震荡，一股无上威压骤然降临，直接让王府内的众人皆是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窒息感。而首当其冲的夏素身躯一震，他感觉好似有着一尊尊无上神魔降临，那可怕的威压让其毫无反抗之力。噗嗤！当场夏素便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如遭重击，直接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这一幕发生的太快，快的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结果这位元婴境3重的大夏三皇子便落败了。那楚风甚至没有出手，仅仅是一道呵斥，便将这位三皇子给秒了。一时间，现场众人全都是暗暗咽着口水，面露惊骇之色。他们皆是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楚风，内心震撼万分。这位镇北世子不是废品灵根，无法修行的废物吗？什么时候这般恐怖了？刚才那股威势甚至让他们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这绝非一般的强者所能拥有的。就连姬如雪都露出一丝惊异之色，看着楚风，刚才那股威势让其内心都是一悸。他前世见过无数身怀各种强大体质的天之骄子，但都没有楚风刚才爆发出的那股威势可怕。这家伙
难道身怀某种逆天体质？姬如雪暗暗嘀咕着，他这么强？那姬昌和姬天明父子俩看着楚风也全都傻眼了。哈哈，不愧是我楚家的种，果然牛逼。楚八荒哈哈大笑着，可嗨嗨。这时那躺在地上的夏素一阵咳嗽着，其面色泛白，双眸瞪得滚圆，死死地盯着楚风，喃喃自语，怎么可能？他怎么会这么强？这不可能，你不可能比我强的。夏素不断吼道，内心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当即便要强撑着身子站起来，欲要再次出手。跪下！楚风又是一步踏出，一声厉喝，一股恐怖的神魔之势再次压在夏素身上。咔嚓咔嚓，瞬间夏素双腿粉碎性骨折，他整个人直接就被压得跪在了地上，身上好似有着万千山岳，压得他动弹不得。殿下！这时那群龙香郡的人面色一变，纷纷握着手中长枪便朝着楚风冲去。一群蝼蚁！楚风面露不屑，又是一股恐怖气息席卷而出。噗噗噗，刹那间这群龙香军便全都被震飞了出去，一个个七零八落的砸在地上，纷纷吐血，咕噜咕噜咕噜。现场宾客看着此情此景，全都暗暗咽着口水。而夏素双眸死死地盯着那楚风，眼中充满了不甘之色。他用尽全力想要站起来，却是动弹不得。我说了，挑战我，你不配。在我眼中，你和蝼蚁没有区别，连让我出手的资格都没有。楚风居高临下的看着夏素，字字珠玑的喝道。咔咔咔！听着楚风这极具嘲讽和羞辱的话，夏素的双拳捏得咔咔作响，内心受到极大冲击。不！陡然，夏素神情狰狞的怒吼道，他猛地掏出一块令牌，将其捏碎了。轰！随着令牌破碎，一道光芒从中急射而出，化作一道虚幻的老者身影。怎么回事？何人敢欺本皇徒儿？这位老者一出现，便冷喝一声，身上散发着一股恐怖的气息，好强的气息。这老者是谁？竟然这般可怕！这只怕是天象境之上的强者。此刻现场众人纷纷震惊道：一道意念化身能达到此等地步，此人真身只怕是最少踏入了涅槃境，甚至是涅槃之上的存在。那姬昌神情凝重的吐道：涅槃境，涅槃之上。姬天明直接就傻眼了，这等级别的强者完全是他无法想象的存在。师尊，帮我杀了他，杀了他！这时夏素指着楚风，对着那老者不断叫道：杀！那老者冷眸扫向了楚风，一脸威严的喝道：就是你欺本皇徒儿，欺了又如何？楚风不以为然道：找死！这老者抬手便是一掌朝着楚风镇压而来。轰隆！虽然只是一道意念化身，但这一掌轰出却是气势恢宏，强横至极。我镇北王府还轮不到区区一道意念化身在这撒野。蓦然一道冷默声响起，只见那台上的楚龙像随意一掌轰出，砰！那道虚幻的老者身影轰然炸开，化作虚无。同一时间，苍玄域中州之地，某座宫殿中，一位老者突然睁开眼，一口鲜血喷出，其面色阴沉，眼中闪烁着愤怒之色。该死的，竟敢毁了老夫的意念化身！来人！他当即厉喝道。而在镇北王府中，随着那道意念化身被毁，夏素直接呆滞住了。把他们全都拖出去，斩了！这时秦龙相冷道：死！听到秦龙相要斩了三皇子，众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这和镇北王之前弄死魏国公可不同，三皇子乃是当今天子之子，杀了他便是完全和大夏皇室为敌啊！住手！蓦然一道声音从外面传来，住手！伴随着一道厉喝声传来，一道身影快步而来，出现在了镇北王府中。庆王！现场宾客看着此人纷纷惊讶道，此人正是当今天子的二弟庆王。庆王！楚龙相扫了对方一眼，而庆王快步走了过来，先是扫了夏素一眼，随即看向了楚龙相。楚将军，三皇子乃是大夏皇子，纵然是有错，也理应由陛下处置，你有何权利将其斩杀？他私自带兵入京，强闯我镇北王府，还欲要杀害我，这桩桩事情，难道他不该死吗？楚龙相冷漠道：皇室血脉，除了陛下，谁敢杀？楚将军，你莫非是造反不成？还是你镇北王府想造反啊？庆王神色一沉，双眸微眯，冷哼道。此话一出，现场气氛瞬间一凝，变得无比压抑。紧接着那庆王再次说道：对了，你们应该还不知道吧，就在一个时辰前，蛮族四大蛮王率领50万蛮族大军已经攻入北凉了，如今的北凉应该已经尸横遍野了。至于你们镇北王府的那30万镇北军，只怕如今已经变成满地尸骨了。轰！瞬间
现场众人全都身子一震，瞳孔一缩，纷纷露出惊骇之色。蛮族大军攻入北凉了，镇北军不复存在了。这一时间，镇北王府内一片哗然，在场所有宾客都是神色连连变化，而那姬天明和姬昌的神色都变得无比难看。不过此时，楚龙象以及坐在一旁的楚天狂却显得十分淡定。而庆王在说完这番话，原本想看着楚天狂和楚龙象父子俩惊慌失措的样子，结果两人却是无比淡定，这让他有一种拳头砸在了棉花上的无力感。当即，庆王忍不住吐道：“你们不惊讶？靖王，谁告诉你镇北军没了？”楚龙象淡定道：“蛮族出动50万大军，而且你们军……”庆王本来想说你们镇北军的军事布防都已经被蛮族所知晓了，但突然想到此话不适合说出来，随即冷道：“哼，此消息千真万确，估计马上便要在大夏传开，到时候你们自然就知道镇北军还在不在了。”报！突然一道身影快步而来，对着楚天狂和楚龙象下跪说道：“王爷，将军，北凉急报，看到了吗？消息来了。”庆王见状，露出一抹得逞的神色，看着那送报之人说道：“快好好让你们王爷和将军知道知道，如今镇北军还剩多少吧。”这时，现场宾客的目光全都聚集在了这送报之人的身上，一个个呼吸都屏住了。此刻他们都迫切地想知道镇北军的情况，毕竟镇北军乃是镇北王府最大的依仗，一旦镇北军没了，那镇北王府只怕……而楚龙象依旧淡定地吐道：“说，启禀王爷和将军，就在1个时辰前，蛮族4大蛮王率领50万蛮族大军从北凉边境4个方向攻入北凉，企图围剿我镇北军。不过在我镇北军4大军团长的率领下，4大蛮王全都战死，50万蛮族大军死伤30万，剩下20万全都被俘虏了。”这送报之人一一说道。此话一出，现场一片寂静，众人神色连连变化。那庆王的身躯则是一震，其瞳孔一缩，叫道：“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他猛地一步踏前，一把抓着那送报之人的衣领，吼道：“你是不是故意瞒报军情？说北凉现在究竟如何了？镇北军是不是已经全军覆没了？”面对着庆王的连连质问，那送报之人站立地说道：“属下说的句句属实，此次战役我军大获全胜，狠狠地重创了蛮族。与此同时，大夏边境北凉城外4具头颅高高悬挂在城墙上，这4人正是蛮族4大蛮王的。而在城墙之下，20万蛮族俘虏全都赤裸着身子跪在地上，一个个眼中充满了屈辱。在这些蛮族俘虏四周，站着一列列身穿染血战甲、杀气冲天的士兵，正是大夏第1军团镇北军。最前方站着4道身影，这4人，一人浑身包裹在黑甲之下，瞳孔冰冷，散发着肃杀之气，其手中握着一把宽约1尺、长约1米的黑色重剑，上面沾染着斑驳血迹。一人虎背熊腰，肩膀上扛着一把大刀，一脸凶狠暴戾之色，好似一尊凶残的猛虎。还有一人乃是一位老者，老态龙钟，却又给人一种沉稳如山的感觉。最后一人乃是一位身穿红色皮甲，露出性感蛮腰、修长玉腿的女子，一头血红色长发竖着，给人一种火辣而凌厉的气势。这4人正是镇北军4大军团长东方长渊、狂战、龙山以及显罗刹。这些蛮族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自以为得到了我镇北军的军力布防图，便以为能将我们全都拿下了，真是不自量力。狂战一脸讥讽的冷哼道，随之吐道：“我看不如趁着这次机会，一举杀入蛮族老巢，直接将他们给全灭了，将那蛮皇抓来，当作送给世子大婚的贺礼。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那雪罗杀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蛮族自然要收拾，但不是现在，先得把这内乱处理了再说。”龙山沉声道，随之其目光看向了东方长渊：“东方，接下来看你的了。”“放心吧。”东方长渊冷漠地点了点头，他手中重剑一挥，当即率领着10万镇北军便离开了北凉，而他们的目的地正是大夏都城。此时镇北王府中，那庆王在听到那送报之人无比确定的眼神后，其身子颤抖着连连后退。怎么会这样？他喃喃自语，满脸的无法置信。“庆王，这个结果让你很失望吧？”楚龙象开口道。唰！庆王双眸一凝，猛地看向楚龙象：“你们早就知道蛮族会出手，你以为你将我镇北军的军力布防图送给蛮族的事没人知道吗？”楚龙象冷道。闻言，在场宾客都是一惊，他们纷纷看向了庆王。按道这庆王竟然勾结蛮族对付镇北军，而庆王脸色一变，叫道：“你胡说！本王怎么可能干这种事？你无需承认，因为你承不承认，今天都得死。”楚龙象此话一出，庆王瞳孔一缩，他猛地叫道：“你敢！”咻！瞬间，楚龙象身子一闪，便出现在庆王面前。
王爷，小心！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庆王身前，一掌轰向楚龙象，而他一身修为已经踏入了宗师境。砰！他这一掌和楚龙象的拳头刚轰击在一起，其身躯便好似被一股无上之力给碾压了，瞬间爆开，化作一团血雾，染红了庆王的身子。此时，庆王完全傻眼了，楚龙象的大手直接落在了庆王脖子上，猛地一捏，咔嚓！随着一道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庆王的脖子直接被捏碎了，双眸暴突，死不瞑目。二叔夏肃看着庆王惨死，神情狰狞地吼道：“你们镇北王府不得好死！”聒噪！楚风一巴掌甩了出去，砰！这位三皇子的脑袋瞬间爆开，如西瓜开瓢一般，猩红的鲜血混合着雪白的脑浆喷溅了一地。现场不少人看着这血腥的一幕，吓得直接呕吐了起来。此刻现场一片寂静。镇北王府谋害庆王和三皇子，以下犯上，罪大恶极，奉陛下之令诛杀镇北王府所有人。陡然，一道冷漠阴沉的声音在镇北王府炸响。咻咻咻！刹那间，一道道黑衣之人迅速冲入镇北王府，他们当即拔出武器，对着镇北王府的人便大开杀戒。这些人全都是化海境之上的武者，而且训练有素，直接就展开了强势的杀法。而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王府内的宾客都是一惊，一个个全都慌乱了起来。大夏隐卫都全军出动了，看来陛下还真是容不得我镇北王府了啊。这时楚天狂坐在那，淡淡的说道，随之其神色一冷，道：“既然容不下，那便换个皇帝吧。”此话一出，镇北王府中10道身影急射而出，这10人宛如一道道流光，速度快到极致。他们手持黑色匕首，瞬间出现在这群黑衣人面前，宛如10位死神降临，疯狂收割着这些人的生命。噗噗噗！眨眼间，这群黑衣人便一一惨死，完全没有反抗之力。这时，那领头的黑衣之人，其瞳孔一凝，猛地盯着台上的楚天狂，脚尖一点，宛如一道流星一般急射而出。他身上更是爆发出一股骇人的气息。半步天象，此人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半步天象境，仅差半步便可迈入天象境了。此时，楚龙象以及一旁的楚风都未曾出手，而是静静地看着。眨眼间，这人便冲到楚天狂面前，手中出现一把利刃，直取其咽喉。但就在他手中利刃距离楚天狂咽喉还有3寸的距离时，便停滞住了。他只感觉楚天狂面前好似出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让其手中的利刃难以再前进半分。杀我，你还嫩了点！楚天狂淡淡的说道。砰！下一秒，这位半步天象境的武者身躯轰然爆开，死无全尸。好强！楚风见状，神色一变。刚才他完全没有看到其爷爷如何出手的，结果那位半步天象的家伙便直接爆体了。此等神乎其神的手段让其震惊不已，就连姬如雪此刻都是黛眉微蹙，神色凝重地盯着楚天狂。不知为何，这位镇北王竟让他完全看不透，尤其是刚才那人惨死之时，他没有感觉到镇北王身上有任何力量爆发出来，这更像是圣人的言出法随，法则镇压。但这镇北王怎么可能是一尊圣人？莫说这南荒，只怕整个苍玄域都找不出一位圣人存在。此刻姬如雪内心有些乱了，她发现这楚家的人竟然没一个简单的，而且个个都让其看不透，这让前世身为堂堂女帝的姬如雪有一种被深深打击到的感觉。而此时，那群杀入镇北王府的黑衣人全都被那10道身影给绞杀了，一个不剩。此刻镇北王府内充斥着淡淡的血腥味，那群宾客全都呆若木鸡，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们看着那群黑衣人张了张嘴，却不知说什么。刚才楚天狂说的话，他们自然听到了。这群人乃是大夏隐卫的人，以众人的身份，自然知晓隐卫乃是大夏皇室专门培养的暗卫，只听从大夏皇帝之令。如今这隐卫出现在这，显然是受了皇帝的命令。这皇上竟然要灭镇北王府！一时间，在场众人纷纷有一种感觉，这大夏只怕要变天了。如今之局面，镇北王府显然和大夏皇室已经彻底撕破脸了，两者之间显然只能有一方存活。而无论哪方活下来，大夏的格局都势必发生重大变化。今天这镇北王府还真是热闹非凡啊！看来我太玄宗来的正是时候。陡然，一道冷声传来，只见一群人突然冲入了镇北王府，他们自然是来自太玄宗的一众强者，领头的正是太玄宗上任宗主玄铁山，在其身旁则是跟着玄海，其他人皆是太玄宗的一众长老、护法等高层，乃是整个太玄宗最为精锐的存在。太玄宗。而随着太玄宗出现，众人神色又是一变，没想到今日连太玄宗都来了。
这时楚荣相扫了对方一眼，来的人还不少，怎么，你们太玄宗也想趁着今天这个日子灭我镇北王府不成？没错。玄铁山神色一冷，冷冷地喝道：你们镇北王府杀我太玄宗的人，还胆敢威胁我太玄宗，此仇不报，我太玄宗脸面何在？这时楚天狂开口道：既然来了，那就全部留下吧，就用你们的鲜血为今日老夫孙儿的婚礼添点彩。还有隐藏在暗处的那些人，也别继续隐藏了，都出来吧，别浪费时间了，我孙儿还等着入洞房呢。还有人。闻言众人一惊，这今日镇北王府究竟是来了多少敌人啊？刷刷刷，骤然一道道身影突兀出现在镇北王府中，他们好似凭空出现一般，身上没有任何气息散发出来，但他们一出现，一股无形的杀意便弥漫开来，笼罩着整个镇北王府。这些人同样都是一身黑衣打扮，就连脸上都蒙着面，只露出一双双眼睛。那其中一人盯着楚天狂：你早就发现我们了，你们黄泉阁这垃圾的隐匿之术，想不让人发现也难。楚天狂嫌弃道：黄泉阁他们也来了。楚风眸光闪烁着，杀！当即那人冷喝一声，在场一众黄泉阁杀手便释放出凌厉的杀意，直接出手了。上！玄铁山同样叫道。数百位太玄宗强者全都爆发出恐怖的气息冲了出去，眨眼间一场混战便要爆发。现场那些宾客吓得纷纷四散躲开，生怕被殃及池鱼，全都给老夫跪下。蓦然楚天狂神色一冷，发出一道低沉的喝声，轰！虚空一震，刺耳的轰鸣声炸响，一股无上的威压骤然降临，竟直接将太玄宗和黄泉阁一干人等全都压得跪在了地上。这其中包括那玄铁山，其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你也是天象境？玄铁山死死地盯着镇北王，脸色难看道。他一身修为已经踏入了天象境，但却被镇压得动弹不得，那只能说明对方也是一位天象境，而且比其境界还高。天象境，呵呵。楚天狂轻轻一笑，今天这镇北王府还真是热闹啊。突然一道低沉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唰！镇北王府内三道身影骤然出现。这三人其中一人身穿长服，虽并未散发出任何气息，却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在其身后跟着两位随从，却都是一副强横的姿态。这镇北王府今天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现场不少人见状都是暗暗嘀咕着。这时楚天狂扫了一眼那居中之人，你们又是哪冒出来的？放肆，怎么和我们大人说话的？当即一位随从对着楚天狂叫道，另外一位随从冷哼道，我们大人乃是天神殿南荒分殿护法。天神殿这三个字一出，现场不少人都是面露疑惑，显然并未听说过。唰！此刻那姬昌脸色一变，眼角狠狠一颤。天神殿，他们怎么会来此？父亲，你知道这天神殿？姬天明看着其父亲疑惑道，他也并未听说过这天神殿。而姬昌神色肃穆地说道，天神殿乃是苍玄域内一股超然势力，其在苍玄域各地都有着分殿，势力极其庞大。天神殿，楚天狂听到这三个字倒是显得十分淡定，吐道，你们天神殿的人跑到我镇北王府来想干嘛？我们店主看中了姬小姐的天资，觉得以她的天赋和资质嫁给你那个废物孙子太浪费了，因此派我前来将其带入天神殿好好培养。那位护法一脸冷傲地说道，喂，你说谁废物呢？当即楚风不满地哼道，而那位护法随意地瞥了他一眼，废品灵根不是废物，谁是废物？随即他便懒得搭理楚风，而是看向了姬如雪，姬小姐，跟我走吧，我对你们天神殿不感兴趣。姬如雪直接拒绝了。唰！那位护法神色一沉，盯着姬如雪，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可知有多少天之骄子想要加入我天神殿都没有资格，你竟然拒绝？如雪，莫要冲动。这时姬昌快步来到姬如雪身边，对其小声吐道，如雪，这天神殿乃是苍玄域内的超级势力，你若是加入他们，对你的修为必然有着很大的帮助。而且如今镇北王府已经和大夏皇室撕破脸了，你继续待在这里势必会受到牵连，不如趁着这个机会离开。不用了。姬如雪摇了摇头，拒绝道，若是之前他为了快速恢复修为，或许会加入天神殿，但如今有着楚风四叔给的那枚空间戒指中的资源，外加其二叔给的那本能够感悟大道的长生经，就算不加入其他势力，他依旧能快速恢复修为。更何况姬如雪突然想到了什么，瞥了一眼楚风，脸色微红，随之他看着那位护法，我是不会和你们走的。顿时这位天神殿南荒分殿护法面色阴沉，这还是他第一次被人拒绝。既然你不愿意走，那今日本护法便灭了这镇北王府，到时候你自然就乖乖跟我走了。
而他这话一出，一道怒斥声突然传来：“灭我镇北王府！你他妈的算老几！”只见楚八荒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一脸凶狠地瞪着对方，放肆，竟敢对护法出言不逊！那2位随从中的一位当即对着楚八荒呵斥道，而他身上更是爆发出天象境的恐怖威势。啪！楚八荒那如蒲扇般的大手直接甩了出去，当场扇在这位随从的脸上。砰！刹那间，这位天象境的随从脑袋就被楚八荒一巴掌给扇爆了。这一幕直接让那位护法和另外一位随从脸色一变。你！那位护法看着自己随从被杀，一脸森冷地盯着楚八荒。他刚要出声，结果楚八荒一巴掌又甩了过来。他想要出手，却不知为何发现自己竟然完全动弹不得。啪！随着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响起，这位护法被扇翻在地，一口鲜血夹杂着大量的牙齿吐了出来。跑到我侄子的婚礼上来捣乱，还想抢我侄媳妇，真他妈给你脸了是吧？楚八荒直接冲到那护法面前，一手掐着其脖子，一手疯狂扇着其脸庞，一边扇着还一边怒骂着。而楚风看着他这四叔犹如前世的痞流氓的打架方式，也是满脸黑线。这架打的也太接地气了吧！至于在场其他人，全都愣住了，尤其是那些知晓天神殿可怕的人，纷纷暗道这镇北王府要完了。得罪了大夏皇室，凭借着那镇北军的强大，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得罪了这天神殿，那可就彻底完了。住手！你竟敢！这时那另外一位随从回过神来，连忙就朝着楚八荒冲去。滚一边去！楚八荒看都没看对方一眼，一巴掌甩了出去，便直接将这位随从给打爆了。混账！那位护法趁着这间隙对着楚八荒怒吼道。他疯狂运转体内灵力，想要反抗，结果却发现一身灵力完全调动不了。杀！他瞳孔一缩，对着楚八荒叫道：“你对我做了什么？还敢避避！”楚八荒继续扇着，最终在又甩了10几个耳光后，这位天神殿南荒分殿护法被打得面目全非，彻底断气了。呸！真不经打！楚八荒吐了口唾沫，一脸嫌弃道：“完了，这下镇北王府彻底完了。”姬昌面色泛白，喃喃自语。而楚八荒解决掉这天神殿的人后，其凶厉的目光又扫向了那群还跪在地上的黄泉楼和太玄宗的人。他捏着硕大的拳头，一脸暴怒道：“今天我侄儿的大喜日子被你们给破坏了，你们都该死！”轰！下一秒，楚八荒猛地一跺脚，地面狠狠一震，他整个人犹如一颗出膛的炮弹，直接冲了出去。噗噗噗！当即，楚八荒化作一尊杀神，对着黄泉楼和太玄宗的人便大肆屠杀。而这些人跪在地上，毫无反抗之力。我太玄宗乃是！玄铁山当即大叫道，他想要搬出背后的太上道宗，但楚八荒完全不给他这个机会，其脑袋瞬间被对方一拳打爆了。不到片刻间，黄泉阁此次派来的大批精锐杀手以及太玄宗上百位强者便全都惨死，一个个不是被爆头，就是被撕碎了身子，连一具完好的尸体都找不到。一时间，镇北王府内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整个地面。此刻楚八荒浑身染血，宛如一尊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杀神。老四，你看看你，把这婚礼现场搞成啥样了？这时楚长生不禁吐道，随之他挥了挥手，顿时大批王府人员快速出动，将现场的尸体一一清理。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那些尸体连带着地上的血迹便被全都清理干净了，好似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好了，既然事情解决了，婚礼继续。夫妻对拜，楚长生直接说道。楚风和姬如雪互相看着对方，随后互相鞠躬对拜着。好，李成，送入洞房。当即楚风邪魅一笑，一把抱起了姬如雪。媳妇，走，入洞房了。哈哈，小风加油，赶快给爷爷弄几个曾孙出来。楚天狂哈哈大笑着。而随着婚礼仪式结束，在场那些宾客纷纷找理由离开了。如今镇北王府和大夏皇室撕破脸了，接下来整个大夏只怕都要变天，他们自然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转眼间，现场宾客便全都消失了。哼，这群怂包跑得倒是挺快的。楚八荒冷哼道。父亲，接下来。那楚龙相看向了楚天狂，而他则是说道，接下来的事等小风洞完房再说。而在那房间中，楚风刚抱着姬如雪进入房间，后者便冷道，放我下来。随即楚风将姬如雪放到了床上，吐道，媳妇，我们该洞房了。姬如雪冷冷地瞪着他，你不是已经对我那样了吗？嘿嘿，那是之前，今天我们完婚，流程还是要走的，更何况我爷爷还等着抱曾孙呢。你休想，我绝对不会和你生孩子的。姬如雪当即呵斥道，她乃是瑶池女帝，未来还要重返昆仑界，怎么可能和男人生孩子？嘿嘿，这可由不得你。楚风玩味一笑，
直接就堵住了姬如雪的嘴唇，后者发出呜呜声，想要反抗，却根本反抗不了。该死的混蛋，等本地修为恢复了，一定要让你好看。当即姬如雪心中暗暗发誓着，但随后在楚风的一番攻伐之下，姬如雪便再次沦陷了。与此同时，镇北王府内发生的事迅速传开了，瞬间轰动了整个大夏都城。大夏皇宫，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此时夏九天在听完有关镇北王府内发生的事，脸色难看到了极致。他本以为今天能将镇北王府彻底拿下，却没想到结果和他想的截然不同。不仅镇北军没有被灭掉，反而是他三儿子和弟弟被杀，就连其麾下的隐卫都全军覆没了。陛下，不好了！陡然，一位太监急匆匆地来到了殿中。当即夏九天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猛地叫道：怎么回事？启禀陛下，刚刚得到情报，10万镇北军正全副武装朝着都城而来。那太监低头说道：轰！瞬间，夏九天脑袋一阵轰鸣，整个人都瘫坐在了龙椅上。该死的镇北王，他是真的要造反吗？夏九天神色阴翳地吼道：陛下，当务之急，我们得赶紧想对策，不然一旦10万镇北军踏入都城，就晚了。这时，夏九天身边一位太监总管连忙说道：刷！闻言，夏九天强行镇定下来，他直接命令道：立即通知下去，全城戒严，同时传朕旨意，镇北王叛乱，调集所有军队剿灭镇北军，还有马上调集禁卫军将镇北王府包围起来，让皇室所有供奉强者出动，给朕不惜一切代价将镇北王拿下。是，陛下。那太监总管点了点头，立刻走了出去。而在大皇子的寝宫中，夏浩听着属下的汇报，其眼中闪烁着冷芒。镇北王要谋反，这倒是一个机会。殿下，你的意思是？那属下不解道：让他和我父皇斗，到时候无论谁胜谁负，本殿下都能坐收渔翁之利。夏浩眼中闪烁着冷芒，随之吐道：东营的人到了吗？启禀殿下，东营安插在都城中的强者已经全都唤醒，听从殿下调遣。好，让他们即刻进宫。夏浩冷冷地喝道。六皇子的寝宫中，此刻夏元也是大惊失色，这镇北王竟然如此疯狂。殿下，苏家主求见。这时一位宫女会报道：舅舅来了，快带来。很快苏正海便出现在了寝宫中。舅舅，你怎么来了？夏元问道。殿下，如今镇北王府杀害三皇子和庆王，欲要反叛的事，你都知道了吧？苏正海说道。而夏元点了点头，是的，没想到这镇北王府竟然真的要谋反。镇北王府谋反，陛下必然不会放过他们，我们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出手，只要能踏平镇北王府，届时殿下便算是立下大功，说不得便能坐上太子之位。闻言，夏元一惊，斩杀镇北王？没错，我已经秘密联合了其他各大世家，他们已经同意出动所有高手对镇北王府下手。殿下只需要立刻通知九华宗主，率领九华宗所有强者入京，再加上皇室力量，必然能一举踏平镇北王府。而且我苏家还有一位老祖突破到了天象境，他可助我们斩杀镇北王。苏正海一一说道。天象境？夏元神色一喜，其眸子闪烁了几秒。好，就按照舅舅说的去办，我即刻通知九华宗。一时间，随着镇北王府谋反，皇室之中各大皇子皆是有所行动。大夏皇宫一处偏僻的院落中，一位穿着朴素、头发散乱的青年坐在这，在其脚下有着一条黑色大狗正匍匐着。二哥。这时一位少女快步而来，正是那刁蛮公主夏青青。青青，你怎么来了？青年抬头看向夏青青，露出一抹和煦的笑容。二哥，你知道吗？镇北王府谋反了，还杀了三哥和二叔。夏青青连忙讲述着外面发生的事，而青年对此显得十分淡定。二哥，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随即夏青青好奇道：父皇早就对镇北王府不满了，镇北王谋反乃是迟早的事，没什么好惊讶的。青年淡淡的说道：哼，希望父皇能把镇北王府的人全部杀光，尤其是那个混蛋楚风。说到楚风之时，夏青青的眼中充满了恨意。而后他看着青年：二哥，等父皇铲除掉镇北王府这个毒瘤后，说不定一个高兴就把二哥你给放出来了，到时候你就不用再待在这个冷宫中了。对此，青年微微一笑，摸了摸夏青青的脑袋：放心，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随后夏青青在这待了一会便离开了。就在他离开的瞬间，一位黑袍之人突兀出现在青年身后。主人，看来我们也该行动了。是啊，这一天终于来了。青年喃喃自语道：他们应该快到了吧，算算时间，今夜应该就到了。黑袍之人回答道：你派人盯着那个镇北世子，此子敢伤青青，
我要亲手杀了他。青年眼中露出一抹杀意，而其脚下的那条黑色大狗双眸蓦然睁开，闪烁着凶狠暴力的目光。接下来，随着镇北王谋反的圣旨传出，大夏各地一片哗然。所有人都没想到，为大夏立下赫赫战功的镇北王竟然会谋反。一时间，各方反应不一。而大夏各地驻军在接到旨意后，纷纷调集兵力阻击那直奔都城而来的10万镇北军。很快，镇北王府谋反的消息更是传到了南荒各大皇朝之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在南荒一座恢宏霸气的宫殿中，混账！一位披着黑色披风的男人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身上弥漫着一股恐怖的威压，让人喘不过气来。他便是天神殿南荒分殿殿主仇颜。这镇北王竟然如此大胆，敢杀我天神殿的人，真以为他那所谓的镇北军所向无敌了吗？仇颜眼中闪烁着森冷的寒芒，随之冷道：看来是我天神殿这把刀太久没染血了，让他们都以为我天神殿不行了。既然如此，那便让这南荒所有人都看看和我天神殿为敌的下场。刹那间，仇颜身上散发着一股如洪水般的滔天杀意，其双眸好似有着2团烈焰在燃烧，仿佛要焚灭诸天。入夜，镇北王府外骤然响起一阵阵密集的脚步声，当即四面八方的街道上涌现出大批禁卫军，乌压压一大片，足足有上万人。镇北王谋反，陛下有旨，凡是镇北王府之人，一律杀无赦。蓦然，一道洪亮之声响彻着黑夜。随着夜幕降临，镇北王府外上万全副武装的禁卫军出现在了这里，一股浓郁的肃杀之气弥漫开来。这时，那禁卫军大统领身穿黑甲，手持一杆长枪走了出来，面无表情地喝道：镇北王谋反，陛下有旨，凡是镇北王府之人，一律杀无赦。哒哒哒！就在这时，远处再次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那大统领目光一扫，只见那六皇子夏元带着大批人而来，其中便有苏正海等一众世家的人。大夏10大世家中，除去姬家之外，其余9大世家的人全都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九华宗等一众强者。六皇子，你怎么来了？大统领询问道。本殿下得知镇北王谋反，因此特意联系了各大世家以及九华宗等强者，前来协助大统领拿下镇北王府，诛杀逆贼。夏元一脸冷酷地说道。六皇子有心了，待覆灭镇北王府，属下必当在陛下面前为六皇子请功。那大统领直接说道。多谢大统领了。夏元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请功，还是等下辈子吧。蓦然，一道冷声从镇北王府内传来。轰！那古朴厚重的镇北王府大门缓缓打开，楚风闲庭信步地走了出来。楚风！夏元看着楚风，眼中闪烁着寒芒，随之嘴角露出一抹弧度，冷笑着。都到这种地步了，没想到你还能如此淡定。若是你现在立刻给本殿下跪下磕几个头，或许本殿下还能给你留一句全尸。呵呵。楚风看着夏元，突然讥笑道：你笑什么？夏元眉头一皱。下一秒，楚风骂道：我笑你是个大傻逼。你！夏元面色一沉，而他话音还未落，楚风便朝其冲了过去。大胆！那禁卫军大统领见状，神色一沉，手中长枪瞬间朝着楚风急射而去，其中闪耀着金光，散发着锋芒锐利之气。这人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宗师境。轰隆！蓦然，金刚的身影冲了出来，一拳朝着那长枪砸了出去，当即一道咔嚓声响起，那长枪瞬间粉碎，而金刚的拳头势如破竹的朝着那大统领砸去，后者神色一变，连忙挥拳抵挡。噗嗤！当即，这位禁卫军大统领身子暴退10几米，一口鲜血喷出。另外一边，楚风已经来到夏元面前，瞬间掐住了其喉咙。放开殿下！这时，苏正海面色一变，对着楚风大叫道：放开！楚风玩味一笑，手掌猛地用力，夏元的脖子直接就被扭断了。顿时苏正海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怒色，陡然一道厉喝声传来：竟敢杀害六皇子，找死！只见一位修为达到宗师境4重的男人冲了过来，一掌朝着楚风劈了出去。这人正是九华宗宗主。砰！楚风直接将夏元的身子扔向了对方，那九华宗宗主连忙收手将其接住，结果楚风突兀出现在其面前，一拳趁机砸了出去。此刻九华宗宗主正接着夏元的尸体，根本来不及抵挡楚风这一拳，关键时刻九华宗大长老毅然挡在其面前。砰！这位九华宗大长老瞬间被轰爆了。无耻！那九华宗宗主见状，无比愤怒地盯着楚风。楚风耸了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架势。去死吧！九华宗宗主怒气冲冲地吼道，一掌再次轰向了楚风。砰！楚风一步踏出，一拳轰出。
而他这一拳比那九华宗宗主的攻击还快，当场便将其脑袋给打爆了。真以为我打不过你是吧？楚风撇了撇嘴，你踏入宗师境了。此刻苏正海一脸震惊地看着楚风，这家伙不是废品灵根，无法修行吗？怎么会一跃成为宗师武者？一时间苏正海的脸色极其难看，而楚风瞥了他一眼，之前饶你一命，没想到你还敢来找死，这次再多的灵石也救不了你的命了。他一步一步朝着对方走了过去。唰！陡然苏正海神色一沉，阴翳地盯着楚风，就算你踏入了宗师境，今天也得死。下一秒，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缓缓地走了出来，他虽然走得很慢，却瞬息间来到了苏正海面前，一双苍老的眸子凝视着楚风。老祖！苏正海看着这位老者，当即恭敬地说道：此人正是苏家老祖，年纪轻轻便能踏入宗师境，的确是后生可畏，但很可惜，你成了我苏家敌人，便留你不得。苏家老祖声音嘶哑道，其身上瞬间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压。轰隆隆，此威一出，天地间的灵气迅速震荡开来，形成恐怖的压迫感。天象境，竟然是天象境强者！这时众人纷纷震惊道：砰！当即那苏家老祖抬手便是一掌朝着楚风镇压而来。这一掌落下，天地间的灵气迅速汇聚而来，形成一道长达数十丈的磅礴大手，朝着楚风碾压而去。达到天象境，挥手间便能调动天地灵气，完全脱离了依靠体内灵力进行攻击的层次。而随着这位苏家老祖展现出天象境的无上修为，直接让那各大世家以及禁卫军的人都露出了一抹喜色。但下一秒，他们的表情便直接凝固住了。砰！就在这大手距离楚风不到半米的距离时，另外一只大手骤然浮现，直接一抓便将苏家老祖凝聚的大手给捏爆了。而后在对方还未反应过来之际，后来的大手轰然落下，瞬间一道爆炸声响起，只见那苏家老祖所在被那大手轰出一个深坑出来，至于这位苏家老祖直接就变成了渣渣，尸骨无存。此时此刻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呆若木鸡。老祖！那苏正海回过神来，一脸悲痛地叫道。噗嗤！随即他猛地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一下子苍老了10几岁。妈拉个巴子，一个刚破天象的老东西也敢来我镇北王府撒野！楚八荒双手叉着腰，一脸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在其身后跟着白天大肆屠杀隐卫的10道身影。四叔，你好歹给我一个出手的机会啊，我还没杀过天象境呢。楚风无奈道，小小的天象境有什么好杀的，要杀就杀那些高手。楚八荒不以为然道，而他的话让在场众人全都暗暗咽着口水。堂堂的天象境在其眼中竟然和蝼蚁一般，连高手都称不上，这镇北王府的人太可怕了吧。你们！此时苏正海神色狰狞地指着楚风和楚八荒，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你什么你，去死吧！楚风一巴掌呼了出去，天儿会为我苏家报仇的。临死之际，苏正海发出一道嘶吼声，当即他的身子就被楚风一巴掌扇爆了。随着苏正海惨死，现场的各大世家之人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现场那群皇室供奉强者也全都一脸凝重的表情，喃喃自语，连天象境都被瞬间秒杀，这还如何打？当即他们便四散逃走。这些人本就是皇室招揽而来的，对于皇室并没有太多忠心，如今生死面前，自然不可能为了皇室而去送死。该死的！那位禁卫军大统领看着这群人逃走，面色一沉，其眼中闪烁着阴厉的寒芒，怒吼道：杀！给我杀！凡是斩杀镇北王府嫡系之人，官升3级，奖励10万灵石。这位大统领此话一出，在场这上万禁卫军眼中皆是露出炙热的光芒。官升3级，奖励10万灵石，这对于他们而言绝对是莫大的诱惑。杀！杀！杀！顿时在场所有禁卫军齐声怒吼道，杀伐声汇聚在一起，响彻整个大夏都城。当即他们变悍不畏死地朝着楚风以及楚八荒杀去。不自量力！杀！楚八荒不屑道，跟随在其身后的那10道身影瞬间冲了出去。瞬间这10人便冲入禁卫军中，以10抵万，他们却毫无畏惧，一个个犹如黑夜中的死神，手中利刃翻飞，疯狂收割着这些禁卫军的生命。一眨眼的功夫，上千禁卫军便倒在了血泊中，全都是被一击毙命。四叔，他们10个什么来头啊？简直比黄泉楼的杀手还像是杀手。对此，楚风好奇道，他们乃是你父亲专门培养的楚家暗卫，当然这只是暗卫中最低级的皇级暗卫。楚八荒解释道，最低级的皇级暗卫就这么屌了，那其他暗卫岂不是？楚风神色一惊，而楚八荒轻轻一笑，皇级暗卫之上还有玄级、
地级以及天级3个级别的暗卫，他们的实力有多强，你以后就知道了。就在他们谈话间，那上万禁卫军直接被那10位皇级暗卫给屠得不到一半了。此刻，镇北王府外真正的尸横遍野，鲜血汇聚成河，宛如来到了尸山血海中。那各大世家和九华宗的人也并未幸免，全都一一惨死在了那10位皇级暗卫手中。而那位禁卫军大统领见到此情此景，面色煞白，身躯站立，眼中露出惊恐之色。10个人面对着过万禁卫军，竟然还能屠杀大半，这还是人吗？简直就是一群地狱杀神！唰！当即，这位禁卫军大统领便要转身逃走，但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从其身后传来：“既然来了，还想走？”轰！刹那间，一股狂暴的力量降临，这位禁卫军大统领的身躯当场爆开，化作一堆残肢断臂散落一地，而楚风站在了其身后。随即，他目光扫向了那大夏皇宫所在，而在那皇宫内，长公主寝宫中，夏幽若惊叫道：“夏浩，你要干什么？”“什么？全死了！”大夏皇宫御书房中，当下9天得知镇北王府传来的战报后，整个人彻底呆滞住了。是的，陛下，上万禁卫军全都阵亡，包括那大统领，还有6皇子以及九华宗和各大世家等强者。而且根据线报，那东方长渊率领的10万镇北军已经突破了各大军队的围剿，一路朝着都城杀来，如今距离都城只有100里，只怕明日早上便会兵临城下。这时，那夏9天贴身的太监总管跪在地上低着头汇报着，而夏9天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致，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怒火，怒吼道：“该死的镇北王府，他们怎么会这么强？为什么？为什么？啊！”在夏9天声声咆哮中，御书房内的一切都被砸得粉碎。陛下，莫要动怒，只要有黄祖山的诸位皇室族老在，那镇北王府便翻不了天。这时，那太监总管开口道：“唰！”夏9天双眸一凝，吐道：“没错，只要黄祖山还在，朕就没有输，大夏就不会倒。镇北王，你们都给我等着，朕要让你们知道，这大夏究竟是谁的天下。”随即，夏9天就直接离开了御书房，直奔那黄祖山而去。而在那个偏僻的小院中，那夏青青的二哥，也就是当今2皇子夏言坐在这喝着茶，在其面前坐着2道身影。这2人皆是一袭黑色斗篷遮挡，脸上戴着面具，看不清楚真容。这时，一位黑袍之人乍现，他对着夏言下跪说道：“主人，陛下已经前往了黄祖山，而那镇北世子也已经带着人朝皇宫来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即刻行动。”那斗篷之人连忙说道：“不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先让镇北王府和黄祖山的那几位斗上一斗，我们再趁机出手。”夏言轻抿一口，淡淡的说道：“有道理。”那2人点了点头，而夏言吐道：“你们先去暗中埋伏着，随时准备行动。”好，这2人直接就消失在了这小院中。主人，他们可靠吗？而且那龙脉真的要给他们吗？若是没了龙脉，只怕大夏国运将会不复存在。这时，那黑袍之人看着夏言，不禁吐道：“想要龙脉，他们也配？”夏言陡然神色一冷，不屑道。随即，他轻轻抚摸着右手食指上的一枚黑色戒指，意识沟通道：“师尊，你恢复的如何了？”“已经恢复到涅槃境9重了，凭借秘术，纵然是涅槃之上的生死境也能斩杀。今晚为师便助你夺取那龙脉中的真龙之力，届时凭借为师的手段，便可让你获得真龙之体，成为这南荒乃至是整个苍玄域的年轻一辈第一人。”这时，那戒指中传来一道冷傲的声音：“多谢师尊。”夏言眼中露出一抹难以言喻的激动之色，他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大夏皇宫外，楚风带着金刚以及那10位皇级暗卫出现在了这里，而他们没有任何废话，直接就杀了进去。此行，楚风的目的自然是直接杀了夏9天，然后让夏幽若继承皇位。但他在这皇宫中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夏9天的踪影。难道是跑了？楚风喃喃自语，其目光扫视间，突然注意到了那皇宫背后的那座黄祖山。小子，那山中有好东西。这时，塔爷的声音突然响起：“好东西！”楚风一惊：“什么好东西？别废话，去了就知道。”塔爷催促道。当即，楚风便带着人直奔那黄祖山而去。而在那长公主的寝宫中，夏幽若一身修为被封印，其双眸怒视着面前的夏浩，叫道：“夏浩，你竟然勾结东瀛人，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那又如何？只要能助本殿下登上皇位，管他什么人。”夏浩神色阴翳道：“等到本殿下登上皇位，我一定会亲手宰了楚风那混蛋，然后让你做本殿下的皇后。”疯子！夏幽若骂道。这时，一道身影快步走来，
对着夏浩讲述了几句，其目光一凝，道：“走，去黄祖山，把他一起带上。”夏浩扫了一眼夏幽若。10几分钟后，楚风便来到了黄祖山上。此刻那夏九天就站在这里，当他看着楚风出现，神色一沉，厉喝道：“你这个废物，竟然敢来黄祖山！谁给你的胆子？死到临头了，废话真多。”楚风撇了撇嘴：“你一个黄毛小儿也敢对朕不敬？今日便先杀了你，再去杀那镇北王。”夏九天神色一冷，一掌朝着楚风轰去，而他一身修为也已经达到了宗师境7重。啪！楚风甩手就是一巴掌，将这位大夏皇帝抽翻在地，一脚就踩在了其脑袋上，冷哼道：“杀我就凭你这3脚猫功夫？混蛋！”身为堂堂大夏之主，如今却被一个纨绔子弟踩在脚下羞辱，这让夏九天如何能接受？他目眦欲裂地盯着楚风，怒火冲天，想要运转灵力出手，却发现一身灵力根本无法调动。还敢骂我！当即楚风那42码的大脚对着夏九天的脸庞便是一阵蹂躏。够了！关键时刻，从那黄祖山的一处茅草屋中，一位老者走了出来，一脸冷漠地盯着楚风。而随着这位老者出现，又有4位白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者走了出来。父皇，救我！夏九天看着那位率先出来的老者，连连叫道。这老者正是大夏皇朝上任皇帝夏辰山。唰！楚风瞥了这5个老头一眼，全都是天象境的修为。楚天狂是怎么教育孙子的？竟然教出了你这么一个目无国法、肆意妄为的家伙！老夫今日便替你爷爷好好教育教育你。那夏辰山一脸冰冷地盯着楚风，身上弥漫着恐怖的气息。轰！下一秒，他便施展出一门奇妙的身法，瞬间来到楚风面前，布满皱纹的大手狠狠扇了出去。替我爷爷教育我，你丫的算什么东西？楚风轻蔑道。啪！一道响亮的巴掌声响起。啪！一道清脆响亮的巴掌声骤然响起。只见那刚刚冲到楚风面前的夏辰山，直接就被他一巴掌给扇飞了出去。噔噔噔！一时间，夏辰山身子连连后退，其脸上出现了一个鲜红的巴掌印。就凭你，还想替我爷爷教育我？你配吗？楚风轻蔑道。咔嚓，咔嚓，夏辰山的拳头捏得嘎吱作响，其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庶子，你找死！陡然，夏辰山暴怒道，其一身天象境3重的修为催动到极致，引得天地变幻，无尽的灵气汹涌而至。山河印！他双手变换，快速掐动着印诀，蓦然喝道。刹那间，苍穹之上的灵气迅速凝聚成一方大印，好似一座高达100米的山岳，朝着楚风狠狠压下。随着这方大印落下，虚空轰鸣不断，好似万里山河都要被倾覆。那威势之骇人，让人惊颤。这是武技吗？楚风见状，暗暗嘀咕着。武技乃是武者修行最重要的存在，若是拥有着一门强大的武技，便可极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战力。而武技分为天地玄黄4个级别，每个级别又分为下品、中品、上品3个层次，级别层次越高，威力越强。眼前这夏辰山施展的便是一门黄阶上品武技，此武技一出，瞬间让其战力达到了天象境5重。轰隆隆，眨眼间，这山河印便要落在楚风身上，无尽的轰鸣声震耳欲聋，那骇人的气势震慑心魄。楚风却是无比淡定，他运转混沌神魔诀，直接就一拳轰了出去。砰！当即，楚风的拳头就和那山河印轰在一起，传出一道巨响。下一秒，那山河印轰然破碎。噗嗤！夏辰山身子一颤，一口鲜血喷出，猛地半跪在地。他双眸死死地盯着楚风，难以置信道：“你是天象境？”那4位大夏皇氏族老也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楚风，暗道此子竟然踏入了天象境，这怎么可能？20来岁的天象境，纵然是在整个南荒，只怕都找不出一位吧。除非是在那天才如云的中州，或许存在。天象境，这不可能！你明明就是废品灵根，怎么会踏入了天象境？这时，夏九天难以置信地盯着楚风，连连怒吼道：“聒噪！”楚风猛地一脚跺了下去，当场便将这位大夏皇帝的脑袋给踩爆了。九天！夏辰山看着儿子被杀，一脸狰狞地吼道。他当即便要再次出手，却被那4位族老给拦住了。你不是他对手，让我们来吧。那4位族老神色冷漠地来到了楚风面前，其中一人吐道：“没想到我大夏竟诞生出了你这等妖孽，可惜啊，不能为我所用，那便只能杀之了。”想杀我？楚风嘴角上扬，玩味一笑。阻阵！这4人猛地身形变换，站在了楚风4个方位，而后双手结印，念着一段晦涩难懂的口诀。轰隆隆！一时间，天地间的灵气疯狂汇聚而来。4象阵起！
随着这4人厉喝一声，顿时那汇聚而来的天地灵气直接凝聚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神兽的虚影。随着这4大神兽虚影浮现而出，当即爆发出骇人的气息，朝着整个大夏都城席卷而去。而后，这4位族老神色肃穆，不断结印。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神兽虚影逐渐融合，形成一个巨大的4象图，瞬间便将楚风困在了其中。好强！当即楚风神色一凛，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这个大夏皇朝倒是有点意思，竟然还懂得4象阵。这时塔爷略显惊异的声音响起：“塔爷，这4象阵很厉害。”楚风好奇道：“当然，4象阵乃是上古时期的顶级大阵，不过真正的4象阵乃是以4大神兽为阵眼的存在。如今这个4象阵不过是一个简化了无数次的4象阵，连真正4象阵1/1000的威力都没有，不然你小子早就死翘翘了。但4象阵早已失传，他们能拥有这简化版的4象阵，倒有点出乎意料。”就在塔爷说话间，这4象阵内传出阵阵4兽的怒吼声，恐怖的力量爆发出来，欲要将楚风绞杀成虚无。而以此阵的威力，纵然是天象境巅峰的强者都难以抵挡，但楚风却是直接将混沌神魔体的力量爆发出来，一尊尊神魔虚影浮现而出。在神魔面前，纵然是4大神兽亦要臣服。轰隆隆，当即这大阵之中，无尽的轰鸣声响起。不好！突然那4位皇室族老神色一变，他们疯狂催动自身力量加持到这4象阵中，但不过10几秒的时间，这4象阵便被楚风给强势摧毁了。噗噗噗噗，阵法一破，这4位族老受到反噬，当场便吐血了。而此时的楚风周身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神魔之威，一双眸子，一只泛着金色神光，一只泛着黑色魔光，散发着无匹的气势。你！那4位族老皆是瞪大眼睛看着楚风，而在暗处，那2位斗篷之人也是惊异道：“这个镇北世子怎么会如此之强？还有他身上的那股气息是什么？竟连我等都产生了一丝忌惮。此子不简单，不可轻易招惹。记住，我们的目的是夺取龙脉。”那其中一人吐道，而后陡然看向了那黄祖山深处，他要出来了。与此同时，黄祖山深处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怖气息正逐渐弥漫开来，好似有着一尊无上强者正在复苏。轰！下一秒，那黄祖山内一道震耳发聩的轰鸣声响起，一股骇人的威压骤然降临，笼罩着整个大夏皇朝。此刻，大夏之中，一众武者皆是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他们齐刷刷地看向大夏都城方向，露出震惊之色。而在那大夏都城之外，4道身影疾驰而来。突然他们停住脚步，朝着黄祖山的方向扫去，惊异道：“涅槃气息！这大夏之中竟然还有涅槃境强者！走，去看看。”随即这4人直接朝着黄祖山而去。黄祖山上，楚风破掉那4象阵后，刚要将这4位族老给干掉，结果那黄祖山深处突然弥漫出一股恐怖的气息，这股气息之强，竟让他身子一滞，其带来的压迫感比刚才的4象阵还要恐怖。这是……楚风神色一凝，而他身后的金刚则瞳孔一凝，沉声道：“世子，这是涅槃境强者的气息。”涅槃境！当即楚风眉头一挑，他没想到这黄祖山中竟然还有一位涅槃境强者。要知道，涅槃境可不是一般的武者，虽然天象之上便是涅槃，但想要踏入涅槃境却是难如登天。因为一旦踏入涅槃境，便相当于是涅槃重生，脱离了肉体凡胎的存在，开始了真正的修行之路。正因如此，涅槃境乃是一道天堑，想要突破并不容易。难道是那位大夏皇室的老祖？楚风突然想到，之前夏幽若曾和其说起过，在这黄祖山中有一位皇室老祖级，有可能踏入了涅槃境。这时，那夏陈山以及4位皇族族老神色一喜，老祖出关了。很快，那黄祖山内一阵脚步声响起，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缓缓走了出来。这老者一头银发，穿着一件灰色长衫，精神饱满，眼神锐利，看起来只有50-60岁，比那夏陈山和4位族老还要年轻不少。参见老祖！当即他们5人躬身叫道：“不成器的东西，连个年轻后辈都收拾不了，真是丢尽了大夏皇室的脸。”这位皇室老族冷冷地呵斥道。顿时夏陈山5人低下头颅，一脸羞愧的表情。唰！随后那老祖一双如鹰般锐利的眸子注视着楚风，能将我大夏皇室逼到这份上，年轻人，你倒是后生可畏。骤然他面色一冷，杀意四射道：“但我大夏皇室的威严不容辱！”轰！刹那间，一股无上的威压降临，当即楚风四周的空气全都凝固住了，其身子都被压得一沉。世子，小心！这时
金刚以及那10位暗卫纷纷便要挡在楚风面前，但却被其给拦住了。区区涅槃镜而已，还吓不到我？楚风不以为然道：好小子，够狂，那便让老朽看看你究竟有几斤几两吧。这位皇室老祖屈指一点，一道灵光急射而出，瞬间化作一道大掌，携带着涅槃之力朝着楚风轰去。轰隆！楚风面前的空间一震，逐渐扭曲，荡漾出一丝丝涟漪。而楚风看着对方随意一击便能让空间扭曲，也是心中一惊。涅槃镜还真是恐怖如斯，和天象镜相比，完全是2个维度的差别。但楚风却是毫无畏惧，他一步跨出，凝聚混沌神魔体的力量，伴随着一声怒吼，一拳宣泄而出。这一拳，楚风毫无保留，将其如今的力量爆发了出来。轰隆隆！随着两者的攻击碰撞在一起，虚空轰鸣不断，一股骇人的劲气余波扩散开来。在场的夏晨山、4大族老以及金刚等人全都被震得连连后退，一时间黄祖山上飞沙走石，尘土飞扬，宛如掀起了一场风暴。几十秒过后，一切恢复平静，而楚风的身影依旧站在那，神色冷漠。至于那位皇室老祖的身子则是后退了数步，其神色变幻，闪烁着震惊之色。你这是什么力量？那老祖死死地盯着楚风，内心震撼连连。刚才对方所爆发出的力量竟让其产生了一丝心悸，但明明对方连涅槃境都不曾踏入，又怎么会拥有如此强的力量？废话真多。楚风直接冲了上去，又是一拳轰杀而出。砰砰砰！接下来楚风和这位皇室老祖直接硬碰硬的激战成一团，两人没有施展任何武技，全是拳脚相碰，力量对轰。而面对着那涅槃境2重的大夏皇室老祖，楚风却丝毫不落下风，两人斗得可谓是旗鼓相当。世子的修为竟然这么强了！这时金刚见状惊讶道，随即其心中暗暗嘀咕着，看来我也得想办法变强了。身为楚风的贴身护卫，如今其不过宗师境，显然已经不够资格保护世子了。而夏晨山5人看着楚风竟然能和他们老族打得不分上下，也都傻眼了。陈山，这小子究竟什么来头？怎么会这么强？其中一位族老忍不住问道。他……夏晨山凝视着楚风，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虽然他退位已久，但也知道这镇北王的孙子乃是一位拥有废品灵根、无法修行的废柴。但如今的对方哪是废柴，简直比天才还要恐怖。这前后强大的反差，让夏晨山一时也无法解释。砰！很快，一道闷响声传出，只见楚风和皇室老祖两人一击过后，身子纷纷后退着。爽！此刻楚风满脸兴奋道：“这还是他穿越以来第一次彻底放开了打，可谓是痛快至极。当然，这一战也让其感受到了混沌神魔体的强悍。如今他不过才宗师境，而凭借着混沌神魔体，他竟然能跨越2大境界战斗，堪称逆天。可嗨嗨！”突然，那皇室老祖一阵咳嗽。刚才的连续交战也让其气血变得紊乱。老祖，夏晨山几人连忙关心道。无妨，那皇室老祖淡定道，而后他目光注视着楚风，你的强大超出了老朽的想象。怎么怂了？楚风冷笑道。这位皇室老祖没有接话，而是双手施展出一道玄奥的硬诀，猛地朝着身后的黄祖山打去。楚风见状疑惑道，难道老祖施药？那4位族老当即神色一变，而不等他们说完话，黄祖山中便传出一道轰鸣声，一道刺眼的金光从中急射而出。随后金光散去，一尊金灿灿的大印浮现而出。这尊大印四面雕刻着日月星辰，上方有着一尊龙首，透着无尽的威压。这是……楚风一愣，而那金刚蓦然叫道：“灵气！”这是一件灵气。灵气！当即楚风神色一凛。在这个世界，不同的武器同样有着等级划分，比如最低级的凡气，然后便是蕴含灵力的灵气，再往上便是灵宝。凡是灵气，皆是蕴含着灵力的武器，威力比之凡气不知强了多少倍，对于武者战力而言有着巨大加成。但灵气需要的炼器材料十分稀少，而且需要专业的炼器师炼制，因此南荒之中灵气并不多见。如今这大夏皇室之中竟然拥有一件灵气，也是让人惊讶。此刻就连隐藏在暗中的那2位斗篷之人和刚刚跟随夏昊赶来的一众东瀛皇朝的强者都是大为震惊。大夏竟然拥有一件灵气，而那刚刚从城外赶来的4道身影看着虚空中的那尊大印同样一惊。那是9品灵气，大夏竟然隐藏得这么深，那是大夏龙印。这时夏晨山盯着那尊大印，神色一凛。大夏龙印乃是大夏的镇国至宝，由大夏开国皇帝炼制而成，据说威力不凡。但大夏龙印已经数百年没有出现过了，就连他都不曾见过。
没想到今日竟然出现了，小子，受死吧！那大夏皇室老祖盯着楚风怒喝一声，直接催动那尊大夏龙印朝着楚风镇压而来。轰隆！此印一出，苍穹震动，这片虚空的灵气瞬间暴乱。楚风更是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迫，整个身子都是一僵，难以躲闪。他内心一惊，这么恐怖！下一秒，大夏龙印携带着煌煌天威便落了下来。世子，金刚和那10位暗卫齐刷刷的叫道，他们想要出手，但在这龙印的镇压下，根本无法动弹。塔爷，快想办法！这时，楚风心中不断叫道：“慌什么？死不了！”塔爷极其淡定道。随即，苍穹一震，传出阵阵天雷之音，一只遮天蔽日的大手突然浮现而出，五指张开，朝着那大夏龙印抓去。紧接着，让在场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轰隆！苍穹之上，一道惊天巨响突兀响起，只见那只遮天蔽日的大手瞬间抓住了那大夏龙印，而后五指一捏，竟当场将其给捏爆了。这一刻，黄祖山上所有人全都傻眼了，包括隐藏在暗中的那2位斗篷之人，还有那赶来的2皇子夏凡以及大皇子夏浩，他们全都傻眼了。一件灵气就这么被捏爆了。这时，那从都城之外赶来的烟雨楼南荒分部的4大护法也全都傻眼了，一个个瞪大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这可是9品灵宝啊，不是什么破铜烂铁，纵然是涅槃境9重的强者都难以损毁其半分，如今竟然被一只大手直接就给捏爆了。这若非亲眼所见，绝对无法相信。怎么可能？此时，那位皇室老祖同样内心一震，满脸的不可思议。他身躯踉跄着，差点连站都没站稳，这可是大夏皇朝的传承至宝啊，才刚出世竟然就被毁了。而楚风目光猛地转身一扫，只见其4叔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冷哼道：“什么狗巴灵气，这么不堪一击，偷工减料了吧？”噗嗤！听到4叔的嘲讽，楚风忍不住一笑，这4叔说话还真是扎心。你……那皇室老祖一脸睚眦欲裂地盯着楚八荒，眼中闪烁着滔天的怒火，而其他人全都盯着楚八荒，暗暗猜测着此人的实力。师尊，你能看出他的实力吗？此刻暗处，夏凡摸着其手指上的黑色戒指，盯着那楚八荒吐道：“此人很强，能挥手捏碎一件灵气，最少是生死境5重以上，甚至有可能踏入了天人境。今晚你想要夺取那真龙之力，只怕要麻烦了。唉，没想到你们这大夏皇朝中竟然还隐藏着此等强者。”那戒指中传来一道低沉嘶哑的声音：“生死境，天人境。”夏凡喃喃自语：“涅槃境之上便是生死境，达到此境便要感悟生死，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层次，晋升为天人之境。一旦踏入天人境，便可突破天地桎梏，能够御空飞行，乃是真正的超级强者。”随即，夏凡双拳紧握，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冷色：“真龙之力，今夜我一定要得到，谁若阻止，我便杀谁。”此时，那楚八荒走了过来，瞥了一眼那皇室老祖：“你说你们几个老东西都一把年纪了，好好养老不好吗？非得舞刀弄枪的，想死说一声，我送你们一程。”那皇室老祖死死地盯着楚八荒，怒斥道：“尔等欺人太甚！”轰隆！下一秒，这位皇室老祖体内的精血直接燃烧了起来，随着血液燃烧，一股恐怖的气息弥漫而出。老祖！那夏晨山以及4位皇室族老看着老祖燃烧精血，一个个脸色一变。以我之精血，引龙脉之欲。蓦然，那皇室老祖怒喝一声，体内燃烧的精血纷纷涌出，在其操控下化作一道血色光束，直接打入了黄祖山中。轰！轰！轰！刹那间，整座黄祖山开始剧烈震动着。那山巅的中间位置更是出现一道道裂缝，从那裂缝之中，一道道金光急射而出。吼！随即，一道震耳欲聋的龙吟声响起。那金光在空中化作了一条长达100丈的金色真龙虚影，散发着无匹的威势。这一刻，在场所有人瞳孔都是一凝，那烟雨楼4大护法更是神色一变，震惊道：“龙气！”与此同时，随着这条100丈真龙遨游在苍穹，直接引起了大夏乃至是整个南荒的轰动。无数人纷纷抬头看向夜空中的那条真龙虚影，目露骇然之色。那是龙气！大夏竟然蕴含着龙气！南荒之中，诸多强者惊呼道。而在烟雨楼南荒分部中，一位女子抬头注视着那大夏方向的真龙虚影，神色一凛，这南荒之地竟然还有龙气存在。王总管，那个地方是了？女子冷声问道。在她身后跟着一位中年男人，正是那烟雨楼南荒分部大总管王天成。他恭敬地说道：“启禀大小姐，那个方向乃是大夏皇朝所在。”又是大夏？女子黛眉微蹙，眸光闪烁着，
其身边一位老者低声道：“小姐，之前便听闻大夏有着一条龙脉护佑大夏国运，如今看来是真的。若是小姐能得到这龙脉的力量，或许……”唰！这时女子双眸一凝，道：“距离遗迹开启还有1个星期的时间，那就先去大夏走走吧。”而在那天神殿南荒分殿中，裘言盯着大夏皇朝方向冷道：“没想到这大夏竟然还蕴藏着龙气，果然留不得。”与此同时，南荒之地除去大夏之外的6大皇朝之主，此刻皆是盯着那大夏方向的真龙虚影，眼中闪烁着贪婪之色。没想到大夏竟然蕴含着龙气，看来留不得了。东瀛皇宫内，东瀛皇帝安倍田野眼中闪烁着寒芒。他原本是打算扶持大夏大皇子上位，让其掌控大夏皇朝，然后慢慢蚕食大夏。如今龙气的出现，却让其改变了主意。他当即冷喝道：“立刻联系其余5大皇朝，一起出兵覆灭大夏，夺取龙脉。”一时间，南荒各大皇朝大军纷纷调动起来，目标直指大夏皇朝。而在苍玄域中州之中，一座恢宏而古老的学宫内，一位白发、白眉、白胡子的白衣老者站在这，其目光远眺南荒，青绿胡须道：“南荒竟然诞生了龙气，看来南荒要不太平了。”这时，另外一位黑衣老者走了过来，冷道：“龙气现，天骄出，说不得这次南荒便要诞生一位天之骄子，一改100年未有人入天骄榜的耻辱了。若真是如此，那这届的天骄榜便有好戏看了。”白衣老者微微一笑。而在这学宫的另外一间房间外，一位女子着急地在门外来回踱步，此女正是之前跟在苏天身边的那位女子。嘎吱！这时房门打开，一位神色深沉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那女子连忙问道：“父亲，苏师兄怎么样了？”他已经服下了天灵丹，不过想要重塑丹田，恢复修为，那就得看他能不能觉醒其体内的那股血脉之力。若是能够觉醒，他不仅能重塑丹田，还能一飞冲天；若不然，便只能沦为一介废人了。中年男人沉声道：“父亲，苏师兄体内究竟蕴含着什么血脉？”女子好奇道：“据你爷爷所说，此血脉最少是天品以上的血脉，一旦觉醒，他甚至有资格参加本届的天骄榜之战。天品血脉。”闻言，女子神色一惊，当即吐道：“我相信苏师兄一定可以的。”紧接着，他神色一冷：“不过那个镇北世子，我一定要杀了他。”唰！当即那中年男人也是面色一冷：“区区一个王府世子，也敢伤我稷下学宫的人，还敢对若儿你动手？若是不严惩，我稷下学宫的颜面何在？我已经让福伯去了大夏皇朝，将那小子抓回来。”那女子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恨意：“父亲，等那小子被抓回来，我要亲手废了他丹田，让他也尝尝苏师兄的痛苦。”好！中年男人宠溺地点了点头。而在黄祖山中，楚风看着那条100丈真龙虚影，震惊道：“这是真龙！前世的他一直都以为龙乃是神话中的存在，没想到今日竟然能在这里见到真正的龙。这只是一道龙气而已，连真龙的毛都算不上，真正的好东西还没出来呢。”塔爷回答道：“犯我大夏，杀无赦。今日等能死在我大夏龙脉的力量之下，也算是你们的荣幸了。”这时，那位皇室老祖神色苍白地盯着楚风和楚八荒，而后双手一挥，那道龙气化作的真龙虚影直接对着楚风和楚八荒俯冲而下，张牙舞爪的欲要将他们给吞噬掉。随着这道真龙虚影冲来，楚风感受到了莫大的压迫，楚八荒却是神色一瞥，不屑道：“什么狗屁龙脉！”轰！他随意一挥手，那俯冲而下的真龙虚影轰然破碎。随后，楚八荒对着黄祖山的裂缝中一抓，那裂缝之中再次传出阵阵轰鸣声，一道无比耀眼的金光破空而出，化作一层金色光辉，笼罩着整个黄祖山。刹那间，在场所有人目光全都扫向了那裂缝。轰隆隆！此刻那黄祖山裂缝之中轰鸣声不断，骇人的气息汹涌而出，压制着在场所有人。那里面还有什么？楚风盯着那裂缝，神色连连变化。轰！下一秒，一道刺眼的金光急射而出，众人抬头扫去，只见那金光之中，一颗金灿灿的珠子悬浮在其中，而在那珠子中有着一条拇指大的幼龙正在沉睡着。这是……楚风神色一凛，塔爷说道：“此乃龙珠，那珠子中的乃是一条幼年期的龙族。”龙族！顿时楚风神色连连变化，而那烟雨楼分布的4大护法以及暗中的2位斗篷之人看着这颗龙珠，眼中全都闪烁着炙热的光芒。没想到这大夏的龙脉竟然是一颗龙珠形成的，怪不得龙气如此强大。凡儿，你若是能得到这龙珠，不仅可以获得真龙之体，还能掌控一条龙族幼龙，到那时整个苍玄域都将以你为尊。这时下凡戒指中的那道声音再次响起，变得无比激动。
夏凡则是双眸炙热地盯着那颗珠子，看来这大夏皇朝还是有一些好东西的。楚八荒看着这颗龙珠撇了撇嘴，脸上倒是看不出任何波动。咻！就在这时，那两位斗篷之人突兀出现，化作2道闪电朝着那颗龙珠冲去，欲要夺取。而就在他们出手的同时，烟雨楼的4大护法也是毫不犹豫地便出手了。轰轰轰！他们一个个全都爆发出涅槃境6重以上的修为，其中烟雨楼的4大护法更是达到了涅槃境9重。住手！那位皇室老祖见状，瞳孔一凝，发出一道嘶吼声，他用尽全身力量朝着这6人轰去，欲要阻止他们夺取龙珠。龙珠乃是大夏龙脉的根源，一旦被夺，那大夏皇朝的国运便彻底不复存在了。但他不过区涅槃境2重，再加上刚刚燃烧了一身精血，又怎会是这6人的对手？砰！他们6人同时出手，当场便将这位皇室老族给轰成渣渣了。老祖！夏晨山和那4位皇室族老满脸悲愤地叫道。而此刻，那6人已经来到了龙珠面前，一个个眼神炙热地盯着龙珠，当即便要出手夺取。但这时，一道身影突兀出现，一股恐怖的灵魂之力突然爆发出来，朝着这6人轰击而去。噗噗噗！烟雨楼4大护法和那2位斗篷之人猝不及防下，皆是被这道灵魂力给重创了灵魂，一个个落在地上，连连吐血。这时，众人全都盯着那道身影，对方正是夏凡。夏凡，你什么意思？那2位斗篷之人看着夏凡默然叫道：“这龙珠乃是我大夏之物，岂能被你们给得到？”夏凡冷道：“混蛋，你竟敢毁约！”那2位斗篷之人面色阴沉道：“轰！”夏凡没有说话，而是注视着这2人，一道恐怖的灵魂力再次轰杀而出。混蛋，我天启宗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那2人感受到那股灵魂力的恐怖，神色一变，当即怒吼道。他们话音刚落，那道灵魂力便将他们灵魂轰成齑粉，直接魂飞魄散了。这一幕让那4位烟雨楼护法神色大变，这家伙好强！楚风看着那夏凡神色一凝，这时塔爷的声音响起：“强个屁！那是因为他戒指中有一道灵魂体在帮他。”戒指？灵魂体？闻言，楚风脸色一变，震惊道：“卧槽，他是消火火？什么消火火？”当即塔爷一愣，而楚风一双眸子不断扫视着夏凡，尤其是对方手指上的那枚戒指。他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有消火火存在，这算什么？穿越者大战气运之子！别废话了，赶紧出手把那颗龙珠拿下！塔爷催促道。塔爷，你干得过他戒指中的那道灵魂体吗？突然，楚风谨慎道：“你是在侮辱塔爷我吗？区一道灵魂体还需要塔爷出手？”当即塔爷不忿道，仿佛因为楚风的质疑而十分不满。啊！楚风嘴角一阵抽搐。此时那夏凡已经来到了那颗龙珠面前，其神情激动万分，当即伸手便要抓去。但就在他的手即将抓到那颗龙珠之时，后者突然咻的一声擦着其身子而过刷。夏凡猛地转身，便看到那颗龙珠落在了楚八荒的手中。小风，这珠子还不错，给你了。楚八荒直接就将这龙珠扔给了楚风。楚风接过这颗龙珠，顿时感受到了一股磅礴的龙气。多谢四叔。当即楚风感谢道：“混蛋，还我龙珠！”这时夏凡对着楚风吼道，其脸色狰狞，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恨意。这龙珠又不是你的，凭啥还你？楚风直接就将这颗龙珠给收了起来，到了手上的东西岂有拿出去的道理？算了，徒儿，为师再想其他办法帮你提升修为吧。随后那戒指中的灵魂体说道。不行！夏凡眸光闪烁着，突然对着楚风叫道：“楚风，我要挑战你！”挑战我？你谁啊？楚风撇了撇嘴：“大夏皇室2皇子夏凡。”夏凡冷喝道：“2皇子？”当即楚风一愣，在他的记忆中，这个2皇子之前乃是大夏皇室天赋最强的皇子，但后来不知道为何境界一落千丈，甚至还冲撞了其父皇，被关了起来。这还真是消火火2代啊！楚风不禁暗暗嘀咕着。楚风，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只要我赢了，你就把那龙珠还给我。夏凡看着楚风冷冷地喝道。那你要是输了呢？楚风看着对方，而后者冷道：“我若是输了，任由你处置。”呵呵。陡然，楚风冷笑一声道：“龙珠都在我手中了，我为何要去接受你的挑战？你当我是傻逼吗？”你！顿时夏凡面色一怒，而楚风继续说道：“你们夏家的人都这么喜欢挑战别人吗？之前你那个3弟要挑战我，现在也要挑战我，我长得就这么好欺负吗？”当即一旁的楚八荒哼道：“小风，和他废什么话，直接杀了便是。”说着，他便要对夏凡出手。关键时刻，
对方手指上的戒指突然传出一道低沉嘶哑的声音：“且慢！”唰！这时，夏凡手指上的那枚黑色戒指中，一道灰色光芒闪耀而出，化作一道虚幻的老者身影。楚风看着对方，猜测此人应该便是塔爷说的那道灵魂体。师尊！夏凡看着这位老者出现，连忙叫道。而楚八荒瞥了对方一眼，冷道：“你要救你这徒弟？”那老者开口道：“小徒不知天高地厚，有所冒犯，还请见谅。”一句见谅就完事了。老东西，你以为你是谁？有这么大的面子？楚八荒不屑道。唰！此话让那老者面色一沉，夏凡更是怒吼道：“我师尊乃是一尊丹皇，你竟敢对我师尊这般无礼！”轰！随着丹皇二字一出，在场的夏晨山以及4大皇室族老，还有那烟雨楼的4大护法，全都面色一变，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丹皇，唯有品级达到皇级的炼丹师才有资格称之为丹皇。在这玄幻世界，炼丹师乃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而那些强大的炼丹师更是各方奉若上宾的存在。炼丹师品皆分为天地玄黄4个品级，往上便是王级炼丹师，号称丹王，再往上才是皇级炼丹师，被人称之为丹皇。而这南荒之地，莫说丹王以及丹皇了，就连天级炼丹师都稀缺。如今这位老者竟然是一位皇级炼丹师，这若非亲耳听到，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面对着众人的震惊，那老者嘴角露出一抹自傲的微笑，道：“老朽云青子，生前乃是一位皇级炼丹师。”我靠，还是炼丹师，这真就是第2个小火火啊！闻言，楚风面色一变，暗暗震惊道。他扫了一眼夏凡，暗道这家伙不会真的是气运之子吧？这时，楚八荒在得知那老者的丹皇身份后，却是撇了撇嘴，嫌弃道：“丹皇，这么垃圾的身份也好意思拿出来吹啊！”此话一出，现场众人都是一怔，就连云青子也是嘴角一阵抽搐，满脸黑线。这是他头一次听到有人竟敢说丹皇垃圾，这家伙究竟知不知道丹皇的含金量啊？要不是知道这人实力不简单，只怕他都要以为这是从哪个山沟里出来的家伙了，竟然这般愚昧无知，胆敢嘲讽丹皇。随即，云青子压制着心中的怒火，对着楚八荒冷道：“这位先生，你的话未免太狂了吧？”啪！楚八荒二话不说，一巴掌直接呼了出去，当场便扇在云青子身上。瞬间，云青子这道灵魂体就被楚八荒一巴掌给扇得无比虚幻，仿佛随时都会消散。师尊！夏凡脸色一变，连忙叫道。而云青子瞳孔一缩，一脸惊恐地看着楚八荒。他虽然知道对方很强，却没想到此人竟强大到了这种地步。刚才那一掌竟让其完全没有反应的机会，甚至他有一种直觉，就算其生前巅峰时期，只怕都躲不过对方这一掌。想到这，云青子体内掀起了惊涛骇浪。现在还觉得我狂吗？要不要再来几巴掌？楚八荒摩拳擦掌地看着云青子，后者连连摇头：“对不起，刚才是老朽说错话了，还请前辈见谅。”此刻，云青子态度立马变得无比恭敬。他要是再挨对方几巴掌，只怕就要彻底魂飞魄散了。四叔真牛逼！楚风看着堂堂丹皇级别的大佬这般毕恭毕敬的架势，瞬间羡慕了。小子，别羡慕了，等你将混沌神魔体的力量觉醒到极致，到时候别说丹皇了，就算是丹帝都得跪舔你。塔爷的声音再次响起，要将混沌神魔体的力量觉醒到极致，可没这么容易。楚风心中嘀咕着，混沌神魔体作为世间最为顶级的体质，虽然他如今拥有了，但想要将其力量觉醒到极致，绝非一时有什么难的，多睡几个体质特殊、气运强的女人不就行了？听着塔爷这无比直接的话，楚风满脸黑线。虽然对方话没说错，但他怎么有一种当小白脸的感觉？就在楚风心中腹诽时，那楚八荒的声音突然响起：“小风，这师徒俩你打算怎么收拾？要不要直接杀了？”此话一出，顿时云青子神色紧张地看着楚风。他没想到有朝一天，自己的生死竟然掌握在了一个毛头小子的手中，这让其心中感慨万千，同时对于那个害得自己如此的逆徒更是憎恨至极。若非那个逆徒，自己堂堂一代丹皇又怎么会沦落至此？而楚风看着那云青子直接说道：“你若是愿意臣服于我，认我为主，我可以饶你一命。”此话一出，云青子的脸色瞬间一变，那夏凡的神情更是无比难看，其双眸死死地盯着楚风。怎么不愿意？楚风神色一冷，双眸微眯，泛着杀意。他之所以要让对方臣服，便是要夺了夏凡这位拥有着主角模板的气运。这个世界只需要一个主角，那便是他楚风。而就在那云青子犹豫之时，夏凡陡然吼道：“混蛋，去死吧！”他直接运转全力，朝着楚风轰杀而去。不可！云青子面色一变，就要阻止，却已经晚了。轰！
就在夏凡出手的一瞬间，楚八荒便一掌落下，直接将其轰成了虚无。唰！看着夏凡惨死，云清子脸色一变，十分难看。这就死了？楚风见状惊讶道：“他之前看过不少拥有气运之子的小说，那里面都说气运之子极难斩杀，必须要将其气运全都夺走之后才能灭杀。可如今这夏凡竟然就这么容易死了，这真的是气运之子？”此刻那塔爷心中也暗暗嘀咕着，这一家子都是什么变态，连气运之子都说杀就杀了。唰！楚八荒解决掉夏凡后，其冷眸扫向云清子：“你想去陪你这坨吗？”顿时云清子脸色连连变化，他如今还未报仇，还不能死。当即他便对着楚风躬身道：“云清子拜见主人，算你识趣。”楚八荒冷哼一声，挥手便打出一道能量进入云清子的灵魂体中，后者面色一凛，看着对方：“你做了什么？”“没什么，就是在你灵魂之中下了一道禁咒，只要你敢背叛我家小风，那你就准备感受一下灵魂被撕成渣渣的滋味吧。”唰！闻言，云清子瞳孔一缩，他身为炼丹师，对于灵魂方面自然有着独特的研究，能够操控灵魂的咒术极其罕见。没想到眼前这人随手便能施展，此人究竟什么来头？随即他恭敬地吐道：“老朽不敢。”“四叔牛逼！”楚风对着楚八荒竖起了大拇指，他这四叔还真是牛逼掉炸天。此时他不禁在想，其他几位叔叔是不是也这么屌？要都这妖牛逼，他还努力个鸡毛，直接躺平得了。小风，这几个家伙。随后那楚八荒看向了地上的那4位烟雨楼护法，顿时这4人连忙叫道：“我们乃是烟雨楼南荒分部的护法。”显然他们想要自爆身份，以此来保住自己的命，却没想到其身份一暴露，楚风当即冷哼道：“烟雨楼的人，那留之何用？”此话一出，那10位暗卫瞬间出手，直接将这4人全都斩杀了。紧接着楚风目光扫向了夏晨山5人，此时夏晨山凝视着楚风，没想到我大夏皇朝传承1000年，最后竟然毁在了尔等手中，是我对不起大夏皇朝的列祖列宗，如今既然落在尔等手中，要杀便杀吧。当即夏晨山和那4位族老双眸一闭，一副等死的模样，显然他们都放弃了抵抗。但这时楚风的声音响起：“谁说大夏皇朝要毁了？”啊！夏晨山5人一怔，睁眼看向了楚风：“你们不是要谋权篡位吗？我可对皇位没兴趣，要不是夏9天那家伙要杀我，我才懒得动他呢。从今以后，大夏皇室依旧姓夏，而新任大夏皇帝便是夏幽若。你们若是愿意认这个新皇，我便留你们一命；不认，那就去地狱陪你们老祖吧。”楚风神色冰冷道：“幽若。”夏晨山神色一惊，那不是他女儿吗？哈哈，今晚上还真是精彩啊！蓦然，一道阴冷玩味的笑声突兀响起。唰！这时又有一群人出现在了皇祖山上，为首的正是那大皇子夏浩，在其身边还跟着一群身穿黑衣、手持武士刀的身影。夏浩，楚风看着对方：“你也想跑来凑热闹？”楚风，不得不说你的确很强，你背后的镇北王府更强。不过本殿下倒是没想到，你竟然对幽若如此深情，竟然想让她当大夏女皇。既然你对她如此深情，想必应该不想看到她有事吧？夏浩此话一出，只见那夏幽若被压着出现在了这里。世子，不用管我，这混蛋勾结东瀛皇朝，乃是叛国贼，罪大恶极，立刻杀了他。夏幽若冷冷地说道。闭嘴！当即夏浩一把掐住了夏幽若的喉咙，对着楚风狰狞道：“小子，你若不想看到美人香消玉殒的话，便立刻自废修为，还有你身边这些人，全都给我自废修为。”而楚风听到此话，冷笑道：“你是觉得你是白痴，还是我是白痴？你拿他威胁我？”夏浩神色一变，叫道：“她不是你女人吗？是我女人又如何？我又不止一个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没人可以威胁我，你更不行。”楚风一脸冷血，无情的喝道：“刷！”当即夏浩脸色一变，盯着楚风：“你敢威胁小风？你他妈的想死是吧？”不等他说话，一道如惊雷般的声音便传入其耳中。他一抬头，便看到一只大手落下。砰！夏浩甚至都没看清楚这大手的主人，就被轰成了齑粉，其脚下地面更是出现了一个深坑。而这出手之人，自然便是楚八荒。随着夏浩惨死，那群东瀛皇朝的人脸色一变，他们刚要有所行动，结果那10位暗卫便冲了过来。噗噗噗！眨眼间，这群东瀛皇朝的人就被全都斩杀了，毫无还手之力。楚风则走到了夏幽若面前，吐道：“没事吧？你这小家伙，刚才还真是够冷血的，人家的心都碎了。”夏幽若一脸幽怨地看着楚风：“是吗？那这大夏皇位
不如换个人。楚风玩味一笑，顿时夏幽若开口道：“哎呀，人家都是开玩笑的，就知道你肯定舍不得人家死啊。”随即他贴着楚风身子，在其耳边娇媚入骨道：“今晚本宫，你随便玩。”轰！听到此话，楚风瞬间感觉体内热血沸腾，一股热气直冲天灵盖。他直接转身看着夏晨山：“明日大夏新任女皇登基，我不希望有任何问题。”接下来他一把抱起夏幽若，便离开了皇祖山。哈哈，不愧是我楚家儿郎，果然厉害。楚八荒对着楚风竖起了大拇指，随之他瞥了一眼夏晨山五人：“我侄儿的话听到了吧？不想大夏皇朝真的灭亡的话，就乖乖照做。”而他说完同样离开了。此刻那4位皇室族老面面相觑，最后看向了夏晨山：“我们真的要让一个女人来当大夏新皇？女人当皇帝，成何体统？”这几位族老议论纷纷。如今之计只能这么做了，不然你们还有其他想法吗？顿时这4位族老沉默不语了。不管如何，大夏的皇位终究还是在我夏家人手中，虽然只是傀儡，也好过灭国。夏晨山叹息道。与此同时，在某界之中有着一座恢宏的宫殿，此刻在这宫殿上方坐着一位身穿蟒龙黑袍的中年男人，散发着无上的威严。唰！陡然这人双眸睁开，眼中迸射出2道射人的金芒，好似要撕裂苍穹。无留在下界皇朝中的大夏龙印复制品竟然被毁了，难道大夏出事了？当即这男人神色一凛，身上散发着一股如渊的气息。大夏的存在关乎着他的修行，若是大夏没了，那将会对其造成巨大影响。尤其是皇祖山中还有那颗龙珠，一旦出问题，纵然是他也承受不起。来人！当即这男人神色一冷，一脸威严地喝道。很快新的一天到来了。这一天随着一则消息传出来，整个大夏都轰动了。大夏皇帝于昨夜暴毙，上一任大夏皇帝夏晨山出山稳住了局面，同时对外宣布大夏皇位将由大夏长公主夏幽若继任，并且即刻举行登基仪式。此消息一出，大夏各方势力都是一片哗然。这大夏皇帝竟然死了，而登基的并不是其诸位皇子，而是其妹妹，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很快各方势力纷纷派人查探着昨晚都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随即他们便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镇北王府竟屠戮了上万皇室禁卫军，还将各大世家全都灭了。最后那镇北世子直接杀去了皇宫，然后便是大夏皇帝暴毙，长公主继位。虽然他们不知道具体情况，但很显然这一切都和镇北王府有关。与此同时，大夏皇宫内，金銮殿外，文武百官齐聚于此，现场的登基仪式布置得极为隆重。夏晨山和4大族老全都站在一旁。这时一位举行登基仪式的大太监开口道：“登基仪式正式开始，有请新皇。”随后一顶金色龙辇被人抬着出现在了这里，其中坐着一位身穿凤袍，头戴9凤衔珠冠，五官绝美，气场强大的女子，正是夏幽若。很快龙辇停在了那通往金銮殿的白玉阶下，夏幽若当即便要起身下轿，但这时其眉头一蹙，露出一丝痛楚，心中则暗暗骂道：“楚风这个混蛋，太不知道怜香惜玉了。昨晚他被这家伙足足折腾了一整夜，若非其如今修为已经踏入了元婴境，只怕今天都下不了床来参加这个登基仪式。”但饶是如此，他此刻也感觉下面传来一阵撕裂般的疼痛。随后夏幽若深呼一口气，神色恢复，眼神坚定地看向了那前方的文武百官和那把龙椅。随即他踩着那白玉阶一步一步朝着前方而去。很快他便来到了那上方，开始进行着登基仪式的流程。随着仪式结束，在场文武百官齐刷刷地下跪参拜道：“拜见新皇，新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唰，夏幽若眼中露出一抹金芒。这一天他终于等到了，没想到大夏皇朝竟然诞生了一位女皇，真是有趣。突然那虚空之上传来一道女子声音，在场文武百官齐刷刷的抬头，神色皆是一变。此刻在这大夏皇宫的上空，3头展翅高飞的妖兽出现在了这里，其中最大的那头飞行妖兽上站着一位白衣女子，五官精致，眼神淡漠，身上透着一股上位者的气息。其余2头飞行妖兽上分别站着一位老者和一位中年男人，那中年男人正是烟雨楼南荒分部大总管王天成。飞行妖兽。此时夏幽若以及在场文武百官见状，神色一变。这飞行妖兽可是极其稀有的存在，绝非一般的势力能拥有。强如大夏，至今都没有一头飞行妖兽，而眼前这3人竟然乘坐着3头飞行妖兽出现，可见其身份不凡。不知诸位来自何方？今日到访我大夏皇朝，所为何事？夏幽若神色淡定地问道。很快
这3头飞行妖兽便落在了地上。那白衣女子走了下来，注视着夏幽若。小女端木月乃是烟雨楼的人，此次前来是向大夏皇朝讨要一样东西的。烟雨楼的。听到此话，夏幽若神色微变，看着对方，不知道端木小姐想要什么。大夏龙脉。端木月直接说道。刷刷刷。顿时夏幽若以及一旁的夏晨山和4位皇室族老的脸色都是一变。随即夏幽若开口道：端木小姐，大夏龙脉乃是我大夏皇朝的根基，又岂能给别人，请恕难从命。大胆，你们大夏皇朝之前便几次3番和我烟雨楼作对，如今我家小姐想要那大夏龙脉，你们还敢拒绝？真以为我烟雨楼动不了你们大夏吗？这时王天成一步踏出，一股骇人的威压席卷而出，瞬间笼罩着这皇宫内所有人。生死境。那夏晨山和4位族老面色一变，一脸震撼地看着对方，而夏幽若更是在对方这股生死境威压下身躯踉跄着。正当他要被这股威压给压得跪在地上时，一道雄厚的身影出现，一把抱住了他，帮其抵消了那股威压。这人正是楚风。你终于来了。看着楚风出现，夏幽若顿时心安了下来。刷。楚风看向了王天成。你们烟雨楼的人还真是不怕死啊，昨晚刚杀了4个烟雨楼的人，如今又来送死。此话一出，那王天成瞳孔一缩，盯着楚风。我派来的那4大护法被你杀了。是你派来的？那正好你来了，一块收拾了。楚风撇了撇嘴。混账。当即王天成勃然大怒，他催动生死境的力量，一掌朝着楚风轰杀而去。噗嗤。不过他还未冲到楚风面前，一道黑衣之人突兀乍现，一道寒芒一闪而逝，只见那王天成的喉咙处便迸溅出一道鲜血，伴随着扑通一声，这位烟雨楼南荒分部的大总管便双眸爆瞪，倒在了地上，死不瞑目。而那出手的黑衣人正是那10位皇级暗卫，如今他们已经听从楚风的调遣了。刷。此时随着王天成被秒杀，现场的空气一滞，那端木月黛眉一蹙，注视着那位暗卫，而其身边的那位老者更是神色一凛，做出了一丝戒备的姿态。你是谁？端木月看着这位黑衣人问道。退下吧。楚风淡淡的说道，那位暗卫便消失不见了。刷。随即端木月看向了楚风，其眸光闪烁着。我若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那位镇北世子吧？没错，可惜了，你要死了。楚风淡淡的说道。你要杀我？端木月神色一怔，他倒是没想到楚风竟这般直接。当然，我对你们那个狗屁烟雨楼没有丝毫好感，既然你们是烟雨楼的人，那自然的死。楚风冷道。刷。端木月神色变化着，而那老者冷道，镇北世子，你可知道我家小姐的身份？你若敢动她分毫，莫说你镇北王府，整个大夏皇朝都将不复存在。而楚风冷笑一声，你当本世子是吓到的？轰！瞬间那老者一步踏出，一股恐怖的气息骤然从其体内爆发出来，引得天地震动。这一刻，老者好似和这天地融为一体了，他便是天，天便是他。这股气息直接压得在场所有人都趴在了地上。那夏晨山更是瞳孔一缩，惊呼道：天人境，此人竟然是天人境强者。此时现场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而楚风感受着对方那股天人之威，依旧淡定道：天人境咋了？很牛逼吗？小子，天人境不牛逼，但杀你绰绰有余。那老者一脸威严，神色冰冷地喝道：是吗？楚风玩味一笑。刷刷刷。陡然那10位皇级暗卫齐刷刷的现身，他们身上皆是爆发出了10道丝毫不逊色于那老者的气息。轰隆隆。这一刻苍穹震动，好似万千雷霆炸响。噗嗤。那位老者直接就被这10位暗卫爆发出的气息给镇压的身子暴退，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此时他双眸瞪得滚圆，满脸的不可置信。怎么可能？怎么会？不仅是他，就连那端木月以及夏晨山等人都傻眼了。10位天人境强者，这怎么可能？而楚风嘴角勾勒出一抹玩味的笑容。早在昨晚，他便知晓了这10位皇级暗卫的实力全都是天人境的存在。当时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是大为震惊。天人境，那可是南荒之地最为顶尖的强者了。而楚家就连最低级的暗卫竟然都是天人境的存在，这让楚风大跌眼镜，暗道自己这究竟是穿越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牛逼家族中。刷。随即他冷眸看着那老者，玩味一笑：你不是要杀我吗？继续啊。此刻这老者面色惨白，汗流浃背，内心透着一丝恐慌。10位天人境啊，这让他拿啥去杀对方？
这时，那端木月强行镇定下来，看着楚风：“镇北世子，刚才都是误会，还请见谅。”误会？楚风冷笑一声，看着对方陡然骂道：“你当我是傻逼吗？”唰！顿时端木月脸色一变，其眼中露出一抹愠怒之色，但被其压制了下来。他抬头看着楚风，沉声道：“不知镇北世子觉得怎样才能平息怒火？本世子现在的火气很大，想要平息怒火，那得看你怎么做了。”楚风一双眸子打量着端木月，邪魅一笑。当即端木月脸色一变，他自然知道这位镇北世子那一片狼藉的名声，如今对方这么说，意思显而易见。但这怎么可能？一时间，端木月眼中充满了纠结和犹豫。报！突然一位侍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对着夏幽若下跪道：“启禀陛下，大事不好了！”什么事？夏幽若看着那侍卫，突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陛下，东瀛皇朝联合其余5大皇朝发兵200万，如今正朝着我大夏边境而来，边境情况危急，恳请陛下立刻做出决断。那侍卫低头说道。轰！此话一出，瞬间现场的文武百官脸色一变，全都被震惊到了。6大皇朝发兵200万，这是要将大夏皇朝给夷为平地啊！要知道，南荒7大皇朝之间虽互有摩擦，但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也就大夏皇朝和北方的蛮族时常发生大规模的战斗，但双方兵力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万之众。如今这6大皇朝及其200万兵力，其规模之大，堪称南荒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此刻，夏幽若也是面色一沉，神情十分难看。他没想到自己才刚刚登基，竟然就遭遇了这等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今能解决这个危机，也就只有镇北王麾下的镇北军了。毕竟镇北军刚灭了蛮族50万大军，区6大皇朝而已，赶来那便灭了。楚风一脸淡定的吐道：“世子说的不错，6大皇朝赶来，那便一块收拾了。”蓦然，一道低沉而洪亮的声音传来，只见一位身穿黑色重甲，手中托着一把玄铁重剑的男人，一身杀气的走了进来。此人正是镇北军4大军团长之一的东方长渊。镇北军军团长东方长渊拜见世子。东方长渊直接来到楚风面前下跪叫道。而在场文武百官听到东方长渊4个字都是一惊，这可是镇北军中的一尊杀神啊！此刻他们才想起来，这都城之外还有10万镇北军呢，只不过因为新皇登基，让他们忘了这茬。东方郡团长，你来得正好，你觉得这6大皇朝此举该如何应对？楚风看着东方长渊问道。此次长渊带了10万镇北军前来，若是世子需要，属下即刻便可带着他们杀去边境，将6大皇朝尽数歼灭。东方长渊面色冰冷，语气冷冽的吐道。嘶。闻言，在场文武百官都是大为骇然，这镇北军果然够狂。不急，你先带着那10万镇北军将这都城之内的一些杂虫清理一遍。楚风冷漠道。如今虽然夏幽若登基为皇了，但这都城之中势必还有不少先皇余孽，自然是要清理一遍，包括苏家在内的各大世家余孽，还有那几位皇子的余孽和太玄宗、九华宗这些余孽都得清理干净。是。东方长渊点了点头。随之楚风看向了端木月，你想好该如何消本世子的火了吗？端木月神色连连变化，其目光闪烁了几秒，道：世子，我这里有一个秘密，不知能否消得世子的火。秘密？什么秘密？楚风好奇道。有关于一处上古遗迹的。上古遗迹？楚风一愣，那端木月回答道：没错，我此次前来南荒便是为了一处上古遗迹而来，那处遗迹还有3日便要开启，若世子踏入其中，必然能得到不凡的机缘。此刻楚风神色连连变化，他思忖了几秒，看着端木月，你确定没骗我？小女不敢欺瞒世子。端木月躬身道，既然如此，那这几日你就暂时给我当个丫鬟吧，等到时候你带我去那上古遗迹，若是能得到一些好东西，我就放了你。楚风撇了撇嘴，直接说道：镇北世子，你竟然让我家小姐给你当丫鬟，你欺人太甚！当即那老者对着楚风怒吼道：给我家世子当丫鬟怎么了？不服！陡然东方长渊神色一冷，手中重剑撕裂空间，刺啦一声便横在了那老者的喉咙处，凌厉的剑锋直接将其喉咙给撕开一道口子，鲜血缓缓流出。唰！端木月见状脸色一变，对着楚风开口道：小月愿意给世子当丫鬟，不过还请世子放了他。行了，让他滚蛋吧，不过这3头飞行妖兽我全来了。楚风撇了撇嘴，直接说道。当即东方长渊收起重剑，冷道：滚！小姐。那老者看向了端木月，后者吐道：你先回去吧。那老者思忖了几秒，冷冷地扫了楚风一眼，直接踏空而去了。
而这时夏幽若小声对着楚风说道：“你把他放走，万一他回去找烟雨楼搬救兵怎么办？那有啥？只要他们不怕死，随便来。”楚风无所谓道，随即他看着夏幽若：“这10万镇北军就留在这了，他们会协助你彻底掌控大夏皇朝的，谁若不服，直接杀了便是。”夏幽若点了点头。如今他刚刚登基，还未完全掌控大夏皇朝，有了10万镇北军在手，自然能更快地助其稳定局势。随即楚风便带着那端木月前往了镇北王府。此刻一旁的大夏皇室4大族老面面相觑，他们看向了夏陈山。陈山，你册封的这个镇北王究竟什么来头啊？如今他们已经通过夏陈山知道了楚风的身份，而其爷爷镇北王的封号便是夏陈山所封。但此时对方随随便便就能拿出10位天人境强者，再一次让他们震撼到了。而夏陈山也是有口无言，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当年封的这位大夏第一异姓王会这般恐怖。楚天狂，你究竟是什么人？夏陈山喃喃自语。而在镇北王府的书房中，楚天狂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吐道：“这是谁在惦记老头子我呢？难道是神域那帮老东西？”父亲。这时楚龙象带着楚风走了进来。小风，你回来了。楚天狂看着楚风哈哈一笑，随即楚风将东瀛皇朝联合5大皇朝入侵大夏皇朝一事说了出来。此事你打算怎么做？楚天狂问道。自然是将他们全灭了。楚风直截了当的说道。好，有气魄，不愧是我楚家儿郎。那此次对付那6大皇朝就交给你了，这也算是对你的一个小小历练。给，此乃镇北令，持有此令，你可以随意调遣镇北军。楚天狂直接扔给了楚风一枚金色令牌。是，爷爷。孙儿保证不给楚家丢脸。楚风接过令牌点了点头，直接转身离去了。看来小风是真的长大了，楚家未来有望了。楚天狂轻捋胡须感叹道。父亲，这小子变化这么大会不会？楚龙象突然眉头紧皱，而楚天狂淡淡的说道：放心，我为小风检查过，他身体并无异常。这时楚长生出现在了这里，对着楚天狂说道：父亲，神域那边传来消息。此刻楚风离开书房后便找到了王府管家，让其给端木月安排一个房间。世子，世子。这时王胖子的声音传来，他甩着一身肥肉跑了过来。你这家伙怎么来了？楚风问道。世子，你没事太好了。王胖子看着楚风一脸激动的上前抱住了他，而后喘着气说道：我刚刚听说昨晚禁卫军包围了镇北王府，然后大夏皇帝也死了，换了一位女皇，我还以为世子你出事了呢。放心吧，我命硬得很，死不了。楚风撇了撇嘴。咦，这又是哪位大美人？世子，你这身边的妹子质量越来越高了。随即王胖子注意到端木月眼前一亮，她叫端木月，我新收的一个侍女。楚风说着拍了拍王胖子。胖子，如今这大夏换皇帝了，以后在这没人敢动你，你想干啥就干啥啊！闻言王胖子一怔，当即其眼珠子贼溜溜地转着，猛地说道：世子，你不会是将那位大夏女皇给睡了吧？你小子脑子倒是好使。楚风哈哈一笑。牛！顿时王胖子对着楚风竖起了大拇指。世子，我打算去做生意了。紧接着王胖子说道。做生意？楚风一愣，而王胖子点了点头。我要开一个像烟雨楼那样的店，当然要比烟雨楼还厉害，到时候争取开遍南荒，甚至是整个苍玄域。端木月听到此话，却是露出一抹讥笑，暗道这胖子真是自不量力，想开一家比烟雨楼还厉害的店，简直是痴人说梦话。这个想法不错，我支持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说。楚风直接说道。嘿嘿，多谢世子。王胖子讪讪一笑，随后和王胖子聊了一会，对方便离开了。而楚风也是直接来到了一间单独的房间内，他拿出了那颗龙珠，心中询问着塔爷：塔爷，这龙珠究竟有什么用处？你可以吸收此龙珠内含的龙气，以此凝聚出真龙之体，届时配合混沌神魔体，你的体质将会更加恐怖。听着塔爷的话，楚风神色一惊，真龙之体，那这珠子内的这条幼龙呢？这条幼龙还在沉睡中，还未复苏，等到其复苏出世，你可以将其收为坐骑。塔爷回答道。坐骑？当即楚风眼前一亮，要是将一头真龙当作坐骑，那得多拉风。一时间楚风不禁歪歪了起来。好了，别想了，你要是实力不够，到时候就不是你收人家当坐骑，而是人家把你给一口吞了。赶紧吸收龙气，提升实力吧。塔爷瞬间打破了楚风的幻想，而后他直接唤出了混沌神魔塔。这是……蓦然一道惊叹声从楚风手上出现的一枚戒指中传来，这戒指中的正是云青子。
不该问的别问。楚风冷哼一声，便踏入了混沌神魔塔第1层，开始疯狂吸收着这颗龙珠中的龙气。随着楚风踏入塔中，那戒指内的云青子便什么都感应不到了，好似被屏蔽了一般。南荒黄泉阁总部，随着镇北王府的消息传来，整个黄泉阁总部高层一片哗然。他们没想到派去灭杀镇北王府的一众杀手精锐竟然全军覆没了，这对于黄泉阁而言乃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该死的镇北王府这般嚣张，若不将其灭了，我黄泉阁日后还如何在南荒立足？此刻一位黄泉阁高层愤怒道，而另外一人吐道，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此事，不然一旦等到阁主出关知晓，只怕我们都得受到重罚。听到此话，在场的黄泉阁高层瞳孔一缩，面露惊恐之色。让我去吧。蓦然，一道冰冷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他们目光一扫，只见一位戴着面具之人不知何时出现在这。影杀，你要亲自出手？这时众人看着对方，纷纷惊讶道，许久没有出手，也该出去走走了，你们就耐心等我消息吧。面具男人留下一句话，其身影如风一般散去，毫无踪迹。影杀的暗影身法竟然修炼到这种地步了，只怕其实力不在阁主之下了吧。在场的黄泉阁高层皆是震惊道。太上道宗一座宫殿中，启禀4长老，刚刚得到消息，太玄宗全宗覆灭。这时一男子急匆匆来到这里，对着面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道。唰，这位老者双眸蓦然睁开，露出一双摄人的金芒，冷道，全都死了，何人这么大的胆子，敢杀我太上道宗的分支？具体的还不清楚。那男子回答道，哼，在这苍玄域内还有势力敢灭我太上道宗的分支，胆子倒是不小，真当我太上道宗隐世这么多年成了纸老虎吗？这位太上道宗的4长老面色冷峻道，通知外门4大长老，让他们亲自带人前去南荒，查清楚是谁杀了我太上道宗的人，不管什么势力，通通杀无赦。顺便带上不凡，找到那遗迹也算是对他的一次历练，毕竟马上那个地方就要开启了。那男子连忙点头，是4长老。入夜，楚风的婚房之中，姬如雪正盘坐于此修炼着，楚风突然走了进来。唰，蓦然姬如雪睁开双眸注视着对方，冷道，你来干什么？这是我房间，我怎么不能来了？楚风淡淡的说道，你不是已经勾搭上那大夏女皇了吗？姬如雪冷冷的吐道。啊！楚风一脸诧异的看着对方，你怎么知道？你莫非偷听了我和王胖子的对话？当即姬如雪冷哼道，谁偷听了？我只是刚好在不远处听到了而已。你倒是够快活的，不愧是大夏第一纨绔世子。我怎么听你这话，感觉你在吃醋啊？楚风一脸玩味的看着姬如雪，胡说，我怎么可能吃你醋？姬如雪脸色微变，连忙就否定了，迟早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的，是吗？楚风轻轻一笑，不以为然道，我等着那一天，不过在这之前，你得先乖乖当好本世子的媳妇再说。话音一落，楚风便直接将姬如雪给扑倒了，而姬如雪也再无之前的反抗，仿佛已经接受了楚风对其的所作所为，只是心中默默发誓着，等其重新变回瑶池女帝的那一天，一定要将这混蛋碎尸万段。翌日一大早，楚风抱着姬如雪缓缓醒来，随即他直接在对方的脸上亲了一口。媳妇，为父要出征去打仗了，估计得好几天才能回来，记得想我哦。随即他便穿戴整齐走了出去。这时姬如雪双眸睁开，俏脸微红，随后他感应到了什么，连忙盘坐在床上，运转功法，体内陡然传出一道轰鸣声。轰！瞬间姬如雪一身修为直接踏入了天象境，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出来，将房间内的一切设施给摧毁了。唰！他双眸睁开，眼中闪烁着金芒。此刻的姬如雪已经没有了之前几次突破的兴奋了，而是喃喃自语，和他一起竟然真的会快速提升修为。虽然之前姬如雪便已经隐隐有所猜测了，但此时他算是彻底证实了。就因为和楚风在一起的这几天，便让他一身修为从金丹境在短短几天内便踏入了天象境，这种突破速度简直是不可想象。之前姬如雪预估恐怕需要100年才有可能恢复到前世的巅峰修为，但如今按照这种突破速度，只怕用不了多久便能恢复巅峰实力，到那时他便能重返昆仑界，手刃瑶姬那个贱人了。只是想要继续保持这种突破速度，那便只能想到这。姬如雪的脸上充满了纠结和犹豫，而楚风自然不知道姬如雪所想，他正准备前往边境，结果这时大夏都城的上空突然传出一道惊天巨响，随即那虚空扭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一股恐怖如斯的气息从中弥漫而出。这一刻，大夏都城内的人全都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迫，
一个个身子直接就被压得跪在地上了，面露惊恐之色。唰，楚风也是脸色一变，其目光猛地朝虚空中的黑洞扫去。上界来人了！此刻房间中的姬如雪同样察觉到了什么，直接冲了出去。轰隆隆！此刻那虚空黑洞中一行人走了出来，他们一出现便好似一群神灵降临尘世，散发着无上的威压。这一刻，大夏都城所在的空气全都凝固住了，所有都城内的民众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连头都抬不起。唰！这时姬如雪的身影出现在楚风身边，其目光凝视着虚空中的那群人，神情肃穆，喃喃自语：难道是那贱人派来的人？你认识他们？楚风看向了姬如雪，后者摇了摇头：不认识，但他们乃是上界的人。上界的人？闻言，楚风神色一惊，虽然他不知道上界事啊，但这上界肯定要比苍玄域强。此刻这行人中的领头人目光直接扫向了那黄祖山，而随着其一番探测，脸色瞬间一沉，震惊道：龙珠竟然不见了！轰！瞬间那领头之人身上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他当即厉喝道：大夏皇帝何在？唰！这时夏幽若急匆匆地从那大夏皇宫中而来，在其身边还跟着夏晨山以及4位大夏皇室族老。诸位是？夏幽若看着虚空中的这群人，神情凝重道：你是大夏皇朝当今皇帝？那领头之人盯着夏幽若冷道：没错，不知诸位大人前来我大夏皇朝所为何事？夏幽若沉声道：大夏龙印为何被毁？还有黄祖山中的那颗龙珠呢？身为大夏血脉，竟然连先祖之物都守护不好，要尔等何用？随着那领头之人一番呵斥，夏幽若以及夏晨山等人皆是身子一颤，一口鲜血喷出，直接跪在了地上。此乃我大夏皇朝之事，和诸位有何关系？夏幽若神情难看道：我等奉夏祖之令前来。听着这话，夏幽若神色一正，而对方继续说道：夏祖便是大夏皇朝先祖。轰！此话一出，在场众人全都是狠狠一惊，夏幽若、夏晨山以及4大族老全都大为震惊。先祖没死？那夏晨山猛地叫道：当然，夏祖修为高深莫测，岂会死亡？他乃是飞升到上界了。那领头人冷哼道：大夏先祖竟然没死！此刻那楚风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有些出人意料，说龙珠究竟去哪了？这时那领头之人盯着夏幽若等人怒喝道：恐怖的威压不断朝着他们镇压而去。一时间，夏幽若以及夏晨山等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蓦然，楚风站了出来，直接说道：龙珠被我拿了。顿时那领头之人目光扫向了下方的楚风，其神色一沉：龙珠在你手中？没错。楚风不卑不亢道。轰！瞬间那人右手一挥，一只无形的利爪破空而出，直接朝着楚风抓去。不好！姬如雪见状，面色一变，本能的想要出手为楚风抵挡，但对方这一爪的威势太过恐怖，以他如今的修为，根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哪来的蝼蚁，敢对我家小风动手？关键时刻，镇北王府内传出一道厉喝声，只见楚八荒踏空而出，他一巴掌甩了出去，便将那利爪给轰得粉碎。唰！顿时那领头之人看向了楚八荒，其眉头一皱，看着对方：你是何人？动我家小风，死！楚八荒冷漠地扫了对方一眼，他抬手便是一掌。轰隆！刹那间，虚空之上一道遮天蔽日的掌印浮现而出，携带磅礴之威。这一刻，大夏都城内的人全都傻眼了，而那姬如雪见状也是瞳孔一缩，他看得出来这一掌的威力完全超越了这下界的范畴，绝非下界之人能施展出来的。这楚家的人究竟什么来头？难道也是来自上界？此刻姬如雪心中暗暗猜测着，而此时虚空中的那群人看到这擎天巨掌出现，他们的瞳孔都是一缩，面露惊骇之色。不好，快！那领头之人刚要开口撤离，结果这一掌就落下了。轰！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那群夏祖派来的强者顷刻间就被这一掌碾压成虚无了，连渣都没剩。这一刻，全场寂静，鸦雀无声，不堪一击。楚八荒摇了摇头，露出一抹无趣的表情。卧槽，四叔真猛啊！楚风看着这一幕，不禁感叹道：这小子一家子究竟什么来头？为何连塔爷我都完全察觉不出？此刻那塔爷也是暗暗嘀咕着，而楚八荒扫了一眼楚风：小风，没事，你四叔我继续回去睡觉了。当即楚八荒一个闪身便消失在眼前。这时楚风则来到了夏幽若的面前，将其搀扶了起来。你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夏幽若摇了摇头道：没想到先祖竟然还活着。随后他看着楚风：
那颗龙珠看来是先祖极为重视之物，只怕先祖不会就此罢休。无妨，他们要敢再来，大不了让我四叔再一巴掌拍死就是了。楚风笑着说道。与此同时，上界某座宫殿之中，一道身影急匆匆地出现在这，对着宫殿正上方端坐的一道身影下跪说道：启禀主人，派去下界大夏皇朝探查之人的魂灯全都熄灭了。唰！瞬间，那位端坐之人面色一沉，眼神阴翳道：怎么会这样？他们全都死了。而这人正是大夏皇朝先祖夏天阳。是的，主人。那道身影低头说道。怎么可能？以他们的修为，就算受到下界天道压制，也绝对不可能有人伤得到他们。夏天阳脸色十分难看，难以置信道。随之他想到了什么，难道是有其他上界强者出手了？唰！想到这，夏天阳神色一变，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莫非龙珠的消息泄露出去，被其他上界强者知晓了？若真是如此，那就麻烦了。一旦龙珠有失，被那个地方的人知道，那他就完了。想到这，夏天阳的脸色无比凝重，当即他神色一凛，厉喝道：立刻传令赤牙，让他亲自去一趟下界，查清楚情况。记住，龙珠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大夏边境此时已经变成了一片修罗战场，东瀛皇朝联合其余5大皇朝发兵200万，经过1天的时间便杀到了大夏边境。而大夏边境守军不过区10几万人，面对着将近20倍于自己的兵力，自然无力抵挡。不过数个时辰，大夏边境10几万守军便全军覆没。哈，大夏军队不过如此。此时在6大皇朝的大军前方，有着6道身影骑着妖兽，乃是6大皇朝此次派出的统帅，而他们一身修为全都达到了天象境。其中一人看着眼前全军覆没的大夏守军讥讽道：真是不堪一击，这次我们便一举杀到大夏都城去。听说大夏换了一个女娃娃当皇帝，到时候我们便让那大夏女皇给我们跪下来伺候我们，让这些大夏贱民全都成为我们的奴隶。这时东瀛统帅一脸兴奋地叫嚣着：哈哈，说得好！其余5大皇朝统帅纷纷赞同道：你们只怕没这个机会了。陡然一道冰冷无情的声音突兀炸响，只见远处3头飞行妖兽飞驰而来，随即楚风和东方长渊2人一跃而下，青鸟和端木月还有那10大皇级暗卫紧随其后。至于金刚，因为闭关突破，此次并未跟随在楚风身边。刷刷刷，那6大皇朝统帅目光一凛，全都扫向了楚风等人。镇北世子，东瀛统帅瞬间认出了楚风，眼中闪烁着金芒。就凭你们还想灭我大夏？楚风扫了这6人一眼，冷道：谁给你的勇气？怎么镇北王不敢出现了，就派你这么一个毛头小子来送死？那东瀛统帅嘲讽道：杀杀杀！陡然一阵阵杀伐之声传来，远处一阵阵地动山摇的脚步声传来，只见10万镇北军犹如滚滚洪水汹涌而来，每一个都是身穿重甲，手持长刀，身上散发着肃杀之气。他们宛如一群洪荒猛兽，一个个气势无双，杀气滔天。为首的正是镇北军4大军团长之一的狂战和血罗刹。转眼间，这10万镇北军便出现在了眼前。那狂战和血罗刹对着楚风直接下跪道：镇北军军团长狂战拜见世子。镇北军军团长血罗刹拜见世子。那10万镇北军全都对着楚风整齐划一的半跪参拜。你们来的正是时候，今日便随我灭了这群狗日的！楚风冷冷地喝道。是！10万镇北军异口同声地喝道。哼，区10万人便想和我6大皇朝200万大军抗衡，简直是异想天开。那6大皇朝统帅对此不屑一顾，无需和他们废话，直接将他们全都灭了。听说这个镇北世子娶的媳妇乃是大夏第一美人，到时候我们一起杀到镇北王府去，好好玩玩这位大夏第一美人。那东瀛统帅一脸淫笑地说道。好！其余5大皇朝统帅都是一脸兴奋地大笑着。找死！闻言，楚风眼中露出一抹杀意，他身子一跃，直接朝着这6人冲去。该死的，竟敢对世子妃出言不逊，给老子杀光他们，一个不留！狂战手中大刀一挥，发出一道咆哮声，整个人便好似一尊猛虎出笼，瞬间冲了出去。顿时，这10万镇北军全都冲了出去，纵然面对着20倍于自己的6大皇朝联军，却毫无畏惧之色。眨眼间，双方大军便激战厮杀在了一起。而楚风已经冲到那6大统帅面前，身上散发着骇人的神魔之威，他一拳直接朝着这6人轰杀而去。找死！看着楚风竟敢独自一人对战自己6人，那6大皇朝统帅冷哼一声，
皆是爆发出天象境修为。轰！瞬间，楚风的拳头就和这6位天象境强者的力量碰撞在一起，发出一道沉闷如雷的爆炸声。噗噗噗！结果这6人的身子当场就被轰飞出去，全都砸在地上吐着血。怎么可能？此时他们满脸骇然地看着楚风，内心震撼万分。他们身为天象境强者，联手竟然挡不住此子的一拳，这是什么变态妖孽？犯我大夏，死！楚风双眸泛红，字字珠玑地喝道。他直接冲了出去，一拳一拳轰杀而出，每一拳都蕴含着神魔之力，势不可挡。砰！砰！砰！当即，这6位天象境强者便接连惨死在楚风的拳头之下。在这股神魔之威的镇压之下，他们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堂堂天象境，此时却脆弱的好似蝼蚁一般。转眼间，6位天象境便只剩下那位东瀛皇朝的统帅，而他看着其余5人被杀，脸色惨白无色，身子颤抖着，看着楚风的眼中充满了恐惧之色。楚风慢悠悠地朝着他走了过去，好似一尊死神缓缓降临，让其充满了窒息感。你！他张了张嘴，看着楚风想说些什么，结果后者一拳轰出。砰！这位东瀛统帅本能地催动全力抵挡，结果当楚风这一拳落下，他才知道一切反抗都是无效的。轰的一声，他的身躯便被楚风一拳打爆了，尸骨无存。他竟然这么强！远处的端木月看着楚风一人横扫6位天象境强者，其内心一惊，神色连连变化。这个年纪能达到此等修为的，莫说在南荒，纵然是在整个苍玄域都称得上是天之骄子了。随即他想到之前有关于这位镇北世子的传闻，心中暗暗震惊，此子竟然隐藏得如此之深。而随着6大统帅惨死，6大皇朝的大军士兵全都傻眼了，士气斗志瞬间大跌。杀！反观镇北军这边，一个个斗志高昂，在3位军团长的率领下，宛如一支无敌军团，疯狂碾压着6大皇朝的大军。而这一战持续到了夜幕降临，最终以6大皇朝200万大军死伤超100万，剩下全都溃败逃亡而结束。而镇北军死伤不过10000人，这种战损比堪称惊人。今日诸位辛苦了，凡是阵亡将士全都厚葬，受伤士兵立刻进行治疗。楚风一一说道。世子，那6大皇朝这次受到重创，只怕不一定会甘心，要不我们乘胜追击，直接将他们全都灭了得了。这时狂战看着楚风提议道。我觉得狂战提议不错，这些家伙就该全都斩草除根。血罗莎点了点头，一双美眸泛着血色瞳孔，让人不寒而栗。楚风看着这2位军团长，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嗜杀啊。随即他说道，先给6大皇朝发去通知，限他们3日之前向大夏递交降表，宣布臣服于大夏皇朝，如若不然，那便全灭了。是。东方长渊3人点了点头。世子，你浑身都是血，我给你准备好了水，要不先沐浴清洗一番吧。这时青鸟来到楚风面前，贴心地说道。好。楚风点了点头，随即他看着一旁的端木月，你也一起吧。我一起。端木月神色一怔，而楚风玩味一笑，当然了，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侍女呢。怎么不愿意？不敢。端木月连忙吐道。随后边境的一间营帐之中，楚风站在这，青鸟为其宽衣解带，而端木月站在一旁面色绯红，低着头不敢去看。很快楚风赤裸着身子踏入了木桶之中。你站着干嘛呢？楚风瞥了一眼端木月，后者低着头来到了木桶前，跟着青鸟一起为楚风清洗身子。啪嗒，没过一会，营帐的灯火突然灭了。咻！蓦然一道寒芒乍现，直取楚风咽喉。就在营帐灯火灭掉的瞬间，一道寒芒乍现，直奔楚风咽喉而来。此袭击速度之快，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但楚风却是无比淡定。吭！瞬间，那寒芒化作一柄利刃落在楚风咽喉上，却传出一道清脆的声音，难以前进半分。楚风嘴角上扬，冷笑一声，一掌闪电般轰了出去。他这一掌直接朝着那利刃之主轰去，后者挥动另外一只手抵挡。砰！一道闷响过后，楚风身下木桶破碎，他和对方分别后退着。随即楚风一招手，将旁边的衣服瞬间套在了身上。这时那青鸟重新点燃了营帐内的灯火，而此刻在楚风面前站着一位浑身包裹在黑衣之下，戴着面具的身影。你是谁？楚风看着对方冷道。黄泉阁影杀。此人发出一道冰冷的声音，盯着楚风。没想到你还修行了肉身之法。呵呵。楚风轻轻一笑，他如今不仅拥有着混沌神魔体，还吸收了大量的龙气淬炼肉身，其肉身防御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
纵然是灵气都难以破开其肉身，因此面对着刚才的那一击，他才会毫无畏惧。随之楚风冷道：你们黄泉阁还真是冤魂不散啊！唰，陡然影杀的身影凭空消失。小心！青鸟本能地叫道。就在这一瞬间，影杀的身影便鬼魅般出现在楚风身后，又是一招直取要害。轰！关键时刻，一道血光一闪而来，猛地挡住了影杀这一击。这人正是血罗刹。唰唰！与此同时，东方长渊和狂战皆是出现在营帐中，冷冷地盯着影杀。该死的，竟敢暗杀世子，当我们不存在是吧？狂战怒吼道，他手中的大刀瞬间劈了出去。轰！这一刀落下，黄暴的劲气直接将整座营帐都给劈开了，但影杀却好似一道影子般飘渺不定，瞬间躲开了这一击。咻！血罗刹化作一道血光朝影杀冲去，一股浓郁的血煞之气弥漫开来，好似一道结界将对方四周封锁住了。但当他这一击落在影杀所在时，其身影却宛如泡沫般随风散去。速度这么快？血罗刹惊讶道：好厉害的身法！就连狂战和东方长渊都露出一丝惊讶之色。而楚风对此也是目光闪烁着，他心中暗暗问道：塔爷，你这有没有比他还要厉害的身法啊？之前楚风对于身法并不了解，但如今见识到了这位黄泉阁杀手那飘渺如影的身法，他倒是对这身法之术充满了兴趣。要是学会了一门牛逼的身法，就算打不过也能逃啊！他这身法垃圾得很，你想学，塔爷这有门顶尖的身法。塔爷说道：什么身法？顿时楚风好奇道：嗡！当即混沌阴阳塔中急射出一道光芒，进入楚风灵魂之中，而楚风灵魂中直接多出了一股庞大的信息。他双眸一闭，便开始迅速消化。唰！数秒后，楚风双眸一睁，喃喃自语：星闪，星闪。顾名思义，乃是拥有着堪比流星一般的速度，甚至修炼到极致，还能借助星辰之力进行移动，堪比空间瞬移。但星闪修炼起来极其困难，对于肉身有着极大的要求。不过楚风身具混沌神魔体，肉身倒是符合要求。此时面对着三位军团长的联手攻击，那影杀依旧游刃有余，一一躲开了。该死的家伙，你属泥鳅的这么会躲！狂战顿时气的大骂道。此刻影杀面具下的双眸扫了楚风一眼，随即身子一闪，便要离开此地。而东方长渊三人看着影杀想逃，齐刷刷的出手，想要将其拦住，但影杀却好似化身为了一道真正的影子，将他们的攻击全都避开了，朝着外面逃去。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本世子好欺负是吧？蓦然，楚风冰冷的声音响起，他瞬间便施展出了星闪这门身法。咻！刹那间，楚风便化作一道流星，消失在原地。众人还未反应过来之际，楚风便闪现在了影杀面前，挡住了其去路。影杀见状，瞳孔一凝，露出一丝震惊之色。他最引以为傲的便是其身法，但如今竟然有人比其速度还快。你！影杀看着楚风不禁开口，而他话刚出，楚风便运转全力一拳轰杀而出。轰隆隆，他这一拳没有任何保留，顿时打得空间轰鸣作响。砰！影杀出手抵挡着楚风这一拳，双方身子分别后退着。吃我一刀！这时狂战的声音从影杀身后传来，一道恐怖的刀芒强势斩来。关键时刻，影杀强行扭转身躯，那一刀擦着其脸庞而过，将其脸上的面具给斩落了。但他刚躲掉这一刀，东方长渊和血罗刹的攻击便同时降临了。噗！这次影杀难以躲避，只能硬接了这两人一击，瞬间其身子就被轰飞了出去，口中吐着血，半跪在地。啊！此时楚风看着影杀的脸庞，竟露出一丝惊诧之色。只见这没了面具的影杀，其两边脸上分别刻着一个七字和一个杀字。七杀阁的人。陡然，楚风手上戒指中传来云清子震惊的声音：什么七杀阁？楚风不解道：七杀阁乃是上古时期一个极其神秘可怕的杀手组织，这个组织首领名为七杀，身怀恐怖的杀伐之体，其杀人如麻，曾一夜之间屠灭过上百个宗门势力。他所创建的七杀阁更是让无数势力和强者闻风丧胆，引发了诸多动乱。最终七杀阁一系列的行为引起了公愤，惹得无数宗门势力组成联盟。经过一番惨烈的大战之后，七杀阁最终被覆灭。而凡是七杀阁之人，都会在脸上刺上七杀二字，以表对七杀阁的忠心。云清子一一讲述道。楚风听完惊讶道：那此人是七杀阁的人？从他脸上的刺青来看，应该是了。不对啊，他不是来自黄泉阁吗？莫非这个黄泉阁和七杀阁有关系？楚风目光闪烁着，而云清子吐道：只怕七杀阁要死灰复燃了。
到那时势必又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唰！这时楚风冷眸注视着影杀，刚要开口，结果又有一道声音传来：“这大夏还真是热闹啊！”轰轰轰！此话一出，一股股恐怖的杀伐之气骤然降临，笼罩着整个边境区域。咚咚咚！刹那间，一阵沉闷如雷的脚步声从大夏边境外传来。只见在那黑夜下，3000身穿血色甲胄、手持长枪、气势如虹的身影出现在这。他们每一位都战意勃发，身上散发着浓郁如血的杀伐之气。最为主要的是，这3000人的修为最低都达到了金丹境，其中更有着30位天象境以及10位涅槃境级别的强者。而在这群人的上方，还有着一头飞行妖兽，在上面站着一位手持长枪、气势森冷、充满肃杀之气的中年男人。此刻这男人俯视着下方的楚风等人冷道：“今夜这大夏倒是挺热闹的。”刷刷刷！随着这群人出现，四周正在歇息的镇北军迅速集结了起来。楚风瞥了这群人一眼，看着虚空中的那人：“你们又是哪冒出来的？”吾乃天神殿南荒分殿5大战将之一的天晴战将。那手持长枪的男人冷冷地喝道，他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肃杀之气，一身修为已经踏入了生死境。天神殿，没想到你们也跑来凑热闹了。楚风撇了撇嘴，砰！陡然，那天晴战将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地上，长枪一挥，盯着楚风冷道：“和我天神殿为敌者，杀无赦！镇北王府的灭亡，就从你这位镇北世子开始吧！”轰！这位天晴战将手持长枪朝着楚风轰杀而去，但他还未靠近楚风，狂战手中的长刀便朝其劈了过来。感受到那长刀蕴含的威势之强，天晴战将瞳孔一缩，长枪一横，便企图抵挡这一刀。咔嚓！结果他手中这灵气品阶的长枪竟被对方一刀给劈断了，而那长刀更是势不可挡的直接劈在了其肩膀上，伴随着一道撕拉声响起。这位天神殿的天晴战将竟被狂战手中的长刀给当场劈成了2半。堂堂生死境修为的存在，竟连狂战一刀都没抗住就被分尸了。这一幕直接让那3000天神殿精锐傻眼了。奶奶的，就这么点实力还想来灭镇北王府，真他妈够傻逼的。狂战冷哼一声，其目光扫向了那3000天神殿精锐。镇北军，给我杀！他提着刀就杀了出去，而其余镇北军也是一窝蜂的冲了上去。东方长渊和血罗刹2人皆是冲了出去，而以这3000天神殿精锐最低金丹境的修为来看，足以横扫南荒7大皇朝，但面对着堪称虎狼之师的镇北军，却是直接悲剧了。在一番腥风血雨的杀戮之下，这3000天神殿南荒分殿的精锐直接就被强势屠戮了，一个不剩，全都葬身于此。你们竟然和天神殿也结仇了？这时端木月眉头紧皱道。楚风扫了他一眼：“你好像很害怕这个天神殿。苍玄域内的人应该没多少人不怕这个天神殿。”端木月沉声道：“天神殿有这样牛逼？”楚风惊讶道：“天神殿在苍玄域内乃是超然的存在，纵然是那太上道宗在天神殿面前都稍逊一色。有传言天神殿来自域外，他们一来到苍玄域便迅速将势力遍布苍玄域各地，无论是南荒、东晋、北疆、中州，还是那佛门圣地的西漠，都有着天神殿的势力存在。凡是招惹到天神殿，都会遭受到他们最严厉的报复，轻者灭门，重则屠灭9族。尤其是那位传说中的天神殿殿主，据说一身修为在整个苍玄域都属于顶尖的存在。”端木月一一介绍道。不过此时无论是楚风还是东方长渊3位军团长都显得十分淡定，丝毫没有任何的惊慌失措，这让端木月有些傻眼了。他心中腹诽道：难道是自己介绍的不够清楚吗？这几个人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要是换做其他人，在知晓自己招惹了这么一尊庞然大物后，不说被吓得半死，最少得紧张起来吧。但这几个家伙竟然这么淡定，让端木月有些不知所措了。你们不该紧张起来吗？随即端木月忍不住问道。紧张？紧张什么？楚风不以为然道。什么狗屁天神殿，敢和我们镇北王府为敌，直接灭了就是。狂战冷冷地哼道。不知道这天神殿有多少人，够不够杀的？血罗刹眼中泛着血光，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一脸嗜血道，好似一尊来自地狱的罗刹。啊！端木月见状彻底愣住了，暗道这都是一群疯子吗？连天神殿这样势力遍布苍玄域的超然存在都一副不放在眼里的架势，这也太狂了吧！不仅是天神殿，还有那黄泉阁也得解决了。楚风眸光闪烁着，他来到了那影杀面前说道：你是七杀阁的人？唰！闻言影杀的瞳孔微缩，但却沉默不语。黄泉阁的总部在哪？楚风再次问道，但影杀依旧沉默不语。当即楚风心中问道：
塔爷，有没有那种搜魂的术法？有，但此法唯有修炼精神之力的术士才能掌控。你现在还不是，无法施展。听到塔爷的话，楚风眉头一皱，他盯着那影杀，目光闪烁着，随之出手将其一身修为给封锁了。而后他对着东方长渊说道：“你发出消息，就说黄泉阁的杀手刺杀本世子被活捉了。若是黄泉阁不想他们的秘密泄露出去，就让他们阁主亲自来大夏。世子是想引黄泉阁的人来，但他们会来吗？”东方长渊问道。七杀阁这么大的秘密，他们自然会来。楚风嘴角上扬，冷哼道：“还有，立刻去查清楚天神殿在南荒的分部所在。”因为天神殿南荒分部并未隐藏自己老巢，因此楚风很快就知晓了其分部所在。随即楚风便带着狂战、雪罗刹以及10大暗卫，乘坐着飞行妖兽前往了天神殿南荒分部的老巢。看着楚风竟然直接杀去了天神殿分部，端木月也是被惊了一跳。数个时辰后，天神殿南荒分部中，一道冰冷之声骤然响起：“天神殿的人滚出来受死！天神殿的人滚出来受死！”随着此话在天神殿南荒分店炸响，瞬间引得天神殿南荒分店内的人大为震惊。竟然有人敢来天神殿分店挑衅，谁这么大的胆子？此刻楚风一行13人从天而降，直接落在了天神殿南荒分店中。刷刷刷，眨眼间这分店之中冒出大量成员，将楚风13人给团团围住了。这时南荒分店中的其余4位战将纷纷现身，凝视着楚风等人：“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擅闯我天神殿分店？你们天神殿的人都要灭我镇北王府了，闯你们分店怎么了？”楚风撇了撇嘴：“镇北王府的人怎么会？天晴战将不是去剿灭这镇北王府了吗？”那4位战将神色一凝，不可思议道：“他们已经死了，现在轮到你们了。”杀！楚风没有任何废话，当即狂战、雪罗刹还有那10位暗卫便冲了出去，对着天神殿南荒分店的人大开杀戒。狂妄！顿时那4大战将面色一冷，全都爆发出生死境修为冲了出去。轰！狂战一刀劈了出去，一道恐怖的刀芒直接将其中2位战将的身子给劈飞出去，吐着血。而血罗刹化作一道地狱罗刹，瞬间出现在2位战将面前，双手化作利爪，直接刺穿了他们的胸口，一击毙命。这时楚风扫了一眼那分店深处，感受到了一股强横的能量气息，他直接走了过去。很快他来到了一处宫殿前，那股能量气息便是来自于其中。轰！当即一股强横的威压弥漫开来。天人境，这乃是天人境强者的威压。随即那宫殿大门开启，那南荒分店店主仇颜走了出来，兴奋道：“本店主终于达到天人境7重了，恭喜啊！可惜你得死了。”蓦然楚风的声音响起。唰！仇颜猛地一扫，便看到了楚风，冷道：“你是谁？”“镇北世子楚风。”楚风淡淡的说道。“镇北世子，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当即仇颜神色一变，而后他感应到了什么，临时一扫，看着如今分店情况，脸色一下子无比难看。他面色一沉，盯着楚风：“你们竟然……”轰！楚风没有和对方废话，而是一拳轰了出去。这是他第一次和天人境强者对战，但却无所畏惧。找死！看着楚风一个毛头小子竟胆敢对自己出手，裘颜神色一怒，抬手便是一掌轰杀而出。轰隆！这一掌轰出，一股炙热的火属性灵力爆发出来，而楚风依旧是一拳袭来，硬撼对方这一掌。砰！随着刺耳的爆炸声响起，楚风身子连连后退数步，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和人对战处于下风。不愧是天人境，果然够强。他捏着拳头喃喃自语，如今其境界在吸收完龙气后已经踏入了涅槃境，而凭借着混沌神魔体的强悍，他足以横扫生死境，但和天人境之间还有着一定的差距，更何况对方踏入了天人境7重，你竟然踏入了涅槃境，而且还能挡得住我这一招。此刻仇颜凝视着楚风，神色连连变化，随即他面色深沉道：“没想到大夏鼎鼎有名的纨绔废物，竟然才是那个天赋最强的天才，你隐藏的倒是够深的。小子，本店主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只要你宣誓效忠于我天神殿，我……”不等仇颜说完，楚风便催动星闪，瞬间消失在原地。唰！裘颜看着楚风消失，突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就在这一瞬间，楚风出现在裘颜身后，一拳狠狠地砸了出去。砰！虽然楚风的速度很快，但裘颜毕竟是天人境强者，还是及时反应过来，挥手抵挡着楚风这一拳。但因为是仓促出手，他直接被楚风一拳轰得后退了一步。咻！楚风再次施展星闪，又消失在原地。该死的！
仇颜神色一沉，他突然升空而起，而随着他升空，楚风直接失去了攻击目标。小子，你以为你速度快就能对付本店主了？在天人镜面前，天人之下皆为蝼蚁。仇颜冷冷地喝道：你说谁蝼蚁呢？陡然，仇颜身后传来一道冷声，他猛地回头，便是瞳孔一缩，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只见在仇颜身后竟有着足足12人踏空而立，皆散发着不弱于他的气息。这12人正是狂战、血罗刹以及10大暗卫。你们！仇颜难以置信地看着这12人，结果其刚开口，狂战便冷喝一声：滚下去！轰隆隆，瞬间一股股恐怖的气息降临，直接压在仇颜身上。噗嗤，当场仇颜便被压得从天而降，砸在地上连连吐血。而楚风来到了对方面前，一巴掌扇在其脸上，冷道：会飞了不起啊，你再给我飞个试试。飞啊，怎么不飞了？楚风一边叫嚣着，一边呼呼扇在仇颜脸上。瞬间仇颜的脸便被扇成猪头，而他双眸狰狞，目眦欲裂地盯着楚风。该死的混蛋，去死吧！轰隆，下一秒，仇颜手中戒指内传出一道轰鸣声，一道恐怖的火焰从中急射而出，直接朝着楚风吞噬而去。主人，小心，是地火！这时云青子连忙提醒道，但已经晚了，这道火焰瞬间便将楚风给吞噬掉了，恐怖烈焰疯狂焚烧着其身子。世子、狂战、血罗刹等人见状，神色一变，连忙冲了过来，哈哈，小子，你不是很狂吗？继续啊，真以为本店主奈何不了你吗？此刻裘颜神色狰狞地哼道：该死的混蛋！这时狂战勃然大怒，便要一刀劈死这混蛋。但这时那笼罩着楚风的火焰竟迅速消散，好似融入到了楚风体内。随着火焰消失，楚风的身影显现出来，毫发未损。他看着仇颜，轻蔑道：就这？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此乃地火，你怎么会一点事都没有？仇颜见状，难以置信地吼道。此时就连那云青子都傻眼了，地火，那可是地脉孕育而成的异火，随便一道异火威力都是不可想象的。风黄境之下，一旦沾之，瞬间便可灰飞烟灭。但如今楚风被这地火给吞噬了，竟然一点事没有，甚至还将那地火给吸收了，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你！仇颜死死地盯着楚风，他刚开口，楚风便闪现在其面前，掐住了其喉咙。你可以去死了！楚风冷漠道。咔嚓，当场这位天神殿南荒分殿之主的喉咙就被楚风给捏碎了。随即楚风取下了对方的储物戒指，对着其他人说道：你们在这守着。他直接来到了仇颜闭关的那座宫殿内，而后唤出混沌阴阳塔，便踏入了其中。此刻在这塔中有着一道火焰，正是仇颜的那道地火。之前这道地火并非被楚风给吸收了，而是塔爷出手将其给收入混沌阴阳塔中了。你小子之前不是得到了焚诀吗？这下可以派上用场了。塔爷的声音响起，当即楚风便开始运转焚诀，吸收炼化着这道地火。很快混沌阴阳塔中便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轰！这一天楚风将那地火完全吸收了，而其一身修为则开始疯狂提升着。转眼间他的修为便踏入了涅槃境7重。唰！楚风双眸睁开，一双瞳孔好似在燃烧着2道火焰。他喃喃自语：不愧是异火，果然强悍，也不知道那家伙从哪得到的。随即楚风将仇颜的储物戒指打开，发现里面还有不少宝物，除此之外还有一枚写着天神2字的令牌。这是什么？突然楚风发现对方储物戒指中还有一块羊皮地图，这羊皮地图乃是残缺的，并不完整，上面的线路仿佛记载了某个地方，至于是呢，楚风就不知道了。难道是藏宝图？想起前世看过的那些小说剧情，楚风不禁猜测道。他直接将其收了起来，而后便离开了混沌阴阳塔。此刻外界也不过仅仅过去了几个时辰。当他走出宫殿，狂战等人纷纷叫道：世子，这是怎么回事？谁干的？陡然天神殿南荒分殿中传来一道震怒的声音。此刻在这分殿之中，遍地都是天神殿之人的尸体，可谓是尸横遍野。而在这其中，3道身影站在这里，他们看着眼前的天神殿南荒分殿的情况，脸色难看至极，眼中充满了怒火。唰！这时楚风几人走了过来，他们猛地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等人。你们是南荒分殿的人，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谁杀的他们？你们又是谁？楚风冷道。吾乃天神殿总殿派来的使者。那其中一人冷漠道。哦，也是天神殿的，那一起杀了吧。
楚风淡淡的说道。顿时狂战和血罗刹两人便冲了出去。大胆！你们！那位使者面色一变，而狂战两人已经杀了过来。当即对方身边的两人连忙出手抵挡，他们皆是天人境的修为，结果被狂战和血罗刹瞬间秒了。紧接着，狂战和血罗刹两人便朝着这位使者杀了过来。唰！那使者面色一变，连忙拿出一块玉牌，将其捏碎了。轰隆！随着玉牌被捏碎，一股超越天人境的力量从中爆发出来，朝着狂战和血罗刹两人轰杀而去。当即，狂战和血罗刹两人神色一凝，猛地出手抵挡，身子被轰得连连后退。而那人盯着楚风等人叫道：“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和我天神殿为敌！你们给我等着！”他说完，转身便要逃走。你逃得掉吗？但楚风的声音却紧随其后。只见楚风右手一翻，那道地火符现而出，直接就朝着对方急射而去。轰！那人刚冲到空中，结果那道地火便笼罩着其身子。啊！这人发出一道凄厉的叫声，其身子瞬间化作灰烬。这家伙竟然掌握了地火！此刻戒指中的云清子见状，大为震惊道：“涅槃境的修为便能掌控地火，这传出去，只怕会震惊掉一群人的下巴。”而楚风收回那道地火，看着狂战和血罗刹：“你们没事吧？”“没事。”没想到那家伙身上还藏着一道天王境强者的力量。狂战平复着体内紊乱的气息，沉声道：“天王境。”楚风神色微变，在天人境之上便是封王境，再往上便是王者境，然后才是天王境。而对方竟然拥有着一道天王境强者的力量，那就证明这天神殿中至少有天王境级别的强者。看来这天神殿的确不简单啊。楚风喃喃自语，随即他询问着云清子：“老头，你之前是什么实力？”“天尊境，只差一步便可迈入至尊境。”云清子一脸自傲道。而楚风眉头一挑，他倒是没想到这老家伙的实力这么强。天尊境，那可是要比天王境还要恐怖不知道多少个层次的存在啊！是不是给你找具身体，你就能复活啊？楚风询问道。他现在在思索着，要是能让这老东西复活了，那就算天神殿有天王境强者也不用怕了。除了需要一具最少达到封皇境以上修为的强者身躯外，还需要炼制一颗融魂丹，才能让老朽的灵魂和这具身体完美融合。不过融魂丹所需的药材并不普通，想要找到并不容易。云清子一一说道。竟然还需要封皇境以上的身体，这我去哪给你找啊？当即楚风嘴角一阵抽搐，天王境之上才是封皇境，他如今连天王境都对付不了，去哪找封皇境以上的身躯？暂时找不到也没有关系，只要有修复滋养灵魂的宝物，让老朽的灵魂力得到恢复，届时就算是封皇境强者，单凭老朽的灵魂力也能对付。云清子自然猜到了楚风的打算，开口说道：“这个办法不错。”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他们便直接返回了大夏。同一时间，在苍玄域某座宫殿之中，唰，一道身影蓦然睁开双眸，喃喃自语：“本王的那道力量竟然被动用了，难道南荒分殿出事了？”来人！当即这人喝道：“南荒黄泉阁总部。”此刻一众高层齐聚于此，一个个脸色十分难看。没想到连影杀都失手了，这镇北王府的人怎么会如此恐怖？现在怎么办？还有那个镇北世子说的秘密是什么？这群高层在得知大夏那边传出的消息后，议论纷纷。轰！蓦然，一股恐怖到极致的杀意充斥着这片空间。现场的黄泉阁高层神色一致，全都产生了极致的压迫和窒息。这时，一位银发黑袍、戴着面具之人出现在这，拜见阁主。在场的黄泉阁高层看着此人，全都瞳孔一缩，纷纷跪地参拜，眼中露出恐惧的神色。此人正是黄泉阁阁主。一群废物！黄泉阁阁主扫了这群人一眼，冷漠道。顿时这群高层惶恐不安，瑟瑟发抖。传我命令，调集黄泉阁所有人，随我前去大夏。还有那批血魁，也该派上用场了。我要大夏无一活口。黄泉阁主冷道。此话让那群黄泉阁全都一惊，灭了整个大夏，这么狠吗？而黄泉阁主这么做，自然是为了防止七杀阁的秘密泄露出来。如今时机未到，凡是知晓这个秘密的人都得死。此时六大皇朝200万大军被镇北军重创落败的消息也已经迅速传遍了六大皇朝，直接让六大皇朝上下一片哗然。200万大军竟然败了，这怎么可能？而此时六大皇朝之主也通通傻眼了。他们为了能一举剿灭大夏，可是派出了6位天象境强者，竟然无一生还。这镇北军竟恐怖到了这种地步吗？紧接着他们得知了楚风说的3日之内递交降表，否则便将他们全灭的消息。
当即六大皇朝之主的脸色极其难看，一个个露出着急的表情。此刻东瀛皇宫中，那东瀛皇帝快步来到一处密室之中，在这密室内有着一处血池，散发着浓郁的血腥之气，在那池中插着一把刀，正在吸收着那血池的能量。而在血池之外，盘坐着一位老者参见老祖。东瀛皇帝低头叫道：“什么事？”老者闭眼道。随即东瀛皇帝便将外面发生的事说了出来，而后说道：“老祖，如今到了皇朝的生死存亡之际，还望老祖出手。你再去找3000童男童女来，以他们之血柱救妖刀之危，待妖刀出世，莫说那所谓的镇北军，纵然是这南荒之地，亦要臣服在我东瀛皇朝的脚下。”这时那老者一双眸子蓦然睁开，盯着血池中的那把刀，闪烁着疯狂之色。而东瀛皇帝听到此话，其目光闪烁了几秒，点头道：“是，老祖，我这就去安排。”妖刀出世之日，便是我东瀛皇朝横扫南荒之时。此刻这密室中传出一阵阵阴冷的笑声。而在大夏边境，当楚风等人赶回来之时，一阵阵激烈的战斗声陡然传来。他们目光一扫，神色便是一变。轰轰轰！此刻东方长渊正在和一位身躯高大魁梧健硕的男人疯狂激战着。那男人一双拳头挥舞间，如雷贯耳，声声轰鸣，面对着东方长渊的重剑压迫，毫不示弱，反而打得有来有往。这一幕让刚刚返回的楚风露出惊讶之色。此人是谁？竟然能和东方郡团长不相上下？楚风惊讶道。这时那青鸟来到楚风面前吐道：“世子，此人乃是蛮族之主蛮皇。1个时辰前，蛮皇率领蛮族大军来袭。蛮族这群家伙还真是锲而不舍啊，之前死伤那么多人还敢来。不过这蛮皇倒是有2把刷子。”楚风撇了撇嘴，注视着那蛮皇。轰隆隆，很快又是一阵地动山摇的轰鸣声响起。蛮皇和东方长渊两人身子分别后退着，一股股骇人的劲气弥漫开来，他们脚下的地面更是出现了一个个深深的脚印，可见两人的力量之强。不愧是蛮族之主，果然够强。东方长渊注视着对方，冷漠道：“你也不差，没想到镇北军中竟然有你这等强者，怪不得之前我蛮族损失惨重，但今日你们都得死。”蛮皇眼神冰冷，神色深沉地喝道：“蛮皇是吧？实力不错，要不归降本世子吧？以后你们蛮族就是我大夏的一部分了。”这时楚风走了上前，对着蛮皇直接说道：“杀！”当即蛮皇面露杀意地盯着楚风，让我蛮族归降尔等，简直是痴人说梦话。我蛮族传承至今，除了伟大的蛮神，没人有资格让我们臣服。闻言，楚风冷哼道：“不臣服是吧？那就别怪我了，一起上吧。”随着楚风挥了挥手，顿时狂战和血罗刹还有那10位暗卫全都冲了上去，同时朝着蛮皇攻击而去。而东方长渊也是提着重剑再次杀了出去。一时间，3位镇北军团长以及楚家10位皇级暗卫便集体围攻着蛮皇。而面对着这围攻，顿时蛮皇节节败退。他愤怒地叫道：“你们竟然以多欺少，简直无耻至极！哼，都什么时代了，谁还跟你单挑啊？那不是傻逼吗？”楚风冷哼道：“该死的大夏人，竟然围攻蛮皇，大家一起上！”这时不远处的蛮族之人见状，纷纷怒斥道：“他们直接就杀了过来！”杀！楚风一声令下，顿时在场镇北军全都杀了过去，和蛮族厮杀在一起。噗嗤！而蛮皇这边在东方长渊等人的围攻之下，很快便处于下风，其身子直接就被狂战一刀劈中，迸溅出一道鲜血。砰！这时东方长渊重剑横压而来，当场把蛮皇给轰得暴退。随即那10位暗卫瞅准机会，纷纷欺身上前，手中利刃连连挥舞。一眨眼的功夫，蛮皇身上便出现了10几道伤口。不过或许是因为其肉身强悍的原因，那些利刃只是将其皮肤划开了，并未伤到根骨。唰！同一时间，血罗刹闪身在蛮皇身前，纤细白嫩的五指一挥，化作利爪，瞬间抓在对方胸口。滋啦！伴随着一声撕拉声响起，蛮皇胸口的血肉硬生生的被血罗刹给撕下来一大块，其胸口处森森白骨可见。嘶！楚风见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按道这血罗刹真够狠的，刚才那一击简直堪比9阴白骨爪啊！可嗨嗨！此刻蛮皇面对着这一波连招，面色泛白，一阵咳嗽着。你们！他神色愤怒地盯着这些人，而那蛮族之人看着蛮皇受伤，都是满脸担忧地叫道：“皇，看来这些蛮族之人都很关心你啊，不知道你在不在乎他们的生死呢？”这时楚风看着蛮皇玩味一笑：“你要干什么？”
蛮皇瞳孔一缩，凝视着楚风。10大暗卫听令，给我杀光这些蛮族。楚风神色一冷，命令道。当即那10位暗卫便化作一道道残影朝着那蛮族之人冲去。而以这10位暗卫的实力，那些蛮族之人根本无法抵挡，一下子成为了案板上待宰的羔羊，一一惨死。不！蛮皇双眸瞬间赤红，便要冲过去，但这时东方长渊3位军团长直接将其给拦住了。你现在有2个选择，一个便是乖乖臣服于本世子，那这些蛮族之人还有活命的机会；另外一个便是你将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族人全都死在你面前。不仅是他们，还有你们蛮族老巢中的那些老幼妇孺，我会一个不留，统统杀光，直到你们蛮族灭族。楚风一字一句，字字珠玑地吐道。而他的话让一旁的端木月暗暗一悸，他看着面前的这位世子，莫名地露出一丝恐惧。这位世子还真是够冷血无情的。你……那蛮皇听着楚风的话，目眦欲裂地盯着他，心中充满了怒火。他想要杀了楚风，却被3位军团长死死地牵制住了。你可得快点做决定，不然这些蛮族之人可就要死光了。楚风淡淡地说道。此时那10位暗卫已经屠戮了数千位蛮族之人，而其他镇北军也在疯狂屠戮着这些蛮族之人。看着自己的族人不断惨死在自己面前，蛮皇的眼中充满了恨意和不甘。之前那一战，蛮族已经损失惨重，而这次他带来的已经是蛮族仅剩的最后一批精锐族人，一旦全都死光了，那蛮族真的就只剩下老幼妇孺了。好，我愿意臣服于你。最终蛮皇咬着牙对着楚风低下了头颅。跪下！楚风冷漠道。当即扑通声响起，蛮皇直接跪了下去。蛮皇，不要跪他！这时那些蛮族之人看着他们的皇跪下了，纷纷怒吼道。而蛮皇看向了这些族人，低吟道：我身为蛮族的皇，不能让蛮族灭亡在我手中，是本皇无能，让蛮族落得这般田地，我愧对蛮族的列祖列宗。蛮皇低垂着脑袋，满脸自责道。他这一跪，整个人的精气神仿佛一下子都散了。而楚风挥了挥手，镇北军和10大暗卫全都停止了出手。他来到蛮皇面前说道：臣服于本世子，乃是你们蛮族的荣幸。我保证，只要你们愿意效忠于本世子，本世子能让你们变得更加强大。闻言，蛮皇抬头扫了他一眼。就凭你？显然他对于楚风的话不屑一顾。若非为了蛮族，他绝技不可能臣服于这个人族小子。你们蛮族之人体内被人下了神秘禁咒，导致你们的血脉被封禁了，实力想要提升更是难如登天，是吧？楚风看着蛮皇突然说道。轰！楚风此话一出，那蛮皇瞬间大脑一阵轰鸣，他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楚风。你……此刻其他蛮族之人也都是一脸震惊地看着楚风。此子怎么知道这些？蛮族被人下了禁咒，此乃蛮族最大的隐秘，除去蛮族之人外，无人知晓这些。眼前这个人族之子是如何知晓这些的？而楚风见状，嘴角微微上扬，心中吐道：塔爷，没想到你说的竟然都是真的。这有关于蛮族的秘密，自然是塔爷告诉楚风的。塔爷，什么人会给蛮族下这种禁咒？楚风不禁好奇道。这种封禁血脉的禁咒，最少是大帝级别的强者才能施展。塔爷回答道。大帝强者。当即楚风被惊了一跳，暗暗嘀咕：这蛮族究竟什么来头，竟然能让大帝强者出手？要知道，整个苍玄域连圣人都见不到一位，更别说是那传说中的大帝强者了。这个蛮族应该来头不小，你若是能收服，到时候一旦帮他们解除了这禁咒，那便多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听着塔爷的话，楚风说道：那这个禁咒要如何解除？此禁咒想要解除没那么容易，以你现在的实力还无法解除。塔爷直接说道。而此时那蛮皇看着楚风神色连连变化，深呼吸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楚风看着对方：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只需要知道，你们蛮族体内的禁咒只有我能解除。你若想让蛮族重返巅峰，那就乖乖的效忠于我，等时机到了，我便会帮你们解除这禁咒。听着楚风此话，蛮皇的脸色不断变化着，显然在判断楚风说的是真是假。我知道你在怀疑我说的是真是假，但你现在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相信我。楚风冷冷的吐道。好，本皇就相信你一次。当即蛮皇咬着牙说道。解除蛮族体内的禁咒，乃是历代蛮族之主都想要完成的夙愿，但至今都没人能完成。蛮族因为这个禁咒的缘故，实力也一代不如一代，再继续衰败下去，只怕便要彻底沦为普通人了。如今有这么一丝希望，蛮皇自然不想错过。恭喜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楚风玩味一笑，随即他和蛮皇交谈了一番，便让他们先行离开了。世子，这群家伙真的会愿意臣服吗？
黄战不禁担心道：“放心，他们会的。”楚风自信道。而另外一边，那些蛮族之人看着蛮皇吐道：“蛮皇，那小子真的能帮我们解除禁咒吗？我看他年纪轻轻，根本不可能做到。”其余蛮族之人质疑道：“我们的生死都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了，他也没有必要说谎。或许他便是老祖预言的那个能改变我们蛮族命运的人。”蛮皇神色闪烁着。翌日一大早，楚风便带着端木月前往了那处上古遗迹所在。与此同时，镇北王府外，一位佝偻着身子的老者出现在了这里。站住！你是什么人？那王府守卫看着这老者询问道。而老者仿佛并未听到他们的话，径直朝着王府内走去。当即守卫便要上前阻拦，结果他们还未靠近对方，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轰飞了出去。砰！王府大门瞬间粉碎，那门口守卫直接飞进了王府，砸在地上当场死亡。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动了王府内的人，顿时大量守卫冲了出来。此时那老者缓缓地走了进来，嘶哑道：“老朽找镇北世子，让他出来见我。”“我们家世子不在，你是何人？”一位守卫厉喝道。“不在，那便先灭了你们，老朽再去找他。”老者平静地说道。“你是哪个势力的？”这时楚龙象走了出来，注视着眼前的老者。“记住，老朽的名字叫阿福。”轰！瞬间，这老者身上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而他一身修为已经超越了天人境，踏入了封王之境。切，也还以为是哪个牛逼的家伙呢，原来不过是一个封王境的老家伙。此时那楚八荒走了出来，瞥了一眼那老者，不屑道：“老东西，你说说你，都半截身子埋土里的人了，才区封王境，你也不嫌丢人？我要是你，肯定没脸出门。”听着楚八荒那肆无忌惮的嘲讽，那老者面色阴沉如墨，眼中闪烁着愠怒之色。找死！他身子一动，布满皱纹的老手瞬间朝着楚八荒轰杀而去。轰！这一击轰出，楚八荒面前的空间狠狠一颤，四周的空气完全凝固住了，这片空间都好似被封锁了一样。达到封王境，自身和天地之间的契合将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已经开始领悟天地之势了，借助天地之势镇压对手。此刻这位老者便是借助自己的势封锁了这片空间，让楚八荒无路可逃。但楚八荒却是不屑道：“滚！”啪！他一巴掌甩了出去，这老者还未冲到其面前，就被扇飞出去。噗嗤！瞬间，老者的身子便砸在地上，疯狂吐血，而他内心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满脸的不可置信。怎么？不等他开口，楚八荒便一脚踩在其脸上，冷道：“说谁派你来的？”此时这老者想要挣扎，却发现其一身封王境修为竟然完全发挥不出来，这让他内心大骇，眼前这人究竟什么实力？怎会如此恐怖？我乃是稷下学宫的。随即这老者大叫道：“稷下学宫！”楚八荒一愣，撇了撇嘴，小风这家伙竟然还和稷下学宫有仇，你们赶紧放了我，不然……砰！这老者刚刚开口，结果就被楚八荒一脚踩爆了脑袋。而后他看向了楚龙象：“大哥，要不要我去中州一趟，把这个狗屁稷下学宫给灭了，或者把稷下学宫的那位夫子抓来，让他知道敢招惹我们家小风的下场。”此话一出，远在中州的稷下学宫中，一位白发苍苍、身穿白衣的老者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怎么回事？当即，这位在稷下学宫有着最高地位的夫子突然感觉后背直冒冷汗。而此刻镇北王府中，楚长生走了出来，看着楚八荒：“四弟，你看你动不动就喊杀喊打的，那稷下学宫好歹也是苍玄玉一方圣道传承，你这直接把人家灭了，得闹出多大动静啊！我管他呢，敢对小风不利，那就该死！”楚八荒杀气腾腾的哼道：“行了，此事就让那小子自己去解决吧。”楚龙象淡淡的说道：“我记得稷下学宫中还有着一件他们先祖孔圣人留下的宝物，倒是适合小风，到时候让小风亲自去拿回来。”楚长生淡淡的说道：“好吧。”楚八荒哼唧道：“对了，三哥，老五他们几个咋样了？小风大婚都不回来，在干啥呢？他们有事，暂时回不来，而且神域那群家伙开始蠢蠢欲动了，我们也是时候离开了。”楚龙象神色闪烁着，沉声吐道。南荒某处突然一道轰鸣声传出，一道刺眼的光芒冲天而起，散发着恐怖的气息。不好，那处遗迹提前开启了。此时坐在飞行妖兽身上的端木月神色一变道：“而且这么大的动静，只怕其他势力都要有所察觉了。这下我们想顺利的进入那遗迹之中，只怕没这么容易了。本世子看上的东西，谁敢抢？”楚风神色冰冷道。此刻南荒一处丛林之中，一处洞口出现了，
散发着一股亘古苍凉的气息。刚才那道刺眼的光芒便是来自其中，而这便是那上古遗迹入口所在。刷刷刷，转眼间便有着不少人根据意象赶了过来。这是他们盯着那遗迹入口，神色变化着。很快，越来越多的武者出现在了这里，他们全都盯着这个入口。这好像是某处上古遗迹的入口。当即便有人猜测道：上古遗迹。随着这4个字一出，顿时让其他人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既然是上古遗迹，其中必然有着各种上古时代的宝物，若是他们能得到，必然是一场天大的机缘。正当这些人欲要踏入其中之时，一股股恐怖的威严骤然降临，直接压着遗迹外的一众武者动弹不得。他们纷纷抬头扫去，只见虚空中一头头飞行妖兽出现在这里，而在那飞行妖兽上站满了人。这些人身穿4种不同的服饰，一身气息全都在天象境之上，其中还有不少涅槃境强者，领头的更是4位生死境7重的强者。上古遗迹，野事儿等有资格踏入的。这4位生死境强者中的一位不屑道：那是南荒4宗的人。当即有眼尖的人认出了这4伙人。随着南荒4宗这4个字一出，在场众人脸色都是一变。在南荒之地有着4大古老的宗门，他们乃是南荒之中如今最强的4大宗门。这4大宗门分别是九曲宗、旭日宗、天剑山、玄月殿。眼前这4伙人显然便是南荒4大宗门的人。而当这4大宗门的人出现，在场其他人直接就放弃了踏入这上古遗迹的想法。在4大宗门面前，其他人压根没有觊觎这上古遗迹中宝物的资格。很快，4大宗门的人便纷纷落地。那领头的4位生死境强者全都盯着那上古遗迹的入口，眼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芒。随即他们对着身旁的宗门之人吩咐道：你们在外守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入遗迹。是。4大宗门的人纷纷点头。而后他们4人便要踏入遗迹中，但这时一道冷声从虚空传来：这遗迹乃是本世子的，你们也敢抢啊！随着此话一出，那4位生死境强者神色一怔，他们目光纷纷一扫，只见虚空中又有几头飞行妖兽出现。紧接着楚风带着端木月、青鸟、10大暗卫出现在了这里。至于那3位军团长并未跟随。在场其他人看到竟然有人敢和4大宗门争夺遗迹，都是暗暗一惊，猜测着楚风等人什么身份，竟如此大的胆子。你们也想要这遗迹？旭日宗的生死境强者冷冷地盯着楚风等人。这遗迹本世子要了，你们都可以滚了。楚风毫不客气地冷道。此话一出，那4大宗门的人都是面色一沉。那天剑山的一位天象境强者看着楚风，当即不屑道：小子，你哪冒出来的？如此不知死活，竟敢！而他的话还未说完，一位暗卫陡然喝道：对世子不敬者，杀！咻！瞬间他便出现在那天剑山弟子面前，一道寒芒闪过，噗嗤，一道血剑便从这弟子喉咙处迸溅而出，而其瞪大眼睛，一句话都没说完，便倒在了地上。刷刷刷！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其他人脸色都是一变，面露惊骇。那天剑山的人更是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怒火，竟然有人敢杀他们天剑山的人！那位天剑山的生死境强者神色一冷，盯着楚风等人怒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敢和我天剑山为敌？镇北世子楚风。楚风淡淡的说道。镇北世子。众人听到这个名号，神色各异。他莫非便是那位大夏皇朝第一纨绔镇北王府的世子？随即有人猜测出了楚风的身份。如今大夏皇朝和其余6大皇朝之间的大战早已在南荒传得沸沸扬扬，而这镇北王府自然也是诸多势力关注的对象。区区一个皇朝世子，谁给你的胆子敢和我们4大宗门为敌的？就算是你们大夏皇帝，在我等面前也得乖乖跪地磕头。这时旭日宗的生死境强者面露不屑道：是吗？楚风眉头一挑，刚要出手，结果又有一道声音从空中传来：镇北世子早有耳闻，没想到今日倒是见到了。他目光一扫，只见那空中4位天人境强者竟抬着一顶辇轿出现在了这里，轿子旁还跟随着一位老奴。天人境抬轿，这一幕直接让在场众人傻眼了。至于那4大宗门的生死境强者，看着辇轿上的标志，他们瞳孔一缩，纷纷下跪低头，一副觐见参拜的架势。4大宗门其余的人也是齐刷刷的全都跪下了。啊！这一幕让其他人再次一惊，什么人能让南荒4大宗门的人这般下跪参拜？楚风也是饶有兴趣的看着那辇轿让4大天人境抬轿，这出场派头十足啊！很快那辇轿落在地上，那位老奴上前缓缓掀开了轿帘，
一位身穿锦绣流云长衫、竖着长发、手持羽扇、面色泛白、一副气虚模样的青年走了出来。我等拜见公子。那4大宗门的生死境强者齐声叫道，一副恭敬有加的模样。此时众人纷纷猜测着这青年的身份，就连楚风都有些好奇。大胆，见到公子还不下跪参拜？这时那青年身边的老奴对着楚风等人呵斥道，我都不认识他，跪个毛线。楚风撇了撇嘴，放肆，竟敢对公子不敬！我家公子乃是南荒王之子，还不快快跪下参拜！那老奴对着楚风一脸冰冷的命令道。南荒王什么玩意？楚风在听完那老奴的介绍后，扫了一眼那青年，一脸不以为然的模样。真是坐井观天的蝼蚁，连南荒王都不知道。那4大宗门的人见状，纷纷讥讽道。在场其他武者在听到南荒王4个字时，则是身子一颤，连忙跪在地上参拜道，一个个眼中露出恐惧之色。世子，这南荒王乃是如今的南荒之主，据说是一位王者境强者，麾下有4大封王境强者，乃是如今南荒之地最强的存在。这时青鸟对着楚风介绍道，王者境。楚风眉头一挑，封王境之上便是王者境，他倒是没想到这南荒竟然还有王者境的强者。小子，现在知道我家公子的身份了吧？还不赶紧跪下参拜！那位老奴对着楚风再次呵斥道。聒噪！楚风神色一冷，挥了挥手，顿时一位暗卫便化作一道残影消失在原地。噗嗤！下一秒，这位老奴喉咙处便迸溅出一道血花，其双眸瞪得滚圆，双手不由得捂着喉咙，扑通一声便倒在了地上。而那位消失的暗卫则又回到了原地，手中的利刃滴着血。这一幕让在场众人都是面色一变，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满脸不可思议地盯着楚风，显然没想到此子竟然如此狂妄，竟敢杀南荒王公子身边的人。此时那位南荒王之子也是神色微变，他身边这位老奴一身修为可是达到了天人境7重，竟然被对方身边之人瞬间秒杀了，这份实力可不简单。不过区区一个皇朝王府世子，身边怎么会有此等高手？随即那南荒王之子注视着楚风，不过其眸光在青鸟和端木月两女的身上扫了一眼，眼眸深处闪过一抹异色，当即他眸光微凝，看着楚风吐道，这老奴可是我父亲派来的人，你杀了他，你可知会有什么后果？什么后果？楚风一脸玩味地看着对方。王者一怒，伏尸千里。那青年一字一句地吐道，你以及你背后的镇北王府乃至大夏皇朝都将不复存在。此话一出，现场众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有一种莫名的寒意，听起来倒是挺吓人的。楚风撇了撇嘴，当然你若是愿意给本公子跪下磕头，再把你身边的2位小美人送给本公子好好玩玩的话，本公子或许可以让我父亲开个恩，饶你一命。这青年淡淡的说道。他的话瞬间让青鸟和端木月的眼中露出一抹寒芒，而楚风看着对方轻轻一笑，你想玩他们2个？没错。这位南荒王之子眼中露出毫不掩饰的欲望，盯着2女。哎，可惜了，你没这个机会了。楚风摇了摇头，陡然他施展星闪，瞬间消失在原地。啪！下一秒，楚风便出现在对方面前，瞬间掐住了其喉咙。你！当即这位南荒王之子瞪大眼睛看着楚风，满脸的不可思议，此子竟敢对他出手，他是疯了吗？他懂不懂王者一怒，伏尸千里这8个字的含金量啊？随后这位南荒王之子还想说什么，其喉咙当场被楚风捏碎了。砰！楚风随手一挥，这位刚才还气派无比的南荒王之子就犹如一条死狗般被随意地扔在了地上，死不瞑目。这一刻，无论是抬轿的那4位天人境，还是南荒4大宗门的人，又或者是其他武者，全都瞪大眼睛，一副呆若木鸡的表情。现场鸦雀无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你竟然杀了公子！很快那4位天人境反应过来，一脸惊骇地盯着楚风。杀！楚风没有废话，一声令下，便有4位暗卫急射而出。噗噗噗噗！瞬间4道血花迸溅而出，这4位抬轿的天人境强者甚至都没反应过来，便倒在了地上，被一击毙命。嘶嘶嘶！这一幕直接让在场众人倒吸一口凉气，4位天人境就这么被秒杀了，这若非亲眼所见，实在是难以置信。毕竟在南荒，天人境已经属于顶尖强者了，强如南荒4大宗门之主也不过才天人境修为。此刻4大宗门的人全都傻眼了，尤其是那4位领头的生死境强者，全都瑟瑟发抖着。杀！楚风转身扫了4大宗门的人一眼，顿时让他们有一种面对着死神的感觉，一个个汗流浃背，甚至有的更是瘫软在地上。无趣。对此，楚
楚风撇了撇嘴，压根懒得搭理他们，直接朝着那遗迹里面走去。端木月和青鸟还有10大暗卫紧随其后。呼哧呼哧，随着楚风等人消失在眼前，那4大宗门的人才如释重负，一个个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这个镇北世子身边怎会有如此多强者？9曲宗的生死境强者忍不住吐道，其余3人皆是面露惊骇之色。这时玄月殿领头的那位女子看着南荒王之子冷道，就算他再强，杀了南荒王的独子，他也必死无疑。我们应该马上联系宗门，若是能先南荒王一步将此子擒获，不仅能得到遗迹中的宝物，说不得还能得到南荒王的奖赏。天剑山领头之人沉声道。其余3人对此纷纷点头。很快他们便开始联系着各自的宗门之中。而南荒的中心区域有着一座山峰，在那山巅之上矗立着一座恢宏的宫殿，这便是南荒王所居住之地。什么？我儿被杀了？混账！蓦然一股恐怖的杀伐之气便从宫殿之中爆发出来，直冲云霄，将那苍穹之上的云朵都给轰散了。这一刻，方圆100里内的空气都仿佛被冻结住了。传本王谕令，通知黑甲军，给本王将那个杀害本王儿子的家伙抓回来，凡是和他有关之人，通通杀无赦。一道蕴含着王者之怒的咆哮声从宫殿之中传出。遗迹之中，楚风一行人穿梭在一条长长的甬道之中。当他们走了几百米后，一处巨大的地下空间呈现在眼前。在这地下空间中矗立着一座宫殿，散发着古老而荒凉的气息。而在那宫殿上方写着荒殿2个大字。宫殿之外，左右两边各排列4尊巨石雕像，手握长刀，宛如8位忠诚的侍卫守在殿外。荒殿，这里难道是当年荒族的遗迹？端木月看着那宫殿上方的2个字，其神色一变，眼中露出震惊之色。荒族是啥？楚风好奇道。随即端木月神情肃穆道，荒族乃是曾经南荒第1大族，威震上古时代，他们统治着南荒不知道多少年，但后来荒族不知为何却突然灭亡了，一夕之间便彻底消失在世间中。自那以后，南荒便逐渐衰落了下去，直到今日已经无法和东晋、中州、北疆还有西漠相提并论了，甚至就连苍玄天骄榜，南荒都已经100年没有天骄位列其中了。听着端木月的话，楚风诧异道，这苍玄天骄榜又是什么？苍玄天骄榜乃是汇聚了整个苍玄域天骄的一个榜单，每20年举办一届，以此罗列出苍玄域最强的100强天骄。而南荒已经连续5届没有天骄能登上这天骄榜了。端木月介绍道。南荒这么惨吗？楚风嘟囔道。刷！突然端木月看着楚风，新一届天骄榜还有不到2个月就要举行了，你若是参加，应该有机会位列其中，这样南荒就可以打破100年不入天骄榜的耻辱了。这种装逼的机会肯定不能错过。楚风笑着说道。正所谓少年不装逼，老大徒伤悲，不过现在还是干正事要紧。他目光扫向了眼前的荒殿，直接就走了过去。轰！不过楚风刚走了几步，那宫殿外2排的8尊石像突然传出一道轰鸣声，紧接着这8尊石像便好似活了过来，手中的长刀直接朝着楚风斩去。我靠！楚风神色一变，猛地施展星闪躲避开来。轰隆隆，那8尊石像手中的长刀轰然落地，直接将地面给劈出一道深沟出来。好险啊！楚风感叹道。他刚才要是再慢那么1秒，只怕便要被剁碎了。但很快那8尊石像再次朝着楚风杀来，他连忙施展星闪不断躲避着，不过这8尊石像的攻势太过猛烈，让其根本来不及躲避。这时那10位暗卫也冲了过来，但他们一身修为面对着这8尊石像同样被压制住了，尤其是他们攻击落在这石像身上，根本伤不到他们分毫。塔爷，救命啊！楚风心中大叫道。你小子不过是几尊石像而已，怕个鸡毛？你不是刚掌控了一道地火吗？用火攻啊！塔爷嫌弃道。当即楚风想起了那道地火，他连忙唤出。轰！转眼间这8尊石像全都被地火焚烧着，很快便化作了虚无。楚风深呼一口气，骂道：妈的，小爷差点完犊子了，今天本世子要是在这得不到好处，非得把这给拆了不可。楚风嘟囔着直接朝着那宫殿去，不过这次他倒是小心翼翼，一脸戒备的模样。咔咔咔，随后那宫殿大门被缓缓地打开了。轰！而这大门一开，一股恐怖强横的威压便从殿中席卷而出，直接将10位暗卫和端木月还有青鸟全都震飞了出去。至于楚风，关键时刻他体内的混沌阴阳塔闪烁着一道光芒，帮他抵挡住了这股威压。竟然是圣威！这时塔爷的声音响起。圣威！楚风瞳孔一缩，震惊道：这宫殿内有圣人强者，
那个，我要不还是回去吧。楚风咽了咽口水，刚要退出去，那塔爷便哼道：“有个毛线，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切，原来是具尸体啊，吓我一跳。当即楚风脸色一变，一脸傲然地朝着里面走了进去。而塔爷则是默默叹息道：“他这是找了个啥主人啊，太丢人了。”此刻，那宫殿内，楚风目光一扫，便看到正前方盘坐着一道身影。这人双眸紧闭，身上弥漫着恐怖的气息，那股圣威便是来自于此人身上。塔爷，你确定他死了吗？楚风看着眼前这人，再次问道。放心吧，他都死了估计几千年了，只不过因为其乃是圣人，因此肉身才没有腐化。塔爷回答道。竟然是圣人。这时那云清子震惊的声音同样响起，这具尸体刚好可以给你作为复活的肉身了。楚风对着云清子吐道。而云清子听到此话，顿时露出激动的神色。他若是能拥有这具圣人身躯，那其一旦复活之后，一身修为最少都是尊者境以上的存在。想到这，云清子兴奋道：“多谢主人。”楚风则来到那尸体前，他看着对方面前摆放着一个小瓶子和一枚玉简。他先是拿起那枚玉简，灵石进入其中，顿时一道低沉而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其耳边：“吾乃荒族当代族长，我荒族传承10万年，却没想到在吾的手中惹来灭族之祸。吾不甘心，特留下一滴本命精血和荒族绝学，望有缘人得到，学成之后能替我荒族复仇，杀光那些灭我荒族之人。”很快，这道声音结束，而那玉简中涌入一道光芒，进入楚风眉心，顿时一股庞大的信息涌入其灵魂之中。大荒吞天诀。当即，楚风双眸一凝，眼中闪烁着金芒。这正是荒族的绝学，这功法好强悍。楚风在阅览完此功法后，惊讶道：“此功法的要诀很简单，就是吞噬一切能量来修炼己身，壮大自己的肉身之力。不管什么能量，大荒吞天诀都能直接吞噬掉。而荒族主修的便是肉身，正是凭借着此功法，荒族才这般强大。当年荒族遭遇灭族之祸，同样是因为这本功法。这功法倒是和你比较契合。”塔爷淡淡的说道。随后楚风扫向了那个瓶子，里面装的显然便是这位荒族族长的本命精血了。他直接打开瓶口，一股磅礴的能量气息扑面而来。好强！楚风惊叹道。这本命精血蕴含的能量虽强，但你拥有着混沌神魔体，应该能承受。塔爷说道。是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当即楚风便一口将瓶中的精血给饮入了。啊！下一秒，楚风便发出了一道惨叫声。啊！此刻这荒殿之中响起楚风凄厉的惨叫声。世子！宫殿外，青鸟和10位暗卫脸色一变，想要冲进去，却依旧被那股恐怖的圣威给压制的难以踏入其中。他难道出事了？端木月暗暗猜测着。而在宫殿内，随着那滴圣人精血入体，楚风只感觉全身好似要炸开一般，青筋暴起，血管都根根显露出来，其脸色扭曲通红，一副要爆炸的架势。你小子是真勇！塔爷无语道。塔爷，不是你说的我可以承受的吗？楚风满脸痛苦道。我是说你可以承受，但也没让你一次性全都服用啊，这可是圣人精血，就算你拥有混沌神魔体，但一次性服下，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啊。塔爷嘟囔道。操！顿时楚风来了一句国粹。别废话了，赶紧运转混沌神魔体和大荒吞天诀去炼化吸收这滴精血能量，不然你真得完犊子了。对此，塔爷连忙说道。当即楚风便同时运转起混沌神魔诀和大荒吞天诀，开始疯狂吸收炼化这滴精血蕴含的能量。很快，楚风周身萦绕着一层血光，他脸上表情不断变化着。眨眼间，1天的时间便过去了。刷刷刷！这一天，遗迹之中突然出现大批身影，为首的乃是4位气势如虹的天人境强者。这4人中，2位天人境8重，2位天人境9重，除此之外还有多位天人境以及生死境强者。他们正是南荒4大宗门的人，为首的4人正是九曲、天剑、旭日、玄月4大宗门之主。荒殿，此遗迹竟然是那荒族的。那4大宗主看着那宫殿上方写的荒殿2字，一个个神色一凛，当即他们眼中露出炙热的光芒。身为南荒势力，他们自然清楚荒族当年的恐怖。虽然荒族被灭了，但其必然留下了诸多宝物，如今这荒族遗迹出现，这可是一个巨大的机缘。宗主，那小子没在这，兴许已经踏入了那宫殿之中。这时，旭日宗主身后一位生死境强者扫视了青鸟等人一眼，当即说道：“他正是之前4大宗门领队的4位生死境强者之一。”走！当即4大宗主便同时朝着荒殿冲去。但这时，
那10大暗卫却挡在了这4人面前。虽然如今不知道楚风的情况，但他们绝不能让外人有打扰到世子的机会。找死！旭日宗宗主当即喝道，抬手便是一掌。轰！他这一掌轰出，刺眼的金属性灵力爆发出来，化作一道煌煌大日，轰杀而出。其余3大宗主同时出手，一股股骇人的灵力席卷而出。那10大暗卫齐刷刷的将天人境修为爆发出来，同时挥舞着利刃攻击而出。轰隆隆！随着双方力量碰撞在一起，一技之中传出惊天巨响。那4大宗主的身子瞬间被轰得暴退，闷哼一声吐着血。怎么可能？他们面露骇然地盯着眼前的10大暗卫。显然这10大暗卫的实力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10人竟然每一个人的修为都不弱于他们，这个结果让他们一时难以接受。南荒之地何时冒出这么多天人境强者了？这还是他们所认识的南荒吗？你们究竟是谁？4人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就是玄月殿之主，盯着10位暗卫冷道，其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冷意。杀！这10大暗卫直接就杀了出去。不好！当即4大宗主神色一变，他们纷纷施展出各自的绝技，抵挡着这10大暗卫，而他们带来的其他宗门强者也是纷纷冲了出去。砰砰砰！一时间，双方进行了一场混战。但4大宗门虽然人数众多，但面对着这10位暗卫的袭杀，却是一一惨死。转眼间，4大宗门的人惨死过半，就连那4大宗主都纷纷挂彩，身上出现了多道伤口。他们连连后退，喘着气，面露凝重之色。至于这10大暗卫，一句话没说，便要继续出手，但陡然他们脚步一顿，朝着前方扫去。只见又有一群人出现在了这里。这群人中，领头的乃是一位气势不凡的青年，在其身后跟着4位身穿长袍的老者，再往后还有一行人。荒殿，这处上古遗迹竟然是荒族的。传言荒族拥有着一门无上的地品功法，不知是否在其中。青年看着那座宫殿，喃喃自语。而他正是太上道宗4长老的关门弟子沈不凡。随即沈不凡便朝着那座宫殿而去，至于现场其他人，直接被其无视了。站住！这时那10大暗卫猛地挡在了沈不凡面前。滚开！沈不凡扫了这10人一眼，蔑视道：谁若敢前一步，杀！其中一位暗卫冷冷地喝道：区区天人境也敢这般狂妄！那跟随在沈不凡身后的4位老者中的一位不屑道，他一掌抬起，当场便朝着这位暗卫镇压而下。轰隆！这一掌轰出，一股超越天人境的恐怖气息爆发出来，引得空间轰鸣。砰！那位说话的暗卫的身子当场被轰成一堆残肢断臂了。封王境！那4大宗主见状，瞳孔一缩，震惊道。而一旁的端木月和青鸟神色都是一变。至于剩下的9位暗卫，却是面不改色，依旧挡在沈不凡面前，仿佛同伴的惨死丝毫影响不到他们。竟然都不怕死，那便全杀了吧！沈不凡冷漠道。是。那4位来自太上道宗的外门长老齐声吐道，直接就朝着剩下的9位暗卫杀了过去。杀！这9位暗卫悍不畏死，口中吐出一个字，施展出全力。纵然他们在天人境中无敌，但面对着这4位修为全都达到了封王境层次的太上道宗外门长老，却依旧相差甚远。砰砰砰！伴随着一连串轰鸣声响起，那9位暗卫一个接着一个被灭杀，但他们却是没有丝毫退缩，依旧疯狂朝着那4大外门长老杀去。镇北王府究竟是怎么培养出这般悍不畏死的暗卫？这哪是暗卫，简直是死士啊！端木月见状，暗暗震惊道。很快，这10位暗卫就被杀的只剩下最后一人了。这时，沈不凡挥了挥手，让4大长老停止出手了。他看着这最后一位暗卫吐道：“你们还真是不怕死啊！但以你的修为，就这么死了多可惜，不如臣服于本公子。本公子乃是太上道宗的人，只要你们……”不等沈不凡说完，那暗卫便直接朝着他杀去。找死！沈不凡神色一冷，他猛地挥出一柄长剑，当场斩了出去。噗嗤！这一剑当场就将这位暗卫给斩成了2半，鲜血溅了一地。一群蝼蚁也敢挡本公子！随即，沈不凡便要踏入那宫殿之中。这时，青鸟冲了过来，挡在宫殿前，冷冷地盯着对方。唰！沈不凡扫了一眼青鸟：“小丫头，你也想找死？青鸟，快过来，你不是他对手。”端木月脸色一变，对着青鸟叫道。但青鸟却是神色冷漠道：“我的命是世子救的，今日就当是将这条命还给世子了，不知死活。”沈不凡当即便一剑斩了出去。轰！这一剑斩出，那骇人的剑芒撕裂空间，直接杀向了青鸟。而这一剑，以青鸟如今的实力根本抵挡不住，他不由得闭上了双眸。
傻丫头！蓦然，一道怜惜的声音传入其耳中。下一秒，一只大手瞬间搂住了青鸟，而后一道冰冷的声音炸响：“敢动本世子的女人，你找死！”轰！此刻荒殿之外，只见楚风的身影突兀出现，一手搂住了青鸟，一手轰出，当场便将那道剑芒给摧毁了。“敢动本世子的女人，你找死！”楚风看着沈不凡，冷冷地喝道：“你是谁？”沈不凡眉头一皱，盯着楚风。“世子。”青鸟听到楚风的声音，睁开了双眸。“没事，有我在。”楚风吐道。“世子，那10位暗卫。”青鸟迟疑地说道。“暗卫。”当即楚风目光一扫，便看到了那满地的尸体，其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滔天的怒火。咔嚓，他拳头一捏，身上散发着一股如深渊般的恐怖杀意。这股杀意之强，直接让现场所有人内心一悸，遍体生寒。那4位太上道宗的外门长老也是猛地挡在沈不凡面前，一脸警惕地盯着楚风。他们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险气息。“杀我的人，死！”楚风一字一句地怒吼道。轰！刹那间，楚风身上爆发出如神魔般的骇人气息，他一拳当场便轰杀而出。“小心！”当即，一位外门长老猛地出手，一身灵力爆发出来，企图抵挡楚风这一拳。但当两者的拳头轰击在一起，那位外门长老却是瞳孔一缩，露出惊恐之色。砰！这位外门长老的身躯轰然炸开，化作一滩血雾。这一幕让其余3位外门长老以及沈不凡全都面色大变。砰！而楚风又是一拳砸了出去，犹如惊雷炸响，震耳欲聋。砰！第2位外门长老的身躯同样爆炸开来，尸骨无存，随着接连2位封王境修为的强者被秒杀。现场的空气好似凝固住了。那端木月、南荒4大宗门之主以及沈不凡等人全都呆若木鸡，一个个表情僵硬住了。封王境一拳秒杀，这还是人吗？尤其是沈不凡，身为太上道宗的内门亲传弟子，他见识过太多天才，就连他自己年纪轻轻都已经达到了涅槃境，凭借着手中灵气足以斩杀天人境强者，但和楚风一比，却什么都不是。此等战力，只怕已经堪比宗门内最为顶级的那几位妖孽。想到这，沈不凡内心震撼连连。他没想到，这第一次离开宗门，竟然便遇到了一位如此恐怖的天才。而剩下的那2位外门长老更是一脸惊诧地看着楚风。紧接着，楚风又是2拳轰杀而出，这2拳更猛更快，宛如神魔之拳，让人根本无可抵挡。砰砰！随着2道闷响传出，剩下这2位外门长老的身子同样炸开，尸骨无存。咕噜！当即沈不凡咽了咽口水，他额头已经冒出一丝冷汗了，握剑的手都在轻颤。唰！这时，楚风一双嗜血如魔的眸子盯着沈不凡，那股如深渊般的气息压得其喘不过气来。楚风一步一步朝着沈不凡走了过去，看着楚风不断靠近，沈不凡额头的冷汗哗啦啦地往下滴。他强忍着心中的恐惧，抬剑指着楚风：“你不要过来，我乃是……”啪！不等沈不凡说完，楚风右手一抓，对方手中那柄灵气级别的长剑便被其夺了过去。噗！楚风握着剑一挥，当场便将沈不凡一条胳膊给斩断了。啊！沈不凡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噗！随即又是一剑，沈不凡的另外一条胳膊也被斩断了。噗！噗！接下来接连2剑，楚风将对方的2条腿也给斩断了，而对方身子直接瘫软在地上。噗！随着这最后一剑挥出，沈不凡的第3条腿也不复存在了。啊！这一刻，沈不凡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堂堂太上道宗4长老的亲传弟子，这一刻直接变成了人质。4大宗门的人全都吓得瑟瑟发抖，就连端木月都是暗暗倒吸一口凉气。如今的楚风在其眼中比这恶魔还要可怕。你不得好死！沈不凡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神情狰狞地对着楚风嘶吼道。楚风默不作声，只是不断挥动手中的剑，将对方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了下来。最终在楚风挥舞了上百剑后，沈不凡全身血肉硬生生被其全都割了下来，只剩下一个脑袋还是完整的，而他的表情狰狞而扭曲，其活活的被痛死了。此时此刻，遗迹之中一片寂静。楚风做完这一切后，其目光扫向了那些暗卫的尸体，低头道：“对不起，是我出来晚了。”虽然他和这10位暗卫相处不久，但他们却对其尽心尽责，这让楚风心中对这10位暗卫十分感激。如今他们惨死于此，楚风心中也是愧疚不已。世子，他们的死和你无关，都是这群太上道宗的人害的。青鸟来到楚风面前安慰道。又是太上道宗？楚风双眸一凝，眼中闪烁着冷厉的杀意。他看着那暗卫的尸体吐道：
你们泉下有知，我楚风发誓，定让整个太上道宗的人下去陪你们。虽然只是几位暗卫，但他们都是楚风的人，杀他10人，他便要让整个太上道宗陪葬。刷刷刷！这时，那剩下的太上道宗之人回过神来，一脸惊恐地看着楚风。他们二话不说，便全都逃走了。世子，他们都是太上道宗的人。青鸟提醒道：“无妨，就让他们多活几天。”楚风冷漠道。随即，他目光又扫向了4大宗门的人，而他一眼便发现了那4位生死境强者，瞬间猜到了这群人的身份。南荒4大宗门的人是吧？楚风冷漠道。此刻那4大宗主神色无比难看，一个个已经被惊得不会说话了。对此，楚风却没有废话，他握着手中的那柄剑，接连几剑斩出，噗噗噗噗，这4大宗主瞬间就被楚风全都斩杀了。至于剩下的人，楚风压根懒得出手，他转身看向了青鸟，将手中那柄剑扔给了对方。这剑不错，以后你拿着用吧。多谢世子。青鸟握着这柄灵剑，连忙说道。走吧。楚风带着青鸟和端木月直接走了出去。而一骑之外，他们刚刚走出来，一道讥讽的声音便传来：哟，这不是我们烟雨楼的端木大小姐吗？怎么成别人的跟班了？唰！一骑之外，一行人出现在这，为首的乃是一位穿着艳丽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这女人一脸讥讽地看着端木月，满脸的高傲姿态。而端木月看着对方，黛眉一蹙：你怎么在这？全伯呢？他口中的全伯便是之前护佑在其身边被楚风放走的那位老者。按理来说，对方应该会带着烟雨楼的人来救他，但没想到如今来的竟然是这个女人。那老东西保护大小姐不利，还有脸回烟雨楼，我父亲已经将他给杀了。那女人冷哼道。唰！顿时端木月面色一沉，怒斥着对方：你们怎么很生气？那女人玩味一笑，继续说道：对了，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楼主突发疾病，如今昏迷不醒，现在烟雨楼由我父亲全权管理。此话一出，端木月的脸色瞬间就变了。怎么可能？我爷爷怎么会突发疾病？唰！当即端木月神色一凝，盯着对方：施艳艳，是你父亲搞的鬼，你们竟敢谋害我爷爷！哼，端木月，你可别信口雌黄，我父亲乃是烟雨楼大总管，怎么可能谋害楼主？不过很可惜，你没机会见楼主最后一面了。那女人冷笑一声，眼中露出一抹阴冷的杀意。唰！她挥了挥手，其身后一道身影瞬间朝着端木月急射而去，散发出凌厉的杀意。但此人还未冲到端木月面前，就被楚风一把掐住了喉咙。咔嚓一声，此人的喉咙直接被楚风捏碎了。他右手一挥，便将此人扔在了那女人的面前，同时看着对方冷道：她现在是我的侍女，杀我的人，你经过我同意了吗？你就是那个镇北世子，长得倒是挺俊俏的。施艳艳看着楚风，露出一抹娇媚的笑容，而后莲步轻移来到其面前，一只手在其胸口滑动。小家伙，这个女人一点都不解风情，你要是喜欢，姐姐可以陪你哦。滚，我不喜欢公交车。楚风冷道。公交车？什么意思？施艳艳一愣，就是千人骑万人干的婊子。楚风撇了撇嘴，轰！施艳艳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你找死！虽然他平时作风浪荡了一点，但他能干，别人却不能说。阿郎，给我杀了他！施艳艳冷冷地喝道。此话一出，他身后一道身影散发出凶猛气势，直接朝着楚风扑杀而去。轰隆！此人一出手，一双利爪携带着恐怖的劲气撕裂空间，宛如一尊恶狼扑食，势不可挡。砰！楚风一拳砸了出去，和对方的利爪轰击在一起。咔嚓！当场这人手爪被轰得粉碎，其身子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地上。唰！那施艳艳见状，脸色一沉。这时，那个阿郎却站了起来，发出一道瘆人的狼嗷声，其浑身皮肤开始冒出大量银色狼毛，嘴角长出2颗修长的狼牙，眼中闪烁着暴戾之光。不好，他是狼人族的狼人。端木月神色一变，对着楚风吐道：狼人。楚风目光闪烁着，而端木月解释道：狼人乃是人族和妖兽、狼族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变身，战力便会成倍暴涨。轰！刹那间，那阿郎身躯暴涨了数十倍，化身为了一头真正的恶狼，一身实力更是达到了蜂王境5重。滋了！当即他便再次撕裂空间，朝着楚风杀去。这一击威势更加凶猛，那阵阵狼嚎之声更是犹如音波攻击，震耳发聩。区区一头杂种，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楚风却是冷哼一声，又是一拳轰出。轰隆！这一拳声势轰鸣，
随着两人的攻击碰撞在一起，那阿郎的身躯却是瞬间被一股难以言语的蛮横之力给轰爆了，化作一团血雨挥洒而下。如今楚风借助混沌神魔体和大荒吞天诀，已经将那低荒族族长的本命精血炼化了1/10，虽然只是1/10，却让他的战力成倍暴涨。甚至他的混沌神魔诀都突破到了第1层巅峰此功法，分为10层，每一层又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巅峰、圆满5个层次。而混沌神魔诀突破的越多，混沌神魔体发挥出的力量便越强。正因如此，他才能杀风亡如土狗。你，施艳艳看着楚风如此强势地斩杀了阿郎，其瞳孔一缩，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这阿郎可是其父亲特意派给他的，竟然被一招秒了。唰！楚风冷眸盯着施艳艳，却并未出手，而是对着端木月吐道：“他交给你处理了。”端木月直接就朝着施艳艳走了过去。“你要干什么？”施艳艳看着端木月，神色微变。噗嗤！下一秒，端木月右手一挥，直接掐住了对方脖子，冷道：“你和你父亲背叛烟雨楼，罪该万死！你敢杀我，我父亲必不会放过你！”施艳艳神情痛苦道。他带来的其他烟雨楼之人见状，一个个脸色一变，对着端木月叫道：“大小姐，如今烟雨楼由师大总管掌控着，你杀了他女儿，他绝不会放过你的！”咔嚓！但端木月却是毫不犹豫的便捏碎了施艳艳的喉咙，将其扔在了地上，冷道：“回去告诉世罗天，他若敢伤害我爷爷，我端木月一定不会放过他的。”那群人扫了一眼楚风，神色闪烁了几秒，直接带着施艳艳的尸体快速离开了。唰！随即端木月对着楚风下跪道：“恳请世子能助我夺回烟雨楼。”楚风看着端木月：“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吗？”端木月目光闪烁了几秒，道：“我烟雨楼拥有着诸多修行资源，只要公子能助我夺回烟雨楼，我可以提供一批丰厚的修行资源给世子。”这时楚风踏前一步，一把掐着端木月的下巴，冷道：“女人，你是觉得我傻吗？一点修行资源就想打发我？那不知世子想要什么？”楚风俯视着端木月，玩味一笑：“你觉得呢？”唰！端木月神色微变，其目光闪烁了几秒，咬着牙道：“若是世子助我夺回烟雨楼，我可以做世子的女人。”呵呵。楚风冷笑一声：“你还不值这个价！我要烟雨楼，我要烟雨楼！”闻言，端木月脸色一变，神情十分难看。“怎么，不愿意？”楚风扫了对方一眼，端木月低头道：“世子，烟雨楼并非我的，乃是我爷爷的，此事我无法做主。”“做不了主，说个鸡毛！”楚风冷哼一声，带着青鸟直接离开了。顿时端木月神色连连变化着。另外一边，青鸟看着楚风：“世子，我们就这么走了吗？”这女人心思深着呢，先晾晾她，看着吧，用不了多久，她就得乖乖回来求本世子。楚风撇了撇嘴。接下来他们二人便返回了大夏。随着夜幕降临，楚风直接回到了镇北王府。“小风回来了，让爷爷好好看看，没受伤吧？”楚天狂当即一把拉着楚风，满脸宠溺道：“爷爷，我没事，不过那10位暗卫全都牺牲了。”楚风摇了摇头说道：“身为暗卫，这便是他们的宿命。”对此，楚天狂不以为然道：“他直接掏出一枚黑色令牌交给了楚风，上面写着一个楚字。”“爷爷，这是？”楚风接过令牌诧异道：“此乃楚家家主令，拥有此令，你可以调动楚家各大级别的暗卫，我已经调了一批新的暗卫前来，到时候由你调遣。”楚天狂直接说道：“家主令，这东西不应该是家主才有资格拥有的吗？”对此，楚风惊讶道：“傻小子，你就是我楚家未来的家主？好了，快去好好歇着吧。”楚天狂面带微笑的拍了拍楚风的肩膀，而楚风目光闪烁了几秒，也不再多说什么，直接离开了。“父亲，你现在就给这小子家主令，这是不是太快了？”这时楚龙象走了过来，眉头紧皱道：“怎么？你怕那群人对小风不利？”楚天狂吐道：“家主令在父亲手中，他们不会有什么想法，但若是在这小子手中，只怕……”楚龙象沉声道：“哼，那群人敢动小风，看我不把他们的皮扒了！”当即楚八荒走了出来，一脸煞气的哼道：“大哥，你就别担心了，小风气运加深，这么快便得到了圣人精血，用不了多久，那些人都得跪舔小风。不过根据我的推演，小风背后应该有高人相助，但我却算不出此人是谁。”楚长生一双眸子泛着深邃的光芒：“连你都算不出，难道是神域之人？”楚龙象眉头一皱，而楚长生摇了摇头：“不像。行了，别猜了，不管小风背后高人是谁，只要他不伤害小风就行，但若是他胆敢伤害小风，那就得死。”楚天狂神色一冷，喝道。这时
楚风体内混沌阴阳塔中的塔爷则莫名地打了一个喷嚏，暗道：这是谁在惦记塔爷呢？与此同时，楚风则是来到了房间中，不过他刚推门进去，神色便是一怔，只见房间内放着一个木桶，氤氲之气萦绕着，而在木桶中，姬如雪正赤裸着身子躺在其中沐浴着。唰！随着楚风进来，姬如雪脸色一变，猛地叫道：你夫人，洗澡啊，正好我也一起洗洗。当即楚风便3下5除2脱光了一身衣服，跳入了木桶之中。幸好这木桶足够大，能容纳2人。而姬如雪瞬间面色绯红，对着楚风呵斥道：你干什么？赶紧出去！虽然他和楚风已经不是第一次坦诚相见了，但此刻其依旧感觉羞涩无比，都老夫老妻了，还害羞啥？来，为夫帮你洗洗。楚风狡黠一笑，直接就上手了。你……姬如雪刚要开口，结果就被楚风给堵住了嘴。接下来一场鸳鸯戏水的好戏直接上演了。2个时辰后，姬如雪浑身瘫软在床上，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楚风却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不知为何，随着修为越来越强，他那方面的战斗力也是直线飙升。媳妇，我们要不……楚风看着姬如雪刚要开口，后者便吐道：你去找别的女人吧，别来折腾我了。再被这混蛋折腾下去，只怕他就得死床上了。这混蛋简直就不是人，就是一头牲口。姬如雪心中暗暗骂道：嘿嘿，媳妇你真好。楚风当即在姬如雪的脸蛋上亲了一口，便离开了。而姬如雪则默默修炼了起来。经过这2个时辰的折腾，她的修为再一次开始提升着。至于楚风，离开房间后本来想去找青鸟，但发现对方已经在修炼中了，便没有去打算。随即他便打算前往皇宫去犒劳那位大夏女皇。但他刚要踏出王府，脚步便是一顿。此时的王府寂静无声，但空气中却充斥着一股淡淡的杀意。咻咻咻！眨眼间，一道道黑衣身影突兀出现，他们一出现便朝着王府内杀去。黄泉阁的人。楚风目光一凝，他刚要出手，结果一道冷声便传入其耳中：你就是那位镇北世子。他目光一扫，只见在那王府大门上方站着一位身穿黑袍戴着面具的银发男人，此人正是黄泉阁阁主。你是谁？楚风冷道。黄泉阁主。对方冷漠道，而楚风双眸一凝，没想到你还真来了，看来七杀阁的秘密对你而言很重要啊。唰！黄泉阁主面具下的双眸闪烁着滔天的杀意，冷道：你果然知道了，可惜啊，你知道的太多了。今夜你注定的死，不仅是你，还有整个大夏，凡是知晓这个秘密的人都得死。黄泉阁主冷漠道：谁给你的自信说这话？楚风不屑道：刷刷刷！蓦然，镇北王府内出现了一道道血衣之人。这些人双眸空洞，身上弥漫着浓郁的血煞之气，宛如一群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刽子手。这是……楚风看着这群人，眉头一皱。那黄泉阁主便冷道：今夜便让你们尝尝我血魁之威。什么狗屁血魁，不就是一群低级傀儡吗？这么垃圾的傀儡，你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紧接着，一道无比嫌弃的声音从镇北王府外传来：这么垃圾的傀儡，你也好意思拿出来显摆？镇北王府外传来一道嘲讽不屑的声音。唰！一道身影踏入了王府之中，看着那群血魁，一脸嫌弃的表情。而那黄泉阁主听到竟然有人敢贬低自己花费大量精血打造出的血魁，其神色一冷，盯着那人冷道：杀！随着一声令下，那群血魁直接就朝着此人冲去，一个个杀气凌厉，眼神空洞。定！此人嘴唇轻启，口中吐出一个字，结果这群血魁的身子便全都停滞住了。怎么可能？黄泉阁主见状，脸色一变，难以置信道：接下来无论他如何命令这群血魁都没有任何用，杀了他！随即那人指着黄泉阁主吐道，结果这群血魁直接调转方向，朝着黄泉阁主杀去。唰！黄泉阁主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不等他反应过来，那群血魁便已经杀了过来。砰砰砰！最终他只能出手，将自己花费大量精血打造出的血魁一一斩杀。随着这群血魁惨死，那黄泉阁主神色森冷地盯着那人，怒吼道：你究竟是谁？你猜？那人冷笑道：轰！黄泉阁主直接朝着此人杀去，恐怖的杀伐之气笼罩着对方，而他一身修为更是达到了封王境9重。跪下！这时那人口中吐出2个字，结果黄泉阁主便不受控制地跪在了地上。你……他瞪大眼睛看着此人，眼中露出不可置信之色。你喜欢炼制傀儡是吧？那我就让你尝尝当傀儡的滋味。那人淡淡的说着，
其一双眸子闪烁着深邃的光芒，好似有着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着那黄泉阁主。顿时这黄泉阁主发出阵阵凄厉的惨叫声，其脸上的面具破碎，露出一张狰狞而痛苦的面孔，而他脸上同样刻着七杀二字，显然也是七杀阁之人。阁主，在场其他黄泉阁之人见状，脸色一变，他们纷纷朝着那人杀去。结果那人只是随意地瞥了他们一眼，这群黄泉阁杀手便一个接一个七窍流血，当场跪在地上断气了。不过瞬息之间，这黄泉阁最后的一众精锐便全都惨死于此。而那黄泉阁主在接连几声惨叫过后，瞳孔变得空洞，神情呆滞，一副木讷的表情。从今以后，你就是一具傀儡了，知道吗？这时，那人看着黄泉阁主吐道：“是。”黄泉阁主机械似的回答道：“六叔，你这也太屌了吧！”此刻，楚风一边鼓着掌，一边赞叹道：“眼前这人正是他的六叔楚星河。小风，这么多年不见，你都长得这么大了。”楚星河看着楚风微微一笑，直接上前就给了他一个大拥抱。“六叔，你刚才施展的究竟是什么手段啊？太牛逼了吧！还有那家伙怎么就变成傀儡了？”楚风满脸好奇地看着其六叔。“哈哈，想学吗？”楚星河笑着说道。“想。”当即楚风毫不犹豫地说道：“这里面有一门功法，你照着上面好好练，假以时日就能达到这种地步了，就当是六叔送你的大婚礼物了。”楚星河直接将一枚玉简扔给了楚风，随后他指着那黄泉阁主：“这家伙你要留着吗？还是直接杀了？”“六叔不要，那就给我吧。”楚风直接说道，好歹是一位封王境9重的高手，自然不能浪费了。而楚星河对着那黄泉阁主吐道：“以后他就是你主人了。”“是，主人。”黄泉阁主当即对着楚风跪地说道。这时楚星河扫了一眼楚风手上的戒指，而戒指中的云青子顿时有一种浑身都被看透的感觉，好恐怖的精神力，他莫非是传说中的精神术士？云青子震撼道。唰！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兀出现在了镇北王府。楚风看着此人冷道：“你又是谁？”“中州散修联盟，薛晨。”此人冷漠道。“散修联盟？”楚风眉头一皱，暗道：“这又是什么势力？竟然是散修联盟的人，他们怎么来了？”云青子突然惊讶道。而楚风问道：“你知道这个散修联盟？”散修联盟乃是由5大散修强者联手建立的一个组织，专门招收没有身份背景的散修武者，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了苍玄域最大的散修势力。云青子介绍道。随即楚风看着对方：“你来干什么？”“奉七长老之令，前来灭镇北王府。”那人冷漠道。“我镇北王府什么时候和你们散修联盟还有仇了？”楚风诧异道。“你们杀的大夏三皇子正是七长老收的弟子。”此人冷冷的吐道。而楚风瞬间明白了过来，感情之前三皇子召唤的那位师尊是这散修联盟的长老，现在知道了，可以去死了。这时薛晨身上弥漫出一股恐怖如斯的气息，超越了封王境。“和我楚家为敌，胆子不小啊！”楚星河突然哼道，他右手一挥，那薛晨便不受控制地出现在其面前，而后楚星河一掌便落在对方脑袋上。啊！薛晨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直接七窍出血，当场死亡。随后楚星河眸子泛着金芒，淡淡的说道：“散修联盟七长老是吧？”“死！”他双眸一凛，冷冷的吐道。同一时间，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州，散修联盟总部，此时一位修为达到了皇者境的老者突然感应到了什么，他突然睁开眼，紧接着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冲入其灵海之中。啊！刹那间，这位老者便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在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撕裂，不由得发出一道惨叫声。噗嗤！当场他便一口鲜血喷出，表情狰狞，七窍全都出血，直接脑袋一歪，断气了。咻咻咻！这时一道道身影出现在这，他们看着老者纷纷叫道：“七长老！”而当他们发现七长老已经断气了时，一个个脸色一变，露出震惊之色。怎么回事？是谁杀害的七长老？此乃散修联盟总部，何人能在这里杀害七长老？而且看这现场并无打斗痕迹。此刻这群人震撼连连。紧接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走了进来。“大长老！”在场众人纷纷恭敬地叫道。此人正是散修联盟大长老，他直接来到七长老面前，查看着其身体，随后眉头一皱，沉声道：“七长老灵魂破碎，应该是被人攻击灵魂而亡。”“攻击灵魂？”众人都是一惊，而且还是被人隔空灭杀，应该是一位精神术士出手的。大长老沉声道：“精神术士？”闻言，在场众人全都瞳孔一缩，露出震惊之色。
镇北王府。楚风看着楚星河，不禁吐道：“六叔，你刚才不会是隔空杀了那位七长老吧？”“当然，他都要灭我们楚家了，自然得死。”楚星河点了点头。顿时楚风倒吸一口凉气，这中州和南荒隔着10万8千里呢，其六叔竟然一念间便能斩杀远在万里之外的人，这也太牛逼了吧！而此刻那戒指中的云青子颤抖道：“他果然是精神术士，这镇北王府究竟什么来头？怎么会隐藏着如此多的强者，连精神术士都出现了？”此时云青子内心震撼连连，精神术士那可是比之武者还要恐怖的存在，因为这精神术士乃是专修精神力的存在，他们的精神力极其恐怖，一念之间便能让对方魂飞魄散。身为炼丹师，云青子对于精神力方面也有所涉猎，但其远远达不到成为精神术士的地步。总之，精神术士的手段极其神秘，而且神鬼莫测，他们若是想杀人，足以让你神不知鬼不觉的便死去。但因为成为精神术士的条件极其苛刻，因此相比较于武者，精神术士极其稀少，甚至比炼丹师都要稀少得很。整个苍玄域，精神术士只怕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而如今这镇北王府内竟然拥有着这么一尊能隔着万里之外杀人的精神术士，实在是让人震撼。这时楚星河看着楚风说道：“小风，你要是觉得不过瘾，那六叔直接将那个散修联盟的人全都杀了。”咕噜，当即楚风咽了咽口水，他这几个叔叔还真是一个比一个嗜杀啊，他这究竟是穿越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算了，六叔杀一个就够了，更何况以你刚才的这种手段，只怕那散修联盟的人也不敢造次了。楚风连忙说道：“行。”楚星河点了点头，随即这六叔便去见楚天狂了，而楚风则是离开了镇北王府，前往了皇宫。至于那黄泉阁阁主，则成了其随从。大夏皇宫内，楚风刚来到这，耳边便传来一道呵斥声：“楚风，你站住！”他目光一扫，便看到夏青青怒气冲冲地跑了过来，一脸杀意地盯着他：“你又想挨打了？”楚风冷道：“楚风，是不是你杀了我二哥？”夏青青盯着楚风怒斥道：“你指的是夏凡？”楚风撇了撇嘴，而夏青青叫道：“没错，他乃是我异母同胞的哥哥。我之前打听到是你杀了我二哥，还联合夏幽若那个贱人杀害了我父皇，谋权篡位。人是我杀的，你想如何？”楚风直接承认了，一脸随意地看着夏青青：“我要杀了你！”陡然，夏青青拔出一把匕首，朝着楚风刺去。啪！而楚风直接就是一个大逼斗扇了出去，将这女人扇翻在地。夏青青，本世子给你脸了是吧？还想杀本世子？楚风看着夏青青冷哼道：“楚风，你个混蛋，有本事你就杀我，我就算是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夏青青神色狰狞地对着楚风怒吼道：“想死？没这么容易。”随即楚风便开始思索如何折磨这女人。世子是在想怎么教训她吗？这时夏幽若走了过来，看着楚风微微一笑：“你有什么好主意吗？”楚风看向了夏幽若，后者贴着其身子在其耳边轻语了几句，顿时楚风面色微变。而夏幽若一脸魅惑道：“难道世子不想尝尝3人大战的滋味吗？”听到此话，楚风玩味一笑，看着夏幽若：“还是你会玩？你们要干什么？”夏青青看着这两人密谋，当即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随后夏幽若一挥手，便抓着夏青青跟随楚风前往了寝宫。而直到夏青青躺在了床上，他才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其脸色一变，对着夏幽若怒吼道：“夏幽若，你竟然……青青，姑姑这可是为你好，以世子如今的身份，可不是谁都有资格得到他的宠幸。”夏幽若淡淡的说道：“楚风，你敢！”当即夏青青看着楚风怒吼道：“本世子有什么不敢的？”楚风不以为然道：“他连堂堂女帝都敢睡，一个毫无地位的大夏公主又算得了什么？”接下来一切都步入了正题，而后寝宫中回荡着一阵霏霏之音，犹如余音绕梁。苍玄域某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渊之中，一道愤怒声响起：“黄泉这个废物，连个皇朝王府都解决不了。启禀大人，接下来该怎么办？如今黄泉阁覆灭，只怕七杀阁的秘密已经泄露了出去。”这时另外一道声音响起：“主人复苏还需要一段时间，还不能让外界知晓七杀阁的存在。你即刻通知风沙和火沙，让他们带着人去南荒，解决掉那个镇北王府，还有想办法找到影沙，他绝对不能出任何事。”那道愤怒的声音再次响起：“是。”另外一道声音回应道：“苍玄域烟雨楼总部。”“什么？燕燕死了？该死的端木月，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马上派人去，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端木月，将其带回来。还有那个什么狗屁的镇北世子，杀了他，
和他有关的人通通杀了。此刻，一位眼神阴鸩的中年男人怒喝道：“他正是烟雨楼大总管施罗天。”随后他来到了一处密室之中，此刻有着一位老者被吊在这，琵琶骨被穿透，浑身鲜血淋漓。此人正是端木月的爷爷端木山。老东西，你还是不肯交出烟雨楼密钥吗？施罗天看着端木山冷冷地喝道：“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拿到密钥。”端木山睁开眼，看着施罗天冷道：“啪！”当即施罗天一巴掌扇在了对方脸上，神色阴沉地说道：“老东西，你不要以为我奈何不了你，等我把你那个宝贝孙女抓回来，到时候看你会不会乖乖就范。”唰！听到此话，端木山愤怒地盯着他：“你若敢动小月，老夫就算是死也不会放过你。哼，等着吧，等我拿到密钥，修为大涨后，我施罗天便是这烟雨楼北楼真正的主人，说不定有一天我还能一统4楼，重现烟雨楼往日辉煌。”施罗天神色阴冷地哼道。翌日，大夏皇宫，女皇寝宫外，一道急切的声音传来：“陛下，边境传来急报。”随后那寝宫大门打开，夏幽若走了出来，冷道：“边境怎么了？”南荒王麾下的黑甲军已经抵达边境，他们说让大夏交出杀害南荒王之子的凶手，不然今日他们便荡平大夏。这人回答道：“南荒王。”听到这3个字，夏幽若脸色一变。他如今身为大夏之主，自然对南荒的一些势力和强者都有所了解。这南荒王可是如今整个南荒之地的霸主，而其麾下的黑甲军据说更是一支杀人如麻的军团，不知覆灭过多少南荒势力。如今黑甲军降临，大夏岂不是危矣？是何人杀害的南荒王之子？夏幽若面色深沉道：“我杀的。”这时楚风走了出来：“是你干的。”夏幽若看着楚风一惊，随即吐道：“也对，这大夏之中，恐怕也只有你有这么大的胆子了。不过现在南荒王大军压境，我们该怎么办？怕什么？什么狗屁黑甲军，既然来了，那灭了便是。还有那南荒王也该死了，这南荒的主人该换人了。”楚风神色冷漠道。大夏边境，此刻5000身穿黑色重甲，手持黑色长枪，脸上戴着半截面具的身影，骑着一头头5阶妖兽实力的赤烈马，而这些赤烈马身上同样披着黑色盔甲，宛如一支重甲骑兵。这一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极强，若是有南荒其他势力在此，必然会大为震惊，因为这5000人正是南荒王麾下最为强悍的黑甲军。当初南荒王便是凭借着这支黑甲军，不知道覆灭了南荒多少势力，最终成为了如今的南荒之主。凡是黑甲军出没之地，必将是血流成河。此刻黑甲军的前方，2道身影凌空而立，身上散发着无匹的封王之威。他们正是南荒王麾下的4大封王境强者中的2位。还等什么？我看不如直接杀进去，让这大夏所有贱民全都去给公子陪葬。这时，一位封王境强者手握一柄大锤，冷冷地哼道。另外一位封王境强者刚要开口，一道冷声便传来：“给你们公子陪葬，他算老几？”唰！只见楚风双手插兜出现在了这里。“你是谁？”那2位封王境强者猛地盯着楚风。“你们不是要找杀害南荒王之子的凶手吗？”楚风冷漠道。唰唰！当即这2人神色一凛，那位手持大锤的封王境盯着楚风：“我家公子是你杀的？”“没错。”楚风冷道。顿时这2人身上爆发出恐怖的杀伐之意。“小子，去死吧！”那位手持大锤之人二话不说，直接挥舞着手中的大锤就朝着楚风狠狠地砸了过去。轰隆！这一锤轰出，势大力沉，直接传出一道雷鸣之声，而楚风却显得极其淡定。咻！他身后黄泉阁主冲了出去，一拳轰杀而出，当场便将眼前的封王境强者连人带锤全都轰飞了出去。而对方不过封王境6重的实力，面对着黄泉阁主这位封王境9重的强者，自然不是对手。当即那另外一位封王境强者神色一变，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只见东方长渊、狂战、雪罗刹以及龙山4大军团长率领着镇北军直接杀了过来。杀！一个不留！楚风面色冷漠，毫不客气地命令道。顿时那4大军团长一马当先冲了出去，镇北军紧随其后，直接和南荒王麾下最为精锐的黑甲军厮杀在了一起。而那位还未出手的封王境强者更是遭到了4大军团长的围杀，不过片刻间他就被直接分尸了。当即那位被黄泉阁主重创的封王境强者面露惊骇之色，他二话不说转身便要逃走，但这时楚风施展星闪，瞬间挡在了其面前。“你想去哪啊？”“你！”此人看着楚风神色一变，叫道：“我乃是南荒王的人，你们若敢动我，南荒王绝不会放过你们的。”他话音刚落，
楚风便闪现在其面前，挥手掐住其喉咙，冷道：“放心，很快你的主子就会下去陪你的。”咔嚓，当场这位封王境强者的脖子就被掐断了，被楚风随意地扔在地上。而经过10几分钟的厮杀，那5000黑甲军全军覆没，一个不剩。他们平均实力虽然比至镇北军师要强一些，但架不住镇北军人多，再加上4大军团长相助，自然是难以抵挡。这些黑甲军的战甲和武器倒是挺厉害的。楚风看着黑甲军身上的重甲以及长枪，其目光闪烁着，他看得出来，这些重甲以及长枪都是特殊材料打造的，无论是防御力还是攻击力，都比镇北军的甲胄以及兵器要强一大截。看来得给镇北军提升一下武器装备了。楚风暗暗决定道，以镇北军的综合战斗素质以及实力，若是再有一套强大的武器装备，所爆发出的战力将更加强悍。显然，楚风想要将镇北军打造成一支所向披靡的无敌军团。当然，这些得慢慢来。世子，我们要不要直接去灭了那个南荒王？这时狂战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南荒王，我会亲自去解决的。你们要做的就是将那6大皇朝全都给我灭了，以后南荒只需要大夏一个皇朝。楚风冷冷地说道。之前他给了那6大皇朝一个机会，让他们投降臣服，但却没有一个照做。既然如此，楚风自然也不会客气。是，4大军团长当即点头。但东方长渊看着楚风，世子，那个南荒王实力据说达到了王者境，要不要？怎么，不相信你家世子？放心吧，王者境而已，我能收拾。楚风自信一笑。接下来4大军团长率领着镇北军兵分4路，朝着东瀛等6大皇朝杀去。楚风带着黄泉阁主则是前往了南荒王府邸所在。当然在这路上，楚风也是趁机进入了混沌阴阳塔中，继续炼化着那荒族族长的本命精血。而在大夏皇宫之中，夏幽若也是第一时间得知了黑甲军被团灭的消息。我果然没有选错人。当即夏幽若嘴角泛着一抹微笑。啊！陡然他面色一变，双手紧紧地抱着脑袋，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而在另外一处被封闭的寝宫之中，夏青青披头散发地盘坐于此，此刻其体内的血液正在沸腾着，一股恐怖的血脉之力正在不断觉醒。轰！下一秒，夏青青身上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势，她一身修为直接从原本的先天境一跃踏入了金丹境，一连突破了3大境界。唰！夏青青睁开双眸，喃喃自语：没想到我竟然觉醒了如此强的血脉。自从他昨晚被楚风狠狠地蹂躏了一番后，其原本想着就此了结，却没想到其会突然觉醒了一股强大的血脉之力。而这血脉之力直接让夏青青原本绝望的内心浮现出了一抹希望。楚风，等我借助这血脉之力实力超越你之后，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还有夏幽若，你们通通都该死。夏青青神色狰狞地低吼道。随后他便开始了疯狂的修炼，而楚风自然不会想到他不过睡了这丫头一次，竟然还助其崛起了。南荒王府邸所在，此刻南荒王身穿一件蟒袍，神色阴沉地坐在这里，在其面前坐着一位中年男子，正品酌茶。你们想让本王臣服于你们？南荒王看着那中年男人，冷冷地吐道。没错，如今我家陛下神功大成，我天龙皇朝已经不满足于东晋之地，因此决定开疆扩土。而天龙皇朝第一个要拿下的便是南荒。若是南荒王愿意臣服于我天龙皇朝，日后你便是我天龙皇朝亲赐的南荒之主，将代表天龙皇朝镇守南荒。当然，若是南荒王不愿意的话，那我天龙皇朝只能以武力强行拿下南荒了。中年男子放下茶杯，淡淡的说道。他最后一句话吐出，一股无形的气机弥漫而出，让南荒王神色一变。此人一身修为完全不逊色于他，甚至比其更强。不愧是东晋第1大皇朝。南荒王内心一惊，其目光闪烁着。而就在南荒王思忖着究竟要不要臣服于天龙皇朝之时，一道雷霆之音突然从外面传来。南荒王，滚出来受死！南荒王的府邸之外，楚风乘坐着飞行妖兽出现在这，黄泉阁主踏空而立，站在其身后。他对着那府邸直接叫嚣道：南荒王，滚出来受死！此话一出，惊动了这府邸内的众人。刷刷！南荒王麾下的4大封王境强者中的另外2位蓦然出现，他们冷冷地盯着楚风。好大的胆子，敢来此地放肆！轰！其中一位封王境强者抬手便是一掌朝着楚风镇压而去。杀！楚风口中吐出一个字，黄泉阁主瞬间消失在原地。噗嗤！下一秒，那位封王境强者的攻击还未落在楚风身上，结果其喉咙便迸溅出一道鲜血。他双眸暴瞪，双手不由得捂住喉咙，露出难以置信之色。扑通一声，
这位封王境强者的尸体直接摔在地上，化作一滩肉泥。而另外一位封王境强者瞳孔一缩，刚要开口，只见一道寒芒在眼前乍现。噗嗤！剩下的这位封王境强者同样被黄泉阁主一招毙命，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便砸落在地上，咽气了。他们的修为和黄泉阁主之间相差好几个境界，自然是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干得不错！楚风拍了拍手。唰！这时南荒王冲了出来，而他看着地上的2具尸体时，面色一沉，眼中瞬间迸发出滔天怒火。轰！一股超越封王境的威压爆发出来。这一刻，方圆100里内的空气仿佛全都凝固住了，好似被一股无形的天地之势所笼罩着。随着这股恐怖的天地之势降临，直接让楚风感受到了强烈的压迫感。这就是王者境所拥有的是吗？楚风眸光闪烁着，达到封王境，自身和天地的契合会达到更高的层次，继而能够借助天地之势对敌人进行压制。而王者境所能运用的天地之势更加恐怖，仅凭这股天地之势便足以镇压境界比自己低的任何强者。不过楚风拥有着混沌神魔体，身负神魔之力，区区天地之势自然影响不到他，但那黄泉阁主却被这王者境的天地之势给压得直接跪在地上。虽然他修为达到了封王境，但在王者境面前依旧毫无反抗之力。唰！这时南荒王看着楚风竟不受自己的天地之势影响，其双眸一凝，冷道：你是何人？杀你儿子的人。楚风直接说道。轰！一股更加恐怖的威势从南荒王身上爆发出来，压得方圆万里内的人都全跪在了地上，满脸窒息的感觉。他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盯着楚风：就是你杀了本王之子？没错。楚风点了点头。我怕你儿子一个人在地府孤单，因此特意前来，准备送你去陪他。找死！南荒王暴怒道，双眸迸射出无尽的杀意。他抬手便是一拳朝着楚风轰去。轰隆隆！这一拳轰出，空间扭曲，一股股骇人的能量席卷开来，而楚风瞬间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窒息感，但他却是十分淡定。他双手一挥，体内的那道地火瞬间涌出，怒火焚莲。楚风双手一合，极力地压缩着这道地火，他直接就将焚诀中的绝技怒火焚莲施展了出来。轰！眨眼间，那道地火就化作了一道火莲形态，被楚风轰了出去。随即这道火莲就和南荒王的攻击碰撞在一起。轰轰轰！一时间，无尽的轰鸣爆炸声此起彼伏的响起，那道火莲好似一颗核弹，瞬间炸开。那毁天灭地的力量直接将四周的空间都给撕裂开来，滔天的火焰能量席卷开来，化作了一道巨大的蘑菇云。噗嗤！紧接着一道吐血声响起，只见一道身影从天而降，直接砸在了地上，疯狂吐血。这人正是南荒王。此时的他浑身被烧得一片漆黑，衣服都烧没了，嘴角滴着血，胸口更是出现一个巨大的血洞，就连心脏都清晰可见。楚风这一道火莲直接就将这位王者境的强者给重创了。呼哧！此时楚风深呼一口气，感叹道：这怒火焚莲果然强悍，可嗨嗨！随即南荒王一阵咳嗽着，气息萎靡，胸口鲜血不断流出。南荒王，下去陪你儿子吧。楚风目光一凝，便要彻底终结这位南荒之主。但这时那府邸之中传来一道声音，没想到如今这南荒之地竟然还诞生出了一位天才。只见那位来自天龙皇朝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他一双眸子注视着楚风，眼中泛着光芒。而南荒王看着此人，连忙叫道：只要你能帮本王杀了他，本王便答应臣服于天龙皇朝。唰！那中年男子扫了一眼南荒王，嗤笑道：一个手下败将，有何资格和我谈条件？砰！他抬手便是一掌，直接将南荒王的脑袋给轰碎了。啊！这一幕让楚风一愣，他注视着这中年男子，对方带给他的危险感觉比那南荒王还要强烈。你是谁？楚风看着此人问道。自我介绍一下，鄙人东晋天龙皇朝使者。中年男子直接介绍道。天龙皇朝？楚风眉头一皱，随即对着云清子问道：你认识这个天龙皇朝吗？天龙皇朝乃是东晋第一大皇朝，传承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可以称得上是东晋最为顶尖的势力之一。而且据说那天龙皇朝先祖乃是人族和龙族的结合体，因此天龙皇室之人体内都有几率觉醒龙族血脉。而这一代的天龙皇帝据说便觉醒了一丝龙族血脉，战力无双。云清子一一介绍道。又是杂交。楚风嘟囔道。而那位天龙皇朝使者看着他直接说道：此次本使者前来，乃是因为我天龙皇朝打算拿下南荒，因此想让南荒王臣服，但现在看起来公子才是如今南荒最为顶尖的存在。
若是公子愿意臣服于我天龙皇朝，我天龙皇朝可以。不等他们说完，楚风眉头一皱：你们想要拿下南荒？没错，我家陛下欲让天龙皇朝成为苍玄域第一大皇朝，而这南荒便是我天龙皇朝开疆扩土的第一站。这位使者直接说道。楚风则是冷漠道：这南荒没有你们天龙皇朝的份，回去告诉你们家陛下，他若敢踏入南荒，我便让你们有来无回。唰！此话一出，那位使者沉声道：公子，你应该不清楚我天龙皇朝的实力吧？我管你什么勾巴实力，敢踏入南荒半步，杀无赦！楚风面无表情地喝道：狂妄！这位使者面色一冷，右手一挥，直接就朝着楚风抓去。噗嗤！结果一道刺眼的寒芒乍现，当即斩断了这人的右臂。啊！这位使者面色一痛，惨叫道：啊！伴随着那位天龙皇朝使者捂着断臂惨叫道，一道黑衣身影突兀出现在这。此人面色冷漠，手持一柄黑色利刃，身上散发着一股冷到极致的寒意。你是？楚风看着此人问道。黄阶暗卫首领冷风拜见少主。此人对着楚风直接下跪叫道：属下来迟，还请少主降罪。随即冷风请罪道。楚风微微一笑：你来得正好。这时那位使者则暴怒道：我乃天龙皇朝使者，你们竟敢伤我！唰！楚风瞥了此人一眼，面露不屑，而冷风目光一凝，便要出手将这位使者斩杀。但楚风却说道：饶他一命。他看着这位使者冷道：回去告诉你们皇帝，南荒以后只有一个皇朝，那便是大夏皇朝。天龙皇朝若敢涉足南荒，来多少我杀多少。听着楚风这般杀气滔天的话，那位使者一惊，看着他：你是大夏皇朝的人？记住，本世子乃大夏镇北王府世子楚风，滚吧！当即那使者捂着断臂，满脸狼狈地逃走了。随后楚风扫向南荒王的府邸，看着那些南荒王的手下冷道：杀，一个不留。是。冷风点了点头。瞬间又有20位黄阶暗卫出现，化作一道道流光，朝着南荒王府邸冲去，直接大开杀戒。世子，请饶小人一命。陡然一道身影从南荒王府邸中冲了出来，对着楚风大叫道。楚风扫了对方一眼，冷道：给我一个饶你的理由。世子，小人乃是一名炼器师，我可以为世子打造武器。这人连忙说道：你是炼器师？楚风诧异地看着对方。炼器师乃是这个世界专门炼制武器之人，无论是凡器还是灵器，又或者是灵宝，皆是由炼器师炼制出来的。不过炼器师和炼丹师一样，都是极其稀缺的人才，尤其是那些能够炼制出高品阶武器的炼器师，更是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是的，南荒王手下的武器以及那黑甲军的装备，皆是出自小人之手。此人连连说道。你叫什么名字？楚风问道。小人名叫燕十七。随即楚风吐道：你能炼制出什么级别的武器？小人能炼制出3品灵器，就算是4品灵器也有5成把握。燕十七直接说道。竟然能炼制3品灵器，你倒是有点本事。楚风惊讶道。灵器分为1到9品，品阶越高威力越强，而在南荒之地3品灵器也并不多见。突然楚风想到，若是镇北军全都装备上3品灵器级别的战甲以及武器，那岂不是屌炸天了。他直接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燕十七。你能做到吗？启禀世子，3品防御灵甲以及3品灵器，只要材料充足，小人都能炼制，但想要装备一支大军，那这所需要的炼器材料太过庞大了。闻言，楚风吐道：黑甲军身上的那些战甲材料来自哪？在南荒西南区域有着一座矿脉，那里盛产黑铁石，黑甲军身上的战甲材料便是黑铁石，但仅靠黑铁石只能炼制出1品防御灵甲和1品灵器，还需要辅以其他材料才行。你需要什么材料，全部写出来，我会让人去寻找。楚风直接说道。是。燕十七点了点头，随即说道：对了，世子，南荒王有一个藏宝阁，那里面有着他珍藏的诸多宝物，是吗？顿时楚风眼前一亮，他直接跟着对方来到了南荒王的藏宝阁中。而在这藏宝阁内的确有着诸多的药材、丹药、武器、功法等等。那是玄灵草。突然云青子激动地叫道：玄灵草！楚风目光扫向其中一株蕴含灵韵的药草，云青子吐道：玄灵草乃是炼制融魂丹所需的药材之一，是吗？当即楚风目光一凝，如今他有了那具荒族族长的尸体，若是再收其炼制融魂丹的药材，那云青子便可以借体重生了。而以云青子丹皇级别的炼丹术，一旦重生，对于楚风的帮助将更大。接下来楚风将这里的东西全都收入了混沌阴阳塔中。
随后，楚风在这藏宝阁中发现了一块黑色令牌，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仓字。这是什么？楚风拿起这块令牌查看着，却并未发现什么不同。这莫非是苍玄令？云清子突然震惊道：“苍玄令？什么玩意？”楚风好奇道：“在很久很久以前，苍玄域曾诞生了一位至强者，他以无敌的手段统治着整个苍玄域，被人称之为苍玄之主。后来，这位苍玄之主前往域外，想要寻得突破机缘，最后却重伤归来，不久之后便陨落了。但他在陨落之前，将自己一身的传承和宝物全都存放于一处秘境之中，而开启秘境的钥匙，他分为了10把，将其散落在苍玄域各地。”云清子一一说道。而楚风不由得吐道：“你该不会是说这枚令牌便是那开启秘境的钥匙吧？”“没错，这苍玄令便是开启苍玄之主秘境的钥匙，当然这只是其中一枚，还有另外9枚苍玄令，唯有集齐10枚苍玄令，才能开启那处秘境，得到苍玄之主的传承和其留下的宝物。”闻言，楚风神色闪烁着，吐道：“你说的是真的吗？”“世子，此传说流传已久，是真是假无人知晓，因为10枚苍玄令从未集齐过。”而楚风思忖了几秒，也不再多想，直接将这枚令牌收了起来。在将南荒王藏宝阁搜刮一空后，楚风并未离开，而是拿出了六叔给的那枚玉简。他对于六叔那种神乎其神的手段十分感兴趣，正好现在没事，他也打算学学，毕竟技多不压身。嗡！随后，楚风催动意识朝着这玉简探去，而当其意识接触到这玉简之时，突然那玉简一颤，爆发出一道光芒，瞬间笼罩着他。下一秒，楚风便感觉眼前一黑，昏了过去。这是呢？此时，当楚风再度睁开眼，一脸茫然。如今的他竟然身处于一片无边无垠的星空之中。塔爷！楚风连忙呼唤道，结果却没有任何回应，甚至就连云清子他都感应不到。该死的，这什么鬼地方？一时间，楚风眉头紧皱，脸色十分难看。嗡嗡嗡！突然，这星空之中浮现出一道道星光，那一道道星光直接朝着楚风冲去，涌入其脑海中。瞬间，楚风便感觉大脑之中多出了一股庞大的信息，他双眸紧闭，暗暗消化着。许久过后，楚风双眸睁开，喃喃自语：“星空炼神术。”这股庞大的信息乃是一门修炼精神力的功法，名为星空炼神术。而当楚风看完这星空炼神术的介绍后，则大为震惊。这星空炼神术竟然是用自己的精神力去沟通星空中的亿万星辰，最终达到掌控每一颗星辰的层次。届时，一念之间便可操控亿万星辰，这星空炼神术太屌炸天了吧！楚风不禁震撼道：“用精神力掌控亿万星辰，简直牛逼克拉斯！”而此时，楚风也知道了其六叔所掌握的手段乃是精神术法，而其则是一位精神术士。精神术士修炼精神力，通过精神术法，不仅可以隔空杀人，还能直接掌控对方的灵魂意识，让其沦为傀儡。但和这门星空炼神术相比较，这些所谓的精神术法简直弱爆了。想想看，当你和敌人对战之时，一念之间便可召唤无数星辰攻击，那画面简直屌爆了。当即，楚风便兴奋地开始修炼起这星空炼神术了。而就在他修炼之时，南荒之地爆发了一场场大战。这大战的双方正是镇北军和6大皇朝。在4大军团长率领的镇北军攻伐之下，这6大皇朝一个接一个被覆灭。而在东晋天龙皇朝之中，当那位使者捂着断臂回来之后，直接引起了天龙皇朝之主的震怒。他没想到南荒之地的一个小小皇朝竟然也敢这般嚣张，连他派去的使者都敢动，这简直是打他天龙皇朝的脸。传令宇文大将军，让他即刻率领50万天龙军前往南荒，给镇灭了那个大夏皇朝，将那大夏皇帝以及那个所谓的镇北世子抓回来。朕要让所有人知道和我天龙皇朝为敌的下场。当即，天龙皇帝下达命令。接下来，天龙皇朝直接调集了50万最为精锐的天龙军，由天龙皇朝大将军宇文拓亲自率领出征南荒。3日之后，东瀛皇朝的都城之外，4大军团长率领着镇北军兵临城下。经过3天的征伐，6大皇朝中便只剩下这东瀛皇朝了。至于其余5大皇朝，全都被镇北军覆灭了。那5大皇朝之主全都悬饰于他们的都城之外，皇室成员和文武百官一个不剩，全都灭光了。随着镇北军兵临城下，东瀛都城内早已乱成一锅粥了。那文武百官更是吓得瑟瑟发抖，毫无抵抗之心。镇北军3日内连灭5大皇朝，这等让人闻风丧胆的战绩，早已让东瀛皇朝所有将领和士兵吓破胆了，以至于镇北军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杀到了东瀛皇朝的都城之外。所过之处，东瀛皇朝的大军不是投降，便是落荒而逃了。
此刻东瀛皇宫大殿中，陛下，我们快逃吧，那镇北军马上便要破城了。这时那文武百官看着坐在龙椅上的东瀛皇帝安倍天和，劝说道：咔咔咔。此刻安倍天和双拳紧握，捏得嘎吱作响，眼中充斥着浓浓的怒火。该死的镇北军，欺人太甚！安倍天和歇斯底里怒吼道。他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东瀛皇朝竟会落得此等下场报。这时一位侍卫急匆匆地跑进大殿，跪地说道：启禀陛下，镇北军已经攻破都城，正朝着皇宫内杀来。什么？怎么会这么快？那都城守军呢？安倍天和面色一变，大叫道：要知道，他为了抵御镇北军，可是调集了足足20万东瀛皇朝最为精锐的神风军驻守在都城中啊！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破城了？就算是杀猪，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杀光20万头猪啊！那侍卫低头说道：神风军统帅亲自打开城门，率领神风军投降了。混蛋！安倍天和听到此话，当场气得一口鲜血喷出。镇北军杀进来了，快跑啊！这时那文武百官听到镇北军杀进来了，直接就顾不得安倍天和，一个个四散而逃，全都自顾自逃命去了。一群废物，废物！此时安倍天和看着这群逃命的文武百官，气得大骂道。与此同时，东方长渊4人直接率领着镇北军杀到了东瀛皇宫外。杀！他们一声令下，镇北军当场便杀入了东瀛皇宫。轰隆！但就在这时，那皇宫深处传出一道惊天巨响，紧接着一道刺眼的血光冲天而起，宛如一道血柱屹立于天地之间。这是什么？此时东方长渊等人看着眼前的情况，神色一变，随后血色光柱消失，一把通体泛着血芒的长刀出现在空中，而这把刀散发着一股妖异的邪气。此刻不少镇北军士兵注视着那把刀，突然感觉自己好似进入了一个血色空间，无数的厉鬼怨灵朝着自己撕咬而来。啊啊！他们当即便发出阵阵惨叫声，面露痛苦之色，当场吐血而亡。不好！东方长渊神色一变，叫道：所有人听令，低头，不准看那把刀。一时间镇北军士兵全部低着头，而那龙山沉声道：此刀竟然蕴含着精神攻击！结！陡然一阵阴冷刺耳的笑声响起，妖刀终于出世了，我东瀛皇朝称霸南荒的那一天终于要到来了。这时一位白发老者冲了出来，其双眸盯着那把长刀，神情无比激动。而此人正是东瀛皇朝的老祖。老祖，你终于出来了！安倍天和看着老祖出现，神情激动地叫道：怎么回事？他们是谁？那老祖目光一扫，便注意到了镇北军。老祖，他们乃是大夏皇朝派来的镇北军，乃是来覆灭我东瀛皇朝的，还请老祖出手将他们斩杀，扬我东瀛之威。安倍天和跪在地上，一脸虔诚地说道。刷！闻言，那位东瀛老祖面色一沉，盯着东方长渊等人，竟想灭我东瀛皇朝，你们好大的胆子！正好，今日便用你们的血来庆祝妖刀的出世。话音一落，那老祖右手一挥，那把血色长刀便出现在了其手中。死！他一声令下，手中的妖刀便爆发出无尽的血煞之气，瞬间将东方长渊等人全都笼罩住了。这血煞之气极其恐怖，竟压制着他们一身修为，甚至还对他们的灵魂进行了精神攻击。啊啊！随着那血煞之气入侵，大量镇北军士兵双眸赤红，呼吸急促，面色扭曲，露出痛苦的表情。他们一个个好似精神错乱一般，疯狂挥舞着刀刃，朝着身边的同伴杀去。此时4大军团长正催动一身力量抵御着这妖刀的攻击，而当他们看着镇北军的情况，一个个脸色十分难看。虽然他们修为强横，但并不是精神术士，因此面对着这妖刀的精神攻击根本无法对抗，只能勉强抵御着。统统去死吧！下一秒，那东瀛老祖直接握着妖刀杀了过来，一刀便朝着4大军团长直接劈了过去。轰隆！东瀛老祖这一刀劈出，无尽的血气凝聚成一道长达几十丈的血色刀芒，携带着精神攻击，朝着4大军团长狠狠地斩了下去。该死的！此刻4大军团长面色极其难看，眼中充满了怒火，他们当即便要燃烧一身力量和对方拼了。但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如惊雷一般炸响：想杀我的人，你经过我同意了吗？是世子！东方长渊4人神色一喜，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力量从天而降，当场便将这道血色刀芒给轰碎了，甚至就连那东瀛老祖都直接被震飞了出去，落在地上吐着血。随后那无尽的血煞之气便化作虚无了。很快那些精神错乱，好似被操控了的镇北军士兵全都恢复了正常，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这时一道身影站在4大军团长面前，
正是楚风。世子！当即东方长渊、狂战、雪罗刹、龙山四人便跪了下去。世子，对不起，是我等无能，给你丢脸了。都起来吧，这不怪你们。楚风淡淡的说着，其目光扫向了东瀛老祖。没想到你们竟然炼制出了这么一件邪恶的武器。世子，此刀蕴含着极大的怨气和煞气，还有元阴元阳之力，应该是用一群童男童女的鲜血炼制而成的。这时那燕时期来到楚风身边，看着那把妖刀沉声吐道，而他的话让楚风以及4大军团长全都勃然大怒。用童男童女的血来炼制这等邪恶武器，简直是禽兽不如。咔嚓，楚风双拳一捏，嘎吱作响，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盯着那东瀛老祖。你该死！他直接就朝着对方冲去，一拳砸了出去。唰！东瀛老祖面色一变，他猛地将手中的妖刀斩向楚风，同时催动其中蕴含的精神攻击。顿时楚风便发现有着无数的厉鬼怨灵朝着自己索命而来。哼！他重重的冷哼一声，一股无形的精神力爆发出来，当场便将这些厉鬼怨灵通通摧毁了。扑哧！那东瀛老祖更是一口鲜血喷出，瞪大眼睛看着楚风。你！砰！他刚吐出一个字，其脑袋便被楚风一拳轰爆了，鲜血迸溅了一地。老祖！一旁的安倍天和看着老祖惨死，一脸悲痛的叫道。而后他一脸惊恐的看着楚风，眼中充满了愤怒和不甘，怒吼道：你不得好死，去死吧，狗日的！这时狂战冲了过来，挥舞着大刀便朝着安倍天和斩去。扑哧！当场这位东瀛皇帝就被一刀斩成2半，而狂战还不解气，对着对方的尸体便疯狂砍了下去，硬生生的将其剁成了肉泥。此刻楚风看着那把妖刀，一把将其拿了起来，顿时感觉到了浓郁的怨念和煞气。都安息吧！楚风直接催动了那道地火，疯狂焚烧着这妖刀，最终将其焚化成了虚无。随即其神色冰冷道：将这东瀛皇室的人全都杀光，一个不留。世子，那外面还有东瀛皇室投降的20万大军，要如何处置？东方长渊问道。杀，一个不留，这些人统统都该死！楚风面无表情地喝道。因为那妖刀的缘故，楚风如今对于东瀛皇朝的人可谓是厌恶至极，恨不得全都杀光。是，4大军团长点了点头，便开始了他们的疯狂杀戮。小子，这皇宫内有个不错的体质，别浪费了。这时塔爷的声音响起。啊！楚风一愣，根据塔爷的提示来到了一座寝宫之中，而在寝宫内蜷缩着一位看起来18、9的女子。这女子长着一双狐狸眼，妖媚至极，但其一双明亮的眸子却充满了惊慌和懵懂，宛如一位不谙世事的女子。塔爷，她拥有着什么体质？楚风问道。她乃是先天魅体。闻言，楚风好奇道：先天魅体是什么？先天魅体乃是一种拥有着魅惑人心的特殊体质，只是他现在的先天魅体还未开启，一旦开启，其一举一动间都会散发着魅意，让男人不知觉的便陷入其魅惑之中，沦为其玩物。塔爷介绍道。这么厉害？楚风惊讶道。嘿嘿，你小子算是捡到宝了，若是将它拿下，对你而言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塔爷嘿嘿一笑，而这一笑让楚风有一种后背发凉的感觉。什么好处？楚风不禁问道，但塔爷直接就不搭理他了。随后楚风看着这女子问道：你是谁？我是东瀛皇帝的妃子。这女子低头颤抖地说道。妃子？楚风一怔，扫了对方一眼，道：你在耍我吗？你明明是完璧之身。我是刚刚被召入宫中的，还未曾被宠幸。女子紧张兮兮地回答道。还好没有被暴殄天物。楚风撇了撇嘴，看着对方，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妲己。女子说道。妲己，这名字倒是取得挺准确的。楚风轻轻一笑道：你跟我走吧。妲己看了看楚风，后者笑道：怎么不敢？你会杀我吗？妲己问道。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杀你。妲己呆呆地点了点头。好的。随后他便起身跟着楚风走了出去。接下来楚风带着妲己直接离开了东瀛都城，朝着大夏而去。至于这东瀛都城已经陷入了无尽的杀戮之中，鲜血染红了整座城池。数个时辰之后，楚风回到了大夏都城，而他带着燕时期以及妲己刚要回到镇北王府，结果一道呐喊声突然从其身后传来。世子，救命！世子，救命！楚风刚要踏入王府，一道呐喊声从其背后传来。他回头一扫，便看到一位女子面色泛白，气喘吁吁地跑到其面前，直接瘫软在了地上。这时一行人蓦然出现在这，他们一个个眼神冰冷地盯着女子，
其中一人冷道：“大小姐，你跑不掉的。”而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端木月。随即他们便朝着端木月走去，而后者猛地看向楚风，眼中充满祈求之色。世子，我愿意答应你的条件，恳请世子出手相助。世子。这时那群人中的领头人听到端木月的话，其目光猛地扫向楚风。你是那位镇北世子？楚风并未搭理对方，而是看着端木月。你确定吗？是的，我愿意答应世子的条件，只要世子助我夺回烟雨楼，以后烟雨楼任凭世子差遣。端木月一脸诚恳道。而那领头人听到此话，冷笑一声，看着端木月：大小姐，你还真是病急乱投医啊，竟然期望于这么一个毛头小子来帮你夺回烟雨楼，简直是可笑。聒噪！楚风神色一冷，冷风全都杀了吧。咻咻咻！此话一出，一直隐藏在暗中的冷风瞬间出现，化作一道残影急射而出。噗噗噗！不等这群人反应过来，他们脖子处便迸溅出一道道血线，直接瞪大眼睛倒在了地上，死不瞑目。而端木月看着冷风，内心一惊，暗道这镇北王府内究竟隐藏着多少高手。随后他起身对着楚风恭敬地叫道：端木月拜见世子，以后世子便是我端木月的主人。口头说说可没用，我要对你种下精神烙印。楚风直接说道。精神烙印？端木月一惊，不可思议地看着楚风。你是精神术士？精神烙印乃是一种通过精神力在对方灵魂之中种下烙印，以此控制对方的手段。这种手段唯有传说中的精神术士才能拥有。没错，楚风直接吐道。顿时端木月瞳孔一缩，内心被深深地震撼到了。他完全没想到这楚风竟然还是一位精神术士，这隐藏得太深了吧。如今楚风在修炼了那星空炼神术后，也是正式步入了精神术士的行列。而且不知是因为星空炼神术的强大，还是因为他是穿越者，灵魂天生比别人强。短短3天时间，楚风不仅成为了一名精神术士，而且一跃成为了天阶精神术士。精神术士分为天地玄幻4个等级，再往上便是王阶精神术士。而这个提升速度，若是让其他精神术士知晓的话，恐怕会极度的去撞墙。这人比人，简直气死人。接下来楚风便对端木月种下了精神烙印。虽然他心里并不愿意，毕竟一旦被种下精神烙印，他的生死就彻底掌握在了楚风手中。但如今他只能依靠于楚风。世子，不知何时能随我前往烟雨楼？随后端木月看着楚风问道。急什么？如今烟雨楼啥情况还不了解呢，现在去不是送死吗？楚风撇了撇嘴。陡然一阵冷风袭来，让人莫名一悸。世子，小心！冷风突然叫道。吭！紧接着一道金铁交击的声音响起，只见在楚风身侧一道青衣身影突兀出现，其手中握着一把利刃，原本要刺向楚风，结果被冷风手中的武器给挡住了。轰隆！这时一道火球从天而降，直接朝着楚风轰杀而去。楚风一拳砸了出去，硬汉这道火球当场将其轰得粉碎，结果其身子被震得连连后退。而就在火球破碎的瞬间，一柄燃烧着烈焰的利刃从火球背后急射而出，直取楚风要害。星闪！楚风瞬间消失在原地，而那握着烈焰利刃之人直接扑空了。此人穿着一身赤色长袍，脸上戴着面具，身上散发着无比灼热的气息。刷刷刷！与此同时，一道道黑袍面具之人出现在镇北王府外，全都散发着凌厉的杀意，手中握着黑色利刃，一个个修为更是全在天人境之上。这一幕让出现在不远处的楚风眼中露出惊诧之色。他看着刚才出手的那两人，你们是什么人？交出影杀，我们可以让你们镇北王府的人死得痛快一点。那位身穿赤色长袍之人冷道，其身上气息疯狂攀升。转眼间，这人便爆发出王者境的修为，而另外那位青衣之人同样爆发出王者境的修为。他们两人正是七杀阁派来的火杀和风杀。影杀！楚风眉头一挑，看着这两人，你们是七杀阁的人？杀！火杀冷漠道。顿时那群戴着面具的黑袍之人便化作地狱死神，朝着镇北王府冲去。杀！而冷风同样开口道。咻咻咻！刹那间，一道道黑衣身影浮现而出，足足有着300人。这300人一出现，便展现出了恐怖的实力，身形穿梭间，竟然便将这群七杀阁的人给一一抹了脖子。这一幕让那火杀和风杀瞳孔一缩，露出难以置信之色。他们二人身形一动，便要朝着楚风冲去。唰！但此时冷风的身影挡在了这两人面前，这两人直接就朝着冷风杀去。咻！冷风眼神冷漠，手中利剑一挥，没有任何武技，就是纯粹的一剑。但这一剑却好似一道闪电，惊鸿一现，速度快到极致。
顿时火沙和风沙两人前冲的脚步一致，直接停住了。他们瞪大眼睛看着冷风，噗噗，随即这两人喉咙处迸溅出一道血线，而后那血线迅速扩大，下一秒这两人的脑袋便滚落在地上。这冷风竟然这么强，楚风暗自嘀咕道：两大王者境强者，一剑秒杀，这实力太屌了。此时那群七杀阁人的也全都被这300位黑衣人给秒杀了，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冷风，他们全都是楚家的皇阶暗卫吗？楚风问道。是的，少主。冷风点了点头。一旁的端木月直接傻眼了，这300人竟然全都是镇北王府的暗卫，300位天人境以上的强者，这是什么概念？就算是烟雨楼中都找不出这样的一支队伍，而这还只是区区暗卫。咕噜，端木月暗暗咽着口水，内心已经被震撼得无法言语了。乖乖，这楚家究竟隐藏着多少高手啊？就连楚风都不禁感叹道。这时楚八荒的身影出现在这，若无其事地说道：小风，打完了吗？打完了就进来吃饭了。哦，楚风说了一句，跟着四叔前往了王府饭厅。而楚天狂、楚龙象、楚长生、楚星河以及姬如雪全都坐在了这里。爷爷、父亲、二叔、六叔、媳妇，当即楚风一一叫道：你小子究竟在外面招惹了多少人，搞得这王府每天都不得安宁。楚龙象看着楚风冷着脸，对此楚风摊了摊手，这不能怪我，是他们来找我麻烦的，谁叫你儿子长得太帅了，遭人嫉妒啊。你，楚龙象刚要发作，一旁的楚天狂笑着说道：说的没错，我家小风英俊非凡，肯定有人嫉妒，不过没关系，那些人都只是一群跳梁小丑，交给暗卫去解决就行了。小风，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和如雪一起给爷爷弄7、8个曾孙子出来，为我楚家开枝散叶。你说你都结婚这么多天了，也没个动静。此话一出，楚风满脸尴尬，至于姬如雪满脸绯红。爷爷，这生孩子又不是吃饭，想生就能生的，得慢慢来，记不得。楚风连忙说道：爷爷，我暂时还不想生孩子。这时姬如雪突然说道：为何？楚天狂看着姬如雪，而后者吐道：我还有未完成的事要去处理。而楚天狂对此也没有多说。很快吃完饭，姬如雪和楚风纷纷离开了。如雪这丫头不想生孩子，是不是因为那个什么昆仑界的瑶姬女帝？突然楚天狂说道：应该是她当年被自己的亲妹妹背叛，被迫转世重生，心中肯定想着报仇，所以才不想这么早生孩子。楚长生淡淡的说道。而若是姬如雪在此，只怕要傻眼了，她最大的秘密，这楚家之人竟然全都知晓了。这时楚八荒哼道：那个什么狗把瑶姬，我现在就去拍死他，这样侄媳妇不就能安心跟小风生孩子了？阿嚏！同一时间，昆仑界一座神圣的宫殿之中，一位长相妖艳、雍容华贵的女人正坐在这，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有一种莫名的心悸。怎么回事？这女人黛眉一蹙，沉声道：难道那女人还活着？镇北王府内，楚八荒此话一出，楚星河点了点头：四哥说的不错，不过一个小小的女帝，哪需要四哥出手啊？让我来吧。你们就别瞎操心了，有些仇恨还是得自己亲自去报，才能消除心中的疙瘩。此事我们就不要插手了。楚长生眼神深邃道：可如今这侄媳妇才开始重修，能否重返巅峰还不一定呢，万一到时候去报仇不是那女人的对手咋办？楚星河担心道：怕什么？不还有那小子吗？他要是连自己媳妇都护不住，那就不配当我楚龙象的儿子。楚龙象冷冷地哼道：六弟，你就别担心了，大哥连龙象令都给自己儿媳妇了，还有二哥那本珍藏的长生经也送了出去，有这2样东西在，别说一个女帝了，就算是神域的人来了，也奈何不了我们这位侄媳妇。楚八荒笑着说道：龙象令、长生经。当即楚星河神色一惊，看着楚龙象和楚长生：大哥、二哥，你们这还真是大手笔啊，看来我这个当六叔的也得想想送点啥给这位侄媳妇了，不然太丢面了。行了，这小两口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吧，我们差不多也要准备走了。歇息了这么多年，这把老骨头该活动活动了。楚天狂神色冷漠道。当即楚龙象4人眼中都露出一抹冰冷的杀意。与此同时，楚风和姬如雪回到了房间中。姬如雪看着楚风直接说道：我明确告诉你，我现在不可能生孩子，现在不可以，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了？楚风玩味一笑。以后？姬如雪一怔，当即冷道：以后也不可能，我是不会喜欢你的，更不可能和你生孩子。姬如雪满脸坚决道：没事，我相信日久生情。当即楚风便一把抱起姬如雪上床了。南荒王府邸所在，
两道身影突兀出现在这。而当他们看到如今血流成河的南荒王府邸时，两人神色一变。怎么回事？谁杀了南荒王？这两人中的一位眉头紧皱，另外一人则是在这南荒王府邸内查探了一番，沉声道没找到那枚苍玄令，应该是被人拿走了，赶紧查清楚，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枚苍玄令的下落，绝对不能让别人抢了。随即这两人便消失在了这里。翌日，楚风的房间外传来轻袅的声音：世子，东方郡团长来了。而楚风直接起床了，穿戴好走了出去。这时姬如雪猛地坐了起来，喃喃自语：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必须要尽快恢复修为，返回昆仑界。唰，他直接拿出了楚长生给的那本长生经，其眼中闪烁着坚定之色。另外一边，楚风离开房间便见到了东方长渊，对方说道：世子，如今6大皇朝已经被全部覆灭，接下来还需要做什么？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协助燕世七找齐炼器材料，我要给镇北军装备上一套全新的战甲和武器，以此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楚风说道：对了，那个尹莎呢？他还关在镇北军的军营中呢，把他带来。随后楚风直接前往了皇宫。你怎么来了？夏幽若正在处理政务，看着楚风前来，不由得吐道：怎么不欢迎我来？楚风一把就将夏幽若抱入了自己怀中，而后者直接就勾住了其脖子，娇媚道：怎么会呢？我还得感谢你呢，如今南荒7大皇朝便只剩下我大夏皇朝了，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感谢可不能只是嘴上说说啊。楚风玩味一笑，而夏幽若直接俯身在楚风耳畔轻语道：今天我要在上面。接下来一场大战便在这御书房中上演了。很快2个多时辰便过去了，直到夏幽若彻底不行了，楚风才放过了他。你待会发布个诏令，让南荒所有势力明日前来大夏朝贡，凡有不来的杀无赦，我要南荒以后为大夏皇朝独尊。楚风轻抚着夏幽若的秀发，淡淡的说道：你这是要把我捧上南荒之主的位置啊？夏幽若惊讶道：南荒之主而已，这就满足了吗？那我要是让你当苍玄玉的主人呢？楚风轻轻一笑，当即夏幽若娇笑着：你就不怕我到时候一脚把你给踹了啊？你可以试试。楚风自信道。随后两人温存了一会，楚风便离开了。此时夏幽若眼中闪烁着金芒，喃喃自语：苍玄之主，哼，区区一个苍玄玉之主就让你沦陷了吗？陡然一道清冷不屑的声音在夏幽若的脑海中响起。唰，夏幽若面色一变，猛地叫道：你是谁？离开皇宫后，楚风独自一人行走在都城街道上，他打算去看看王胖子。穿越到这个世界，对方也算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了。就在这时，楚风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呵斥声：滚开，都给本世子滚开！他脑袋一转，便看到一位青年骑着一头烈马正飞驰而来，所过之处尖叫连连，不少避让不及的百姓直接就被那烈马撞飞了出去，当场吐血。而那马上青年却并未有任何减速，反而是驱使着烈马加快速度，一副嚣张至极的架势。转眼间，那头烈马便来到了楚风面前。那青年看着楚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冷道：找死！他骑着烈马直接就朝着楚风狠狠撞去。砰！下一秒，楚风一拳轰了出去，当场就将这头烈马给打爆了。而那青年直接摔倒在地上惨叫着，他当即对着楚风怒吼道：混蛋，你竟敢杀本世子坐骑，谁给你的胆子？世子！楚风眉头一挑，看着对方：你哪家的世子啊？我乃靠山王之孙，靠山王府的世子。这青年一脸嚣张地叫道：靠山王？什么玩意？楚风撇了撇嘴。而在场不少百姓听到靠山王3个字都是一惊。这靠山王可是当年老皇帝的弟弟啊，为大夏打下了大片疆土，论资历功劳丝毫不在镇北王之下，因此被封为靠山王。只不过这位王爷很多年前便退隐了，很少过问朝廷之事，因此知道的人并不多。侮辱王爷者死！陡然一道冷声炸响，一道身影突兀出现，一掌朝着楚风轰杀而去。啪！楚风一巴掌直接甩了出去，当场将这人给扇爆了。你！那位靠山王世子见状直接傻眼了，而楚风来到其面前冷道：什么狗屁靠山王，在这大夏只一个王爷，那便是镇北王。他话音一落，瞬间掐住了对方喉咙一捏，咔嚓，当场这位靠山王世子就被斩杀了。哈儿！蓦然一道悲戚而愤怒的声音如惊雷般炸响。哈儿！此刻一位身躯魁梧、满头银发的老者冲了过来，紧紧地抱着那位靠山王府世子。哒哒哒！随即一群身穿战甲的士兵冲了过来，
直接将现场给团团围住了。唰！那老者猛地盯着楚风，双眸赤红的吼道：“你竟敢杀本王之孙！你就是那个什么狗屁靠山王！”楚风扫了对方一眼，放肆，竟然对王爷无礼，拿下！这时那群士兵当即就要对楚风出手，但这时冷风率领着一众暗卫出现，直接就将这群士兵给斩杀了。唰！那老者见状，神色森冷地盯着楚风：“你是何人？竟敢在都城这般放肆！”“我，镇北王府世子楚风。”楚风撇了撇嘴：“你就是那个镇北世子？”老者冷道：“一个纨绔世子，竟敢这般嚣张！就算你爷爷镇北王当年在本王面前也不敢放肆，你算个什么东西？”啪！当即楚风一步踏出，一巴掌扇了出去，直接将这对方扇倒在地上。“就凭你，还没资格提我爷爷！混账！”这位银发老者怒吼一声，身上猛地爆发出生死劲的修为，他右手一挥，一把长刀出现在手中，对着楚风便劈了出去。轰！这一刀劈出，携带着一股恐怖的霸道之意，使得这一刀威力暴涨，气势如虹的朝着楚风斩去。砰！楚风抬手就是一拳，当场将这刀芒轰得粉碎，连带着对方手中的长刀都被打爆了。噗嗤！银发老者一口鲜血喷出，直接飞出10几米远，砸在地上疯狂吐血。而楚风走到对方面前，一脚踩在其胸口，冷道：“这么点实力，也好意思对我出手？你怎么会这么强？”此刻这老者满脸不可置信地盯着楚风，要知道以他如今的修为，就算是黄祖山的老祖都不是他一招之敌，怎么会被一个纨绔世子给秒了？当然他还不知道黄祖山的老祖早就死了。去陪你孙子吧！楚风冷哼一声，而对方猛地叫道：“你不能杀本王，本王乃是当今女皇的叔叔，太上皇清风的靠山王。”呵呵，对此楚风冷笑一声：“看来你还不知道如今这大夏皇朝谁才是老大吧？”唰！此话一出，那靠山王面色一沉，冷道：“我如今乃是霸刀一族的人，此次是奉令前来，你若杀我，耽误了霸刀一族的大事，霸刀一族绝饶不了你，什么族也救不了你。”楚风直接就要将这家伙给踩死，但这时夏沉山的身影出现在这，对着楚风说道：“恳请世子饶我这弟弟一命，他刚刚回都城，什么都不知道，冲撞了世子，老朽在这替他向你道歉了。”“那不是先皇吗？他怎么会？”此刻现场一些百姓认出了夏沉山，看着他竟然对楚风躬身道歉，皆是一脸震惊的表情。大夏百姓并不知道黄祖山所发生的事，也不知道如今的大夏实际掌权人乃是楚风。“大哥！”那靠山王看着夏沉山叫道，而他刚开口，楚风便一脚将其脑袋踩爆了。唰！夏沉山看着自己唯一的弟弟惨死，其面色一沉，眼中一抹杀意一闪而逝。“任何想杀我的人都得死！”楚风冷漠道。“世子说的是。”此时夏沉山低着头，压抑着心中的杀意回答道，但紧接着一道声音传入其耳中：“包括你。”咔嚓！当即夏沉山的喉咙就被楚风捏碎了，而其瞪大眼睛看着楚风：“你以为我没察觉到你身上的杀意吗？”楚风冷道。他如今成了精神术士，对于一个人的观察可谓是细致入微。这夏沉山刚才那道杀意隐藏得很好，但还是被楚风察觉到了。对于一个对自己产生杀意的人，楚风自然不会留着，更何况之前留着对方也是因为想让其助夏优若稳定朝局，如今大夏皇权尽在夏优若的掌控中，这个老匹夫自然留着没用了。砰！随即楚风随手一挥，这位大夏先皇的尸体就被其随意地扔在地上。现场的百姓全都傻眼了，楚风却没在意众人的目光，直接来到了王氏酒楼。“王叔，胖子人呢？”他看着那王大龙问道。“世子不二他。”王大龙欲言又止，而王胖子的本名便是王不二。“胖子怎么了？”楚风看着对方脸色不对劲，连忙问道。随后王大龙带着楚风来到了一间房间内，此时王胖子躺在床上，面色泛白，一副极其虚弱的模样。“胖子！”楚风连忙上前查看着对方的身体，其脸色一下子十分难看。如今的王胖子全身骨头都被打断了，体内经脉丹田全都破碎了，其伤势比之前在烟雨楼的时候严重了100倍。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王胖子俨然成为了一个废人。“是，世子。”这时王胖子听到楚风的呼唤，缓缓醒来。“胖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伤成这样的？”楚风面色阴沉地喝道。“对不起，世子，胖子又给你丢人了。”王胖子低声吐道。“究竟怎么回事？”楚风冷冷地问道。而一旁的王大龙说道：“不二这一身伤都是醉仙楼的人干的。”醉仙楼？之前楚风听王胖子提起过这个酒楼，
据说这乃是南荒第一大酒楼，盛产各种顶级佳酿。之前不二想去醉仙楼购买他们酿制美酒的配方，结果被醉仙楼的人拒绝了。本来此事到此就结束了，结果那醉仙楼掌柜的弟弟竟然私自出手，将不二伤成了这样。王大龙极其愤怒地说道。唰！闻言，楚风神色冰冷道：敢将本世子的兄弟伤成这样，胆子不小啊。胖子，这些药材和丹药你先拿去服用，等我给你报仇了再来治疗你的伤势。楚风拿出一堆灵药和丹药交给了王胖子，而后他便直接离开了。看着楚风二话不说便去给自己报仇，王胖子心中十分感动，但内心极其愧疚道：世子，对不起，是胖子我太废物了，我不配当你的兄弟。之前楚风和他都是废柴，两人待在一起没啥感觉，但如今楚风却成为了顶级天才，而他还是这般废柴，被人随意欺凌，这让王胖子内心有一种极其自卑的感觉，觉得自己不配成为世子的兄弟。我若是能修炼就好了。王胖子眼中闪烁着一抹不甘之色，这一刻他内心充斥着强烈的变强欲望，他要变强，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成为世子的兄弟，才不会成为其累赘。嗡！突然王胖子的眉心处浮现出一道图案，好似某种异兽图案，而其眼中闪烁着一抹凶厉之光。轰！下一秒他体内产生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一旁楚风给的那些灵药和丹药之中所蕴含的能量顷刻间就被王胖子吞噬一空。这当即王胖子瞪大着眼睛。与此同时，在某个神秘的深渊之下，有着一个暗无天日的洞穴，这洞穴之中有着一尊庞大的异兽匍匐在这，宛如一座小山丘，其周身覆盖着坚硬的黑鳞，每一片都泛着森幽的光芒。终于要觉醒了吗？此刻这异兽血盆大口张开，发出一道低沉而嘶哑的声音，一双如灯笼般大的眸子睁开，露出贪婪噬食的光芒，嗡嗡嗡。陡然这洞穴中浮现出一道道玄奥的咒印，朝着这尊异兽镇压而去。啊！该死的混蛋，等着吧，用不了多久你就再也困不住本座了。蓦然一道嘶吼声在这深渊之下回荡着。南荒中心区域，这里有着一座城池，名为南城，此乃南荒最为古老的一座城池。此地乃是三不管地带，不属于任何势力的范畴，自成一体。而在南城之中矗立着一座气派恢宏的楼阁，上面挂着一块牌匾，写着醉仙楼三个大字，这便是南荒第一大酒楼所在。自从醉仙楼出现，便以其酿制的独特美酒成为了无数爱酒之人流连忘返之地，每日醉仙楼都是爆满的状态。此刻在醉仙楼中，一行人一边喝着酒一边探讨着。你们知道吗？那大夏女皇颁布了诏令，通知南荒所有势力之主明日前去大夏都城朝贡。朝贡？这不就是变相的让南荒所有势力臣服于大夏吗？没错，那诏令说了，明日谁若不去，那便杀无赦。这大夏太狂妄了吧，他们这是要当南荒之主啊。一时间现场不少人都议论纷纷。哎，虽然大夏狂妄，但奈何其拥有着一支无敌的镇北军呢，连灭6大皇朝，威震南荒。现在南荒王离奇死亡，就连南荒4大宗门之主都全死了，现在南荒还有谁能抵挡得住大夏？估计过了明日，我们便全都得成为那大夏子民了。这时酒楼内一人不屑道：哼，那镇北军再厉害，难不成还敢在这南城放肆不成？听起来你很瞧不起镇北军啊。陡然一道冷声传入那人耳中，而那人不以为然地哼道：切，镇北军有什么了不起的？砰！此话一出，那人的脑袋便轰然炸开了。刷刷刷！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一旁其他人都吓了一跳。此刻酒楼内其他的客人看着死人了，全都是面色一变，大为震惊。竟然有人敢在醉仙楼杀人，这是疯了吗？醉仙楼内可是有规定，谁都不得在这动手，违者必死。曾经有不少喝酒之人在此地闹事，全都被醉仙楼给斩杀了。此时众人目光一扫，就发现在那位爆头之人的身后站着一位青年，而这青年正是楚风。你杀人了？这时其他人看着楚风一脸惊讶道：这家伙瞧不起镇北军，该杀。楚风撇了撇嘴，其目光看着刚才议论的其他人。你们似乎都不想臣服于大夏是吧？不愿臣服，那便去死吧。话音一落，冷风身影乍现，干净利索的便将这群人全都斩杀了。刹那间，醉仙楼内充斥着浓浓的血腥之气。什么人敢在醉仙楼闹事？活腻歪了是吧？蓦然一道冷哼声传来，只见一位20来岁的男子走了出来，冷冷地盯着楚风和冷风。与此同时，一群涅槃境以上的武者突兀出现，将他们二人给围住了。这时楚风冷道：谁是醉仙楼掌柜的弟弟？我就是。你小子谁啊？那男子一脸高傲地看着楚风。
唰，楚风目光看向此人，你之前是不是废了一个人？你是说那个胖子废物？那家伙不自量力的，竟然想要我醉仙楼的酿酒配方，我自然得教训教训他了。男子不以为然的哼道，而后看着楚风，怎么，你是来给那废物报仇的？啪！楚风一巴掌直接扇了出去，当场将这家伙扇翻在地。噗嗤！这男子当场一口鲜血喷出，怒视着楚风。你！不等他说完，楚风来到其面前，一脚将其一条腿踩得粉碎。啊！男子惨叫道。现场那些醉仙楼的护卫见状，直接就要冲向楚风，结果一群暗卫现身，手中利刃挥舞而出。噗噗噗！眨眼间，这群醉仙楼的护卫便全都倒在了地上。啊啊！此时楚风一脚一下，将那男子的每一根骨头都给踩得粉碎，让其痛不欲生，惨叫连连。住手！陡然，一道怒斥声传来，只见一位身穿黄衫、面容精致的女子从楼上冲了下来，一脸愤怒地盯着楚风。你可知这里是什么地方？楚风瞥了对方一眼。醉仙楼吗？醉仙楼的规矩，敢在醉仙楼闹事者，杀无赦。黄衫女子声音一落，身子一跃，如飞碟般朝着楚风冲去，一掌轰出。她一身修为则是达到了天人境9重。砰！对此，楚风一脚直接踹了出去，当场将这黄衫女子踹飞出去，砸翻了好几张桌子，落在地上吐着血。现场其他人见状，纷纷暗道：这家伙还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啊！而楚风继续将那男子全身的骨头给一根一根的踩得粉碎。这家伙打断了王胖子的骨头，他便要让其100倍偿还。一时间，醉仙楼内充斥着一阵阵凄厉的哀嚎声。弟弟！那黄衫女子看着自己弟弟遭受着这般折磨，双眸赤红，死死地盯着楚风。你不得好死！他二话不说，便再次朝着楚风冲去。轰！而他不知道使用了什么秘法，强行将一身修为提升到了封王境1重。但尽管如此，楚风右手一挥，便掐住了对方的脖子，让其动弹不得。看来你很想死。楚风冷漠道。黄衫女子死死地盯着楚风，那便去死吧。就在楚风此话响起的同时，一道冰冷无情的命令声从酒楼外传来，放了他。咔嚓！同一时间，一道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楚风直接将这黄衫女子的脖子给捏碎了，而后一扔，将其扔在了酒楼门口。这时，一位身穿蓝白色长衣、梳着长发、五官精致、面若寒霜的女子出现在酒楼中。而当她看着地上黄衫女子的尸体之时，那张本就冷若寒霜的脸更冷了，一股极致的寒意弥漫开来。刹那间，这醉仙楼内的温度直接降到了0度之下，现场所有人都有一种坠入冰窟的感觉，冷得发颤。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传入楚风耳中：我不是让你放了他吗？这不是放了吗？你又没说是要活的还是死的。楚风看着那女子撇了撇嘴，暗道：这女人真够冷的，但身材貌似不错。此刻，楚风上下打量着对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啧啧出声，而他的眼神让那女子身上的寒意再次下降了几10度。轰！瞬间，这女子一掌朝着楚风轰去。轰！随着这女子一掌袭来，一股恐怖的寒意汹涌而出，让楚风有一种全身被冻僵的感觉。他当即一拳砸了出去，当即传出一道闷雷声。而当两人的拳掌轰击在一起，楚风只感觉一股恐怖至极的寒气顺着其手掌冲入他体内。刹那间，楚风便有一种全身血液即将凝固的感觉，甚至其身体表面都浮现出了一层寒霜，即将被冰冻住。他连忙催动体内地火，迅速将那股寒气给驱除掉了，同时将对方身子给轰得连连后退。靠！楚风忍不住吐了一句国粹，看着对方冷道：你还真是一块冰块，差点把本世子给冻死了。而女子面色冰冷，身上爆发出一股更加恐怖的寒冰之气，再次一掌轰出。冰破掌！他这一掌轰出，直接施展出了一门天阶武技。轰！当这天阶武技施展出来，当场就让其战力飙升到了一个恐怖的层次，一股恐怖至极的寒气弥漫而出，迅速充斥着整座醉仙楼。一时间，酒楼内的一切都被一层寒霜给冰封住了。楚风更是感受到了一股极致的寒意，让其身子都忍不住哆嗦了一下。他冷冷地哼道：今天就让我看看是你的冰厉害，还是我的火厉害。怒火焚莲！当即楚风二话不说，直接将那道地火爆发出来，同时再一次施展出了怒火焚莲。轰隆！瞬间，一道火莲被楚风轰了出去，和对方这一掌轰击在一起，传出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时间，惊涛骇浪般的能量席卷开来，直接将整座醉仙楼都给摧毁掉了。那酒楼内的人更是全都被轰飞了出去，一个个七零八落的砸在南城街道上，疯狂吐血，有的实力弱的直接就毙命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惊动了整个南城的人。他们看着那化作废墟的醉仙楼，全都傻眼了。随即，楚风从那废墟中走了出来，而冷风快速来到其身边。少主，你没事吧？没事。楚风摇了摇头，深呼了一口气，其目光盯着前方。这时，前方废墟中传来动静，只见那女子从中爬了出来，面色惨白，嘴角滴着血，气息萎靡，一身衣服更是破破烂烂，春光大泄。此刻，北冥霜也就是这女子，死死地盯着楚风，一双千年不化的寒眸充斥着浓浓的愤怒。怎么，不服啊？楚风冷哼道。北冥霜二话不说，直接掏出数颗丹药服下，体内的伤势迅速恢复过来，其手中更是出现一柄寒光凛冽的长剑，当即其身上再次弥漫出一股极致的寒气。MMP 还没完没了了。楚风神色一冷，便要干死这女人。但这时塔爷的声音响起：小子，这女人拥有圣品冰灵根，还身怀玄冰剑体，这么好的体质可别浪费了啊！圣品冰灵根，玄冰剑体。楚风神色一怔，看着眼前这女人，他倒是没想到这女人这么厉害，单单是那圣品冰灵根就堪称屌炸天了。毕竟这圣品灵根乃是有着成圣之姿的。至于玄冰剑体，虽然他不太了解，但肯定也不简单。咻！此时北冥霜一剑朝着楚风斩来，剑身上覆盖着一层冰霜，所过之处空间都好似冻结住了。哼！见状，楚风右手一抓，瞬间扣住了对方的长剑。唰！而北冥霜看到楚风竟敢徒手抓自己的剑，眼中闪烁着冷芒，便要将其手掌给斩断。但下一秒，其便愣住了，因为楚风的手掌宛如钢铁巨石一般，这利剑竟连其手掌表面皮肤都破不开。北冥霜自然不知道楚风身怀混沌神魔体，以他如今的肉身强悍程度，此剑根本伤不到其分毫。而楚风扣住这长剑，猛地一拉，结果北冥霜身子便不受控制地朝着其冲去。不等北冥霜反应过来，楚风一手直接扣住了其喉咙，将其举了起来，冷道：女人，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逼我扇你。若非塔爷开口，他早就杀了这女人。但北冥霜一双眸子却依旧杀意凌厉地盯着楚风，一副恨不得将其扒皮抽筋的架势。对此，楚风也不再废话，挥起另外一只手便扇了出去。但他扇的不是对方的脸，而是其另外一个部位。北冥霜脸色一变，不可置信地盯着楚风。你！他咬着牙用尽力气叫道。他竟然被一个男人给打了那里，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这对于一向自视清高、厌恶男人的北冥霜而言，绝对是极大的羞辱。此刻的他一双眸子好似要喷火一般，目赤欲裂地盯着楚风。他当即便要运转秘法，强行燃烧一身力量和楚风拼命。但就在这时，楚风再次出手，一股触电般的感觉瞬间充斥着北冥霜全身，让其身子不由得一颤额。楚风看着这女人的表情一愣，突然一道轻叹声响起：哎，好好的一座酒楼就这么拆了，这让我以后去哪喝酒啊？唰！陡然，楚风目光一扫，只见一位头发散乱、胡子拉碴、穿着随意的男人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其手中提着一壶酒，浑身满是酒气。拜见城主。随着此人出现，南城内的人全都满脸恭敬地参拜道。很快，那男人便走了过来，看着满目疮痍的醉仙楼，叹息道：这下没得好酒喝了。而后他目光扫向楚风：这位小兄弟，可否给我一个面子，放了这位姑娘？你谁啊？我凭啥给你面子？楚风冷漠道。现场的那些南城之人听到此话，则大为震惊。他们看着楚风，纷纷暗道：这小子真是不知死活啊，竟敢这般和南城城主说话。要知道，这位南城城主可不是一般人啊。自从他来到这南城之后，任何一方势力都不敢入侵此地，甚至以前有皇朝企图掌控南城，结果却被这位城主弹指灭了10万大军。自那以后，南城便自成一体，甚至无人敢在城中闹事。而楚风竟敢这般和南城城主说话，简直是找死。此时，这位南城城主对于楚风的话并未生气，而是微微一笑：年轻人后生可畏啊。他右手一挥，一股无形的力量便朝着楚风轰去。轰！这股无形的力量一爆发出来，便让楚风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此人好强。他瞳孔一凝，注视着此人。虽然他看不透此人境界，但其一身修为绝对是楚风穿越而来见过的人中最强的，当然楚家之人除外。砰！关键时刻，一道寒芒乍现，斩碎了这道力量。这出手之人正是冷风。他持剑挡在楚风面前，冷道：洞少主者，死！刷刷刷！瞬间，上百位暗卫凭空乍现，将这位南城城主给围住了。他们身上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那南城城主扫了一眼这群人，
其浑浊黯然的眸子中露出一抹惊异之色，喃喃自语：“有点意思。”正当冷风和一众暗卫准备出手之时，对方却突然摆了摆手：“不打了，不打了，你们玩吧。”当即，这位南城城主一个转身便消失在了原地。而这一幕让楚风再次一惊，此人还真是深不可测，南荒之中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尊强者。楚风暗暗嘀咕着，随后他目光扫向了北冥霜，将其扔在了地上。女人，本世子怜香惜玉，不和你一般计较。唰！北冥霜回过神来，羞愤难加地盯着楚风，咬牙切齿道：“我要杀了你！”他当即便要抱起，而冷风手中的剑直接架在了其脖子上，其他暗卫更是上前将其控制住了，还真是暴脾气啊！楚风撇了撇嘴，看着冷风，有没有办法将其修为封印住？可以。冷风点了点头，直接就出手将这女人一身修为给封住了。而北冥霜冷冷地盯着楚风，要杀便杀，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我命长着呢。楚风轻哼道：“你毁了醉仙楼，杀了醉仙楼的人，主人是不会放过你的。”北冥霜面若寒霜地冷道：“哟，你背后还有主人啊？”楚风轻轻一笑，一只手在北冥霜那光滑的脸蛋上轻轻滑动着，吐道：“长得这么漂亮，就这么杀了，岂不是太可惜了？把她给我带回王府，本世子要好好调教调教。”唰！闻言，北冥霜面色一变，盯着楚风：“你敢？没有什么是我镇北世子不敢的。”接下来，楚风一行人直接就离开了南城，返回了大夏。而在南城某个角落里，那位南城城主坐在这，眸光闪烁着：“镇北世子，有趣。”唰！突然他捂着胸口，露出一抹痛苦之色，当即他猛地抓着一旁的酒壶，就往嘴中猛灌了几口烈酒，仿佛想借助酒劲将体内的痛苦压制下去。大夏皇朝都城，云青子，有什么丹药可以治疗胖子的伤吗？楚风刚回到这，便对着戒指中的云青子问道：“主人，治疗他全身骨头经脉的丹药，老朽现在倒是可以炼制，但那破碎丹田的丹药，唯有黄级炼丹师才能炼制。老朽如今只是一道残魂，只怕无法炼制出来。”云青子回答道。当即楚风神色一沉，道：“那便先炼制修复他全身骨头经脉的丹药。”他说完，便前往了王氏酒楼，准备告诉王胖子帮其报了仇的消息，然后再让云青子炼制丹药。但当楚风来到王氏酒楼中，从王大龙口中得知王胖子竟然闭关了。胖子闭关了，啥意思？楚风不解道：“我也不太清楚，就在世子离开不久，不二便说他可以治疗自己的伤势，然后让我准备了大量的修行资源。刚刚他又传来消息，说那些修行资源不够，让我再去准备一批。”王大龙说道：“这家伙在干嘛呢？”此时楚风满脸疑惑之色，而塔爷的声音响起：“看来他开始觉醒了。”觉醒？什么意思？楚风一怔，塔爷说道：“我之前就说了，这胖子不是一般人，如今他开始觉醒了，你就不用操心他身体了，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见识到他的恐怖了。不过他现在最需要的便是大量的灵石、丹药、灵药等资源，这修行资源越多，他便会越加恐怖。”而塔爷这番话让楚风意识到这胖子也不简单。妈的，我这身边的人怎么全都是深藏不露的？楚风暗暗腹诽道：“明明他才是穿越者，怎么他身边的人个个都这么屌？”随即楚风将其身上的所有修行资源全都拿了出来，交给了王大龙：“这些资源你拿去给胖子，明日我会再让人送来一批修行资源的。”多谢世子。王大龙当即感谢道：“胖子是我兄弟，不用客气，他有什么事立刻来跟我说。”楚风叮嘱一番后便回到了王府，随即他见到了东方长渊，对方却是面色微白，显然是受伤了。“你受伤了？怎么回事？”楚风面色一变，而东方长渊半跪在地说道：“世子，对不起，那影莎被人救走了。”“被人救走了？”“是的，本来我押送那影莎回王府的，结果半路上有一个神秘强者，他将属下给打伤，救走了影莎。能将你打伤的，看来这七杀阁的强者不少啊。”楚风暗暗嘀咕着，随之吐道：“没事，劫走了就劫走了，无所谓。”他本来也是想借助精神力对那影莎进行搜魂，了解一下七杀阁的情况，如今对方被救走了也没啥，若是七杀阁想报仇，肯定还会继续出手的。看样子这七杀阁又要重现于世了，只怕这苍玄域又要掀起一阵血雨腥风了。云青子不禁说道：“管他掀起什么风浪，别影响到我就行，不然到时候别说七杀了，就算八杀九杀我也给他灭了。”楚风冷冷地哼道，而后他便打算去找姬如雪，结果却得知其闭关修炼了。闭关修炼？这女人是想超越我，然后摆脱我吗？楚风嘟囔道。但楚风对此却不以为然，虽然对方是女帝转世，但她可是穿越者啊，还拥有着塔爷这么一尊挂逼。
就算姬如雪再努力，也不可能超越他的。随即他便来到了青鸟房间，和其来了一番巫山妇语。但很快青鸟便被折腾得不行了，对着楚风可怜兮兮地说道：世子，人家真的不行了，你就饶了人家吧。好吧，那你先好好休息吧。楚风走了出去，但此时其并未完全发泄出来。哎，这身体太好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啊。世子。这时一道娇柔的声音传入楚风耳中，他目光一扫，便看到妲己出现在其面前。对了，怎么把你给忘了？楚风看着妲己玩味一笑，他直接上前一把抱住对方，便来到了其房间中。接下来一场新的大战打响了。中州某座古色古香的楼阁顶层之中，一位穿着紫色衣裙、长得倾国倾城、身材完美无瑕的女子正坐在这，其纤细如葱的玉手正端着一杯美酒，细细品尝着，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风情万种却又尊贵无比的感觉。这时那房间门被敲响了，进来。紫衣女子红唇轻启，当即房门开启，一位红衣女子快步走了进来，对着紫衣女子低头说道：主人，双儿出事了。随后红衣女子将南荒醉仙楼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镇北世子。紫衣女子放下酒杯，一双凤眸之中泛着异样的光芒，轻声吐道：看来这位大名鼎鼎的纨绔世子隐藏得很深啊，竟然连双儿都败给了他。主人，如今双儿落在其手中，只怕要不要我立刻带人前去？红衣女子询问道。而她话还未说完，紫衣女子微微一笑：我亲自去一趟吧，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位镇北世子。翌日，镇北王府，楚风从妲己的房间内走了出来，而此时房间内被折腾了一夜的妲己正在熟睡着。不知是体质的原因还是啥，妲己竟比青鸟还有姬如雪的承受力都要强，硬生生承受了楚风一整晚的征伐。世子。这时端木月出现在这，对着楚风恭敬地叫道，不过此时其顶着一双黑眼圈，一副精神疲惫没睡好的模样。你怎么了？没睡好？楚风看着端木月诧异道，而端木月则嘴角一阵抽搐，暗道：你折腾了一晚上，人家能睡好吗？原来这端木月的房间就在妲己隔壁。昨晚楚风激战了一晚上，那声声入耳的霏霏之音让端木月根本无法入睡，甚至让其心中心烦意乱了一晚上。但这些他自然不敢说出来，而是尴尬道：没事，可能是昨晚有点失眠了。哦，那你再去补补觉吧。楚风也没有多想，直接说道：是，世子。端木月点了点头，看向了楚风，突然其内心微微一悸。不知为何，今日的楚风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让端木月甚至产生了一丝心动。这种感觉很奇特，让端木月有些不知所措。我难道爱上他了？不可能，怎么会？我只是想借助他的手夺回烟雨楼。当即端木月便否定了这个想法。而此刻的楚风已经前往了皇宫，今日乃是南荒各大势力前来大夏朝贡的日子，他倒是想看看有多少势力来了，又有多少势力没来。这些没来的自然得清理一波了。此时大夏皇宫的金銮殿外装扮得无比隆重，堪比之前的登基典礼，而这么做自然是为了迎接各方势力前来朝贡。今日这场朝贡将彻底奠基大夏皇朝在南荒的地位，因此大夏皇朝也是格外重视。此刻金銮殿外已经出现了大批的身影，他们都是南荒各大势力的掌权者，有宗门之主，也有家族之主，甚至还有一些商会之主。女皇道。这时一道宣贺声响起，在众人的注目下，夏幽若身穿一身凤袍，头戴九凤衔珠冠出现在了这里。在场的文武百官纷纷参拜道，而那些南荒各大势力之主看着夏幽若也是纷纷行礼参拜，拜见女皇陛下。诸位平身吧。夏幽若来到了众人面前，面带威严的吐道：老夫青云宗宗主特送上一本黄阶功法作为贡品，前来进献给大夏皇朝。这时一位身穿青袍的老者直接开口说道，接下来各大势力之主纷纷拿出一件宝物作为贡品，献给了大夏皇朝，而这也算是表示他们愿意臣服于大夏皇朝了。一时间在场的文武百官都是无比激动，他们没想到有一天大夏皇朝竟然能达到这种高度，让整个南荒势力前来朝贡。夏幽若对此则是十分平静，尽显女皇风范。大夏女皇好大的架子啊。蓦然一道低沉洪亮的声音如惊雷般在这大夏皇宫中炸响，虚空之上4位老者踏空而来，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这4人皆是散发着封王境的威压。这一幕让现场众人脸色一变。夏幽若镇定自若地看着这4人，冷道：你们是何人？老夫乃是九曲宗老祖。其中一位老者冷冷地喝道，而其余3人纷纷自报身份，他们正是南荒4大宗门中的另外3大宗门老祖。随着这4人身份一出，现场各大势力的人纷纷震惊道：是4大宗门的人，
看他们这架势，看来是来者不善。四大宗门传承几千年，自然不甘心被一个不过1000年历史的皇朝压在头上。这时，现场各大势力之主议论纷纷：“四大宗门，你们今日看来不是来朝贡的。”夏幽若开口道：“朝贡？就你们区一个1000年皇朝，也配让我四大宗门朝贡？简直是可笑！今日我等前来，便是送你们大夏皇朝上路的。”四大宗门老祖一脸威严地喝道。轰隆隆，此话一出，那四大老祖还未出手，突然远处虚空中传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随即众人目光纷纷扫去，一个个直接愣住了。只见那远处的虚空中出现了一艘艘庞大的战船，正缓缓飞行而来，给人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这是……此刻大夏皇宫内的众人全都傻眼了，他们从未见过此等景象。是飞行舟！天啊，这是什么势力，竟然出动了10几艘飞行舟！这时那四大宗门老祖见状，身躯站立着，面露骇然之色。飞航舟乃是一种大型的飞行器具，需要顶尖的炼器师才能打造出来，因此并不是什么势力都能拥有飞行舟的，更别说是一次性出动10几艘飞行舟了。而南荒自从上古时代结束，便一直衰败至今，就连炼器师都没几个了，更别说是炼制出飞行舟了。因此对于南荒之人而言，这10几艘飞行舟的出现，直接深深地震撼到了他们。那正赶往皇宫的楚风看着这10几艘飞行舟，也是傻眼了，不由得叫道：“我靠，宇宙飞船！世子，宇宙飞船是什么？这乃是飞行舟。”云青子不禁说道：“飞航舟。”楚风一愣，而云青子介绍了起来，随即说道：“看这架势，应该是东晋或者是中州的大势力来了。这炼器师有点意思啊，没想到还能炼制出这种飞行工具。”楚风撇了撇嘴。此时这10几艘飞行舟出现在了大夏皇宫上空，瞬间犹如一片乌云降临，让大夏皇宫直接暗了下来。此刻皇宫内的人才注意到那飞行舟上站满了人，一眼望去，每一艘飞航舟上都有着数万人，加起来有着足足几十万人。这些人全都身穿统一的甲胄，手持刀剑长枪，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肃杀之气。在那飞行舟的前端矗立着一根旗帜，上面绣着一条飞龙，这好像是东晋天龙皇朝的标志。四大宗门老祖看着这飞龙旗帜，神色一变，眼中露出一丝敬畏之色。虽然同为皇朝，但大夏皇朝和天龙皇朝相比较，那便是天和地之间的差别。甚至整个南荒势力在天龙皇朝面前都犹如蝼蚁一般，毕竟这可是东晋第一大皇朝啊。而东晋乃是苍玄域中仅次于中州的地方，完全不是已经衰败的南荒能相提并论的。此刻在那最前方的一艘飞行舟上，一位身穿金色战甲，手持一杆长戟的男人站在那，俯瞰着下方众人，眼中露出一抹蔑视。你们是何人？这时夏幽若也是眉头紧锁的抬头望着虚空中的这支大军。唰，那位身穿金色战甲的男人看向了夏幽若，眼中露出一抹金芒，道：“你是大夏皇朝的皇帝？”没错，夏幽若吐道。没想到大夏皇朝的皇帝竟然是一位如此美艳的女皇，看来这次本将军倒是没有白来一趟。金甲男人冷笑着，他正是天龙皇朝的大将军宇文拓。大将军，这女皇长得不错，等灭了这大夏皇朝，你可以好好玩玩了。这时宇文拓身边的一位副将笑着说道：“哈哈，说的没错。”宇文拓肆无忌惮地笑着，其身边另外一位手下说道：“这女皇长得真是带劲啊，我们若是能一清方泽，就算是死也无憾了。”哈哈，你们都是跟随我宇文拓出生入死的兄弟，这种好事怎么能少了你们的份？待会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宇文拓冷笑着：“多谢大将军。”当即那些手下纷纷兴奋道。此刻夏幽若听到这群人的污言秽语，其脸色极其难看，眼中闪烁着一抹怒意。而大夏皇朝之人也都是愤愤不平，但却仍敢说一句话。但就在这时，一道怒斥声如惊雷般炸响：“排你麻痹的队！”轰！刹那间，一道火莲凭空出现，直接朝着宇文拓所在的那艘飞行舟轰去。轰隆隆！那道火莲突兀出现，直接就轰在了宇文拓等人的飞行舟上，传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刹那间，火光冲天，骇人的能量席卷开来，直接将其他飞行舟都给轰飞了出去。那飞航舟上大量的天龙士兵直接就被那火焰余波给焚成了虚无，至于宇文拓等人乘坐的飞行舟，在那火莲的轰击之下，当场爆炸开来，化作一堆碎屑散落而下。除去宇文拓和一众副将手下之外，飞行舟上的数万士兵全都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就被轰成了渣渣。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随即楚风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他右手一挥，那火莲化作的地火回到了其手中，其神色冰冷地喝道：“什么狗屁天龙皇朝，给我杀，一个不留！”咻咻咻，瞬间
冷风以及300位暗卫全都现身，朝着其他飞行州内的天龙士兵杀去。就连那黄泉阁主也出现了，直接就将其封王境9重的修为完全爆发出来，大开杀戒。眨眼间，大夏都城的上空，一场杀伐大战便爆发了。混账！此时那回过神来的宇文拓脸色阴沉如墨，眼中闪烁着无尽的怒火，他双眸死死地盯着楚风，手中长戟一挥，冷道：该死的蝼蚁，去死吧！轰隆隆，宇文拓身上爆发出恐怖的威压，天地间的灵气疯狂汇聚而来，形成莫大的压迫。他一身修为更是达到了王者境7重，比之那南荒王都要强上一大截。轰！随即宇文拓身子一闪，手中长戟便朝着楚风狠狠地劈了出去。而当这长戟轰出，楚风面前的空间疯狂扭曲，荡漾出一道道涟漪，一股极致的压迫席卷而来。楚风见状，刚要和较量一番，结果远处的虚空突然传出一道惊天巨响，一道无匹的神光冲天而起，在空中凝聚成了一尊高达100丈的巨人。这尊巨人周身金光四射，好似一尊金甲神灵，散发着一股强横至极的压迫感，席卷整个大夏都城。这一刻，大夏都城内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压迫感，就连那宇文拓的身子都是一滞，其目光朝着远处的那尊巨人扫去，神色一变，惊呼道：这是法相？怎么可能？这里怎么会有尊者存在？这时宇文拓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眼中充斥着不可置信之色。法相，只有突破皇主境，踏入尊者境的强者才能领悟出的神通，但这南荒之中怎么可能存在一位尊者？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楚风看着那尊巨人诞生的方向，也是神色一凝。那不是王府所在吗？此刻镇北王府中，楚八荒吐道：没想到金刚这小子这么快便开始觉醒了巨灵神族的血脉。大哥，你说要是巨灵神族的人知道是你把他们巨灵神族中100万年来血脉最为纯正的神子给掳走了，还让其担当一名护卫的话，他们会不会气得暴走？这时楚长生看向坐在一旁的楚龙象，微微一笑：哼，他们的神子能成为我楚家少主的护卫，那是他们巨灵神族的荣幸，他们还敢有意见？当即楚八荒一脸不屑地哼道，而楚龙象神色淡漠道：以金刚的天赋待在巨灵神族，只能是埋没了其天赋，我这么做是为了他们好。哈哈，大哥还是你会说。楚星河玩味一笑。此刻一道身影从镇北王府中冲天而起，此人正是金刚。随着金刚出现，那尊金甲巨人直接融入到了其体内，其身上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唰！蓦然，金刚双眸睁开，眼中闪烁着摄人的寒芒，而他一身修为已经踏入了封王境。随即金刚目光一扫，一步迈出，直接来到了皇宫之中。世子！金刚对着楚风恭敬地叫道：金刚，你踏入了封王境。楚风看着金刚的境界，一脸诧异道：要知道之前对方才不过宗师境，如今竟然直接迈入了封王境，这提升速度简直堪比坐火箭啊。金刚点了点头，而那宇文拓看着其凝重的神情，微微放松下来，暗道原来才封王境。他之前以为是尊者境强者诞生了，却没想到只是一位刚刚踏入封王境的存在。显然刚才那巨人也并不是法相，只是某种异象而已。想明白之后，宇文拓杀机再现，冷冷地喝道：死！他手中的长戟再次朝着楚风轰杀而去。动世子者，死！这时金刚怒喝一声，犹如雄狮怒吼，震耳欲聋。他右拳一挥，硕大的拳头如陨石般直接砸了出去，硬撼对方那杆长戟。不自量力！看着金刚竟然敢用拳头硬撼自己的长戟，宇文拓眼中露出不屑之色。他这一击，就算是王者境强者的身子都足以撕碎，更别说是区封王境了。但下一秒，宇文拓便愣住了。只见金刚的拳头和那长戟轰在一起时，并没有拳头被洞穿的场面，反而是响起一道咔嚓声。紧接着，宇文拓手中的这杆长戟轰然粉碎，化作一堆碎渣。当场，宇文拓直接傻眼了。这可是7品灵器啊，怎么会被一拳轰碎？而不等他想明白，金刚那一拳便势如破竹的朝着他砸了过来。唰！宇文拓神色一变，猛地调动一身灵力抵挡，同时催动天地之势朝着对方镇压而去。但这一切在金刚的拳头面前都毫无作用。轰！金刚这一拳如摧枯拉朽般将宇文拓的所有力量都给摧毁了，最终命中其胸口，传出惊天巨响。你！宇文拓瞪大眼睛看着金刚，刚要开口，其身子便砰的一声展开了，直接化作一团血雾，死得连渣都不剩。这一刻，现场一阵寂静，所有人都瞪大着眼睛，呆若木鸡，就连楚风都被惊了一跳。初入封王境便秒杀了王者境7重，
这越阶战斗的能力丝毫不比他差。妈的，我身边的人怎么一个比一个屌？我还是主角吗？楚风心中暗暗嘀咕着。大将军。这时宇文拓的那群副将全都一脸悲痛的叫道，随即他们大吼道：杀了他们，为大将军报仇！轰！此话一出，金刚如一颗炮弹般急射而出，一拳轰杀而出。这一拳金光四射，好似一块巨大的陨石降临，当场便将这群封王境的副将全都轰成渣渣了。咕噜咕噜咕噜，这一幕让在场的各大南荒势力之主全都暗暗咽着口水，额头冒着冷汗。至于刚才还嚣张无比的四大宗门老祖，此时全都吓得身子站立，后背都被打湿了。他们完全没想到，这大夏之中竟然隐藏着如此多恐怖的强者，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之外。这些强者究竟从哪冒出来的？与此同时，那几十万的天龙军则是被冷风以及300暗卫外加黄泉阁主给屠杀过半，剩下的也全都溃不成军，纷纷逃窜着。但冷风等人却并未打算放过他们，全都追了出去，疯狂斩杀。这些飞行舟倒是不错，楚风看着剩下的那些飞行舟，直接就将他们全都收入了混沌阴阳塔中。紧接着，大夏都城之中又传出一道冰冷的喝声：谁是镇北世子？谁是镇北世子？此刻大夏都城的上空站着2道身影，他们俯瞰着整个大夏都城，发出一道暮鼓晨钟的喝声。这声音传入了大夏都城内的每一个人耳中，让他们灵魂一震。唰！这时金刚目光扫向了这2人，冷道：你们是谁？找世子有何事？你是镇北世子的人？那2人打量着金刚，冷道：说镇北世子在哪？找你爷爷我干嘛？楚风站在那，双手环抱着，冷哼道：刷刷！当即那2人冷眸扫向了皇宫中的楚风，他们身子一动，瞬间出现在皇宫内，盯着楚风，神色冰冷道：南荒王之死是否和你有关？闻言，楚风眉头一皱，看着这2人：你们是来为南荒王报仇的？听到楚风此话，那2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看着他。南荒王之死果然和你有关系，那南荒王手中的苍玄令是否在你手中？原来是冲着苍玄令来的。楚风撇了撇嘴，直接承认了，苍玄令是在我手中，你们想要交出来。当即这2人一脸急切地喝道：想要我就给啊，你们算老几？楚风哼道：找死！其中一人神色一冷，身上弥漫出一股血煞之气，一爪便朝着楚风抓来。轰！这时金刚闪现在楚风面前，一拳轰出，硬撼对方的利爪。噗嗤！那人的利爪直接被金刚一拳轰碎了，其身子连连后退，面露痛苦之色。另外一人神色一变，盯着楚风：你是何人？竟敢和我血神宗为敌？血神宗？什么玩意？楚风撇了撇嘴，而其戒指中的云青子却是瞳孔一缩：他们竟然是血神宗？你知道这血神宗？楚风问道。血神宗乃是苍玄域中州的一流宗门，不过因为此宗门修炼的乃是邪道功法，因此又被称之为邪宗。血神宗之人残暴至极，而且出手狠辣，凡是和他们为敌者都会被折磨而死。云青子介绍着，随之吐道：这血神宗竟然在找苍玄令，莫非他们也拥有了其他的苍玄令？此话一出，楚风眼前一亮，他看着这2人冷道：你们血神宗是不是也有苍玄令？那2人神色微变，却并未回答。其中那位断爪之人盯着楚风呵斥道：你若不想成为我血神宗敌人的话，最好立刻将苍玄令交出来，否则……唰！楚风施展星闪，突兀出现在其面前，直接就掐住了其喉咙。否则你要如何？这时另外一人神色一凝，身上爆发出一团恐怖的血光，一掌轰向了楚风。轰！此人刚出手，金刚便轰了出去，伴随着一道巨响，这位血神宗之人的身躯轰然炸开。当即那被楚风掐着脖子的血神宗之人瞳孔一缩，而楚风冷道：现在可以回答我问题了吗？敢和我血神宗为敌，你们死定了！此人神色狰狞的吐道，而后其双眸泛着血光，体内气息轰然暴涨。小心，世子！金刚猛地提醒道。轰！刹那间，这血神宗之人的身躯便炸开了，一股狂暴的血煞之气席卷而开来，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而楚风在对方爆炸的瞬间便疯狂后退，金刚则出手阻挡着这能量蔓延，但现场还是被摧毁的一片狼藉。大量皇室之人以及南荒的各大势力之主，不是被轰飞出去受到重创，便是直接泯灭了。这血神宗的人都这么疯吗？竟然一言不合就自爆！楚风神色难看道：血神宗之人做事一向疯狂狠辣，而且为了达到目的，就算自己的命都可以献出去，所以苍玄域内没人敢去招惹他们。云青子解释道：
妈的，等找个时间，非得把他们全灭了不可。楚风冷冷地哼道。就在这时，那4大宗门老祖则是趁机想要逃走。唰！楚风扫向这4人，他右手一挥，地火席卷而出。轰！瞬间，地火无限暴涨，化作一片火海，直接就将这4人给吞噬掉了。顷刻间，这4大宗门老祖便化作了虚无。虽然楚风并不知道这4人的身份，但既然想趁乱想要逃走，那肯定就不是啥好人，自然要杀了。随着南荒4大宗门老祖全都惨死，现场各大南荒势力之主更是吓得瑟瑟发抖，他们直接对着楚风跪地参拜道：“参见镇北世子。”啊！楚风见状吐道：“你们都拜我干嘛？我又不是大夏皇帝。”随即冷风等人全都回来了。世子，那些人全都杀了，一个不剩，干得不错。楚风微微一笑，而后他来到了夏幽若面前。女皇陛下，我今天可是又帮你解决了一大麻烦啊，你要怎么感谢我啊？任君采摘。夏幽若娇媚一笑，顿时楚风刚刚折腾一夜才平复下去的欲火瞬间又被勾了出来，他一把便要抱起对方准备大干一场。但这时虚空之上传来一阵妖兽嘶鸣声，楚风目光一扫，只见8尊巨大的妖兽拉着一架庞大的辇轿出现在了这里。这还没完了是吧？看到又有人来，楚风无语道：“8尊王者进妖兽拉轿，这辇轿中的人不简单啊。”云青子突然说道：“王者进妖兽？”楚风神色一惊，扫了这8尊拉车的妖兽一眼，竟然真的都是王者境的实力。乖乖，这什么牛逼的人物，排场这么大？楚风嘟囔道。这时跟随着辇轿而来的一位红衣女子看着楚风吐道：“镇北世子，我家主人有请。”找我？楚风眉头一挑，催动灵石想要看看这辇轿中的人是谁，结果却发现那辇轿四周竟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阻挡着其灵石的查探。镇北世子想要知道我是谁，不如进来一叙。那辇轿之中传来一道女人声音：“想见我，自己滚下来，还给你脸了，让我去见你。”陡然，楚风毫不客气地哼道：“想见我，自己滚下来。”楚风此话一出，现场瞬间一片寂静，鸦雀无声。唰！红衣女子面色一冷，眼中闪烁着冷芒，身上散发着一股炙热的气息，好似要焚灭虚空。你！她刚要对楚风出手，结果那车辇中便有一位紫衣女子走了出来。这紫衣女子脸上蒙着一层面纱，一双美眸摄人心魄。主人！红衣女子看着紫衣女子，连忙恭敬地叫道。而楚风注视着对方，想要看清楚其真容，却发现对方面纱上有着一道禁制，连他的精神力都无法穿透。啧啧，这女人有点意思。突然塔爷的声音响起：“塔爷，他莫非也拥有特殊体质？”楚风不禁问道：“你后面就知道了。”这次塔爷并未直接说明，而是打了一个哑谜，让楚风有些无语。此时那紫衣女子就这么踩在虚空中，摇曳着曼妙的身姿来到了楚风面前。“就是你要见我？”楚风上下打量着这女子，暗道：“身材挺不错的，应该是个美女。”小女醉仙楼楼主紫萱，今日终于有幸见到了传说中的镇北世子。紫衣女子轻声吐道，一双美眸中的瞳孔泛着紫色的幽光，让人莫名的有一种沉沦的感觉。渐渐的，楚风感觉自己的意识逐渐涣散，而后对方来到其身边，纤纤玉手在其身上抚摸着，发出酥麻入骨的声音：“世子，让奴家来好好的服侍你吧。”此刻楚风发现自己四周出现无数美人，有的给其按摩，有的喂其酒水，还有的在翩翩起舞，一副莺歌燕舞的艳丽场景。身处此情此景中，楚风整个人都沉醉其中，脸上露出了享受的表情。“世子，喜欢吗？”这时紫衣女子附身在楚风耳畔，对着其耳朵轻声吐道，而后者点了点头：“喜欢，喜欢。小子，醒来！”陡然，塔爷那冰冷的厉喝声在楚风灵魂深处炸响。轰！楚风大脑一阵轰鸣，其原本涣散的眼神瞬间迸射出金芒，而其身边的那些美人通通消散不见。唰！此刻那紫衣女子依旧站在楚风面前，其面纱下的脸色却是一惊，心神震荡着。幻术！楚风盯着对方，神色冰冷道：“他如今乃是精神术士，自然知道一些人懂得幻术，能让人陷入幻境之中，彻底沉沦，最终沦为被对方操控的行尸走肉。刚才他便是陷入了对方的幻术之中。而且对方施展的幻术十分高明，毕竟以楚风如今的精神力，一般的幻术根本不可能影响到他。若非塔爷及时叫醒了他，只怕他便要彻底着了这女人的道。”想到这，楚风眼中闪烁着杀意。咻！楚风催动星闪，直接朝着对方急射而去，右手化拳直接轰了出去。面对着他这一拳，那紫衣女子只是轻轻一挥手，结果楚风的身子就止不住的后退。“世子！”这时
金刚和冷风神色一沉，皆是朝着此女攻击而去。结果一股无形的气息从紫衣女子身上弥漫而出，竟将冷风和金刚给压制住了。这一幕让楚风神色一变，他没想到这女人的实力这么强。小子，这女人不是你如今能对付的，除非让你家中那几个人出手。这时塔爷的声音响起，唰！楚风则是脸色一变，他没想到这女人竟然这么强，而对方开口道：镇北世子，我无意和你为敌，今日前来乃是想要毁我的人。你说的是那个冷冰冰的女人？楚风冷道：没错，她名北明霜，乃是我的人，今日我来是要将其带走的。至于你毁了南荒醉仙楼一事，我可以不计较。紫衣女子直接说道：跟我计较？你们醉仙楼的人伤了我兄弟，我毁你们一座酒楼算得了什么？楚风冷冷地哼道：至于那冰块女人，就在镇北王府，你想要带走，随时可以去。主人，我去将双儿带回来。那位红衣女子猛地说道，她直接就朝着镇北王府而去。结果下一秒，镇北王府中便传出一道冷声：滚！噗嗤，当场红衣女子就被一股无形力量给震飞了出去，直接吐血。唰！紫衣女子神色一变，一个闪身来到红衣女子身前，连忙将其给接住。结果其身子受到一股冲击，连连后退。可嗨嗨！红衣女子面色惨白，一阵咳嗽着。琉璃！紫衣女子连忙掏出几颗丹药给其服下了。唰！这时紫衣女子双眸一凝，注视着那镇北王府，眼神不断闪烁着。还想要人吗？楚风见状冷笑着。紫衣女子看向了他，没想到你背后还隐藏着此等强者，怪不得这般肆无忌惮。怎么，瞧不起本世子？信不信到时候本世子将你压在胯下叫爸爸？当即楚风毫不客气地对道。唰！紫衣女子面纱下的俏脸微红，其眸光闪烁着，并未动怒，而是看着楚风轻轻一笑。是吗？那我等着。随后紫衣女子带着红衣女子回到了车辇之中，那拉着车辇的八尊妖兽发出一道嘶鸣之声，便离开了这里。小子，这女人瞧不起你啊，你不打算让你那几位叔叔将其拿下，好好蹂躏一顿吗？这时塔爷的声音响起。楚风冷哼道：这种高傲的女人，我得靠自己本事将其征服才有意思。等着吧，用不了多久，这女人就得乖乖在本世子身下唱征服。有志气，不愧是我塔爷的主人。放心吧，那女人虽然厉害，但你要不了多久就能追上她的。塔爷哈哈一笑。另外一边，那车辇之中，红衣女子的伤势逐渐恢复过来，她看着紫衣女子：对不起，主人。没事，这和你无关。没想到那镇北王府中竟隐藏着此等强者。紫衣女子眸光闪烁着，而红衣女子问道：主人，难道连你也不是对手吗？唰！此刻紫衣女子神色一凛，道：我没有把握，甚至我连对方长啥样都不知道。那王府覆盖着一道无形的禁制，隔绝了任何力量。听到此话，红衣女子大为震惊，她没想到这小小的南荒之中竟还有连其主人都对付不了的人。当即她哼道：怪不得这个镇北世子这般嚣张，竟还敢对主人污言秽语。下次有机会，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只是双儿暂时不会有事，他毕竟是那个家族的人。先回去，等找到那件东西，我便可去救回双儿。至于那个镇北世子，紫衣女子脑海中浮现出楚风的身影，一双美眸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大夏皇宫，女皇寝宫内，经过几个时辰的折腾，楚风在夏幽若的脸上亲了一口，便离开了。而夏幽若整个人则是浑身无力，许久之后才逐渐恢复。这时他的脑海中传出一道冰冷而愤怒的声音：本宫不是和你说清楚了吗？你为何还要献身于此人？他是朕的男人，朕为何不能献身于他？夏幽若神色淡漠道：你。当即夏幽若脑海中的那道声音极其愤怒，冷道：他配不上你，配不配得上不是你说了算，如今朕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夏幽若毫不客气的冷道：你竟敢忤逆本宫！蓦然，夏幽若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她双手紧紧地捂着脑袋，一副痛苦不堪的模样。而此时的楚风回到了镇北王府，那楚八荒来到其面前：小风，那娘们是谁啊？要不要四叔给你把她抓回来？不用了，四叔，那女人我到时候会亲自去对付的。楚风微微一笑：好，这东西你拿着，要是以后有啥对付不来的，直接输入一道力量到里面，不管什么人都得乖乖跪在地上求饶。楚八荒拿出一块玉佩交给了楚风：多谢四叔。楚风直接将这玉佩给收了起来，这可是保命的底牌。而后楚风来到了关押北冥霜的房间中：小冰块，我这镇北王府如何啊？听着楚风的话，北冥霜神色冰冷地注视着他，依旧冷傲至极。哟，
还这么冷啊？你不会以为你那位主人能来救你吧？告诉你，他已经来了，但如今已经滚蛋了。闻言，北冥霜神色一凝，他盯着楚风，不可能，主人若来了，你岂可能还活着？信不信随你，反正你指望你主人来救你是不可能了。现在你有2个选择，一个便是乖乖做我侍女，一个便是死。楚风冷漠道，做你侍女？休想！此生只有主人才有资格做我主人，你不配。北冥霜冷冷地喝道，还挺傲的。楚风邪魅一笑，眼中泛着狡黠的目光，让北冥霜突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你要干什么？当即楚风将北冥霜按在一旁的桌子上，然后大手便扇了出去。瞬间，北冥霜俏脸一片通红，她紧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但最终在那触电般的强烈刺激下，还是忍不住发出嘤咛之声。随着楚风一番暴击，北冥霜身躯疯狂站立着，整个人嘴唇紧抿，眼神涣散，整个身子都有一种瘫软酥麻的感觉。紧接着，北冥霜发出细若蚊蝇的声音，别打了，求你了。此刻原本冷傲的北冥霜也是屈服了，他怕再打下去不知会发生什么事。那你愿意认我为主了吗？楚风撇了撇嘴。北冥霜紧咬牙龈，内心在挣扎着，看来你还没有被打够啊。当即楚风便挥起了右手，北冥霜连忙说道，我愿意。那放开你的灵魂，我要对你种下精神烙印。楚风直接说道。最终北冥霜放开了自己的灵魂，让楚风对其种下了精神烙印。这样才乖嘛。楚风轻轻一笑，随即让冷风解开了其修为封印，便离开了。看着楚风的背影，北冥霜紧咬牙龈，眼中闪烁着冷芒，身上弥漫出一股极致的冷意，冷道，我一定会杀了你的。而楚风直接回到自己房间中，进入了混沌阴阳塔第1层中，开始继续炼化玄武精血以及那圣人精血。此时这第1层空间内，一道道五行之力汹涌而出，朝着楚风的体内涌去。东晋天龙皇朝。什么？全死了？当天龙皇帝得知宇文拓和50万天龙军全都惨死的消息后，整个人直接傻眼了。在场的天龙皇朝文武百官也都是大为震惊，这还是他们天龙皇朝自建立以来第1次遭受如此大的重创，尤其对手还是一个完全不被他们看得起的皇朝。该死的，一个蛮夷之地的皇朝，怎么可能覆灭得了我天龙皇朝50万大军？天龙皇帝一脸难以置信地喝道。在他的眼中，南荒便是一处蛮夷贫瘠之地，根本不被其放在眼里，因此他完全不相信大夏皇朝能灭得了50万天龙军。若此事是真的，那天龙皇朝的颜面何存？陛下，要不要向摘星楼购买一下有关于大夏皇朝的情报？毕竟宇文大将军和大军乃是前去对付大夏皇朝的，其他人没理由对他们出手，此事必然和大夏皇朝有关。这时天龙皇朝的丞相开口说道。天龙皇帝沉思了几秒，道，好，那就先向摘星楼购买一下有关大夏皇朝的情报。朕要知道这次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1个星期后，这一天，中州的中心区域有着一座恢宏的城池，而在城中央矗立着一座高达100米的8角楼阁，上面写着摘星楼3个大字，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此刻在这楼阁之上，一幅榜单悬挂而出，快看，摘星楼出了新一届的乾隆榜榜单，不知此次谁能位列乾隆榜第1。要知道以往能登上乾隆榜第1的最后大部分都夺取了苍玄天骄榜前10名。这时无数人汇聚在那摘星楼外，一脸激动地看向了那榜单。而在这榜单之上，从上往下写着10个金灿灿的名字。当众人扫向那榜首的名字之时，全都愣住了。这榜首的名字处写着4个大字，南荒楚风。南荒楚风。随着这4个字出现在乾隆榜第1名之时，摘星楼外所有人全都傻眼了，一个个呆若木鸡。这楚风是谁？南荒的。南荒怎么可能有人位列乾隆榜第1？这会不会搞错了？此时无数人聚集在摘星楼外，看着那榜单第1名的4个大字，全都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而他们之所以这般质疑，皆是因为乾隆榜乃是由摘星楼打造出的一个极负盛名的榜单。这个榜单和苍玄天骄榜不同，后者乃是通过比试选出苍玄域前100的天骄，至于乾隆榜则是一个天赋潜力排名榜单，总共10个名额由摘星楼选出。这10人或许修为不是苍玄域年轻一辈中最强的，但他们天赋潜力皆是苍玄域中最强的，因此被称之为乾隆榜单。以往乾隆榜每次颁布的第1名，基本上在接下来的苍玄天骄榜的争夺中都是位列前10，甚至是位列榜首的存在。因此每次乾隆榜的榜首基本上都是来自东晋或者中州各大势力中的顶级妖孽，就连北疆以及西漠之中都未曾有天才能登顶乾隆榜榜首，更何况一个早已荒废已久，甚至连多届苍玄榜前100都不曾有人进入的南荒之地，
又怎么可能会诞生一位位列乾隆榜榜首的妖孽？要知道，这个楚风压着的另外9位乾隆榜之人，可都是中州以及东晋之中赫赫有名的天之骄子，其中来自西漠以及北疆的2位妖孽也早就名声鹊起，威震一方。唯独这个南荒楚风，从未有人听说过。正因如此，现场不少人都不禁怀疑，是不是摘星楼搞错了。这时，摘星楼内一道身影走了出来，看着在场众人说道：“乾隆榜乃是由我摘星楼根据无数情报汇总之后打造颁布的，绝不会有任何错误。”此话一出，现场众人一片哗然。摘星楼这么说，那岂不是说明这个来自南荒的楚风真的天赋潜力力压其他所有天骄？我要购买有关楚风的情报。我也要购买。随即大量人员直奔摘星楼内，欲要购买有关楚风的情报。而这些购买楚风情报之人，很快便得知了楚风的身份以及其在南荒所发生的所有事迹，可谓是事无巨细。其中，楚风迎娶大夏第一美人，结婚之日斩皇子，灭王爷，以及对付6大皇朝，闯南荒遗迹，杀南荒王，毁醉仙楼，杀天龙皇朝大将军等一系列的战绩，全都写得明明白白。众人看完，皆是一片哗然，内心震撼万分。他们没想到，这南荒之中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位妖孽。最主要的是，对方之前还是一位拥有着废品灵根的纨绔世子，结果短短时间内便弄出这么多的战绩，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很快，本届乾隆榜第一乃是来自南荒的一位皇朝世子一事，便迅速传遍中州，引起一阵轰动。稷下学宫，南荒楚风，他怎么可能成为乾隆榜第一？这时，那位苏天的师妹在得知此消息后，难以置信道：“怪不得就连福伯都折在了大夏，原来此子隐藏得如此之深。”那女子的父亲神色深沉道：“父亲，现在怎么办？福伯的死和苏师兄的仇，难道就这么算了吗？”此刻那女子不甘心道：“放心，今日这乾隆榜一出，他已然成为众矢之的，想要他命的人，只怕一双手都数不过来。”那男人冷哼道：“轰！”陡然，稷下学宫的某处传出一道轰鸣声，一股恐怖的血脉气息爆发出来。天儿他血脉觉醒了。那男人目光一凝，眼中露出一抹激动之色。与此同时，太上道宗内，南荒楚风，那位四长老口中冰冷地吐出这4个字，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显然他也知晓了，那个杀害其弟子和4位外门长老的家伙，成了乾隆榜第一此子，断不可留。四长老双眸一凛，下达了必杀令。同为苍玄域10大顶级宗门的血神宗内，一道暴力冷血的声音响起：“区乾隆榜第一便敢杀我血神宗的人，胆子倒是不小，将其带回来，本座要让他知道知道和我血神宗为敌的下场。”接下来，乾隆榜之事以雷霆之势朝着东晋、北疆、西漠等地传去，引起了一阵轰动。楚风之名响彻苍玄域，而他也成为了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尤其是那被楚风压在下面的乾隆榜另外9位天骄，皆是将其当作了最大的对手。就连本届苍玄天骄榜的其他有力竞争者，都盯上了这位来自南荒的纨绔世子，将其视为了竞争对手。阿嚏！此时还在混沌阴阳塔中修炼的楚风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怎么回事？谁在惦记着我吗？楚风吸了吸鼻子，嘟囔道。随即他继续修炼着。3日之后，轰！混沌阴阳塔中传出一道轰鸣声。只见楚风周身萦绕着金色、绿色、蓝色、红色、褐色5种不同颜色的光辉，随即这5种颜色收缩，最终在楚风的丹田之中形成5道光团。而楚风一身修为也正式踏入了天人境。之前他的战力虽然能和封王境甚至是王者境强者一战，但境界并未突破天人境。唰！楚风双眸睁开，看着体内那5道光团，疑惑道：“这是什么？”此乃五行本源。塔爷的声音响起。五行本源。楚风一怔，而塔爷继续说道：“没错，五行之力乃是天地间一切力量的基础，而本源之力则是力量的最原始力量。不过你如今还无法完全掌控五行本源，只能通过不断吸收五行之力，领悟五行真谛，最终才能掌控五行本源之力。而你一旦能掌控一种本源之力，便足以凌驾于这方位面之上。若是将五行本源之力全都掌控，纵然是在神域之中，都足以称霸一方。”听着塔爷的话，楚风大为震惊，吐道：“这五行本源从何而来？”自然是这混沌阴阳塔第1层空间内蕴含的，在其余8层空间内皆是蕴含着不同的本源之力，只要你足够强，便能全都掌控。刷刷刷！闻言，楚风神色连连变化。而此话若是让诸天各界的强者知晓，只怕会直接傻眼。要知道，本源之力乃是世所罕见的存在，无数大能巨擘穷极一生都没资格获得一道本源之力。而在这混沌阴阳塔中，竟有着如此多的本源之力，这简直人比人，气死人啊！对了，塔爷，神域是什么地方？这时楚风好奇道。
那是一个你目前无法企及的地方，以后等你实力到了，自然就知道了。对此，楚风也不再多问，而是离开了混沌阴阳塔。轰轰轰！结果他一出来，便发现外界爆发出一股股恐怖气息，大夏都城之中，此刻10几位封王境之上的强者凌空而立，散发着恐怖的威压。其中领头之人一身华丽蟒袍，给人一种尊贵无比的架势，一身修为则是踏入了王者境9重。在他身边，一位侍从冷道：“镇北世子楚风何在？”此话如暮鼓晨钟般传遍整个大夏都城。一时间，都城内所有人全都抬头看向了虚空，一个个心神战栗着。唰！楚风身形一闪，凌空而立，出现在这群人面前，冷道：“你们是谁？”“你就是那位杀害我天龙皇朝大将军，乾隆榜第1名的镇北世子。”那位身穿蟒袍的男人注视着楚风，目光上下打量着。乾隆榜第1名？什么玩意？楚风暗自嘟囔道。随即他看着对方冷道：“天龙皇朝的人是吧？来报仇的。镇北世子，吾乃天龙皇朝端亲王，今日乃是奉我朝陛下之令前来招揽你的。”此人直接说道：“招揽我？”楚风一怔，而对方继续说道：“没错，我朝陛下心怀宽容，他说了，只要你愿意效忠于我天龙皇朝，你杀我天龙皇朝大将军，图我天龙皇朝大军一事，可以既往不咎。”呵呵。闻言，楚风冷笑一声道：“他想既往不咎就既往不咎，问过我同意了吗？”啊！而他这话让那端亲王不解道：“你这是什么意思？让你们那个什么狗屁天龙皇帝等着，用不了多久，我会亲手灭了你们天龙皇朝。”楚风冷冷地喝道。他的野心可不仅仅局限于南荒，而这天龙皇朝便是他接下来准备开刀的对象。放肆！端亲王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怒色，身上散发着一股恐怖的威压。刷刷刷！紧接着又有着一道道封王境以上的强者出现在这，其中王者境强者竟超过了10位，领头的几人皆是王者境9重。这些强者一出现，便全都盯着楚风，皆是面露杀意，来者不善。你们又是哪来的？楚风撇了撇嘴：“太上道宗奉命来送你上路的，血神宗奉主人之令前来将你带回血神宗，他的命我天神殿要了。”那几位王者境强者纷纷开口道：“来得够全的。”楚风冷笑一声：“诸位，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人家一个年轻后辈，传出去有些丢人了吧？”这时，一道醉醺醺的声音突然响起，在场众人目光一扫，只见不知何时，一位披头散发、胡子拉碴、手持一个酒葫芦的潦草男人出现在这里。是他。楚风看着此人诧异道：“对方正是那位南城之主。”“哪来的酒鬼？滚！”血神宗的那位王者境强者不屑道：“哎，火气真大，来，我给你消消火。”那南城之主手中的酒葫芦一挥，顿时几滴酒水迸溅而出，直接落在对方身上，扑哧！随着这几滴酒水落在那血神宗的王者境强者身上，当场将其从空中击落了下去，砸在地上吐着血。这一幕让其余人脸色一变，全都露出凝重之色，盯着此人。这家伙还真是深不可测啊！楚风暗自嘀咕着，仅凭几滴酒水便将一位王者境9重的强者给重创，这实力绝对不简单。你是天王境强者？此刻那天神殿领头的王者境强者盯着南城之主沉声道：“天王？那都是好久之前的事了。”南城之主感慨道：“我乃天神殿中州总殿派来的，你可知和我天神殿作对的下场？”天神殿的王者境强者冷漠道：“哎，废话真多。”那南城之主摇了摇头，右手一挥，那酒葫芦中再次急射出一滴滴酒水，化作一道道水箭，朝着这群人急射而去。当即那天神殿、太上道宗、端亲王等人纷纷出手抵挡，结果全都被轰飞出去，一个个口中吐着血。随后那个酒葫芦落在南城之主的手中，他当即仰头便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随之感慨道：“可惜了，这么好的美酒，以后没机会再喝了。可嗨嗨！”突然他面露痛苦之色，一阵咳嗽着：“你没事吧？”楚风看着对方不禁问道。那南城之主咧嘴一笑：“没几天可活了，不过你小子如今倒是彻底出名了。”“彻底出名？什么意思？”楚风不解道。“他受伤了，一起上，杀了他。”此时那位天神殿的王者境强者在服下几颗丹药之后，目光森冷地盯着南城之主，而其他人纷纷服用丹药修复体内的伤势，全都盯着南城之主。显然刚才南城之主的咳嗽让他们意识到对方受伤了，而且不轻。他们刚被打脸，如今知晓对方有伤，自然不甘心就这么离去。虽然我没几天可活了，但杀你们几个还绰绰有余，你们确定要试试？南城之主瞥了这群人一眼。刷刷刷！听着此话，
这群人一时又陷入了犹豫和纠结之中。一群蝼蚁，死！陡然，一道冷声响起，轰！瞬间，这群人所在的空间突然扭曲破碎开来，那恐怖的空间乱流直接就将这群人给吞噬掉了。下一秒，空间恢复正常，而那群人已经不复存在了。唰！这一幕让南城之主瞳孔一缩，暗道：操控空间，难道是？随即，一位灰袍男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这里。他看着楚风，露出一抹溺爱的表情。小风，五叔。楚风看着对方，一脸惊喜地叫道：此人正是楚风的五叔楚玄道。楚玄道看着楚风，微微一笑。许久不见，之前的小屁孩也长成大小伙子了，还成婚了，可喜可贺。不过之前五叔有事耽误了，没来得及参加你婚礼，抱歉了。没事的，五叔，大不了下次我再结个婚，你再参加。楚风轻轻一笑，哈哈，可以，你可是我楚家这一代里唯一的血脉，多娶几个媳妇为我楚家开枝散叶也正常。楚玄道哈哈一笑，随后其目光扫向了南城之主，吐道：你是我家小风的朋友吗？啊！此话让对方一怔，不明所以。楚风则问道：五叔，你咋这么问？他若是你朋友，我便救他一命，要不是，那就算了。楚玄道淡淡的说道：你能救我？南城之主看着楚玄道惊讶道：根基受损，还身中噬灵之毒，能坚持到现在，你倒也算是一个硬汉子。楚玄道看着南城之主淡淡的说道：唰！而这位南城之主听到楚玄道的话，其面色一变，眼中露出震惊之色。他没想到对方竟然一眼便看出了其身体情况，甚至就连噬灵之毒都知道。他竟然中了噬灵之毒。这时云清子惊讶的声音响起：这是什么毒？楚风好奇道。云清子介绍道：噬灵之毒，我也只在一本古籍上见到过，据说此毒乃是上古时代由一位毒王研制出的剧毒，此毒一旦入体，便会不断地吞噬中毒者体内的灵力以及血肉精华，最终变成一具白骨。虽然此毒不会立刻要人命，但却会让人不断地遭受折磨，最终痛苦而亡，而且基本无药可解，区区噬灵之毒而已。楚玄道则是不屑道，仿佛这上古奇毒根本入不了其法眼。这时楚风眸光一转，吐道：五叔，你要是能解此毒，不如救他一命。虽然他不算是我朋友，但毕竟刚才也帮了我。行。听到楚风开口，楚玄道点了点头，他右手一翻，一道光团涌出，直接就被其打入了南城之主的体内。轰！南城之主面色一变，双眸紧闭着，那光团化作一道神秘的力量，朝着其全身七经八脉涌去，仿佛在净化着其身躯。半晌过后，那道神秘力量消失，南城之主双眸蓦然睁开，眼中闪烁着金芒。随后他查探着身体，面露震惊之色。我的噬灵之毒竟然真的解了，这种垃圾之毒解掉不是很简单的事吗？楚玄道不以为然道，而后扔出一颗丹药给了南城之主。此丹你拿去服用吧，可以修复你受损的武道根基。多谢大人。南城之主神色一凛，对着楚玄道恭敬的感激道：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小风吧，要不是小风开口，你还不够资格让我出手救治。楚玄道冷道。唰！当即南城之主目光扫向楚风，直接半跪在地。沈天君感谢世子，今日之恩没齿难忘，想要感谢的话，那就给我当个侍卫吧。楚风直接说道。而沈天君眸光一凝，当即说道：好。沈天君拜见世子。楚风看着对方这般果断，也是诧异到以你的修为，加上所中之毒，你的身份应该不简单吧，就这么认我为主了。身份？沈天君眸光闪烁了几秒，自嘲一笑道：那都已经是前尘往事了，若非世子，恐怕用不了多久，我便已经是一具白骨了。认世子为主，乃是我沈天君的荣幸，你倒是挺识趣的。楚玄道轻轻一笑，而楚风吐道：那这是灵之毒，是谁给你下的？唰！提起这，沈天君双眸一凝，眼中一股杀意止不住地爆发出来，随后他深呼几口气，将其压制了下去。算了，都过去了，我也不想再回想这些了。沈天君摇了摇头。那你刚才说我彻底出名了是什么意思？世子还不知道吗？如今你已经登上了摘星楼乾隆榜第1名了，彻底名震苍玄域。沈天君介绍道。摘星楼乾隆榜第1名，这都什么跟什么？楚风满脸问号。当即沈天君介绍道，摘星楼乃是中州之内最为神秘的一个地方，据说摘星楼拥有着强大的情报网，甚至有占卜天机之能，凡是你想要知道的任何情报，只要花钱就能在摘星楼内买到。而摘星楼搞了一个乾隆榜，此榜单乃是选出10位当前苍玄域内天赋潜力最强的10人，凡是登上乾隆榜者，在苍玄天骄榜的大赛上都会大放异彩，
同时也是各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乾隆榜第一，历来便是苍玄玉的焦点。就在几天前，摘星楼放出新一轮的乾隆榜，上面的第一名就是你。听完沈天君的介绍，楚风惊讶不已。他这人还在南荒呢，结果竟然就在中州出名了，而且还登上了什么乾隆榜第一名。这摘星楼倒是挺有眼光的。当即楚风玩味一笑：世子，如今你可是成为了各方势力争夺或者欲要杀之而后快的对象。沈天君提醒道：一群蝼蚁而已，无需在意。这时楚玄道不以为然道，而后其目光扫向了楚风手上的戒指，吐道：小风，你手上戒指中的灵魂体应该是一位炼丹师吧？当即楚风一惊，没想到五叔竟然一眼就察觉到了那云青子的存在，而后者同样一惊，他身处这戒指之中，却有一种被完全看透的架势。这时云青子主动现身，对着楚玄道参拜道：在下云青子拜见前辈。你之前什么炼丹水平？楚玄道问道。云青子连忙回答道：在下之前乃是黄级炼丹师。而楚玄道闻言眉头一皱，才黄级炼丹师，就这么点炼丹水平也好意思跟随在我家小风身边？唰！听到此话，云青子尴尬不已，他没想到自己堂堂一代丹皇竟然被人鄙视嘲讽了。要知道，就算是在强者如云的中州之地，黄级炼丹师也是屈指可数，更何况他还是黄级炼丹师中最顶级的存在。若非之前的变故，他如今只怕已经晋升为尊级炼丹师，成为一代丹尊了，连地级炼丹师的水平都没达到，太垃圾了。楚玄道摇了摇头，屈指对着云青子的灵魂体一点，轰！瞬间，云青子的灵魂之中诞生了一股庞大的信息，而等到他消化掉这些信息之后，其神情则无比激动。这本乾坤丹诀，乃是当初一个自不量力的炼丹师挑战我失败后所现出的炼丹之法，虽然一般，但应该足以让你突破到地级炼丹师了。至于能否成为更高层次的炼丹师，那就得看你自己的悟性了。楚玄道撇了撇嘴说道：咕噜。此话让云青子不禁咽了咽口水。一门能让炼丹师成为地级炼丹师的炼丹之法，在对方眼中竟然还很一般，这说出去只怕没人会相信。毕竟苍玄玉自上古之后，别说地级炼丹师了，就连一位圣级炼丹师都找不到。而且这门炼丹之法，以云青子的见解，绝非只是让人突破到地级炼丹师那么简单，其中所蕴含的炼丹之术和丹方，让其可谓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时楚风看着齐五叔好奇道：五叔，你是炼丹师吗？我学的东西挺多的，其中炼丹之术也学了点皮毛，勉强算是个炼丹师吧。楚玄道淡淡的说道。而他这话若是让其之前那些挑战他的炼丹师知道的话，恐怕要气得吐血。随后他看着楚风吐道：对了，小风，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贺礼。紧接着楚玄道一挥手，一道碧绿色的光芒直接打入了楚风体内。轰！随着那碧绿色光芒进入楚风体内，直接在其丹田之中化作一株小树苗。这是什么玩意？楚风不禁好奇道：此乃生命神树的种子。这时塔爷的声音在楚风耳畔响起：生命神树的种子。楚风一愣，塔爷解释道：没错，生命神树乃是神域三大神树之一，而生命神树最大的特点便是让人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你拥有着生命神树的种子，等到其在你体内孕育成长起来，你便可借助其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之力，这就相当于你拥有着不死之身，只要不是被人一击必杀，生命神树都能让你活过来。嘶！听到塔爷的介绍，楚风眉头一挑，叫道：卧槽，这武术的贺礼这么屌炸天吗？那我以后岂不是完全不用担心会死了？如今这生命神树还在孕育之中，你别高兴得太早，而且一旦让其他人知道你拥有此等至宝，只怕你会成为诸天世界中无数强者追杀的对象。塔爷提醒道：怕啥，大不了就是干。楚风无所谓道。随即他看着楚玄道开口道：多谢五叔。接下来他们一行人全都回到了王府之中，沈天君也跟着楚风来到了王府，而后直接闭关修复受损的根基了。此时楚玄道来到了楚天狂的书房中，开口道：父亲，那几个地方也开始复苏了，还有深渊那边也开始暴动了，三哥正在压制着，这群家伙看来都按耐不住了。楚天狂神色一冷，一脸肃杀的喝道：是时候离开了。这时那楚玄道吐道：父亲，走之前需要和小风交代一下吗？不用，他后面自会知道的。楚天狂摇了摇头，而楚玄道吐道：那要不要留几个人暗中保护小风？我怕神域那帮老家伙一旦知晓小风的存在会出手。哼，他们还没那个胆子。楚天狂冷哼一声说道：对了，老七呢？七弟自从进入那个地方之后再也没有消息，我担心。楚玄道眉头紧皱道，而楚天狂吐道：那小子贼得很，
没那么容易死。很快3天时间转瞬即逝。这一天，楚风刚修炼完，端木月便来到其面前，直接跪了下去。世子，你这是干什么？楚风不禁问道。世子，烟雨楼那边传来消息，他们告诉我，若是再不回去，他们便会杀了我爷爷。端木月跪在地上，满是担忧地说道。你想让我随你去烟雨楼救你爷爷？楚风看着对方说道。是的，恳请世子救救我爷爷，只要能救下我爷爷，我保证以后烟雨楼为世子侍从。以烟雨楼的资源和势力，想必一定能对世子有所帮助的。端木月连连恳求道。那个囚禁你爷爷的大总管什么修为？楚风问道。而端木月直接说道，他乃是天皇境。天皇境这么强吗？楚风嘟囔道，他如今最多能和天王境一战，连风皇境都对付不了，更别说是天皇境了。世子，天皇境而已，交给我吧。这时沈天君走了进来，看着楚风吐道。而如今的他看起来神采奕奕，身上散发着一股无形的气势，和之前那个酒鬼相比，判若两人。你恢复了？楚风看向了沈天君，而他吐道，之前跌落的境界还未完全恢复，但对付天皇境没有问题。好，楚风看着端木月直接说道，那我便随你走一趟吧。多谢世子。端木月感激道。接下来楚风其父亲还有几位叔叔告了个别，说起准备前往中州一趟。去吧，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能丢了楚家的脸。楚龙象一脸严肃地看着楚风提醒道。是，父亲。楚风点了点头，随即楚龙象继续说道，既然去了中州，那就顺便参加一下那个苍玄天骄榜吧。啊！闻言，楚风好奇道，父亲为何让我去参加那天骄榜？苍玄天骄榜前10名可以进入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内有一件东西应该对你有帮助。楚龙象吐道。什么东西？当即楚风好奇地看着其父亲，而对方瞪了他一眼，等你踏入那个地方不就知道了，现在问那么多干嘛？好吧。楚风点了点头，转身离去了。这时楚长生看着楚龙象，大哥是想让他得到内武，他想要尽快成长起来，少不了那东西的帮助。楚龙象淡淡的说道。随后楚风想和姬如雪说一声，结果得知对方在闭关，他又前往了皇宫一趟，结果夏幽若也开始闭关了。这一个个怎么全都闭关了？楚风嘟囔道。大夏皇帝何在？陡然皇宫之中传出一道霸道而洪亮的喝声。唰！楚风目光一扫，只见一位黑袍之人出现在了这里。你是谁？楚风看着这人冷道。那黑袍之人注视着楚风。你是大夏皇帝？不是。楚风冷道。不是说什么话，我找的是大夏皇帝。黑袍人冷冷地喝道。我不想听废话，说出你的目的，不然死。楚风神色冰冷，身上弥漫出一股冰冷的杀意。我霸道一族许久没出世，如今这南荒之地的都这般狂妄了吗？这时那黑袍之人眼神冰冷地盯着楚风。霸刀一族？楚风眉头一挑，之前那个靠山王就是你们的人？你知道靠山王？黑袍人冷道。当然，他就是我杀的。楚风撇了撇嘴，原来就是你杀了靠山王，耽误我霸刀一族大事，你该死。黑袍之人眼神一冷，手中瞬间出现一把长刀，朝着楚风斩杀而去。轰隆！这一刀斩出，一股霸道的刀意爆发出来，携带着狂暴的刀气斩来。滚！楚风抬手便是一拳，将这道刀气轰得粉碎，而对方身子也是被震得连连后退，当场吐血。此刻那黑袍之人脸色一变。你是谁？楚风，你就是那个乾隆榜第1的楚风。当即那黑袍之人瞳孔一凝，盯着楚风。看来我现在是彻底出名了啊。楚风摸了摸鼻子，轻轻一笑。你的确是彻底出名了，可惜你的死期也到了。蓦然一道冰冷无情的声音传入楚风耳中。你的死期到了。这时一道冰冷的杀伐之音传入楚风耳中。骤然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笼罩着这片空间，形成一股恐怖的威势。楚风目光一扫，只见一位披着披风的中年男人踏空而来，眼神凌厉，一脸肃杀之气。他每踏出一步，虚空都是狠狠一震，有着一股无形的是朝着楚风镇压而来。当即楚风双眸一凝，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压迫力，他身子都被震得后退了一步。天王境。楚风神色一凛，盯着对方。此人显然是一位天王境强者。你是谁？楚风冷漠道。天神殿狂风天王。此人自报身份，随之冷道。之前我派去天神殿南荒分殿的使者，就是被你所杀的吧？唰！楚风瞥了对方一眼，冷道。原来当初那道天王境的力量就是你的。我天神殿自从进入苍玄域，还是第一次损失如此惨重，而且
这个罪魁祸首还是一个年轻人，怪不得能被摘星楼列为乾隆榜第一。狂风天王注视着楚风，冷漠道：行了，别那么多废话，要打就打，唧唧歪歪干嘛？楚风撇了撇嘴，冷哼道：轰！当即这位天王境强者双手一挥，一团恐怖的飓风风暴凝聚而成，直接朝着楚风轰杀而去。这风暴所过之处，就连空气都直接泯灭了。但这风暴还未靠近楚风，就被一拳轰成虚无了。而这出手之人正是金刚。随后，冷风以及沈天君的身影纷纷出现在了这里，和金刚呈三角形包围住了这位狂风天王。狂风天王看着这三人，脸色一变，冷道：你们是什么人？留个活口。楚风撇了撇嘴，砰！瞬间，金刚便一拳朝着狂风天王砸去。狂风天王瞳孔一缩，猛地双掌轰了出去，一道道锋刃撕裂空间而出。结果在金刚这一拳之下，那些锋刃拳都被轰成了齑粉。噗嗤！金刚这一拳当场将狂风天王的身子给轰得暴退，口中吐着血。噗！这时冷风身形一闪，手中利剑挥舞而出，直接将狂风天王的后背给撕裂出一道巨大的口子，鲜血汹涌而出。该死的！当即这位天王的脸色极其难看，他没想到这个镇北世子身边竟有这么多的高手。唰！他来不及多想，转身便要逃走。轰！结果沈天君手中的酒葫芦直接砸了出去，当场便将狂风天王的身子给砸得朝地上砸去。噗嗤！狂风天王的身子重重地砸在地上，疯狂吐血。这时楚风来到了其面前，一脚踩在其腹部，当场将其丹田给踩得粉碎。噗！狂风天王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而其一身修为如潮水般迅速退去，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废人。你！此刻这位天王双眸睚眦欲裂地盯着楚风，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怒火。而楚风也没和对方废话，直接催动精神力对其搜魂。啊！随着楚风搜魂，这位天王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身子剧烈抽搐着。很快楚风搜魂结束，而他面色泛白，整个人一副精神极其疲倦的模样。世子！金刚不禁担心道。没事。楚风深呼一口气，摇了摇头。这乃是他第一次搜魂，没想到如此消耗精神力，若非其精神力够强，只怕根本无法搜魂。而随着楚风搜魂完毕，那狂风天王瞳孔涣散，一副呆滞的表情。被搜魂者灵魂会受到极大重创，轻者变成白痴，重者直接魂飞魄散。这位天王则是直接变成了白痴，没想到天神殿竟然这么强。楚风暗自嘟囔道。根据搜魂，楚风得知天神殿之中还真是强者如云，像对方这样的天王境强者最少还有着几十位，而且这狂风天王还是最弱的一位。至于皇者境以上强者都有不少，其中那天神殿负责人一身修为据说已经踏入了尊者之境。最为恐怖的苍玄域内的天神殿只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天神殿一个分殿。真正的天神殿乃是元界的一个庞然大物，而元界便是他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名字。元界之中分为9域，苍玄域只是其中之一。这一刻楚风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恐怖，强如苍玄域竟然也只是这世界的1/9。至于这天神殿为何会进入苍玄域，乃是为了一件宝物。这件宝物乃是苍玄之主当年带回苍玄域的，后来其陨落之后便放在了其秘境之中。这些年天神殿便是一直在寻找着9枚苍玄令，准备集齐苍玄令进入苍玄之主的那处秘境之中。究竟什么宝物竟然值得这么一个庞大势力这么惦记着？此刻楚风对于苍玄之主当年带回来的那件宝物充满了好奇。而根据这位天王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当年苍玄之主之所以重伤回到苍玄域，也全是因为这件宝物。唰！随即楚风右手一挥，一道地火将这位天王焚成了虚无。不过对方的储物戒指倒是被其先拿了下来，其中的修行资源被收刮一空。就在这位狂风天王惨死的瞬间，天神殿内便第一时间得知了狂风天王竟然死了。此刻天神殿的一座宫殿中盘坐着一道道身影。先别管他了，刚刚得到消息，又有1枚苍玄令的消息了。这时其中一人冷冷地说道。在哪？其他几人神色一变，纷纷问道。而那人直接说道，就在中州上官一族中，大夏皇宫之中。解决掉那位狂风天王之后，楚风目光又扫向了那位霸刀一族的黑袍之人。此时这位黑袍之人的脸色已经难看至极，其身躯都在站立着。他一身修为不过刚刚踏入封王境，但其却亲眼见到了一位天王境强者是如何惨死在面前的，这让他如何不慌？告诉我，你们霸刀一族什么来头？来此想干什么？楚风看着此人冷道。随着楚风这声质问一出，这位霸刀一族的黑袍之人身子一颤，连忙一一说道。根据的对方解释，
楚风知晓这霸刀一族原本苍玄域内一个隐世家族，传承近万年。最近霸刀一族正在修复着霸刀一族先祖所留下的一柄大刀，此刀便名为霸刀。而修复霸刀需要的一样材料，只有大夏皇宫中才有。之前那靠山王恰好投靠了霸刀一族，因此霸刀一族的人便让其回来取回那材料，却没想到被楚风杀了。霸刀，此刀很厉害吗？楚风好奇道，霸刀乃是我族先祖所使用的一件神兵利器，据说其品阶超越了灵器和灵宝级别，乃是一件至尊战兵。黑袍之人回答道，至尊战兵这么强？对此楚风惊讶道，灵器之上乃是灵宝，而灵宝之上才是至尊战兵。至尊战兵乃是唯有至尊境强者才能驱动操控的神兵利器，一件至尊战兵甚至可以轻而易举斩杀至尊之下的任何强者。没想到这个霸刀一族先祖的武器竟然是一件至尊战兵，那材料是什么？楚风随之问道。而后他便找来大夏皇宫的内务总管，让其去寻找那材料。很快那内务总管便将修复霸刀所需要的材料给找了出来。那黑袍之人看着这修复霸刀的材料，眼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芒，而楚风则将这材料给收了起来，看着对方冷道，想要这材料，就让你们霸刀一族的主子前来和我谈，当然你们若是想来硬的，我也随时奉陪，滚吧。随即这黑袍之人便滚蛋了。冷风安排100暗卫驻守在皇宫之中，而楚风看着冷风直接安排道，虽然这都城内有着镇北军镇守，但顶级力量还不够，他如今要离开南荒，自然是要安排一些人留在这里了，以免又有人来找麻烦。安排完这一切，楚风休整一番后，便带着人乘坐着之前从天龙皇朝那收缴来的飞行舟前往了中州。这次他将冷风、金刚、沈天君全都带着，还有剩下的200暗卫，当然还有青鸟、妲己、北冥霜以及端木月。至于为何要将青鸟几女带着，用楚风的话说就是他堂堂世子出行，身边怎么能没有几个女人伺候呢？东晋天龙皇朝，随着端亲王的惨死，彻底惹怒了天龙皇帝。该死的镇北世子，朕原本念在其天赋强大的份上，想要给他一个机会，没想到竟如此不识好歹。既然此子不能为朕所用，那便必须除之。此刻天龙皇帝眼中闪烁着暴力的杀意。陛下，刚刚得到消息，那大夏皇朝中蕴含着龙脉，而且天启宗之前已经暗中派人前往夺取了，可惜失败了。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天龙皇帝面前，回答道，刷。天龙皇帝瞳孔一缩，盯着那人，你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那人回答道，天启宗知晓龙脉之事，既然不会报，那天启宗主想干什么？他想夺取龙脉，成为真龙天子，凌驾在朕之上吗？该死的，都不把朕放在眼里了，这些家伙通通该死。朕要天启宗还有大夏皇朝所有人全都去死。天龙皇帝咆哮道。经过将近大半天的飞行，楚风终于见到了南荒和中州之间的边界。很快他们便正式踏入了中州地界，但这只是中州的边境，距离中州中心区域还远着呢。飞这么久了，先找个地方歇歇吧，楚风淡淡的说道。而那端木月虽然着急去救其爷爷，但此刻却什么都不敢说。前面的飞行舟立刻停下，打劫。陡然一道爆吼声响起，只见一艘飞行舟突然出现，上面插着一面骷髅旗帜，其中站满了一群凶神恶煞之人，为首之人乃是一个独眼龙，满脸狰狞的模样，手持一把大刀。这艘飞行舟直接就把楚风等人的飞行舟给逼停了。而楚风听着对方的话，诧异道，打劫？没错，把你们身上的修行资源全都交出来，至于女的全都带回去让兄弟们享用，还有这艘飞航舟也收了。那独眼龙男人冷冷的哼道， TM 的玄幻世界也有劫匪。楚风不禁吐槽道，都不动是吧？是不是没听董爷说的话，想死是吧？那独眼龙男人看着楚风等人没有任何动静，顿时提着刀就冲到了他们飞行舟上，一身封王境五重的修为展现了出来，其身后那群劫匪也全都冲了过来。你确定要打劫？楚风看着这群人撇了撇嘴，当然了，小子赶紧把身上的修行资源全都交出来，不然小心爷将你碎尸万段。独眼龙男人提刀指着楚风嚣张的喝道，唰！结果下一秒楚风便出现在其面前，右手直接掐着其喉咙，将他提了起来，冷笑着，就你这点实力还想当劫匪？放肆！其余劫匪面色一变，当即就要出手，结果那200位暗卫直接冲了出去，噗噗噗，一时间漫天鲜血横飞，这群劫匪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全都斩杀了。这时那独眼龙男人直接傻眼了，他没想到这群从南荒来的家伙竟然如此恐怖。要知道
他们之前经常蹲守在这里打劫，还从未碰到过硬茬子，毕竟众所周知，南荒武者的实力都不行。没想到今天阴沟里翻船了。独眼龙男人连忙叫道：小子，我乃是骷髅会的，我大哥是骷髅会的老大，你要敢动我一下，骷髅会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骷髅会？楚风眸光闪烁着，直接将这人扔在地上，冷道：带我去你们骷髅会？你要去骷髅会？那独眼龙男人听到楚风的话，惊讶道：没错，赶紧带路。楚风冷哼道。而这独眼龙男人虽然不知道楚风想干什么，但还是立刻带路了，其心中暗暗嘟囔道：不知死活的小子，等到了骷髅会，就是你们的死期了。不到半个时辰，楚风他们便来到了一座大山之中。在这山峰之上矗立着一座山寨，上面同样挂着一副骷髅旗帜，显然这里便是骷髅会的老巢，看起来倒是有几分山寨土匪的架势。打劫！楚风来到骷髅会，直接运气喝道：啊！那独眼龙男人听到此话，当即愣住了。这家伙跑到土匪老窝说要打劫，这 TM 的太疯狂了吧。而这时塔爷的声音在楚风脑海中响起：咦，这土匪窝里竟然还有此等气运之女。骷髅会山寨内的一间房间内，一位白衣女子双手被绑着，一张未施粉黛的圣颜仙姿，肌肤看起来细润如脂，白皙如雪，五官更是出奇的精致，泛着水嫩的色泽。此刻的她虽然一副身处险境的模样，却给人一种淡然自若、温婉可人的气质。在女子面前站着的一位满脸胡茬、身标体壮的男人，一双眸子泛着邪恶的光芒，上下打量着对方，充满了邪欲。姐，老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可人的美人，今晚老子一定要好好品尝品尝美人的滋味。这男人一脸淫笑道，随即他伸出一双恶魔之爪，直接就朝着这女子抓去。但就在这时，那房间的门突然被撞开了，一道身影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对着那男人叫道：老大，不好了 ！TM 的打扰老子好事。那男人直接一巴掌扇在这人脸上，冷道：说怎么了？老大，有人闯进我们骷髅会打劫了。那人被扇倒在地上，颤颤巍巍地说道：什么？打劫？你 TM 的在逗我吗？我们就是劫匪，谁 TM 的敢来打劫我们？那男人直接大叫道：他说的没错。这时楚风走了进来，淡淡的说道：刷！那男人猛地看向楚风，脸色阴沉道：小子，就是你要打劫我骷髅会？没错。楚风点了点头，倒把你们所有的修行资源交出来。你找死！当即这位骷髅会的主人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冷冽的杀意，右手一挥，一拳朝着楚风杀去。而他一身修为则是达到了王者近3重。砰！楚风一拳直接轰了出去，和对方的拳头狠狠地轰击在一起，传出一道闷响。这人的拳头当场就爆开了，而楚风的拳头势不可挡地落在其身上，将其轰爆了。咕噜！随着这老大被杀，那位前来汇报的小弟直接吓得瘫软在地上。楚风瞥了对方一眼，抬手便将其震杀了。这时那骷髅会老大身上的储物戒指掉落了下来，被楚风给捡了起来，直接一扫，吐道：乖乖，竟然这么多宝贝，打劫还真是爽啊。在这储物戒指，单零食就有将近1000万，甚至还有不少上品零食以及极品零食，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丹药、武器以及灵药等等。这是什么？这时楚风从那储物戒指中拿出了一枚黑色令牌，上面画着一个狰狞的血色骷髅头。看着这骷髅头，楚风竟有一种被摄魂的感觉。这什么玩意？楚风看着此令牌露出疑惑之色。血色骷髅？难道是？此刻云清子则是暗自嘟囔，神色一变，仿佛想到了什么。随即楚风便将这令牌收了起来，其目光扫向了那位被绑着的女子，眼前一亮。好美！这女子的容颜比之姬如雪都差不了多少，而其身上散发着的一股空谷幽兰的温婉气质，和姬如雪高冷如女帝的气质截然不同。塔爷，你刚才说的气运之女就是此女吗？楚风心中问道。没错，此女拥有着一颗极为罕见的七窍玲珑心，乃是真正的气运之女。塔爷直接说道。七窍玲珑心？那是什么？楚风神色一怔，疑惑道。而塔爷解释道，凡是拥有七窍玲珑心者，天生聪慧，领悟力更是难以想象的恐怖。对于七窍玲珑心者而言，没有任何境界阻碍，只要拥有足够的能量，便能一直突破，甚至对于任何功法都是一点就通，就连对大道的领悟都是远超常人。这么屌，这不是开挂了吗？楚风暗自嘟囔道。随即他上下打量着此女，暗道：可我看她只是个普通人啊，甚至连练气境都不是。那是因为她的七窍玲珑心被人封印了，导致其无法修炼。被人封印了？谁干的？楚风眉头一皱，
不解道：“不知道，不过这封印对其而言也算是一件好事啊，不然一旦七窍玲珑心的消息泄露，只怕他会引来无尽的杀身之祸。”听着塔爷的话，楚风疑惑道：“为何？”因为若是其他人得到这七窍玲珑心，并且将其融合，同样可以获得无上的领悟力。正因如此，这七窍玲珑心对于那些强者而言，乃是无价之宝。闻言，楚风倒吸一口凉气，那这女人不就相当于是块唐僧肉吗？随即他眼神炙热地盯着对方：“塔爷，你是打算让我挖了他的心吗？没出息的家伙，你可是混沌神魔体之主，怎么能干这么龌龊的事？”塔爷鄙视道：“你只要把他给睡了就行。”顿时楚风暗腹诽道：“这好像也挺龌龊的。”而后他来到那女子面前，注视着对方：“你好像并不怕我。”此女自始至终都一副十分淡定的模样，这让楚风十分诧异。一个毫无修为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能如此淡定，还真是不多见。“你不是坏人，我为何要怕你？”这时女子看着楚风淡淡的说道：“哦，你怎么看出我不是坏人呢？我可是来打劫的。”楚风玩味一笑：“因为你身上没有坏人的气质。”女子回答道：“哦，坏人什么气质？”楚风好奇道。这女子回答道：“坏人第一眼见到我都想睡我。”“哈哈，那你就猜错了，我的确也想睡你。”楚风轻轻一笑，一挥手将绑着对方双手的绳子给斩断了。这时女子起身看着楚风躬身行礼：“小女上官婉儿，谢谢公子出手相救，还挺深的。”此女一躬身，一抹深渊便悄然呈现在楚风面前，其不禁感叹道。而上官婉儿先是一愣，随即注意到对方的眼神，低头一看，顿时俏脸一红。但不知为何，对于楚风这种轻佻的行为，她并未有任何生气，甚至楚风对其而言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陡然，一道暴怒声从外面传来：“你们这群骷髅会的人，竟敢绑架我姐姐，给本小姐杀光他们！”是芊芊。上官婉儿眸子一凝，叫道。而在这外面，一位梳着马尾辫的少女出现在这里，其上身穿着半截红色皮甲，将其纤细的腰肢展现出来，堪堪盈盈一握。而她下半身穿着一条黑色紧身短裤，将其浑圆挺翘的玉臀展现了出来，一双修长白皙的玉腿十分惹眼。此刻这少女手持一柄长剑，一脸娇斥道：“给本小姐杀光这群劫匪！”但随即她便是一愣，因为其发现这骷髅会中遍地尸体，而在这些尸体面前站着一群黑衣之人，正是冷风和一众暗卫。“你们是什么人？”少女盯着眼前的暗卫，黛眉一皱，但冷风并未回答。不回答，那肯定也是劫匪。当即少女神色一冷，一剑就朝着冷风杀去。“芊芊，住手！”蓦然，上官婉儿走了出来，对着少女叫道。那少女看着上官婉儿出现，猛地刹住身子，惊喜道：“姐姐！”她直接冲了过去，一把抱住了对方，激动道：“姐姐，你没事吧？”“我没事，多亏了这位公子救了我。”上官婉儿指着一旁的楚风吐道额。那少女看向了楚风：“是你救了我姐姐，不像吗？”楚风撇了撇嘴，上下打量了少女一番，嘟囔道：“小小年纪发育的还挺不错，可惜胸小了点。”“你说谁胸小呢？”听到楚风的话，少女横眉一挑，猛地盯着楚风呵斥道：“她最恨的便是别人说其胸小，怎么胸小还不让说啊？不过我有一套祖传的龙抓手，可以通过按摩让胸部变大，你要不要试试？”楚风邪魅一笑：“流氓！”上官芊芊面色一怒，当即一剑朝着楚风斩去。“不要！”看着上官芊芊对着楚风出手，上官婉儿面色一变，刚要出声提醒，却已经晚了。楚风身子微微一偏，直接就避开了对方这一剑，随即他左手一把扣住对方握剑的手，当即一扭，便将其压在身下，而后抬起大手就扇了下去。啪！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胸小，屁股倒是挺大的。”楚风撇了撇嘴。一旁的北冥霜见状，不由得想起自己之前被这家伙这般对待的场景，俏脸一红，暗暗低着脑袋，嘟囔道：“流氓！”而上官芊芊先是一怔，而后暴怒道：“混蛋，流氓，你竟敢打我！你都要杀我了，打你咋了？”楚风不以为然的哼道，大手便毫不留情地扇了下去。一时间，一阵清脆的巴掌声响起。很快，上官芊芊就被打得惨叫连连，眼眶都泛着泪水。“公子，小妹年纪小不懂事，还请你原谅她一次吧。”这时，上官婉儿对着楚风恳求道。而楚风过完手瘾后，直接将上官芊芊给放开了，后者一脸怨恨地瞪着他：“芊芊，快给公子道歉！”上官婉儿对着其妹妹叫道：“姐姐，是她打我的，我屁屁都被她打肿了，我为啥要道歉？”上官芊芊极度不满道：“我让你道歉，不听姐姐的话了吗？”
当即上官婉声音一重，而上官芊芊连忙低下头颅说道：“对不起，看在你姐的份上，今天就饶过你了。”楚风撇了撇嘴：“公子还不知你如何称呼呢？”楚风。那上官婉看着楚风，看公子等人的架势，应该是出入中州，然后遭遇这骷髅会打劫了吧？楚风扫了他一眼：“你倒是挺聪明的，既然公子等人出入中州，那倒是可以去我上官家暂歇一下，正好也让我好好感谢一下公子的救命之恩。”上官婉淡淡的说道：“好。”楚风直接同意了，他本来就打算找个地方歇息，如今美人相约，自然不能拒绝了，更何况他还盘算着如何将对方给拿下呢。虽然他之前对姬如雪用强了，但对方怎么说也是其媳妇，如今这上官婉和其毫无关系，他要是用强盗是有点太禽兽了，要不让这小妮子救命之恩以身相许。楚风暗自嘟囔着，小子别想那么多了，依塔爷所言，直接将这对姐妹花全拿下得了。塔爷一本正经地说道：“姐妹花全拿下？塔爷你真无耻！”楚风满脸黑线。此时那上官芊芊对着其姐姐小声说道：“姐姐，我看这家伙不像是好人，你还把他带去家里，万一引狼入室咋办？”“不会的。”上官婉微微一笑。接下来楚风一行人就跟着这对姐妹前往了其家族。这一路上，楚风从上官婉的嘴中也对中州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中州地域辽阔，足足有着4个南荒那么大。整个中州除去中心区域的圣土之地外，其余的皆是被4大皇朝所掌控着。这4大皇朝传承将近万年，底蕴深厚，势力庞大，甚至比那东晋的天龙皇朝还要恐怖。而上官婉姐妹所在的上官一族便是4大皇朝之一，大明皇朝中的世家之一。1个时辰后，楚风一行人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池之中。在这城池的东南区域，有着一片恢宏的建筑群，这里便是上官家所在。很快，楚风等人便跟着上官婉和上官芊芊踏入了那上官家。当然，那200暗卫则是全都隐藏在了暗中。上官家主，本世子说的话很清楚，本世子不仅要娶你家大小姐，你家二小姐，本世子也要了。此刻，上官家内突然传出一道冷傲的声音，此话直接传入了楚风等人的耳中，而上官姐妹俩也是一怔：“小子，你看，别人都惦记上这对姐妹花了，你还不拿下？”塔爷的声音不由得响起。而这时上官芊芊直接冲进了大厅中，他目光一扫，发现在这坐着一位衣着华丽的青年，当即挥剑指着他：“你谁啊？竟然还想娶我姐姐和我？你算什么东西？”芊芊不得对世子无礼。此时坐在主座的一位中年男人脸色一变，连忙叫道：“放肆！”那青年身后一劲装男人神色一冷，就要对上官芊芊动手，结果被那青年给拦住了。青年扫视着上官芊芊，微笑道：“这位应该就是上官家二小姐吧？脾气还真是火爆啊！不过本世子就喜欢你这样的小辣椒，这样调教起来才有意思。”“找死！”上官芊芊闻言，眼中寒芒四射，一剑就朝着青年斩去。砰！当即那位劲装男人一掌轰了出去，直接将上官芊芊手中的利剑给轰碎了。而上官芊芊整个人都被震得连连后退。这时劲装男人冷眸扫向主座上的中年男人：“上官雄，你们上官家是要造反吗？竟敢对我家世子出手！世子息怒，我家小女……”那主座上的男人连忙起身跪地说道。而他话还未说完，那青年撇了撇嘴：“这小丫头胆敢行刺本世子，来人，将其带回王府，本世子要好好调教调教。”“世子息怒，婉儿在这带妹妹向你赔罪了，恳请世子饶过舍妹一次。”这时上官婉儿走了过来，对着那青年躬身赔罪道：“你就是上官婉儿，长得果真是国色天香，不愧是位列中州美人榜的存在。”此刻那青年看着上官婉儿，眼中闪烁着炙热的光芒，他当即便忍不住伸手朝着对方那白皙的脸蛋摸了过去。但这时一只手突兀伸了出来，一把扣住了那青年的手掌，直接就将其捏得粉碎。啊！顿时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响起。世子！那劲装男人见状神色一变，猛地盯着那只手的主人，正是楚风。“你竟敢伤我家世子，你好大的狗胆！”劲装男人对着楚风怒斥道：“他是世子咋了？我也是世子。”楚风撇了撇嘴，不屑道：“你也是世子？”当即劲装男人眉头一皱，看着楚风：“你是哪家王府的世子？”“镇北王府世子，楚风是也。”楚风冷傲道。“镇北王府？”楚风的话让那劲装男人神色一怔。大明皇朝有镇北王吗？他怎么没听过？大明皇朝哪来的镇北王？小子，你竟敢假冒世子！当即劲装男人冷冷地喝道：“谁说我是大明皇朝的世子了？”楚风撇了撇嘴：“我乃南荒大夏皇朝的镇北王府世子。”南荒大夏皇朝？劲装男人神色一惊，
而那位青年当即叫道：“南荒之地的一个垃圾皇朝世子，竟然也敢在本世子面前装逼！你 TM 的简直不知死活，给本世子好好的教训教训这混蛋！”随着这青年怒吼，那劲装男人当即朝着楚风出手，结果他身子刚动，一道寒芒便一闪而逝，噗嗤，瞬间这劲装男人的喉咙处便迸溅出一道血溅，其脑袋直接滚落在了地上，鲜血从其脖子处喷涌而出。唰！这一幕吓得那青年脸色一变，身子连连后退。这时那冷风握着剑开口道：“少主，要杀了吗？你们要杀本世子？”青年瞳孔一缩，叫道：“我乃是平西王府的世子，我父亲乃是大明皇朝平西王，你们敢动本世子一根毫毛？聒噪！”楚风撇了撇嘴，他一巴掌直接甩了出去，砰！瞬间这位平西王府的世子就被楚风当场打爆了脑袋，鲜血四溅。这一幕让一旁的上官芊芊神色一悸，差点就要吐了。虽然他性格火辣，一言不合便拔剑，但从未见过这般血腥的画面，其目光看着楚风不禁露出一丝畏惧之色。你杀了平西王的儿子！这时上官雄看着那青年惨死，身躯一颤，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楚风。有问题！楚风扫了上官雄一眼，而后者不由得叫道：“你可知那平西王是什么人？他儿子如今死在这里，整个上官家只怕都要遭遇灭顶之灾了。我们所有人都只有死路一条。”闻言，上官芊芊神色一变：“父亲，那个平西王有这么厉害吗？我们上官家好歹也是大明皇朝威震一方的世家，他一个王爷又岂能那般目无王法对我们下手？唉，你们根本不知道平西王的可怕。”上官雄叹息道：“他乃是当今大明皇帝的叔叔，功勋卓著，而且还是一位天王境9重的武道强者，麾下掌控着30万平西军，权势滔天。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大儿子如今已经是稷下学宫的天字号学子了，深受稷下学宫的重视，甚至有望登上此次的苍玄天骄榜。凭借着稷下学宫这层关系，平西王在大明皇朝中可谓是一手遮天。他若开口，莫说灭我们上官家族，纵然是整个大明的世家亦可灭之。”听完上官雄的话，上官芊芊的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不禁吐道：“那现在怎么办？”“父亲，妹妹，别慌。”这时上官婉还算镇定，安慰道：“你们不用担心，那平西王若真的不知死活，那我便直接灭了他们便是。”楚风冷漠道。此话一出，上官雄和上官芊芊都是一脸惊诧地看着楚风。上官芊芊当即不满道：“你还真敢吹啊！就你一个南荒来的皇朝世子，拿什么灭手握重兵的平西王？更何况人家还是天王境强者，背后还有稷下学宫这层关系。稷下学宫又如何？当初一个自称稷下学宫的家伙还被我给废了。”楚风不以为然道：“而他说的自然是苏家的那个苏天。你废过稷下学宫的人？怎么可能？那稷下学宫可是圣土之地的超级势力，更是苍玄域第一大学宫，乃是圣人道统。你若真废了稷下学宫的人，怎么可能活到现在？”上官芊芊满脸的不相信，觉得楚风在吹牛，而楚风轻轻一笑，并未去解释。这时上官婉吐道：“公子，此事不管如何都是因我上官家而起的，我们绝对不能连累你。本来还想招待你一番，如今看来，公子你不如先行离开。这天都要黑了，我也累了，就不走了。上官小姐若是不愿意招待，那我们就去找家客栈。”楚风淡淡的说道：“你乃是我的恩人，怎么能让公子住客栈？我这就派人去打扫出几间房间，让诸位住下。”接下来楚风等人便在这上官家住了下来。而上官雄看着上官婉，一脸郑重道：“婉儿，趁着平西王那边还未反应过来，你赶紧带着你妹妹离开大明皇朝吧。父亲，我们怎么能弃你们而逃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一起面对。”上官婉摇了摇头：“哎，都怪父亲无能，无法重振上官家。若是上官家还是当年那个上官家，又岂会遭遇今日之事？”这时上官雄叹息道，眼中充满了不甘：“父亲，我们家族以前很强吗？”上官婉不禁问到上官家巅峰时期，莫说一个大明皇朝，纵然是整个中州势力也不放在眼里。上官雄言语间露出一抹自傲。而在那房间中，楚风坐在这，塔爷问道：“你小子打算怎么拿下那小丫头？”塔爷可告诉你，他体内七窍玲珑心的封印绝非一般强者能施展出来的，说不定他早就被强者给盯上了。而且这个上官家内还隐藏着一尊半死不活的家伙，你还是趁早将这小丫头给拿下。半死不活的家伙，啥意思啊？楚风不解道：“在这上官家内有一尊皇者境强者，但他如今生命力已经到了极限，基本上一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了。”塔爷直接说道：“上官家还有这等强者？”顿时楚风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要知道，自从踏入这上官家，他便催动精神力将这家族探查了一遍。整个上官家最强的也就那上官雄，不过才出入天王境，其余的也就是封王境以及王者境的修为，却没想到这家族内还隐藏着一尊皇者境，而且这个上官家之人体内蕴含着一丝稀薄的地质血脉，他们祖上应该出过大帝。随着塔爷此话一出，楚风再一次被惊到了。大帝，这上官家来头这么大吗？楚风暗自震撼道。不必那么惊讶，如今他们体内的大地血脉已经稀薄到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了，显然已经衰败了很久。塔爷解释道。转眼间夜幕降临，这时楚风所在的房间响起一阵敲门声。公子歇歇了吗？楚风起身打开房门，看到上官婉站在外面。上官小姐怎么来了？楚风问道。公子，这是我做的桂花糕点，特意拿来给你尝尝。上官婉端着一碟糕点走了进来，而楚风拿起一个便尝了起来，吐道。没想到上官小姐不仅长得漂亮，还这么心灵手巧，这糕点很好吃。公子谬赞了，婉儿从小便无法修行，乃是废人一个，因此只能鼓捣这些小玩意，公子喜欢就好。上官婉淡然道。上官小姐无需自卑，废不废人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曾经我也被称之为废人，但现在不一样，成为一名武者了吗？楚风开口说着。上官小姐也未尝不能踏入武道，成为一名强者。公子就不要安慰我了，家族为了让我能踏入武道，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思，但都失败了。婉儿已经认命了。听着此话，楚风眸光闪烁着，冷不丁地说道。上官小姐，我若是说只要你和我双修便能踏入武道，你信不信？唰！闻言，上官婉那张精致的脸庞瞬间露出一抹绯红，其眼神娇羞，低声道。公子莫要开玩笑了。可嗨嗨。而楚风尴尬地轻咳了几声，吐道。我刚才的话的确有些唐突了，但我并没有说错，只要你能成为我的女人，我保证你可以踏入武道。其实你拥有着极其恐怖的武道天赋，只不过被封印了而已，这就导致你无法修炼武道。上官婉听着楚风这么说，美眸闪烁了几秒，道。公子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楚风信誓旦旦道，而后他将对方拥有七窍玲珑心一事说了出来。听完楚风的讲述，上官婉的眸子不断闪烁着，沉默了几秒钟后，他看着楚风羞涩道。真的只有那一个办法吗？楚风吐道。我如今只有这么一个办法，若是上官小姐不愿意也没关系，等到我以后有其他办法解开你体内七窍玲珑心的封印，也可以助你踏入武道。而上官婉陷入了沉思。此刻楚风心中腹诽道，我怎么有一种大灰狼诱骗小绵羊的罪恶感？这时上官婉突然看着楚风。那好吧，就按照公子说的做。楚风则是一怔，他没想到对方还真的答应了，这搞得他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那个，楚风挠了挠头，有些不知所措。而上官婉看着他不解道，公子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小子怂个屁，以后出去别说是塔爷的主人。塔爷直接骂道。那好吧。当即楚风深呼一口气，注视着上官婉，两人四目相对，一股暧昧旖旎的气氛正在逐渐蔓延开来。这时上官婉缓缓起身，开始解开身上的衣裳。很快随着那外衣滑落，其上身只剩下一件白色亵衣包裹着那对圣女峰，让人热血澎湃。饶是已经尝过了不少美女的楚风，此时也是暗暗咽着口水。眼前的上官婉和姬如雪还有夏幽若他们完全不一样，那种空谷幽兰、淡雅娴静的感觉，给人一种白月光的感觉，让人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正当上官婉准备解开身上最后一件亵衣之时，突然外面传来冷风的声音。少主，有情况。唰！楚风神色一变，对着上官婉吐道。上官小姐，你先穿好衣服。他直接就走了出去，而冷风站在外面。怎么回事？楚风问道。启禀少主，有一伙神秘人杀入上官家了，正在对上官家大开杀戒。听到冷风的话，楚风眉头一皱。平西王的人？不像是。冷风摇了摇头，楚风直接朝着前院走去。此时在上官家的前院中，一群手持利刃、身穿战甲的身影站在这，在他们面前躺着一群上官家的护卫。你们是平西王派来的？上官雄带着一众上官家高层出现在这，看着眼前这些人沉声道。什么平西王？我们乃是天神殿的。那群人中领头的一位提剑男人冷漠道。天神殿。听到这三个字，上官雄面色一变。其他上官家之人在得知这群人的身份后，都是面色一白，身躯站立着天神殿，那可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纵然是在中州之中，天神殿都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就连四大皇朝都对其忌惮至极。我上官家从未和天神殿有过任何联系，不知上官家什么地方得罪了天神殿，还请大人明示。
这时，上官雄一脸谦卑恭敬地问道：“交出苍玄令！”那领头之人直接喝道：“刷！”当即上官雄神色一惊，他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奔着苍玄令来的。早些年，其父亲曾意外得到一枚苍玄令，并且将其交给了他，让其日后竭尽全力寻找苍玄令。若是能集其9枚苍玄令，得到苍玄之主的宝藏，或许能重振上官家。只是没想到，这天神殿竟然知晓上官家拥有着一枚苍玄令。上官家有苍玄令？楚风恰好走了出来，听到此话，露出一丝惊讶之色。此刻那上官雄开口道：“大人，我上官家并无什么苍玄令，大人是不是搞错了？还敢嘴硬，看来是不把我天神殿放在眼里啊！给我杀，一个不留！”那天神殿领头之人直接喝道。霎时间，那群天神殿之人便朝着在场的上官家之人杀了出去。而楚风正要出手，结果一道恐怖的气息从上官家深处爆发出来。随着这股气息爆发出来，让天神殿众人脸色一变。随即，一位白发苍苍、佝偻着身子的老者走了出来。这老者满脸皱纹，浑身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死气，好似一位行将就木的老者。这就是塔爷说的那位皇者境强者吗？楚风看着此人嘟囔道：“此人一身寿元进化已经走到尽头，只怕不出半个月便要陨落了。”这时，云清子的声音响起：“那没得救了吗？”楚风好奇道：“除非他能在这半个月内突破到天皇境，或者服下可以延长生命力的天才地宝。”云清子回答道。随着这位老者出现，在场的上官家之人都是满脸疑惑之色，而上官雄眼中露出一抹激动之色，道：“老祖你突破了！”此人正是上官一族的一位老祖，不过其早在1000年前便闭关冲击更高境界了，因此现在大部分上官家的人都不认识。唉，这位老祖叹了叹气，眼中充满了黯然之色。他这话让上官雄脸色一沉，看样子老祖这是突破失败了，再加上对方身上散发的那股死气，显然其已经时日无多了。没想到你们上官家还隐藏着这么一位高手，可惜啊，看样子没几天可活了。那天神殿领头之人看着这位上官家老祖，露出一抹惊异之色，随即冷笑着：“刷！”这时，上官家这位老祖凝视着眼前的天神殿之人：“老朽虽无多少日子了，但我上官一族也绝对不允许尔等再次撒野。”轰隆！他抬手一掌，直接朝着对方轰杀而去。轰！上官老祖抬手便是一掌轰杀而出，虚空轰鸣，滔天的灵力汹涌而出。虽然他寿元将近，但毕竟是皇者境级别的强者，全力一击依旧爆发出恐怖的攻击。轰隆！那天神殿领头之人一身修为同样爆发了出来，凤凰境3重，和这位上官老祖实力差距甚大，但他却是毫无畏惧，提着剑便冲了出去。砰！顿时一道惊天巨响传出，上官老祖这一击竟被对方瞬间斩碎，恐怖的剑芒强势落下，直接将其身子给轰得暴退。噗嗤！这位老祖一口鲜血喷出，身子颤抖着。老祖！上官雄脸色一变，大叫道。而那老祖抬头凝视着对方手中的剑，沉声道：“灵宝！”那天神殿领头之人手中的剑并非灵气，而是一件灵宝。灵宝威力之强，远不是灵气能相提并论的。一件强大的灵宝能大幅度增强使用者的战斗力，再加上这位老祖虽是皇者境，但因为气血凋零，寿元将至，使得其根本无法发挥出皇者境的修为。此消彼长之下，那天神殿领头之人虽是凤凰境3重，却依旧镇压了上官家这位皇者境的老祖。老东西，反正你都没几天可活了，今日吾便送你一程。那位凤凰境强者眼神阴厉地喝道，他提着剑再次杀了过来。住手！上官雄连忙冲了过去，却被对方一剑给劈飞了出去。噗嗤！当场上官雄的身子便砸在地上，疯狂吐血。父亲！这时上官婉和上官芊芊姐妹俩纷纷出现，来到上官雄面前，满脸担忧道。此刻那凤凰境强者已经杀到了上官老祖面前，施展出一门强大的剑技，直接斩杀而出。轰隆隆！这一剑斩出，配合那灵宝之剑所蕴含的力量，直接爆发出惊涛骇浪般的杀伐之力。山河印！蓦然，上官老祖怒吼道，他直接燃烧着体内所剩不多的气血，施展出一门武技。刹那间，方圆100里内的天地灵气全都疯狂汇聚在那老祖头顶，形成一幅庞大的山河景象，直接朝着对方狠狠轰去。轰！这一击爆发出来，惊涛骇浪般的爆炸声响彻整座方圆千里，引起无数人的震惊。一股股恐怖的能量余波扩散开来，一副气吞山河，欲要毁灭一切的架势。当即在场的上官家所有强者脸色一变，纷纷出手阻挡。楚风等人也是纷纷出手，阻止着这能量余波的扩散，
不然整个上官家都要毁于一旦。这一击所造成的能量威势，足足持续了10几分钟才散去。那老祖的身影显现出来，半跪在地，面色惨白无色，气息萎靡，身上的死气更重了，仿佛下一秒便要归西了。至于那位天神殿的疯狂境强者，则是被轰飞了出去，砸在地上疯狂吐血，其中甚至夹杂着一堆破碎的内脏和嗨嗨。那天神殿领头之人一阵咳嗽着，其双眸死死地盯着上官老祖，难以置信道：“你刚才施展的是什么武技？怎么会如此恐怖？”“此乃圣技。”上官老祖喘着气说道。“圣技？”对方瞳孔一缩，不可思议地说道：“怎么可能？你区区一个皇者境，怎么可能懂得圣技？”“圣技，顾名思义，便是圣品武技，乃是只有达到圣人层次才能创造施展出来的武技，除非是那些有着圣人道统的势力，才可能拥有圣技修炼。其他的，强如4大皇朝都没资格拥有一门圣技。这上官家不过是一个皇朝世家，连尊者境级别的强者都没有，怎么可能拥有圣技？”而楚风见状，轻轻一笑，不愧是祖上出过大帝的家族，果然还是有一定底蕴的。该死的，给我杀，杀光他们！随即那位风皇境强者神色狰狞地吼道。他带来的那些天神殿强者全都冲了出去，正当他们欲要大开杀戒之时，冷风率领着200暗卫出现了。噗噗噗！随着这群暗卫出手，天神殿的人甚至都没反应过来，就被一一斩杀了。那位风皇境强者瞳孔一缩，对着冷风等人叫道：“你们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我的人。”这时楚风双手插兜，闲庭信步地走了出来，一副主角登场的架势。“你又是谁？”那风皇境强者盯着楚风，眉头紧皱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天神殿的人的死。”楚风冷冷地喝道。转眼间，那天神殿众人便一一惨死。“你们！”那风皇境强者无比愤怒，死死地盯着楚风。他刚开口，楚风便一掌轰在了其脑袋上。砰！此人的脑袋瞬间如西瓜开瓢一般爆开，猩红的鲜血混合着雪白的脑浆四溅。“你是何人？”这时那位上官老祖注视着楚风，眼中透着警惕之色。“放心，我不是坏人。”楚风撇了撇嘴，随即上官雄对那老祖介绍着楚风的身份：南荒皇朝的世子。上官老祖闻言打量着楚风，而楚风则是看向了上官雄，听着天神殿的人说：“你们上官家也有一枚苍玄令。”唰！此话一出，上官雄神色一变，开口道：“我上官家并无苍玄令，那天神殿的人应该是搞错了。”楚风扫了一眼上官雄：“上官家主，我这个人一向喜欢直接，将苍玄令交出来吧。”一时间，上官雄脸色不断变化着，而上官婉则吐道：“父亲，若我们上官家真有那个什么苍玄令，你就把它交给公子吧。如今天神殿已经知晓此事，我们若再握着那苍玄令，天神殿必定不会放过我们的。给他吧。”那老祖叹息道：“仅凭一枚苍玄令，也无法让我上官家再度崛起，反而会给我们招来杀身之祸。可嗨嗨！”他刚说完，突然一阵咳嗽吐血，整个人的气息萎靡到了极致。“老祖！”上官雄脸色一变，不顾伤势来到了那老祖身边，后者奄奄一息道：“看来老夫今日便要死了，日后上官家就交给你了。”这时上官婉看着楚风：“公子，你有办法救救我家老祖吗？”这楚风目光闪烁着，那老祖则摇头道：“老夫如今气血燃尽，已无回天之术了。世子，我烟雨楼中有一枚黄品丹药回血丹，一旦服下，可修复亏损的气血。”端木月突然说道。楚风扫了他一眼：“你确定？”“千真万确。”端木月点了点头：“恳请公子救老祖一命，婉儿愿以身相许，为奴为婢。”上官婉儿直接躬身说道：“姐，你怎么能？”上官芊芊见状，脸色一变，刚要开口劝阻，结果上官雄的声音便响起了：“此乃苍玄令，恳请公子救老祖一命。”只见上官雄拿出一枚苍玄令交给了楚风：“这苍玄令我也不白要，我会去将那回血丹取回来。”楚风接过苍玄令，直接说道：“冷风、天君，你们带着100暗卫随我前往烟雨楼，其他人留在这里。”接下来楚风一行人便跟着端木月直奔烟雨楼而去。中州烟雨楼，在经过3个时辰的飞行后，楚风等人在端木月的带领下直接杀到了烟雨楼总部。失罗天一踏入烟雨楼中，端木月便面色冰冷地叫道：“刷刷刷！”刹那间，烟雨楼内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扫向了端木月。大小姐，当即不少人认出了端木月，一个个神色一变：“端木月，你终于舍得回来了。”蓦然，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只见释罗天走了出来，一双3角眼眯着，泛着摄人的寒芒，盯着端木月。唰！端木月盯着对方，眼中闪烁着愤怒之色。
施罗天，我爷爷呢？你把他怎么样了？放心，你爷爷好得很呢，把我们楼主带出来。随即施罗天一声令下，那端木山就被押了出来。爷爷，端木月看着其爷爷连忙叫道。而当其看着爷爷满身的伤势之时，其脸色极其难看。施罗天，你个混蛋，竟然这般对待我爷爷！要不是我爷爷，你能有今天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叛徒！小月，快走！端木山抬头看向端木月，极其虚弱的叫道。唰！而施罗天压根不在意端木月的怒骂，而是对着端木山冷道：老东西，如今你宝贝孙女就在这，你若是不将密钥交出来，我保证会让你孙女生不如死的。你！端木山神情狰狞地怒视着施罗天。行了，别吵了。这时楚风撇了撇嘴，他看着施罗天，你就是那个烟雨楼大总管是吧？啊！施罗天目光不由地扫向了楚风。你是谁？冷风，天君，你们两个谁去将他拿下？楚风直接说道。世子，让我来吧，许久没动过手了，今天正好活动活动。沈天君拧开带着的酒葫芦，咕噜咕噜地抿了一大口，而后朝着施罗天走了出去。哪来的酒鬼，滚！看着沈天君，施罗天眼中露出一抹不屑，一股恐怖的天皇境威压便朝着对方镇压而去。轰！随着这股威压降临，当场将四周的一切设施全都碾压成齑粉。但沈天君却丝毫不受影响，一步一步朝其走了过去。唰！这时施罗天面色一变，盯着对方猛地一拳轰出。砰！沈天君抬手一拳，两者的拳头轰在一起，顿时闷雷声炸响。噔噔噔！这一击之下，施罗天身子暴退，其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盯着沈天君。你！他话还未说完，对方便冲了过来。砰！一道更加刺耳的闷雷声炸响，施罗天的身子再次被击飞了出去。随后沈天君一连数拳轰杀而出，打得施罗天毫无反抗之力，只能被动挨打。噗嗤！很快这位烟雨楼大总管的身子就砸在地上，疯狂吐血。一时间烟雨楼内其他人全都傻眼了。砰！沈天君一脚踩在了施罗天的脑袋上，拿起腰间的酒葫芦又抿了一口酒，低头说道：你不行，还得练。啊！听着沈天君这般赤裸裸的嘲讽，施罗天面色狰狞，直接怒吼一声，一副要暴走的架势。砰！结果沈天君一脚便将施罗天的脑袋给踩爆了。随着施罗天被杀，他的那些手下一个个呆若木鸡。而端木月看着那压着端木山的人，呵斥道：你们主子都死了，你们还要继续为虎作伥吗？一时间在场的烟雨楼之人全都跪在了地上。爷爷，你怎么样？端木月连忙来到了端木山面前，搀扶着其身子关心道。小月，他们是……此时端木山注视着楚风等人，其神色变化着。爷爷，这位是……而端木月指着楚风刚要介绍，后者便直接说道：我是他主人。主人。当即端木山神色一变，端木月则连忙解释着。在了解完情况之后，端木山叹了一口气：唉，都是爷爷没用，害得小月你……爷爷，我没事的。端木月连忙说道。行了，你们爷孙晚点再叙旧，现在该说正事了。接下来我便是这烟雨楼的主人了。还有刚才那家伙说的密钥是什么？交出来吧。楚风淡淡的说道。当即端木山神色一变，看着楚风：楚世子，你今日前来救了老夫，老夫十分感激。如今小月也成了你的手下，甚至这烟雨楼交给你，老夫也无话可说，但密钥事关重要，老夫绝不能将其交给你。唰！楚风神色一冷，扫了对方一眼：你是在觉得我和你说笑吗？那端木月见状，刚要开口，就被楚风呵斥住了。闭嘴！他看着端木山冷道：要不你自己乖乖交出来，要不我对你进行搜魂，然后自己找到那密钥，你自己选吧。此话一出，端木月脸色一变，连忙看着其爷爷说道：爷爷，那密钥究竟是什么？你就给世子吧。端木山一双苍老的眸子，眼神不断闪烁着，他刚要开口，结果烟雨楼外便走进来一群身穿斗篷之人。为首的一位身穿斗篷的中年男人扫了烟雨楼内众人一眼，开口道：谁是烟雨楼北楼楼主？唰！随着北楼二字一出，端木山神色一变，看向了对方：你们是谁？吾乃烟雨使，奉少主之令前来召见烟雨楼北楼楼主。此人直接说道。烟雨使？端木山瞳孔一凝，看着对方：你说的少主是烟雨大帝第9代传人雨灵天。这人冷冷地说道。唰！当即端木山身躯站立着，眼中闪烁着震惊之色。此刻那人看向了端木山：你莫非便是烟雨楼北楼楼主？烟雨楼北楼楼主端木山拜见烟雨使。端木山直接就跪地参拜道：烟雨楼北楼楼主听旨，我等奉少主之令，
那中年男人刚要开口续旨，结果楚风的声音不合时宜的响起：“慢着，如今这烟雨楼是我的了，你有啥事跟我说？”啊！那人看向楚风，眉头一挑：“你是何人？耳朵聋了是吧？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楚风冷哼道：“放肆，竟敢对烟雨使无礼！”这时，那中年男人身后一位斗篷人抬头扫向，冷冷地厉喝道：“噗嗤！”下一秒，这人的喉咙处便迸溅出一道鲜血。冷风站在此人面前，冷漠道：“对少主不敬者，死！”扑通一声，那位被冷风一剑抹喉的斗篷之人直接倒在了地上，死不瞑目。这时，那位烟雨使眼中露出惊异之色，对着冷风陡然喝道：“大胆！你竟敢！”他话还未说完，冷风便一剑朝其扫去。滋啦！这一剑又快又狠又准，完全不给人任何反应的机会。唰！那位烟雨使瞳孔一缩，猛地一掌轰出，挡住了这一剑。噔噔噔！随即，这位烟雨使连连后退，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露出震惊之色，盯着冷风：“你们究竟是谁？”烟雨使神情无比难看道：“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了，我现在才是这烟雨楼的主人。”楚风直接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看着对方。唰！当即那烟雨使扫向端木山：“这究竟怎么回事？”使者大人，抱歉。端木山连忙开口解释道。而当烟雨使得知前因后果后，其目光注视着楚风：“既然如此，那你现在便是烟雨楼北楼之主，还不立刻跪下接受少主的旨意？”少主？什么玩意？楚风撇了撇嘴。这时端木山看着楚风解释道：“其实我们如今所在的烟雨楼只是烟雨楼的一部分，真正的烟雨楼其实来自于元界9域之一的灵域，而烟雨楼又分为东西南北4楼。只不过万年前，当代的烟雨楼楼主惨死，灵域其他势力趁机对烟雨楼出手，导致烟雨楼损失惨重，最终分崩离析。4楼之主带着麾下的力量各处逃窜，而当时北楼之主便来到了苍玄域。没想到你们烟雨楼也来头这么大。”楚风听完端木山的讲述，轻轻一笑，随即他看向了那烟雨使：“你口中的少主又是谁？”少主乃是万年前陨落的烟雨楼楼主血脉传人，经过这些年的蛰伏，少主打算重振烟雨楼，因此特意派出4大烟雨使前去寻找4楼，意欲让4楼重新合并，由少主带领杀回灵域。不过在这之前，需要4楼楼主交出密钥。烟雨使冷冷地说道：“又是密钥？”楚风眸子一凝，看着端木山：“这密钥究竟是什么？”这密钥乃是开启烟雨大帝传承的钥匙。当年烟雨楼楼主在陨落之前，为了防止烟雨大帝的传承被外人得到，将开启传承的钥匙一分为4，交给了4大楼主。端木山直接说道：“大帝传承？”楚风眉头一挑，眼中露出惊讶之色。而那烟雨使直接说道：“你北楼的密钥在哪？”随即端木山拿出了一把钥匙，说道：“上一任北楼楼主逝世之前说过，唯有守护烟雨大帝血脉的烟雨使出现，才能交出这密钥。”那烟雨使看着那密钥，刚要拿过来，结果一只大手便将那钥匙给拿到手了。这大手的主人正是楚风。交出密钥。烟雨使看着楚风夺取了密钥，脸色一变：“我现在是这北楼之主，这密钥自然得由我保管。至于你们那个少主想要，那让他亲自来跟我说。”楚风撇了撇嘴。唰！那烟雨使面色一沉，怒视着楚风：“少主乃是烟雨大帝的血脉传人，未来的烟雨楼之主，你竟想要让少主亲自来见你，你够资格吗？”啪！陡然，楚风施展星闪，一个瞬移来到对方面前，一巴掌甩了出去，直接将这位烟雨使给扇翻在地上。虽然这位烟雨使修为比楚风强，但对方压根没想到楚风会对其出手，加上其星闪速度之快，因此被打了一个猝不及防。你！当即他无比愤怒地盯着楚风，便要起身出手，结果冷风一剑直接横在了其脖子上，而楚风一脚踩在了这位烟雨使的脑袋上，俯视着他：“现在我够资格了吗？你竟敢对本使者出手，少主若知道的话，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烟雨使大吼道：“是吗？”楚风踩在对方脸上不断蹂躏着，直到对方面目全非后才松开了脚，冷道：“回去告诉你们少主，我在苍玄玉恭候他大驾光临。”这时冷风也收起了剑，但一双冷眸盯着对方，显然随时准备出剑。此刻这位烟雨使满是怨恨的眼神盯着楚风，紧紧握着拳头，压抑着心中的怒火，起身带着其余人狼狈离开了。唉，端木山则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怎么，你看起来很不满我刚才的行为啊？”楚风扫了一眼端木山，而那端木月连忙说道：“世子息怒，我爷爷指示，让你说话了吗？”楚风冷冷地扫了一眼端木月，后者身子一颤，低着头不敢言语。随即
楚风冷道：“回血丹呢？爷爷，之前我们烟雨楼收藏的那颗回血丹呢？”端木月看着端木山问道：“在藏宝库中。”端木山说着，看着楚风：“你手中的那把密钥便可打开北楼的藏宝库。”接下来，楚风跟着端木山来到了一处密室外。这密室之外有着一道强大的禁制，让人无法强行闯入。随着楚风将那密钥插入密室大门的锁孔中，这大门缓缓开启。很快，一股浓郁的灵气扑面而来。我去，这么多宝贝！楚风看着这藏宝库中的东西，露出惊讶之色。灵药、丹药、武技、功法、武器等各种修行资源可谓是应有尽有，一旁还有着大量的灵石堆积如山。那南荒王的藏宝阁和这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你们烟雨楼还真是够富的。楚风感叹道。烟雨楼做的便是资源交易的事，若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又如何做得起来？端木山沉声道：“天魂花。”这时，云清子的灵魂体突然从戒指中冲了出来，看着其中的一株灵药，激动道：“啊！”端木月和端木山看着云清子，都是一惊。怎么了？楚风问道。世子，那株灵药乃是炼制融魂丹的药材之一，如今只差碧血草便可炼制融魂丹了。不过融魂丹乃是灵魂属性的丹药，若是炼制的话，还需要一尊高品阶的炼丹炉才行。可惜老夫当年的那尊炼丹炉被那个逆徒给夺走了。云清子眸光闪烁着，而楚风看向了端木山：“你这里有碧血草和高品阶炼丹炉吗？”端木山摇了摇头。碧血草乃是极品灵药，此等灵药寻常很难遇到。至于高品阶的炼丹炉，炼天宗内应该有，或者是圣土之地中的那几大丹道势力可能有。炼天宗是什么势力？炼天宗乃是中州第一大炼器宗门，整个中州大部分的灵器，甚至是灵宝，皆是诞生于炼天宗。端木山解释道：“看来还得去炼天宗一趟。”楚风喃喃自语：“嗡！”陡然，楚风体内传出一道异响。嗡！此刻，楚风体内传出一道异响。他连忙查看，发现其体内那生命神树种子正泛着碧绿色的光芒，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吞噬力量。下一秒，这藏宝库中众多顶级灵药中蕴含的能量精华全都朝着楚风体内冲去，而后被那生命神树种子给吸收了。楚风见状，眼中露出惊讶之色。生命神树的种子想要快速孕育成熟，便需要吞噬大量的天材地宝。塔爷解释道。转眼间，这藏宝库中一大半的灵药全都枯萎了，其中蕴含的能量精华全都被生命神树种子吞噬一空。而这生命神树的种子则开始长出枝桠，散发着淡淡的生命气息。此刻，那端木山以及端木月还有云清子皆是一副傻眼的表情，他们齐刷刷地看着楚风，满脸的惊诧之色。此子竟然能强行吞噬掉如此多的灵药能量，这怎么可能？这家伙究竟藏着多少秘密？云清子心中暗暗震惊道。他发现越和对方待在一起，对方越发让其看不透。这时，楚风心中吐道：“那这么说，我岂不是得寻找大量的天材地宝，来让这生命神树种子吞噬？没错，最好是圣药、地药、仙药这些珍贵的天材地宝，到时候这生命神树种子成长的速度会更快。”塔爷直接说道：“圣药、地药、仙药，这是我能找到的吗？”楚风嘴角一阵抽搐，满脸黑线。有啥不能的？大不了去把那些圣人道统或者那些大地势力全都洗劫一遍。对此，塔爷不以为然道，而楚风则暗道：这塔爷还真是看得起他啊。随后，楚风将这藏宝库中的东西全都收入囊中，其中便有那回血丹。当即端木山忍不住说道：“你把这些资源全都收了，烟雨楼就没法正常运转了，关我屁事。”楚风撇了撇嘴，直接离开了。哎，我愧对老楼主啊。端木山摇头叹息道，整个人一下子苍老了几十岁。这时，端木月眸光闪烁着，吐道：“爷爷，你放心，我不会让烟雨楼倒下的。”而楚风一行人直接就返回了上官家。等到他们回到上官家后，已经到了第二天的白天。唰！但楚风刚来到上官家，脸色便是一变。只见这上官家已经化作一片废墟，而在那废墟中，随处可见残肢断臂，鲜血更是染红了整个地面，空气中都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经久不散。少主，你看！冷风突然叫道，而楚风目光一扫，便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尸体，正是那位上官家老祖的。看着上官老祖的尸体，楚风神色阴沉如墨。经过一番探查，整个上官家的人全都死在了这里。少主没有发现金刚、青鸟、妲己和上官家2位小姐的尸体，至于那100暗卫大部分的尸体已经找到了。冷风对着楚风汇报道，其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那些暗卫都是他的手下，如今却惨死于此，
这让他这位暗卫首领的心中也是充满了愤怒，能造成如此大的动静，最少是疯狂境级别的强者出手了。这时沈天君猜测道：天神殿，还是平西王？楚风眼中闪烁着森冷的寒芒。这么大的动静，这城中其他人不可能不知道，我去找个人问问。沈天君直接就离开了。几分钟后，他便回来了，对着楚风说道：问清楚了，是平西王带着大军灭了上官家，据说还有几位神秘强者也出现了。咔嚓咔嚓，当即楚风双拳捏得嘎吱作响，眼中闪烁着冷芒。去平西王府。大明皇朝平西王府，此刻在这王府之中装扮成了灵堂的模样。在这大堂正中心摆放着一副棺材，里面躺着的正是那位平西王府世子的无头尸体，而在棺材前吊着2位浑身鲜血淋漓的女子，这2女正是上官婉和上官芊芊。这时一位身材魁梧、两鬓发白、身穿一件甲胄的男人正挥舞着一根军鞭，疯狂抽在2女身上，将她们全身打得皮开肉绽，惨叫连连。而这男人正是平西王。在平西王足足抽了上百鞭后，他来到那棺材前，面色冷漠道：儿子，你不是想着迎娶这上官家的姐妹花吗？爹爹这就让他们去地下陪你。唰！平西王一双眸子泛着嗜血的寒芒，注视着那被吊着的2女，冷道：我儿因你们姐妹而死，接下来你们就去地狱好好服侍我吧。他手中军鞭一甩，直接就缠绕住了这对姐妹的喉咙，她们顿时露出窒息的表情，脸庞迅速涨红。砰！就在这时，一道剑气急射而来，当即就将那军鞭给斩断了，而2女得以喘息，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谁？平西王神色一冷，厉喝道。随后楚风等人从天而降，落在了平西王府内。刷刷刷！刹那间，四周的士兵以及王府强者便将楚风一行人给围住了，杀，一个不留。楚风面色冰冷，没有任何废话，顿时冷风、沈天君以及剩下的暗卫全都杀了出去，对着平西王府内的人便大开杀戒。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和我平西王府为敌？平西王面色一沉，盯着楚风，身上散发出恐怖的天王境威压。怒火焚莲，楚风抬手便是一道火莲，直接朝着对方轰了出去。轰隆隆，随着楚风这道火莲轰杀而出，好似导弹爆炸一般，传出惊天巨响。瞬间，整座灵堂就被那火莲的能量给轰成了一片废墟，四周燃烧着熊熊烈火。那平西王整个人则被火莲的能量给吞噬掉了。至于那上官姐妹，在楚风轰出火莲的瞬间，便施展星闪来到他们身边，一手一个抱着2女离开了原地，让他们免受火莲的攻击。很快，那火莲的能量散去，而那对火回到了楚风体内。咳嗨嗨！这时，在那化作废墟的灵堂之中，一阵咳嗽声传出，只见平西王的身影显现而出。他半跪在地，头发以及浑身都一副被烧焦的模样，嘴角滴着血，面色泛白，整个人狼狈至极。混账！而平西王看着灵堂被毁，那放着自己儿子尸体的棺材都被火莲的能量给轰成渣渣了，其双眸赤红，眼中蕴含着无尽的怒火。本王要你死！蓦然，平西王暴吼道，其体内灵力汹涌而出，手中挥出一柄9品灵气级别的大刀，直接就朝着楚风劈了出去。轰！这一刀劈出，一道长达几10丈的刀芒撕裂空气，朝着楚风强势斩去。楚风运转混沌神魔诀，身上闪耀着神魔之光，一拳便轰了出去。砰！他这一拳直接将那几10丈长的刀芒给轰碎了，而后拳头和平西王手中的长刀狠狠地轰在一起。噔噔噔！这一击之下，平西王的身子暴退数10米，楚风身子也是后退了2步。天王境果然强悍，楚风冷哼道。这家伙先是被他一招怒火焚莲给打伤了，如今还能爆发出如此强的战力，的确强悍。当然，这其中也有对方手持9品灵气的威力加持原因。再来！楚风厉喝一声，再次冲了出去，疯狂挥舞着拳头砸了出去。平西王则是提着刀不断劈出。这一刻，楚风赤手空拳和平西王激战成一团，双方都没有任何招式，只有最为纯粹的力量对轰。而在这激战的过程中，楚风体内的大荒吞天诀也运转了起来，配合混沌神魔诀，疯狂炼化着其体内的玄武精血和荒族族长精血。在这种疯狂对战的状态下，这2滴精血被炼化的速度更快。轰！又是一道巨响过后，那平西王的身子暴退，而楚风体内气血沸腾，那被炼化掉的精血能量充斥着他全身。啊！楚风猛地吼道，其一身修为开始疯狂飙升，天人境2重，天人境3重，天人境4重，天人境5重。转眼间，楚风的修为便飙升到了天人境7重，才停了下来。他竟然才天人境！此刻那平西王喘着气，看着楚风修为突破，其瞳孔一缩，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之前他一直以为楚风的境界和自己一样都是天王境，却没想到对方竟然足足比自己低了3个大境界。这还是人吗？同一个境界内能越阶战斗的便已经是天才了，能跨越一个大境界战斗的足以称得上天才中的天才了。至于这连跨3个大境界战斗，他从未听说过。就算是那历届苍玄天骄榜上的天骄，也做不到连跨3个大境界战斗吧。你，平西王看着楚风，刚要询问其身份来历，结果楚风便施展星闪，瞬间来到其面前，一拳朝着他轰去。当即平西王便抬起那9品灵刀抵挡。砰！楚风这一拳砸在那灵刀之上，传出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那灵刀之上传来一股汹涌澎湃的力量，冲入平西王体内。咔咔瞬间，平西王握刀的手臂直接被震断了。在这股强大的力量冲击之下，他整个身子都是往下一沉，当场跪在了地上，其体内的5脏6腑都被震得破碎了，连连吐血。死！楚风握着拳头，再次挥拳朝其脑袋砸了出去。住手！陡然，一道低沉的呵斥声从外面传来，一道无形的灵力朝着楚风轰杀而去，速度快到极致。砰！楚风那砸向平西王的拳头猛地转身朝着这道灵力轰去。噔噔噔！一击之下，楚风身子暴退数十步。少主，世子。这时冷风和沈天君来到楚风身边，他们目光皆是扫向了那王府之外。只见一群身穿甲胄手持刀剑的士兵簇拥着一位穿着华丽的青年走了进来，在其身边还跟着一位老者，一身修为达到了分黄境7重。四皇子。平西王看向那青年，一阵咳嗽，其中夹杂着一堆器官碎肉。而那青年看着平西王受伤，连忙来到其面前。皇叔公，你没事吧？随即他冷眸扫向楚风，一脸威严地喝道：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我大明皇朝的王爷动手！你们眼中还有大明王法吗？滚，不然连你一起杀！楚风面无表情地喝道。放肆！那青年冷喝道。今日有本殿下在，我看你们谁敢动皇叔公！而楚风冷道：他的命你保不住！狂妄！来人，将其拿下！顿时那群士兵便朝着楚风冲去。轰！沈天军释放出一股恐怖的气息，直接将这群士兵全都震飞了出去。唰！随即那位分黄境7重的老者猛地出手，结果他刚出手就被冷风一剑抹了脖子，其双眸瞪得滚圆，双手不由得捂住喉咙，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扑通一声，这人的身子便砸在了地上，死不瞑目。而那位青年见状，瞳孔一缩，脸色极其难看。楚风继续走了过来。殿下，你快走！平西王看着楚风走来，连忙对着青年叫道：皇叔公，你放心，他不敢对本殿下如何。那青年撇了撇嘴，不以为然地哼道：本殿下乃大明皇朝4皇子，在这大明的地盘，谁敢动本殿下？纵然楚风等人强悍无比，但他也丝毫不惧。在大明，谁敢他动？咔嚓！但下一秒，一道清脆的骨头断裂声便响起了。咔嚓！楚风来到那青年面前，毫不犹豫的便挥手掐住了其喉咙，当场捏碎了。这位大明皇朝4皇子瞪大双眼看着楚风，满脸的不可置信。你……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砰！随即，这位4皇子的尸体就被楚风随意的扔在了地上，犹如一条死狗。而他那引以为傲的身份，在楚风面前狗屁不是。你竟然杀了4殿下，你不怕我大明皇朝的怒火吗？那平西王喘着气盯着楚风叫道。怒火？那又如何？楚风不以为然道。而他这简单的一句话，直接让平西王哽咽住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你之前在上官家抓的其他人呢？在哪？这时楚风看着平西王质问道。今日本王落在你手中，要杀就杀，其他的本王什么都不知道。看着平西王这般硬气，楚风冷道：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啪！他直接就催动精神力，对平西王强行搜魂。啊！当即平西王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其面色扭曲，痛苦万分。很快一番搜魂之后，平西王便七窍出血，倒在了地上。此时楚风也是面色泛白，一副精疲力尽的模样。看来精神力还是得再增强了。楚风深呼几口气，暗暗吐道。而根据搜魂，楚风知晓了金刚、青鸟以及妲己还有北冥霜4人皆是被大明皇室的人给带走了，把这王府的人全杀掉，一个不留。楚风冷冷地喝道。随即他来到上官婉姐妹面前，两女如今都因为伤势过重而昏迷着。看着她们身上那遍体鳞伤的鞭痕，楚风不禁眉头一皱。他先是为两女服下几颗疗伤丹药，而后抱着两女来到了平西王府的一间房间中。
这两女身上最重的伤势乃是她们外伤，若是不及时处理，必然会留下满身疤痕，这对于女人而言自然是难以接受的事。接下来楚风将两女放在床上，将她们身上已经被打烂的衣服全都褪去了，顿时满眼春光进入眼帘。楚风却没有去欣赏这些，而是帮两女清理着身上的伤口，然后涂抹上了一些修复疤痕的药膏。幸好楚风之前搜刮的烟雨楼藏宝库中有着各种治疗伤势的药物，如今倒是派上用场了。在处理完二女的伤口后，楚风又让冷风从这王府中搜来了2件女子衣服，然后准备给这姐妹穿上。恰好这时上官芊芊率先醒来了，其毕竟有着武道基础，因此恢复得更快。此时上官芊芊醒来，看着自己身上衣服没了，然后又看到一旁躺着的姐姐同样没有衣服，而楚风却站在她们姐妹面前。瞬间上官芊芊便一脸愤怒地骂道：混蛋，流氓，你对我和我姐姐干了什么？她说着便要对楚风出手，结果后者将衣服扔给了他。先穿好衣服吧，就你那没发育全的身材，我可没想法。你说谁没发育全呢？上官芊芊不满道。这时上官婉儿也苏醒了过来，上官芊芊连忙愤愤不平道：姐，我早就说了，这个混蛋不是什么好人，你看他竟然……相对于上官芊芊的愤怒，上官婉儿则十分平静地看着楚风。公子，是你救了我们吗？没错，之所以脱掉你们身上的衣服，也是因为要帮你们清理伤口，别多想。楚风直接说道。多谢公子。上官婉儿感激道。而上官芊芊此时也反应过来，一脸惊讶地看着楚风。是你救了我们，不然你以为是谁？楚风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可惜父亲他们。这时上官婉儿眼中露出悲伤之色，楚风吐道：节哀，我还要前往大明都城救人，你们姐妹打算如何？我打算回上官家去处理一下上官家的后事，好好安葬父亲他们。好，我派人护送你们回去。楚风直接派出10几位暗卫护送这姐妹俩回家，而他则带着其他人赶往了大明都城。几个时辰后，一座恢宏而宏伟的城池呈现在楚风眼中，这城池比大夏都城要庞大几10倍，正是大明皇朝的都城。少主，前方城池上空有禁制，无法飞行进入。冷风对着楚风说道。随即楚风等人便落在了地上，径直朝着那城门走去。此刻在这城门前，一位穿着华丽长服，一头长发扎着发带，长相白净，气质翩翩的青年正对着城门口的守卫士兵吐槽道：卧槽，进个城还要交100上品灵石的入城费，你们大明皇朝也太黑了吧，大胆，竟敢对我大明出言不逊。当即一位守卫士兵对着青年训斥道，而另外一位守卫士兵不屑道：我大明皇朝的都城是随便就能进的吗？连100上品灵石都没有的穷鬼，赶紧滚蛋，不然休怪我们将你抓起来治你的罪。喂，本公子只是花光了灵石而已，谁说是穷鬼？你看看本公子这一身装扮像是穷鬼吗？顿时那青年满脸不忿道：我管你是不是，拿不出入城费就滚蛋。那守卫士兵毫不客气地冷哼道。而就在他们争执间，楚风一行人来到了这里。入城费每人100上品灵石。当即便有守卫士兵拦住了楚风等人说道：轰！楚风一拳轰出，当场便将那守卫士兵的脑袋给打爆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直接让在场的守城士兵全都愣住了。几秒过后，他们才反应过来，纷纷拿起武器，一脸警惕地盯着楚风呵斥道：你是什么人，竟敢……他们话还未说完，一众暗卫直接冲了出去，大开杀戒。噗噗噗，眨眼间这城门口的守卫士兵便全都倒在了血泊之中，他们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而楚风带着人直接就杀入了这大明都城。我靠，这兄弟哪来的，比本公子还嚣张。一旁的那位青年见状不禁惊叹道，眼中泛着亮光，连忙跟了上去。大明都城内，楚风一行人刚刚闯入，便有着大批都城守军冲了过来，将他们给团团围住了。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杀我都城守卫，强闯我大明都城，意欲何为？这时一位守军统领看着楚风等人厉喝道。对此楚风没有任何废话，一挥手，冷风带着暗卫直接杀了出去。噗噗噗，一时间现场鲜血横飞，大批大批的守军士兵倒了下去，甚至都没反应过来。这一幕直接让四周的民众全都大为震惊，竟然有人敢强闯大明都城，还公然斩杀都城守军，这是疯了吗？大明作为中州4大皇朝，传承至今，底蕴深厚，谁敢在这都城之中放肆？那守军统领见状也是面色一沉，一边让人去通知其他人，一边提着武器冲了出去。砰！结果他刚刚出手就被楚风一拳轰爆了身子，鲜血四溅，染红了楚风的身子。大胆，竟敢在我大明都城内出手！陡然一道暴怒声响起，下一秒
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又有大批都城守军冲了过来，他们修为全都在宗师境之上，为首的乃是四位封王境强者。这四人一出现，便散发出恐怖的肃杀之气。轰隆隆，四大封王境强者同时出手，恐怖的威压降临，压得这片空间都凝固住了。滚！楚风看着那四位封王境强者冲来，面色一冷，眼中寒芒四射，其身形犹如一道星光，瞬间出现在这四人面前，一拳直接轰了出去。轰隆隆，这一拳没有任何招式，就是最为纯粹的一拳，却爆发出惊涛骇浪般的轰鸣声。这四位封王境强者面前的空间直接扭曲，荡漾出一道道涟漪。他们四人更是瞳孔一缩，露出惊骇之色，一股难以言喻的死亡气息瞬间席卷他们大脑。他们来不及多想，全都将一身灵力催动到极致，化作一道防御罩，企图抵挡着楚风这一拳。砰！楚风一拳落下，传出一道震耳发聩的轰鸣声，这四人的防御罩当场就被击碎。楚风这一拳直接落在了这四人身上，他们的身子顷刻间便爆炸开来，化作四道血雾，随风飘散。嘶嘶嘶！这一幕让在场的都城守军以及那些民众全都傻眼了，一个个倒吸一口凉气。天啊，这是哪来的妖孽，竟然这么恐怖！那可是四位封王境强者啊，他一拳就给秒杀了。此人究竟是谁？此刻这现场聚集着大量的人，看着楚风议论纷纷。而那位交不起入城费的青年站在后面看着楚风的表现，其眸光闪烁着，嘴角微微上扬，感叹道：这位兄弟还真猛啊！随即冷风等人直接将那些前来的都城守军给杀得精光。楚风一行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朝着大明皇宫所在的方向杀去。很快整个大明都城都因此而轰动了。而在那大明皇宫内，一座大殿之中，一位穿着龙袍的男人坐在这，在其面前站着一位白发老者，周身散发着药香之气。何大师，用那小子的血炼制出的丹药真能让朕突破到尊者境。龙袍男人看着那老者，神情激动道：他正是大明皇帝明皇。的确，此子的血脉特殊，用他的血炼制的丹药有着极强的功效，足以助陛下踏入尊者之境。那老者轻捋胡须，自信道：好，赶紧去炼制，待到朕突破尊者境，你便是我大明皇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明皇双眸一凛，亢奋道：多谢陛下。那老者躬身道。这时一位太监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对着明皇下跪道：陛下，不好了，何事如此惊慌？明皇神色一冷，不悦道：陛下，刚刚得到消息，平西王府被灭了，平西王惨死，就连那前去祭拜平西世子的四皇子也被杀了。这太监会报道：什么？竟有此事？谁干的？当即明皇勃然大怒，凶手是谁？暂未查到。那太监回禀道：报，陛下，不好了。随即又有一人急匆匆地来到宫殿中。明皇眉头一皱，又出什么事了？启禀陛下，有一行人斩杀了都城门口的守卫，强行闯入了都城之中，而且屠戮了大量都城守军，如今正朝着皇宫而来。那人回答道：轰！瞬间明皇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怒火，身上弥漫着一股恐怖的威压。先是齐皇叔以及他儿子被杀，如今又有人公然杀入大明都城，这简直是在严重挑衅大明皇朝的威严。马上通知禁军，给朕将这群闯入都城之人通通拿下，严惩不贷。还有那杀死平西王以及四皇子的凶手，立刻给朕查清楚。明皇神色冰冷，一字一句地喝道。很快大批禁军便出动了，直奔楚风等人而去。而楚风本来准备前往大明皇宫寻找金刚等人的，突然那都城某个方向传出一道巨响，一道恐怖的剑意冲天而起，其中夹杂着森冷的寒意。是玄冰剑体那个丫头。塔爷猛地说道：北冥霜。楚风目光一凝。同一时间，中州某座山巅之上，一身穿黑色长衫的男子盘坐于此，其面前矗立着一柄剑。此刻这剑突然发出一阵剑鸣声，唰！这时黑衣男子双眸睁开，两道凌厉的剑光从其瞳孔中一闪而逝，他目光扫向了大明都城的方向。好强的剑气！男子轻声吐道。随即一位白发老者出现在此人身后，仰望大明都城方向说道：此剑气之强，应该是某种强大的剑道体质觉醒了，若是能得到此剑道体质，应该有助你的修为更上一层楼。天儿，去将其带回来。这时黑衣男子转身看向白发老者：师尊，看方向那体质应该诞生于大明皇朝之中，万一和大明皇室有关，那又如何？区区一个皇朝，若敢阻挡，杀了便是。有了这具剑道体质，此次的苍玄天骄榜，莫说前10，纵然前3，你亦有机会拿下。白发老者冷哼一声，随之他对着虚空说道：阿修，
你跟着天儿前去。是。蓦然，那白发老者身后，一位被剑男人突兀出现，跪地说道。此刻大明都城之中，楚风正要朝着那剑气诞生的方向冲去，结果那个方向又传出一道轰鸣声，一阵啼鸣声传出。只见一尊青色巨鸟冲天而起，盘旋在空中，展翅高飞。青鸟！楚风见状，神色一凛。这接连产生的异象，也是惊动了无数大明皇朝内的各方势力。与此同时，苍玄域某处虚空扭曲，出现了一个空间通道。这时3道青衣身影从那空间通道中走了出来。这3人一出现，瞬间产生了某种感应，他们目光齐刷刷地朝着中州大明皇朝的方向扫去。虽相隔100万里，但他们却仿佛一眼看到了那展翅高飞的青色巨鸟。当即3人神色一凛，吐道：是青鸾。没想到这下界之中，竟然还真的有我青鸾一族的血脉。其中一人惊异道，另外一人沉声道：莫非真是那位的血脉？不管是不是，将其带回去再说。第3人冷漠道。随即他们便朝着中州而去。大明都城中心区域有着一座府邸，此乃大明皇朝的太子府，而这太子府的一座寝殿所在，则是变成了一片废墟。咳嗨嗨，一阵咳嗽声从那废墟中传出，随后一位头发蓬乱、面色泛白的男子从中爬了出来。太子殿下！这时一群太子府的守卫和太监冲了过来，连忙将那男子给扶了起来。而这男子正是大明皇朝的太子。该死的，这几个贱人怎么会这么强？此刻这位太子嘴角滴着血，面色泛白，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怒意。紧接着那废墟中间被轰开了，只见青鸟、北冥霜以及妲己3女的身影显现出来。此刻这3女皆是受了不轻的伤势，尤其是妲己，其修为最差，此时脸色惨白，奄奄一息地躺在那。而青鸟和北冥霜2女，此时青鸟眉心处有着一道神鸟印记，若隐若现，体内的血液沸腾着，一股恐怖的神兽血脉力量正在激活着。至于北冥霜，眼中闪烁着2道凌厉的剑光，他身上一股凌厉的剑意正弥漫开来，其中更是夹杂着森冷刺骨的寒意。这剑意和寒意的结合，使得北冥霜身上的气息极其恐怖，让人有一种不敢靠近的架势。该死的贱人，我乃大明太子，能宠幸你们，乃是2等的荣幸。你们竟如此不知好歹，竟敢对本太子出手！今日我便让你们知道知道得罪本太子的后果。这时那大明太子一脸盛怒地吼道。之前大明皇室的人将金刚以及和这3女给带回都城，而他因为这3女的姿色产生了邪念，因此从其父皇手中将这3女讨了过来，准备好好玩玩。结果没想到关键时刻，这青鸟和北冥霜皆是爆发出恐怖的气息，不仅恢复了被封印的修为，还差点将其给杀了。给本太子将这几个贱人拿下！随着这太子一声怒吼，顿时太子府的一众护卫全都朝着3女冲去。滚！北冥霜眼中寒芒四射，其身上爆发出一道道凌厉的剑气，那剑气直接就穿透了这些护卫的身子，而后将他们全都冰封住了。瞬间，这群护卫的身子就全都爆开了，化作一堆的冰渣子。这一幕让太子府其他人都是狠狠一惊，就连那太子都被吓了一跳。他看着北冥霜，你……不等他说完，北冥霜便朝着其冲了过来，一道凌厉的剑气朝其轰杀而去。砰！关键时刻，一道身影突兀出现，一掌便将这道剑气给轰碎了，同时将北冥霜给震飞了出去。噗嗤！北冥霜身子砸在地上，吐着血。你怎么样？青鸟连忙上前搀扶着北冥霜。这时那太子身边站着一位灰衣老者，一脸深沉的模样，身上散发着凤凰境9重的威压。身为大明皇朝的太子，身边自然是有着强者守护，给本太子废了那2个贱人的修为。那太子对着灰衣老者直接命令道：是，殿下。灰衣老者点了点头，一双无情的眸子注视着2女，直接走了过去。你快走，别管我了。北冥霜对着青鸟叫道，而后者摇了摇头。你是世子的人，我不能丢下你，你们谁都走不了。灰衣老者冷漠道，其身上释放出一股恐怖的气息，直接压制着2女。虽然他们2人一个拥有神鸟青鸾的血脉，一个更是身怀强大体质，但毕竟还未完全掌控，因此依旧无法和这凤凰境9重的强者对抗。轰！瞬间，那灰衣老者便来到2女面前，抬手朝着他们的丹田轰去，欲要将其毁掉。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星光一闪而过，直接挡在了2女面前，同时发出一道冰冷的声音：本世子的人也是你能动的？轰！瞬间，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炸响。噔噔噔！当即灰衣老者身子后退了一步，而挡在2女面前的身影同样后退了数步，嘴角溢出了鲜血。此人正是楚风。没事。
楚风擦拭了一下嘴角的鲜血，他转身看着二女：“抱歉，是我来晚了。”听着楚风的话，北冥霜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神色，内心产生了一股莫名的悸动。这一刻，他原本对于楚风一直都冰冷的内心竟产生了一丝暖意。你 TM 又是哪冒出来的？此时那太子看着楚风，神色阴沉的喝道。唰！楚风冷眸扫向大明太子，眼中闪烁着凌厉的杀机。敢动我的人，你该死！杀！一声令下，紧随而来的冷风和沈天君以及一众暗卫便对着太子府的人打开杀剑。那冷风更是一剑朝着那大明太子杀去。放肆！陡然一道暴喝声传来，只见一位身穿黑甲、手持长剑的男人急射而来，当即挥剑挡住了冷风这一剑。黑玄大统领，你怎么来了？那太子看着黑甲男人叫道，对方正是大明皇室的禁军大统领。太子殿下，陛下得知有一伙人强闯都城，还杀了都城守军，因此特意让臣率领禁军前来缉拿。没想到这伙贼人竟敢对殿下出手，简直罪不可恕。黑玄神色冰冷道。哒哒哒，紧接着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一群身穿黑色玄甲、手持刀剑的大明禁军直接冲了进来，每一个都散发着恐怖的杀伐之气。他们修为最低都达到了涅槃境，其中还有不少封王境以上的强者存在。楚风看到这大明禁军的实力，也是不禁感慨，这南荒和中州的皇朝实力差距还真是大啊。在南荒的皇朝中，涅槃境已经是最为顶尖的老祖级人物，而在这涅槃境只是一名普通的禁军，将这伙贼子通通拿下。当即黑玄神色冰冷地喝道。唰！就在这时，又有一行人出现在这里。此刻一行人来到了太子府，为首的乃是一位气宇不凡、神情冷傲的青年。薛公子，你怎么来了？大统领黑玄看着这位青年，露出疑惑之色。听说有人强闯太子府，本少来凑凑热闹，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连太子殿下都敢得罪。那青年闲庭信步地走了进来，其目光一扫，最终落在青鸟、北冥霜以及妲己三女身上。看着三女，青年的眼中泛着亮光，感叹道：没想到这太子府中竟然还有这么三位绝色美人，这只怕比之那中州美人榜上的美人也丝毫不差。随即他目光扫向了太子。太子殿下，你府中有这样三位绝色美人，你也不知道分享分享，太不把我薛环当兄弟了吧？薛兄，等拿下了这三个贱人，你想怎么玩都行。那太子神色阴沉的吐道。好，那这三位美人本少全要了。薛环直接说道。啊！听到此话，那太子神色微变，随之吐道：当然可以，不过这三个妞貌似是那家伙的，这家伙有点棘手。唰！闻言，薛环目光扫向了楚风，吐道：这三位美人是你的，和你有关系吗？楚风冷漠道：现在这三位美人是本少的了。当即薛环直接说道，一副命令的口吻。傻逼！楚风却是冷漠的吐出两个字。瞬间，薛环神色一沉，眼中闪烁着怒意，盯着楚风冷道：你知道我是谁吗？这时他身边的手下指着楚风叫嚣道：小子，我们家少爷乃是大明第一世家薛家大少爷，还是位列乾隆榜第9的天骄，如今更是被中州一流宗门风雷阁长老看中，成为了风雷阁的内门弟子。随着这手下说出薛环的一系列头衔和身份后，后者满脸的骄傲姿态，同时盯着楚风，想看到对方被其身份震惊到的表情。但很可惜，他失望了，因为楚风听完其身份介绍后，整个人十分平静，甚至还嫌弃地吐出两个字：就这。你！楚风的这两个字直接让薛环面色一冷，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怒色，盯着楚风：小子，你很狂啊，今日本少必要挑战你，你敢接吗？挑战我？你不配。楚风摇了摇头，而此话彻底让薛环怒了。他堂堂乾隆榜第9的天之骄子，大明皇朝第一世家的少爷，还是中州一流宗门的内门弟子，却被连连嘲讽，这让其如何能忍？轰！当即薛环便一掌朝着楚风轰杀而去。他一身境界和楚风一样，都是天人境7重，但他这一击爆发出，却堪比封王境强者的一击。乾隆榜第9的确有点本事，但楚风却是一巴掌甩了出去。啪！瞬间，薛环这位乾隆榜第9的妖孽就被扇飞了出去，重重的砸在地上，吐着血，半张脸都被打残了。这一刻，太子府内的众人全都愣住了。可嗨嗨！这时那薛环趴在地上，一边咳嗽一边吐着血。少爷！那群手下连忙上前搀扶着薛环起来了，而他神情狰狞地盯着楚风：你究竟是谁？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是那个什么乾隆榜第9吗？我刚好比你高几名。楚风淡淡地说道。高几名？薛环神色一怔，他没想到
对方竟然也是乾隆榜上的。没错，我算算，比你高8名。楚风掐指一算道：高8名，那不就是……薛环脱口而出，结果后半句话直接就哽咽住了。他瞳孔一缩，看着楚风不可思议道：你是乾隆榜第1的那个楚风？此话一出，在场其他人全都瞳孔一缩，猛地凝视着楚风，露出震惊之色。而那位从城外便一路跟着楚风的青年也是眉头一挑，看着楚风饶有兴趣道：原来他就是那位乾隆榜第1的南荒妖孽。没错，楚风直接承认了。一时间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而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道公鸭嗓般的声音：老奴当是谁这般猖狂的在我大明都城放肆呢？原来是乾隆榜第1的天骄啊！只见一位身穿红色长袍，头戴发冠，一副太监打扮，面无须白的老者手持拂尘出现在了这里，一双狭长的三角眼眯着注视着楚风，让人不寒而栗。魏公公，你怎么也来了？那太子看着此人不禁开口，对方乃是其父皇身边的掌印太监。殿下，陛下得知太子府出事，特命老奴前来查探，是老奴来迟了，让殿下受惊了。这位掌印太监躬身说道，随后他目光扫向了楚风，神色一沉。公子虽是乾隆榜第1，但今日在我大明都城的所作所为，可是完全没将我大明皇朝放在眼里啊！你们大明皇室抓了我的人，还想让我把你们放在眼里？告诉你们皇帝，乖乖的把我的人交出来，不然我便让这大明换个皇帝。楚风面无表情喝道。刚才他已经从青鸟的口中得知金刚被大明皇室的人给抓入皇宫了，显然是落在那大明皇帝的手中了。放肆！此话一出，那掌印大监面色一冷，手中拂尘一动，便要对楚风出手。结果又有2道身影突兀出现在太子府中。这2人，一位青年手持一柄长剑，另外一人面无表情，身后背着一柄被黑布缠绕的长剑。随着这2人的突兀出现，那掌印大监眉头一皱，开口道：二位从何而来？那持剑青年并未去回答对方的话，而是盯着北冥霜吐道：带走！当即那被剑之人就朝着北冥霜抓去。楚风见状刚要出手，那位掌印大监便厉声喝道：想带人走，先问过老奴答不答应？轰！这位掌印大监手中拂尘一挥，3000白丝瞬间绷直，化作3000道流光，朝着那被剑之人轰去。这一击爆发出来，威力达到了皇者境。唰！那背剑男人扫了一眼那掌印大监，抬手便是一道剑气轰杀而出。轰！随着那剑气轰出，那位掌印大监手中的拂尘瞬间炸开，而那道剑气势如破竹的朝着他轰杀而来。唰！这位掌印大监瞳孔一缩，猛地喝道：先天罡气！轰隆！他身上直接爆发出一道道无形的罡气，化作一道气罩，宛如一口大钟，将其身子给笼罩住了。而这乃是他修炼的独门秘术，此罡气化作的气罩防御力足以抵挡住比他大一个大境界的强者一击。但当那道剑气落在其罡气化作的气罩上时，其气罩却轰然爆开。噗嗤！瞬间，这道剑气便穿透了这位掌印大监的身子，鲜血从其胸膛迸溅而出，其双眸瞪得滚圆，死不瞑目。嘶嘶嘶！随着这位掌印大监被杀，那大明太子以及薛环都是倒吸一口凉气。黑玄更是面色一沉，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剑，护在那太子面前。楚风同样是眉头一皱，看着眼前这位被剑之人：小子，你这次算是碰到硬茬了。这时塔爷的声音响起：对方很强吗？楚风问道。的确很强，尤其是其背后那把剑更恐怖。塔爷淡淡的说道。这时那被剑之人便继续朝着北冥霜而去，但楚风却是一步踏出，挡在其面前，冷道：他是我的人，你带不走。那背剑之人同样一道剑气轰向了楚风，而后者直接就轰出了一道火莲。如今对于楚风而言，怒火焚莲便是其最强的攻击了。轰隆！随着那火莲和剑气轰在一起，犹如2颗星球相撞，传出惊天巨响。刹那间，无尽的能量如洪水决堤一般席卷开来，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在这股可怕的能量冲击之下，整座太子府直接就化作了一片废墟。而这骇人的动静惊动了整个大明都城，无数都城内的武者全都齐聚在这太子府外，看着那化作废墟的太子府，全都傻眼了。随着那能量涟漪逐渐散去，这太子府内的众人身影显现了出来。那背剑之人依旧站在那火莲的威力完全被其施展的剑气给挡住了。反观楚风，则被那剑气的余波给伤到了，半跪在地，嘴角滴着血。世子！青鸟连忙上前搀扶着楚风。那北冥霜看着楚风为了护着他再次受伤，其内心也是狠狠一颤。此刻沈天君和冷风全都冲了过来，他们直接就朝着被剑之人冲去。轰！那被剑之人依旧是一道剑气轰出，
势不可挡的将冷风全都击飞了出去，落在地上吐着血。这家伙是谁？怎么会这么强？沈天君盯着此人，眼中闪烁着惊异之色。他如今修为虽然还未完全恢复，但也勉强能和黄主境强者一战，结果却连此人的一道剑气都挡不住，这让其内心十分震惊。这时那持剑青年看着楚风，你是何人？楚风。楚风冷道，你就是那个乾隆榜第一的楚风。持剑青年眸光闪烁着，注视着楚风。他这话让四周聚集而来的武者听到，全都是狠狠一惊，齐刷刷地看向了楚风。早在之前摘星楼公布乾隆榜之时，那第一名便已经引起了整个中州武者的议论。如今这乾隆榜第一名出现在这，自然是让人震惊。楚风盯着那持剑青年冷道，你又是谁？剑宗。问天。持剑青年回答道。而随着剑宗二字一出，再次引起了现场众人的惊呼。剑宗，这可不是一般的宗门。虽然剑宗成立不到万年，但在中州之地，除去圣土之地中的那些拥有着圣人道统的势力之外，便属剑宗最强。而这一切都归咎于剑宗的那位创始人，号称无双剑尊的剑道至尊。无双剑尊来自何方无人知晓，但自从他出现在中州，便一连横扫诸多宗门，一人一剑败尽无数强者。传言圣土之地中曾有圣人亲自出手，结果却被那无双剑尊给一剑斩断了一条手臂。此战结果一出，瞬间轰动了整个中州，无双剑尊也彻底名震中州，乃至整个苍玄域。后来无双剑尊便创立了剑宗，不到万年时间，便让剑宗成为了这中州之中除去圣土之地之外的最强宗门。如今无双剑尊早已退隐，但其威名却依旧如雷贯耳，让人闻之都要敬佩3分。毕竟以至尊修为斩掉圣人一条手臂，此等战绩堪称前无古人，后面估计也没人能达到此成就了。此刻，随着这位持剑青年的身份曝光，众人都是议论纷纷。今天我大明都城还真是热闹啊！乾隆榜第一和剑宗天骄全来了。蓦然，苍穹之上一道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一位身穿龙袍、气势不凡、散发着可怕气场的中年男人正踏空而来，宛如一位95之尊降临，散发着无上的威严。拜见陛下。这时大明都城内的人齐刷刷地对着这男人下跪叫道。在大明都城内，唯有一人能御空而行，此人便是大明皇朝之主明皇。随着明皇降临，整个都城武者全都下跪参拜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那楚风一行人以及那来自剑宗的2人。唰！这时明皇目光扫向了楚风等人，冷冷地喝道：见到朕还不跪拜？那剑宗之人身份特别，见到他不跪说得过去，但这楚风虽是乾隆榜第一，但还未成长起来，而且还是来自那没落的南荒之地，竟然也不跪他，这让明皇有一种权威受到严重挑衅的感觉。他说话的同时，一股恐怖的帝王之威朝着楚风等人镇压而去。跪你麻痹！楚风却是毫不客气地骂道。此话一出，在场那些跪拜之人全都是狠狠一惊，暗道这家伙是疯了吗？竟然敢当众辱骂明皇！身为中州4大皇朝之一的大明皇朝之主，其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如今这位乾隆榜第一的妖孽竟如此辱骂明皇，这是不想活了吗？轰！此刻明皇也是直接怒了，一股无形的杀意爆发出来，抬手便要镇压这个对其出言不逊的蝼蚁。再妖孽的天才，没成长起来都是蝼蚁。他乃明皇，帝王之威，不容挑衅。轰隆！但就在这时，大明都城的上空传出一道惊雷般的巨响。那明皇猛地抬头望去，神色大变。轰隆！大明都城的上空传出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明皇抬头一看，瞬间脸色就变了。只见那都城上空由大明先祖布下的让人无法飞行的禁制竟然直接破了。随着禁制破碎，3位青衣之人就这么堂而皇之的飞入了大明都城之中。这一刻，大明都城内的所有人脸色都是一变，眼中露出震惊之色。大明都城禁止飞行，这个规矩自从大明皇朝建立以来便有了，也从未有人破坏这个规定，但如今竟然有人公然打破了这个规定，这简直是在赤裸裸地打大明皇朝的脸啊！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聚集在那3位青衣之人的身上。此时明皇也是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愠怒之色，当即便要出手，但这时一位老者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这，将其给按住了。明皇转头一看，惊讶道：老祖，你怎么来了？这位老者正是大明皇朝如今辈分最高的一位老祖。此刻这位大明老祖注视着那3人，神情严肃道：这3人不可敌。简单的6个字，却让明皇内心大为震惊。他很清楚这位老祖的实力之强，绝对是大明皇朝的顶梁柱，而连齐都这般说，足以证明这3人的修为甚至要在老祖之上。想到这，
明皇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暗道这三人难道来自圣土之地不成？这时，那三位青衣之人踏入大明都城后，目光一扫，直接落在了青鸟身上。下一秒，这三人便出现在青鸟面前。居中之人开口道：“终于找到你了。”唰！听着此话，青鸟神色一变，不知为何，他看着这三人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甚至其体内的青鸾血脉都产生了某种感应。他开口道：“你们是什么人？带走！”居中那人没有废话，一声令下，其余两人便要上前带走青鸟。慢着！楚风猛地挡在青鸟面前，看着这三人喝道：“青鸟乃是我的人，谁都不能带走他！小子，这三人乃是来自上界青鸾一族的，你不是他们对手。”塔爷直接说道。在得知这三人的身份后，楚风也是一惊，没想到这青鸾一族的人竟然找来了。哪来的蝼蚁，滚开！这时，那两位青鸾一族之人扫了楚风一眼，露出不屑的眼神。轰！当即，一股恐怖的威势朝着楚风镇压而下。顿时，楚风身躯一颤，面色泛白，露出一丝痛苦之色。若非关键时刻混沌阴阳塔释放出一缕气息护着其身子，只怕对方这威压足以将其碾压成虚无了。不要伤害世子，我跟你们走。青鸟见状连忙说道，随即青鸟便要跟他们离开，但却被楚风拉住了。你是我的人，我不让你走，谁都带不走你。小子，你找死！那青鸾一族的人面色一沉，便要彻底灭杀楚风。楚风却是直接掏出之前四叔送给他的玉佩，而后输入一股力量进入其中。轰！瞬间玉佩爆碎开来，一道光芒从中急射而出，化作一道虚幻的身影，正是楚风的四叔楚八荒。何人敢欺负我侄儿？楚八荒一现身，便一脸霸气地喝道：“你是谁？”那三位青鸾一族的人抬头看向了楚八荒，而楚风指着这三人说道：“四叔，就是他们三个欺负我。妈拉个巴子，敢欺负我家小风！”楚八荒怒斥道，一巴掌直接朝着这三人甩去。而这三位青鸾一族的人刚要出手，结果那一巴掌便落下了。他们只感觉一股强烈的死亡气息充斥着大脑，而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因为他们三人当场就被楚八荒一巴掌给打爆了。没错，是打爆了。真正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毁灭，连一滴血都没留下，直接就化作虚无了。这一刻，在场所有人全都傻眼了。那明皇以及那位老祖全都瞳孔一缩，面露惊骇之色。至于在场其他人也都呆滞住了，就连那位来自剑宗的问天都是眉头一皱，神色连连变化。同一时间，上界一座恢宏的宫殿中，什么？派去下界寻找的三人全都死了。此刻这宫殿中，一位身穿青色长袍的男人面色一沉，眼中闪烁着惊异之色。以他们三人的实力在下界，有谁能杀得了他们？立刻派人去查清楚。此话一出，宫殿内响起一道声音：“是，族长。”中州大明都城内，随着那三位青衣之人被秒杀，楚八荒冷眸扫了在场其他人一眼。还有谁想欺负我家小风？一时间，现场众人全都沉默了，现场也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随即，楚八荒的身影便随风飘散了。这时，楚风忍不住感叹道：“卧槽，四叔真猛啊！哎，可惜这玉佩只能使用一次，早知道之前应该让四叔多给几块玉佩的。他究竟是什么人？”那明皇看着楚风，忍不住叫道，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他身旁的老祖也是一脸凝重的表情看着楚风。此时，剑宗的那位持剑青年问天看着楚风，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样的强者守护，倒是小看你了。刚才那三个家伙想抢我的人，如今都去阎王殿了，你们两个也想去和他们作伴吗？楚风看着对方以及那位被剑之人冷哼道。问天目光闪烁了几秒，看着楚风，希望能在新一届天骄榜的赛场上见到你，到时候我会亲自向你讨教一番的。他说完便带着那背剑之人离开了。随着这两人离开，楚风的目光又扫向了虚空中的明皇。你刚才是让我给你下跪是吧？那个明皇神色一变，而他身旁的老祖连忙说道：“误会，都是误会，公子。”不等那老祖说完，楚风便毫不客气地对道：“误会你麻痹！”唰！听着楚风这番怒骂，明皇面色一沉，刚要发作，就被那老祖给拦住了。看着那老祖的眼神示意，明皇压制着心中的愤怒，对着楚风说道：“刚才是朕说错了，以公子的身份和天赋，无需向朕下跪。既然知道错了，还不赶紧把我的人交出来！”楚风冷冷地喝道：“你的人？”明皇神色一怔，而楚风冷漠道：“你们之前从上官家抓走的人，除去这三女之外，还有一人。”唰！明皇瞬间明白过来，他金刚怎么了？楚风看着明皇神色不对，连忙问道。轰隆！陡然，那大明皇宫之中传出一道惊天巨响，
一尊高达100丈的巨人从那皇宫内冒了出来，顶天立地，璀璨的金光闪耀而出，直接笼罩整座皇宫。金刚！楚风看着那巨人的身影，其神色一变，猛地叫道。紧接着，那巨人身影散去，只见一尊浑身金光四溢的身影提着一人从那皇宫中冲了出来。砰！随即，那被提着的人直接就砸在了明皇脚下，疯狂吐血。何大师！明皇看着此人，神色一变，他目光一扫，只见那位浑身金光四溢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这人正是金刚。不过如今的金刚，那皮肤宛如镀金了一般，散发着坚不可摧的气势，一双眸子闪烁着逼人的寒芒。金刚，你没事吧？楚风看着金刚连忙问道。世子，属下没事，这家伙想要用我的血来炼制丹药，幸好我关键时刻血脉再度觉醒了。金刚回答道。唰！楚风神色一冷，其目光扫向了地上那人。既然他喜欢用血炼制丹药，那就把他的血放干吧。是。金刚点了点头，而这人连忙叫道。陛下救我啊！我这都是为了给你炼制丹药啊！此话一出，那明皇脸色一变，不等楚风开口，他便厉声喝道：放肆！你竟敢污蔑朕！朕乃是一国之君，岂会用人血来炼制丹药？他说完，看向楚风。楚公子，还请不要误会。楚风扫了对方一眼，眼中泛着冷芒。若非其现在没办法杀了对方，他一定要把这个狗皇帝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随即，他对着冷风示意了一下，后者猛地挥剑而出。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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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息之间，那位炼丹师的四肢全都被斩断了，鲜血喷涌而出。啊！这位炼丹师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他连忙叫道：不要杀我，我乃是天级炼丹师，我可以给你们炼制丹药，而且我大哥乃是丹阁7大丹王之一的玄幽丹王，你们杀了我，我大哥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丹王算个鸟！楚风撇了撇嘴，不屑道：就连堂堂丹皇都得喊他叫主人，区区丹王算个屁！没想到他大哥竟然是丹阁的人。这时云清子的声音响起：丹阁，这是什么势力？楚风好奇道。丹阁乃是苍玄域第一大丹道组织，拥有着上千位炼丹师，其创始人更是一位圣级炼丹师，被人称之为苍玄域第一炼丹师。云清子吐道：你和这个丹阁很熟悉？楚风问道。而云清子回答道：当年丹阁曾想过招揽老夫，被老夫给拒绝了。我若死了，我大哥一定会把你们全都杀了的。这时那位炼丹师还在疯狂地吼道：聒噪！楚风冷哼一声，猛地上前一拳砸了出去，直接就将这家伙的嘴巴给打烂了，让其连话都说不出来。最终这位天级炼丹师活活地流干了鲜血而亡。而解决掉这家伙，楚风目光又扫向了那太子和薛环二人，把他们两个全都杀了。当即冷风和沈天君便要出手斩杀二人，结果两道声音同时响起：住手！这两道声音的主人正是明皇以及一位老者，那老者正是薛家当代家主，薛环则是其孙子。但他们虽然出声了，冷风和沈天君出手却没有丝毫停顿。噗！噗！瞬间那大明太子以及薛环两人就被强势斩杀了。咔嚓！明皇面色一沉，双拳一握，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便要出手，却被那老祖死死给拦住了。而那薛家家主看着自己宝贝孙子惨死，同样是怒火冲天，却并未出手。显然他也见识到了刚才那楚八荒出手的画面，但他还是对着楚风质问道：尔等未免太过狂妄了吧？老夫孙儿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何要杀他？他敢惦记着我的女人，自然该死。你有意见？楚风看着对方冷道：我孙儿如今已经是风雷阁的内门弟子了，你们这么做就不怕风雷阁吗？那薛家家主咬着牙叫道：区区一个风雷阁有什么好怕的？蓦然一道充满玩味的声音响起，众人目光一扫，只见一位青年吊儿郎当的走了过来。是他。楚风看着此人诧异道：此人正是之前他入城之时在城门口交不出入城费的那个青年。哪来的毛头小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那薛家家主此刻正在气头上，结果看着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冒出来顶撞他，这让他如何能接受？轰！顿时一股恐怖的皇者境三重威压爆发出来，朝着这青年镇压而去。而面对着这股恐怖的威压，那青年毫无惧意，直接掏出一颗黑球便朝着对方扔了出去。轰隆！这黑球一扔出去便爆炸开来，爆发出一股惊涛骇浪般的恐怖能量气息。噗嗤！那位皇者境三重的薛家家主当场就被这黑球爆炸所产生的能量给轰飞了出去，重重的砸在地上吐着血。这一幕也是让其他人都是一惊。那明皇瞳孔一缩，内心则是震惊道：该死的，怎么又冒出一个身份不凡的小子？可嗨嗨！
此刻那薛家家主躺在地上一阵咳嗽吐血，胸口都被炸出一个大洞出来，连心脏都清晰可见。而那青年来到对方面前，一脚踩在其胸口上，哼斥道：哼，你个老家伙，竟然以大欺小，简直是不要脸。他一边说着，一边不断用脚在对方那破碎的胸口处不断蹂躏着，让其痛得惨叫连连。这位薛家家主刚要反击，结果青年一脚便将其裸露在外的心脏给踩爆了。噗嗤，薛家家主双眸一瞪，直接嗝屁了。切，真不经打。青年撇了撇嘴，转身看向楚风，走了过去。兄弟，你刚才的表现真牛逼，本公子这辈子没服过谁，今天就服你了。楚风看着此人疑惑道：你是谁？你是谁？楚风看着眼前这青年疑惑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白小纯。青年甩了甩额前的刘海，摆出一个帅气的 pose， 对着楚风介绍道：白小纯。闻言，楚风上下打量了对方一番，暗道这名字是不是起错了。这时那明皇沉着脸看着白小纯问道：不知这位公子来自哪个势力？本公子就是个四海为家的浪子。白小纯撇了撇嘴，直接说道。而明皇对此表示很无语，他很想对这家伙说一句：你当真是傻子吗？怎么，你有意见？当即白小纯双手对着明皇哼道，而他再次掏出几颗黑球在手中转着。顿时那明皇神色一变，其身边的老祖连忙说道：公子误会了，我等没有任何意见。没意见还不滚蛋，别耽误我和楚兄叙旧。白小纯毫不客气地骂道。而明皇看着自己堂堂一国之主竟然被两个后生晚辈连番训斥辱骂，心中也是怒火万丈，若非其老祖在一边压着，只怕起早就暴走了。随即他跟着那位老祖悻然地离开了。楚风看着那明皇离去，其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兄弟，你想杀了那个大明皇帝吗？白小纯看着楚风不禁问道。他和他儿子一样，都该死。楚风冷漠道。那我帮你杀了他。听着白小纯的话，楚风摇了摇头。不用，他的命我会亲自去取的。随即他看向了这个家伙。刚才多谢兄弟出手。兄弟，不用这么客气。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以后就叫我小白或者小纯都行，我就叫你楚兄了。白小纯一把搂住了楚风脖子，一副勾肩搭背好兄弟的架势。而楚风也被这家伙的自来熟给弄得一阵懵逼，但他对其这种行为倒是不反感，反而有一种欣赏的感觉。虽然这家伙看起来身份不简单，但楚风能看得出对方并无坏意。随即他说道：好，那找个时间一起喝一杯。好啊，要不要去醉仙楼喝？白小纯眼前一亮，直接说道，同时还咽了咽口水，一副迫不及待的架势。行。楚风点了点头，他看向了青鸟和北冥霜。你们都没事吧？世子，我们没事。青鸟摇了摇头，而北冥霜看着楚风犹豫了几秒，吐道：谢谢你。看着这女人竟然对自己说谢谢，楚风玩味一笑，你是我的人，不用这么客气。刷，这句话瞬间让北冥霜脸上露出一抹绯红。而后楚风来到了妲己面前，对方因为修为最弱，而且没有强大的体质和血脉护体，因此伤势最为严重。他连忙拿出数颗疗伤丹药给妲己服用。而这时塔爷发出一道惊异声：咦，他竟然是那个种族的。楚风听到塔爷的话一怔：塔爷你说什么？之前是塔爷看走眼了，光发现他是先天魅体，竟没发现他体内还蕴含着一丝九尾狐族的血脉。九尾狐族？楚风一惊，而塔爷吐道：没错，九尾狐族乃是妖族之中一个极其特别的种族。这个种族男狐狸俊俏，女狐狸漂亮，无论男女都有着天然的魅惑能力。不过这小丫头体内的九尾狐族血脉被封印了，所以塔爷之前才没察觉。若他能觉醒九尾狐族的血脉，凭借着九尾狐族的魅惑能力，再结合先天魅体，以后只怕他一个眼神便足以让无数强者沦为其掌中之物了。闻言，楚风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有这么厉害吗？当然，无论是先天魅体还是九尾狐族，都有着勾人夺魄，让男人沦陷的能力。而两者结合，任你再强，纵然是那佛门高僧，只怕也得乖乖沦陷，任凭其玩弄。你小子算是走运了，提前将其拿下了。塔爷淡淡的说道。而楚风不禁多看了几眼妲己，暗道这还真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狐妹子啊。这时那白小纯的声音响起：楚兄，你还真是艳福不浅啊，身边跟着这么3位美艳动人的小娘子，这3位小娘子只怕比之那美人榜上的10大美人都丝毫不逊色啊。美人榜？那是什么？楚风好奇地看着白小纯。而说起这个，白小纯顿时就来了兴致，滔滔不绝地说道：之前中州的摘星楼搞了一个榜单，罗列出了中州10大美人，号称美人榜，
听说上榜的全是国色天香的大美人。那醉仙楼楼主便是美人榜上的美人之一，还有百花楼的那位楼主，被称之为中州第一舞姬，也位列了美人榜之上。不知何时有机会能一睹他们的芳容。听着白小纯的话，楚风目光闪烁着，随即问道：这百花楼又是什么地方？百花楼和醉仙楼被称之为苍玄玉男人最喜欢去的2个地方。白小纯解释道。而楚风眉头一挑，醉仙楼我知道，乃是喝酒的地方，这百花楼莫非是？嘿嘿，看来楚兄也很懂啊。当即白小纯露出一个男人都懂的笑容，说道：没错，这百花楼便是让无数男人流连忘返之地。据说百花楼内有着100位花旦，个个都是歌舞双绝、琴棋书画精通的美人，无数人豪掷万金，只为能宠幸到百花中的一朵。至于那百花楼主，更是让无数人垂涎忘返的存在，但至今无人能将其拿下。没想到中州还有这种好地方，得去见识见识。此刻楚风眼中泛着亮光，露出了满脸的兴趣。一旁的北冥霜听到楚风要去百花楼那种地方后，顿时暗暗啐了一口，心中对其所产生的好感瞬间荡然无存。择日不如撞日，楚兄，要不我们今天就去逛逛？当即白小纯兴致勃勃地看着楚风。行。楚风点了点头，反正如今也没什么事了。而在那大明皇宫之中，明皇回到这里，直接气得将宫殿内的一切都给砸了，一脸怒火焚烧的架势。好了，你现在发泄也没用。这时那老祖神色淡定道：老祖，今日之事难道就这么算了吗？我大明皇朝的太子，未来的大明继承人，就这么被当众斩杀了，此事若是传出去，我大明颜面何存？明皇神情狰狞地说道：今日之事我已经让人吩咐下去，不准传出去一个字。至于你那位太子，到时候就对外宣布他因故逝世了。至于那个楚风，自然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不过他今日召唤出的那人实力不简单，因此对付他不能我们出手。那老祖神色冷漠道，眼中闪烁着阴翳的寒芒。唰！明皇目光扫向了老祖，老祖的意思是借刀杀人。没错，他杀了那个炼丹师，不是说其哥哥乃是丹阁的丹王吗？一位丹王的影响力可不一般，再加上丹阁这座大山，若是让他知晓其弟弟被杀之事，他会坐视不管吗？还有那封雷阁，薛家那个小子既然成了他们的内门弟子，那这件事自然要让他们知道了。就让他们先去试探一下这小子，看看其背后的势力究竟有多强。这位老祖一一说道。当即明皇眼前一亮，道：朕明白了。而与此同时，南荒之地，此刻无数的飞行舟朝着大夏皇朝而来，一股难以言喻的杀伐之气席卷整个大夏皇朝。南荒，大夏皇朝。此时大量插着天龙皇朝旗帜的飞行舟出现在了这里。奉我天龙皇朝陛下之令，对大夏皇朝杀无赦。这时一道冰冷无情的声音传遍大夏皇朝，随即上百万的天龙大军降临，直接就对大夏皇朝大开杀戒。不好！当即驻守在大夏之中的镇北军4大军团长神色一变，他们纷纷现身，率领着镇北军迎战着天龙皇朝的大军。而在大夏都城之中，同样有着大批的天龙皇朝强者降临。这些人的修为全都在封王境之上，其中天王境强者超过数十位，其中还有4位封皇境强者，最强的那位甚至达到了封皇境7重。随着这些强者降临，大夏都城内乱成一片。这些天龙皇朝的强者没有任何废话，直接爆发出一道道恐怖的灵力，朝着这都城内轰去，进行了无差别的攻击。一时间，大夏都城内惨叫连连，无数人都没反应过来，便葬身在这些人的攻击之下。那大夏都城的守军面对着这波攻势，则是毫无反抗之力。你们是？这时那大夏皇室的几位族老纷纷现身，结果一句话没说完就被轰成了渣渣。转眼间大夏都城就被摧毁大半，大量的建筑化作废墟，数不尽的人惨死其中。住手！蓦然一道冰冷的厉喝声炸响，只见夏幽若的身影从那皇宫内冲了出来，悬浮在空中，冷冷地注视着眼前这些天龙皇朝的强者。他看着被摧毁的一片狼藉的都城，脸色难看至极，眼中闪烁着冰冷的寒芒。你就是那位大夏女皇？天龙皇朝中的那位封皇境7重的强者扫视着夏幽若冷道：奉我朝陛下之令，今日凡是大夏皇朝的人都得死，尤其是你这位大夏皇朝之主，还有那个乾隆榜第1的楚风，你们2个都该死。你们去镇北王府找到那个楚风杀了。他对着身边3位封皇境强者命令道，当即那3人便冲向了镇北王府，而他则是一掌朝着夏幽若轰杀而去。轰！当场夏幽若就被轰飞了出去，不过关键时刻其体内产生了一股力量，抵挡住了对方这一击大部分的力量。噗嗤！夏幽若的身子砸在地上，一口鲜血喷出，面色惨白。
就凭你现在这点本事，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赶紧让本宫来掌控这具身子。这时夏幽若的脑海中再次响起那道冰冷的声音，而那位风皇境7重的强者看着夏幽若在他这一击之下竟然没死，眼中露出惊讶之色，冷道：你倒是有点本事，竟然能抗住我这一击。他说着便再次出手，但就在这时，那镇北王府中突然传出一道惊天巨响，一道耀眼的光束直接从镇北王府内爆发出来，好似一道仙光冲天而起。轰隆，瞬间那天都被这道光束给捅破了，而后整个南荒的天地灵气都朝着镇北王府汹涌而去。那磅礴的天地灵气直接在镇北王府的上空形成了一道灵气漩涡。这一刻，正在修炼的南荒武者全都傻眼了。卧槽，灵气呢？怎么都没了？无数武者震惊道。与此同时，苍玄域内无数隐修的老怪物这一刻全都睁开了双眸，眼中泛着惊异之色，看向了南荒。甚至整个元界的至强者都产生了某种感应，他们目光齐刷刷地扫向了苍玄域的方向。而在镇北王府中，那刚要杀入镇北王府的3位风皇境强者看着眼前这一幕，直接傻眼了。一股股精纯无比的灵气从那灵气漩涡中爆发出来，朝着王府内的一间房间内涌去，这正是姬如雪所修炼的房间。轰轰轰，伴随着如此磅礴的灵气进入那房间内，一股股恐怖的气息从中爆发出来。转眼间，这股气息便达到了风王境，而后直线攀升，王者境、天王境，然后便是风皇境，这其中没有丝毫的停顿。轰隆，很快那房间之中，一道身影冲破屋顶，悬浮在空中，周身散发着一股神圣的气息，给人一种神奇下凡、君临天下的架势。此人正是姬如雪，而此刻的姬如雪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风皇境9重，尤其是其脑海之中那原本的极品灵根，如今则是完全脱胎换骨了，泛着璀璨而神圣的仙光。这正是传说中的仙灵根。不过这仙灵根的气息很快就被姬如雪给隐藏了起来，他如今修为还未完全恢复，一旦其拥有着仙灵根的事情暴露了出去，势必会惹来其他人觊觎。随即姬如雪仿佛察觉到了什么，他目光一扫，发现楚风的那些家人竟然全都不在了。唰，紧接着他注意到了那3位风皇境强者，黛眉一蹙：你们是什么人？此刻这3人感受到姬如雪身上的那股恐怖气势，脸色极其难看。说。姬如雪冷喝一声，犹如一尊女帝质问，恐怖的压迫感直接让这3位风皇境强者当即就老实的交代一切了。天龙皇朝，来杀那家伙的！闻言，姬如雪眸光闪烁着，她右手一挥，当场就将这3位风皇境给碾压成了齑粉。随后她一步踏出，来到了夏幽若和那位风皇境7重的强者面前。此刻那风皇境7重的强者看着姬如雪，脸色极其难看。他没想到这镇北王府内竟然还隐藏着一尊如此强悍的存在。而夏幽若看着姬如雪，目光闪烁着，他虽然没见过对方，但却一眼便猜到对方应该就是楚风的那位妻子。姬如雪看着夏幽若，同样猜到了其身份，吐道：你就是被那家火服上位的那位大夏女皇，你太弱了。随即姬如雪冷漠地吐道：唰，此话一出，夏幽若神色一变，你是？这时那位风皇境7重的强者看着姬如雪忍不住开口，结果他刚说2个字，对方便扫向了他。轰！姬如雪直接一掌轰出，当场将对方给轰爆了，完全没有给其任何出手的机会。接下来姬如雪朝着那天龙皇朝的大军冲去，而这时夏幽若脑海中的那道声音再次响起，你听到了吗？那女人在嘲讽你，觉得你不行，你还要继续和本宫对抗下去吗？只要你乖乖让本宫融合了你的意识，掌控这具身体，本宫保证要不了多久就让那小丫头跪在你面前。他说的没错，如今的朕的确很弱，配不上她。夏幽若眸光闪烁着，随之露出一抹坚定的神色。所以朕决定了，你终于想通了，愿意让本宫掌控你了吗？这时他脑海中的那道声音兴奋道。但紧接着夏幽若冰冷的声音响起，朕的意思是，朕要掌控你，这具身体的主人只能是朕。轰！瞬间夏幽若双眸一凝，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出来。中州圣土之地，稷下学宫中。什么？我父亲以及整个平西王府都被灭了。这时一间房间内传出一道极其震惊的声音。此刻一位年轻男子站在这，神色无比阴沉，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怒意。而他正是平西王的大儿子明秋风，同时也是稷下学宫的天字号学子。稷下学宫的学子分为天地玄黄4个级别，天字号学员已经属于稷下学宫内重点培养的学员了，甚至有资格参加苍玄天骄榜的比赛。咔嚓，
而明秋风在得知自己全家被灭门后，也是愤怒至极，双拳捏得嘎吱作响。你去告诉我师尊，就说我回家一趟。随即明秋风直接对着面前的男子说道。那男子神色一变，说道：明哥，还有不到1个星期，新一届苍玄天骄榜的争夺战就要开始了，你这个时候回去只怕……明秋风直接说道：放心，我会在比赛开始之前回来的。家族被灭，此仇我若不报，还有何颜面位列着天骄榜之上？此时明秋风的眼中闪烁着无尽的杀意。与此同时，在那圣土之地的丹阁之中，同样响起一道极其愤怒的声音：什么？我弟弟被杀了？这时一位身穿灰色长袍，长着一对3角眼，颧骨突出，眼窝凹陷的男人一脸愤怒地盯着面前一个跪地之人。是的，大人。那跪地之人颤抖着说道。谁干的？灰袍男人阴沉如墨地喝道。而他正是丹阁7大丹王之一的玄幽丹王。根据大明皇朝传来的消息，凶手乃是那位最新登上乾隆榜第1的楚风，此人来自南荒，乃是南荒一个皇朝的世子。跪地之人一一说道。乾隆榜第1。玄幽眸子中闪烁着冷芒，道：一个来自南荒之地的皇朝世子，竟然这般嚣张狂妄，他真以为登上的乾隆榜第1就没人动得了他吗？敢杀我唯一的弟弟，不管他是乾隆榜第1还是天骄榜第1，都得死。此刻玄幽身上弥漫出一股森冷的杀意，而后他对着跪地之人说道：你去通知那些和我丹阁合作的势力，谁若是能将那小子的脑袋给我带回来，以后我玄幽丹王炼制的所用丹药优先提供70%给他。听到此话，那跪地之人连忙点头。是。很快中州之中，那些依靠丹阁提供丹药的各大势力之主便接到了玄幽丹王的命令。在听到玄幽丹王提供的丰厚奖励之后，这些势力之主也是毫不犹豫的便派出大量强者，准备去诛杀楚风。虽然楚风如今乃是炙手可热的天骄，但其如今只是一个还未成长起来的天才，和玄幽丹王这样的顶级炼丹师相比，其价值自然就不高了。要知道，纵然是在中州，一位王级炼丹师也是极其稀缺的。除去圣土之地的几大势力拥有着王级炼丹师之外，也就只有丹阁之中有着王级炼丹师，而丹阁7大丹王炼制的丹药，更是整个中州各大势力都想得到的资源。但7大丹王炼制的丹药毕竟有限，自然无法满足太多的势力。而如今只要杀了一个还未成长起来的天骄，以后便能得到一位丹王炼制的70%丹药，这对于任何势力而言都是一个天大的诱惑。就这样，楚风直接成了中州各大势力通缉追杀的对象。对于这些，楚风并不知道。此刻的他跟着白小纯来到了百花楼，在这百花楼的门口站着2排身穿旗袍的窈窕女子，看着楚风等人出现，面带笑容的躬身请安道：诸位客人里面请。随着踏入百花楼内，里面金碧辉煌的装修也是亮瞎了楚风的双眼。这里的妹子质量也是出奇的高，完全吊打大夏皇朝的教坊司。而在那舞台上，有美人弹奏美妙的音乐，还有舞姬正在翩翩起舞。台下一群群靓丽的妹子穿梭服务着，一副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架势，这简直是古代版的天上人间啊！楚风看着这一幕，不禁感慨道：啧啧，这百花楼不愧是中州最让男人流连忘返的地方，果然名不虚传。此刻白小纯一双眼睛不断扫视着在场的各色美人，哈喇子都差点要掉下来了。这时一位打扮妖艳的妇人走了过来，对着楚风说道：几位公子，看起来面生啊，第一次来我们百花楼吧？帮我们安排个地方。楚风点了点头。那妇人笑着说道：几位是要1楼的卡座呢，还是2楼的包厢？我们3楼还有至尊包厢，有什么区别吗？楚风好奇道。而对方介绍道：1楼卡座可以喝酒，观赏我们百花楼普通花旦的表演，收费1000下品零食；2楼包厢则有高级花旦会对诸位客人进行专门的表演，收费3000中品零食。至于3楼的至尊包厢，则可以挑选我们百花楼的当家花旦进行贴身服务。至于什么服务，那就看客人需要什么了。我们的当家花旦吹拉弹唱样样都行，这个收费1万上品零食。听完对方的一番介绍后，楚风心中不禁感叹一句：真他娘的专业。而一旁的白小纯则是嘟囔道：这么贵吗？随即他尴尬地看着楚风：那个楚兄，我没事，今晚的消费本世子买单。楚风豪气道：哈，还是楚兄仗义，你这个兄弟我果然没教错。当即白小纯兴奋地拍了拍楚风肩膀。那几位客人是打算选择？那妇人询问道。而楚风刚要说去3楼的至尊包厢，结果在他们身后一行人派头十足地走了进来，尤其是领头的一位穿着华丽的青年，一副鼻孔翘上天的嚣张架势。那位妇人见状连忙上前欢迎道：诸位客官，欢迎来到我们百花楼，听说你们百花楼楼主是中州第1舞姬，让他出来给本少跳支舞。青年直接说道。刷！
听到这话，妇人神色一变，堆笑道：“公子，抱歉啊，我们楼主只会在特定时候献舞，今日恐怕无法。”啪！陡然，那青年一巴掌扇在这妇人的脸上，冷喝道：“能给本少跳舞，那是你们楼主的荣幸，竟然还敢拒绝！你知道本少是谁吗？不管你是谁，打了我百花楼的人都得付出代价。”蓦然，一道清冷的交翅声响起，咻！下一秒，一道寒芒疾射而出，扑哧！瞬间，那青年的右手就被那道寒芒直接斩断了，鲜血迸溅而出。啊！当即那青年捂着断臂，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国舅爷，你怎么样？”这时，那青年身后一群人脸色一变，纷纷上前关心道。而那青年一脸狰狞的怒骂道：“混蛋，是谁？给本少爷滚出来！”就在这时，百花楼的楼梯上，一位充满成熟欲解饭的红衣女子走了出来。这女子长得千娇百媚，白里透红的肌肤，秀挺的琼鼻之下，小巧的阴唇粉嫩诱人，一张脸蛋完美无瑕，御姐范十足。而她的身材更是极品，高挺傲人的双峰，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散发着异样的诱惑，搭配上那盈盈一握的杨柳腰和浑圆挺翘的臀部，还有那双修长白皙的玉腿，可谓是凹凸有致。好漂亮啊！随着此女出现，现场的一众客人直接就瞪大眼睛，一个个不断咽着口水，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欲望。和眼前的红衣女子一比，现场那些百花楼的花旦瞬间就不香了。大胸、细腰、翘臀、大长腿，真是个尤物啊！楚风看着这位美人，也是一阵点评道：“此女的容颜或许不如姬如雪和夏幽若，但也绝对是一等一的美人，配合上那凹凸有致的身段，可谓是御姐范十足。参见楼主。”这时，百花楼人员纷纷对着红衣女子躬身叫道：“显然她便是中州美人榜上的10大美人之100，花楼楼主。这小妞的体质也不错啊。”陡然，楚风体内响起塔爷的声音：“塔爷，他什么体质啊？”楚风好奇道。纯阴之体乃是绝佳的双修体质，塔爷直接说道。纯阴之体。闻言，楚风目光闪烁着，打量着眼前这位百花楼主。而此刻那位青年则是面色狰狞地对着这位楼主叫道：“刚才是你斩断的我手臂，打我百花楼的人断你一臂，就当是警告了。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滚出百花楼。”这位百花楼主淡淡的说道，其语气虽淡，却带着一股强大的气场。“你知道本少是谁吗？我乃是大雍皇朝的国舅爷，我姐是当今雍皇最为宠幸的贵妃，你竟敢断我一臂，你信不信本少一句话就把你们这个狗屁百花楼给夷为平地？”此时这青年一脸嚣张的叫道。在场其他人在得知这青年的身份后，都是惊讶不已。大雍皇朝，这可是中州4大皇朝中最强的皇朝，掌控着将近中州一半的疆土，就连这百花楼所在都隶属于大雍皇朝的统治。而那百花楼主在听完青年的话后，显得十分淡定，开口道：“说完了吗？你不害怕？”那青年看着对方面无表情的模样，有些不可思议道：“说完了就滚吧。”红衣女子衣袖一挥，一股庞大的劲力爆发出来，直接将这青年以及他的随从全都轰出了百花楼。在场众人看着这一幕，都是暗暗一惊。他们之前便听闻百花楼背景不简单，如今见到这百花楼主竟然连当今雍皇的小舅子都这般不客气，也是不禁猜测起这百花楼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而百花楼主在解决掉那青年之后，刚要转身离去，结果这时一道声音响起：“既然百花楼主出现了，不知可否有时间陪本世子喝几杯啊？”啊！此话一出，那百花楼主的脚步一顿，他目光一扫，落在了楚风身上。刚才那话正是他说出的。在场众人也都是一脸惊愕地看着楚风，按道这家伙这么不知死活吗？难道他没看到刚才那位大雍皇朝国舅爷的下场吗？竟然还敢让这位百花楼主陪酒，楚兄真勇！白小纯看着楚风敬佩道：“你想让我陪你喝酒？”此刻这位百花楼主一双丹凤眸打量着楚风，看不出任何生气。“没错，我听说百花楼主乃是中州第一武姬，到时候也可以跳上那么一跳。”楚风一脸玩味地看着对方，真是不知死活啊！众人听着楚风此话，都是摇了摇头。而百花楼主注视着楚风数秒钟，突然说道：“既然公子想看奴家跳舞，那便随奴家上楼吧。”啊！此话一出，在场众人都是一惊，按道这就答应了。难道百花楼主看上他了？这家伙长得也不帅啊！一时间，在场所有人全都紧盯着楚风，一副羡慕嫉妒恨的架势。而白小纯也是不禁感叹道：“楚兄的魅力真强啊，怪不得身边能跟着3位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哎，本公子咋就没有这种魅力呢？都怪我那个老爹，长得那么丑，搞得本公子一点魅力都没遗传到。”白小纯心中暗暗嘀咕着。
与此同时，原界某座恢宏的宫殿中，一位身穿锦袍、威严十足的中年男人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其眉头一皱，怎么回事？随即他对着身边的下属吐道：“还没找到那小子吗？启禀主上，找遍整个天域了，暂时还未找到少爷的踪迹。”那下属回答道：“看来这臭小子是跑到其他域去了，立刻派人去其他8域寻找，务必给我将这臭小子带回来。竟然还敢离家出走，看我到时候不好好教训教训他。”那中年男人一脸愠怒地喝道。而在中州百花楼中，楚风直接跟着那位百花楼主上楼了，至于白小纯、金刚等人则留在了1楼。哼，这个花心大萝卜！北冥霜撅着嘴，一脸不满的架势：“你是吃醋了吗？”这时一旁的青鸟询问道：“吃醋？怎么可能？他又不是我什么人。”北冥霜当即反驳道：“你既然跟在世子身边，早晚都会是世子的人，而以世子的魅力和本事，身边也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的，所以你要提前适应。”青鸟淡淡的说道。听着青鸟的话，北冥霜陷入了沉思。而在百花楼顶楼的一间房间内，楚风跟着那百花楼主走了进来。不过他刚刚踏入这房间，一股凌厉的气息便锁定着他。随即那百花楼主直接对楚风出手了。轰！就在百花楼主对楚风出手的瞬间，后者便仿佛早有预料一般，一拳砸了出去，传出一道闷雷般的巨响。噗！这位百花楼主的身子瞬间被轰得暴退，一口鲜血喷出。他眼中露出一抹震惊之色，盯着楚风，显然没想到对方如此之强。要知道他一身修为已经达到了天王境3重，而对方看起来不过20来岁，竟然能一拳将其打伤，那实力岂不是在天王境3重之上？你究竟是谁？当即百花楼主盯着楚风，眉头紧皱道：“你猜？”楚风玩味一笑：“小子，这里不是你能随意放肆的地方。”陡然一道低沉森冷的声音传入楚风耳中。只见一位两鬓发白的老妪不知何时出现在房间内，一双阴翳的眸子盯着楚风，身上散发着一股恐怖的皇者境威压。哪来的老女人，滚一边去！楚风不屑道：“找死！”当即这位老妪双眸一眯，迸射出一抹杀意。他身子一跨，朝着楚风疾射而去，布满皱纹的右手化作利爪，猛地朝其喉咙抓去。而楚风一脸淡定地站在那，一副丝毫不在意那老妪的架势。唰！就在这老妪的利爪即将落在楚风喉咙上时，一道寒芒突兀乍现，紧接着一道扑哧声响起，只见那老妪的右手直接就被斩断了，鲜血喷涌而出。啊！老妪脸色骤变，发出一道惨叫声，身子连连后退。那百花楼主见状也是脸色一变，随即冷风的身影浮现而出，手持利剑，一脸冷漠的神情。早在进入百花楼之前，冷风便隐匿在暗处，除非是尊者境以上的强者，否则根本发现不了其存在。而楚风也早就从塔爷口中得知这百花楼内隐藏着一尊皇者境强者，所以一直让冷风暗中跟随着。那老妪神色难看地盯着冷风：“你是何人？世子要杀了吗？”冷风询问道。老女人一个，留着干嘛？杀了吧！楚风撇了撇嘴。咻！他话音刚落，冷风便消失在原地。不！那老妪瞳孔一缩，刚要开口，结果冷风的剑便从其喉咙处一闪而逝。噗嗤！一道血剑从老妪的喉咙处喷溅而出，其双眸瞪得滚圆，双手死死地捂住喉咙，却无法止住那鲜血喷涌而出。随着扑通一声，老妪的身子直接倒在了地上，死不瞑目。而看着这位皇者境的老妪被杀，那百花楼主的脸色不断变化着。他抬头看向楚风：“你究竟是何人？”楚风。楚风坐了下来，翘着二郎腿看着对方。楚风。百花楼主听到这个名字，先是一怔，而后瞳孔一缩，盯着楚风：“你是那位乾隆榜第1的南荒楚风？”“没错。”楚风点了点头。当即百花楼主神色闪烁了几秒，看着楚风露出一抹微笑：“原来是乾隆榜第1的楚公子，怪不得有这般强横的修为，真是让月离大开眼界啊！”“你叫月离？”楚风扫了对方一眼，那百花楼主点了点头：“小女苏月离参见楚公子。说说吧，这百花楼背后的人是谁？”随后楚风淡淡的说道。唰！闻言苏月离神色微变，说道：“楚公子说笑了，我就是这百花楼的楼主，哪还有什么背后之人？”当即楚风神色一冷，一步踏出，瞬间来到苏月离面前，一把掐住了其下巴，冷道：“女人，我不喜欢听废话，你若是不想说，那我便对你直接搜魂了，到时我一样能知道我想知道的。”搜魂？苏月离瞳孔一缩，看着楚风：“你是？”“没错，我还是一位精神术士，你想不想尝试一下被搜魂的滋味啊？”楚风歪嘴一笑，露出一抹恶魔般的笑容：“
刷刷刷！顿时苏月离脸色连连变化，眼中闪烁着震惊之色。他没想到眼前这位乾隆榜第一的妖孽竟然还是一位精神术士，这太可怕了吧！要知道精神术士乃是极其罕见的存在，整个苍玄域都没几位精神术士，而这位乾隆榜第一的妖孽竟然还是一位精神术士，这若是传出去，只怕要震惊整个苍玄域。看来你是不打算说了，那我便自己来看吧。楚风说着就要对其搜魂，而苏月离连忙说道：我说，他知道精神术士的可怕，一旦被其搜魂，其保守的秘密一样会被对方知晓，还不如主动告知。随后苏月离回答道：我背后的人乃是百花宫少主。百花宫？楚风眉头一皱。这时云清子的声音响起：百花宫，那不是圣土之地的势力吗？圣土势力，那岂不是有着圣人存在？楚风惊讶道。但云清子则说道：百花宫虽是圣土势力，但早已衰败，尤其是随着1000年前百花宫那仅剩的一位圣人老祖陨落之后，百花宫早已沦落成了圣土之地的末流宗门。如今的百花宫莫说圣人了，只怕连一尊半圣都找不出来了。而楚风听完这些，其目光扫向了苏月离，这百花楼莫非是那百花宫少主开的？苏月离点了点头。一个圣土势力的宗门少主为何会干这个？楚风好奇道。而苏月离低声吐道：少主这么做也是为了给百花宫赚取灵石资源，同时也是借助百花楼来笼络挑选一批武道强者，以此来增强百花宫的实力。看来你们这百花宫的确过得很凄惨啊，竟然都被逼得干起了这种皮肉生意。听完苏月离的话，楚风轻轻一笑，那苏月离则露出一抹尴尬的神色。而楚风看着他说道：你别跟着那百花宫少主了，一点前途都没有，以后就跟本世子吧。刷！苏月离脸色一变，眼中露出坚决的神色。我绝不会背叛少主的。哟，你对那百花宫少主这么忠心吗？楚风玩味一笑。那我若非要让你臣服于我呢？那楚公子还是杀了我吧。苏月离双眸一闭，直接说道：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杀了多可惜啊！等我把那个什么狗屁的百花宫少主杀了，你到时候自然就会乖乖臣服于本世子了。楚风淡淡的说道。而苏月离听到此话，睁开眼看着楚风：你虽强，但想杀少主绝无可能，那不如我们打个赌啊！苏月离听着楚风的话一怔：打赌？没错，就赌我能不能杀了你那个少主。我若是杀了他，到时候你就得乖乖认我为主。楚风直接说道。而苏月离闻言，神色连连变化。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出一阵嘈杂的声音。